夜幕漆黑，天色暗沉，空中无星，只有一轮暗月散发出冰冷诡谲的光芒。这个废物真是不经打！看看他死了没有？一脚踏在地上那个女孩的胸口之上，下了狠力。哎呦，还没死呢，竟敢用这种眼神看我！猛地伸出手抓住那个女子的脚踝，用力一扯，便砰的一声狠狠摔倒在了地上。真是找死！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记忆接踵而来，他是21世纪暗夜组织的杀手，一毒双绝，素有诡异毒手之称。在最近的一次暗杀任务之中遭遇山体崩塌，于是一命呜呼，所以他是死了又活了。辛99，你个废物贱人，竟敢偷袭我！辛99，妈逼的，他叫清九。你这小娘们儿嘴巴这么毒，脾气这么辣，是不是吃屎长大的？你看什么呢？被本姑娘的美貌震慑住了？哼，听着找抽呢！手中的鞭子陡然用力，朝前一扯，对着红衣女的肚子就狠狠踹了上去。疼啊，全身上下都疼啊！这不是她的身体，否则刚才的那一脚，根据她的估算，不应该踢在肚子上，而是直接踹在那红衣女的胸口上，将那高高的耸起给直接踹扁才是。shit！ 等着，姑娘不死，必会让你们生不如死！看到这张丑脸，清九已经接受了自己魂穿异世的事实，摸了摸脸上的这块胎记，简直生无可恋。郁闷的想要上岸，却突然感觉到身后异样，唰的回头。然而当他看清楚那男子的长相之时，一双猫眼瞬间散发出惊艳的光芒。呜呼，绝色！神容仙姿，人间极品。他闭着眼睛，脸色苍白，似乎陷入沉睡，看起来无害至极。清九的胆子本来就大，于是又往前靠近一点，更加近距离地观察男子。细碎的流光悠悠地映出男子绝色精致的五官，长领结羽，鼻梁高挺，红唇如落英丹染。清九咽了一口口水，美男闭着眼睛呢，所以不知这紧闭的妙目睁开之后又是何等的惊艳。这寒潭之中有不少上等好药，这是一个药泉。看来这个男子是得了什么病，所以三更半夜的在这里治病的。正好他一身的伤，正好也在这药泉里泡泡，顺便欣赏一下美男。清九凑上前去，伸出手捏了捏沉睡男子的脸，用上了自认为最温柔的声音开口：喂，醒醒啊！哎呀，这皮肤怎是一个嫩滑可以形容的，简直就是肤若凝脂，吹弹可破。清九根本就不想放开自己的手。活死人？可别啊，这么漂亮的人怎么能是活死人啊？再次用手探了探男子的鼻息，还有呼吸，不是死人啊，很好很好。不过这么一副陷入沉睡的模样，还被绑住双手，实在是让人好奇啊。你倒是睁开眼啊，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清九实在是好奇死了，他真的想知道这样一个绝世的男子究竟拥有怎样的一双眼睛。于是他做了一个让他蠢了半辈子的动作。喂，美男，醒醒，醒醒啊！或许真是他的话产生了作用，只见那个男子的睫毛颤了几颤，这是要睁开眼睛了。清九的心也跟着颤了几颤，对美男真的没有抵抗力啊。终于男子的眼睛慢慢的睁开了，冷气的银灰色不带一丁点的感情，汹涌而出的是灭顶的杀意。我去！粗重的铁链破水而出，带出巨大的水花，接着凌空而起，瞬间便缠绕在清九的脖子上，将他一扯，瘦弱的身躯直接倒飞起来，砰的一声狠狠砸在了男子的胸膛之上。你是谁？我是误闯。清九努力地挤出一丝声音，他真的是太倒霉了，刚出虎穴又入龙潭。误闯，那你可以去死了。别动啊！若是你敢动一下，本姑娘保证让你断子绝孙。好大的胆子！我的胆子还能更大。
咬牙开口，手上也加了力道，以此来震慑男子。好大的胆子！我的胆子还能更大。清酒咬牙开口，手上也加了力道，以此来震慑男子，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自己就真的会拧断他的命根子。可是下一秒，清酒就悲剧了，因为手中的这个东西竟然有了反应，竟然变大了，变大了。清酒窘了，脸颊莫名其妙的变得有些发热，眨了眨眼睛，心道：这男子到底是何方妖孽？这心理素质也太强大了吧！都这种情况了，竟然还能有反应。可清酒是万万不敢松手的。别冲动啊，否则立马让你的兄弟碎尸万段。不信你就试试。你说是你先废了我，还是我先杀了你？美人如画，吐出来的话却冰冷得如刀子。清酒的手丝毫没有动，甚至更用力地握住。清酒的手丝毫没有动，甚至更用力地握住。两两对峙，谁先露出怯意，谁就输了。没关系，我性命一条，死了也不可惜。只是想到有你这神仙人物陪葬，也是值了。你说呢？你贱命一条，死了也是不可惜。可是你却分明就是不想死的。男子温热的气息吹在他的耳畔，心里那点旖旎的心思早就没有了。这个男子心思敏锐，观察力强，竟是一语道破他心中所想。而就是这一愣神，清酒失了先机，一股强大的力量从男子身上爆发而出，并且整个人都被震飞了出去。完了，这下子小命休矣。清酒全身都跟散了架似的，并且喝了好几口水。说，谁派你来的？他奶奶的，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怎么会碰上这么一个阎罗王？这是将他当成刺客了。月辉暗淡，光晕清浅，男子眉目如画，脸上蒸腾的杀意不加掩饰。清酒知道，他若是想不到脱身之法，今日必葬身寒潭。这位公子，有话好好说，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最后一个机会，不说就永远不用说了。清酒大怒，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从小到大，他还从未如此狼狈，栽得这么彻底过。男子一脸漠然，突然有脚步声由远及近，很轻，但是逃不过清酒的耳。有高手迅速地朝着他的方向靠拢。生机！救命！救命啊！要杀人了！清酒眼中神采大盛，一定是这个男子的对手来了，这是他最后的生机啊！此时2名黑衣人踏着夜色从树林中出现，纷纷落在寒潭边上。属下护主不力，请主上责罚。清酒似乎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妈逼的，这是阎罗王的人啊！妈逼的，这是阎罗王的人啊！转头似乎看到了阎罗王嘴角嘲讽冷厉的笑容。回去各领50鞭。是。清酒吞咽了一口口水，那一脸的绝望再一次的生无可恋，这次是彻底的了断生路了。喂，你责罚他们做什么呀？我又不是从他们守卫的方向来的。夜色下，男子脸色苍白，目光冷漠，像是一只暗夜下的妖。他只是用淡漠的眼神看着清酒，不说话，似乎是在等待下文。我是被人从悬崖上扔下来的，是老天爷垂爱将我送到了你的眼前，这是我们俩的缘分啊。那2个跪在岸边的黑衣人身躯似乎是抖动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清酒会这般口无遮拦，还缘分。美男，我真的不是来刺杀你的，我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杀得了你呢？不过这句手无缚鸡之力还真是啪啪打脸。闭嘴！清酒瞪大了眼睛看向他，发现他似乎有些不对劲，脸色比起之前苍白了一些，嘴唇的颜色却是变深了许多，由嫣红加深到暗紫。这个男人体内有毒。带他下去，剥皮抽筋剔骨，留一条命，问出是谁指使他来此地的。脖子间的铁链一紧，清酒直接被甩到了岸上，当即就被最靠近他的那个黑衣人给扣住。完了，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这会儿也是逃不了了。
正在清酒寻思逃脱之法时，却突然那水中的男子发出一声低吼，像野兽般的嘶吼，似乎无比痛苦的模样。清酒被他的手下按在地上，费力地抬起头来，就看见那个男子双目猩红，脸上开出妖艳的花纹，层层叠叠，嘴唇暗紫，朦胧月色下凄美决然。他中了剧毒，一种清酒只在古书上见过的毒。繁花开尽一千年，繁花开尽一千年。花开得越妖艳，说明毒中得越深。这种毒一旦毒发，全身剧痛，血液逆行，经脉膨胀，心智迷失，伤人伤己。主子，别退下！清酒有点佩服这个男人了，看他脸上的花开颜色，显然中毒很深。这个时候竟然还能保持理智，隐忍至此，果然不是一般人呐！栽在他手里不冤。主子，两个属下已经慌了，眼睛发红，纷纷上前。心脉已损，你们主子性命堪忧啊！你说什么？清酒趴在地上，一身的狼狈。这个时候却突然冲着那两个属下展颜一笑：“哼，你们家主子中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剧毒，中此毒者一旦毒发，全身剧痛，血液逆行，经脉膨胀，心智迷失，伤人伤己。刚才你们家主子吐血了，说明毒入肺腑，情况危矣。这种毒在你们主子体内至少3年了吧？再发作2次，必死无疑。”你懂毒？我不仅懂毒，我还懂医。清酒笑得愈发妖媚，他不用死了，并且要翻身做主了。你知道如何解此毒？ Of course。 扔下一句英语，果然看着这娃娃脸属下一脸懵逼的模样，自是知道如何解的。马上救我们家主子！哼，你想吓死我吗？姑娘，我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过这么长的剑。毒药，爷，无碍，你知道却不一定能解，是吗？美人，你开什么玩笑？姑娘，我脑子里有着古今文学几千年的医学精髓，出身于隐秘宗门，智商180，江湖人称9少。就这种毒啊，本姑娘压根就没放在眼中。两名属下齐齐垂下眼，只恨不得自己瞬间聋了，根本不敢去看自家主子的脸。这个女人喊他们主子什么？美人。如何解？放了我。如何解？放了我。曼陀罗毒，你好狠！眼前的这个女子竟然只凭借嗅觉就闻出毒药的种类，看来确实是有2把刷子。这突然而至的惊变让几个人都有些意外。怎么回事？主子，毒药我还没给他灌下去，只是给他闻了闻，这就中毒了。然后低下身子凑到清酒的眼前，伸出手就去看他的呼吸，低头矮身躲过喉咙间的致命一击，这边却躲过脚下的袭击。砰的一声闷响，在夜色下，他似乎听到了自己蛋碎的声音。一击得手，不做停留，宛如飞猫一般转身就往林子里窜。美人，跟本姑娘玩，你还嫩了点儿！追！站住！风撩起他的发，他看着黑漆漆的密林，嘴角勾起一个冷冽残望的笑容。好，很好，暗杀毒计无数，却竟然被一个受伤的女子给耍了。查，挖地3尺都要将它找出来，本王要活口。翌日清晨，清酒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帝都的街头，看着古色气息浓重的帝都风貌，清酒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他是真的魂穿了，从清酒变成了清九九。忽而想到那个男子阴狠妖孽的眸光，不自觉地又打了一个冷颤，总算是逃出来了。一路奔回永宁王府，抬头看了看门匾，清酒眯了眯眼。以后这里就是自己在这个陌生世界里落脚的地方了。谁呀？哎呀，大小姐，你回来了。哎，你不是？我不是什么？就是。王伯，有话你就直说，不用这么吞吞吐吐的。王叔额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怜爱又心疼地看着清酒，终是开口：太子殿下来了，太子殿下来了。太子殿下。于是想了又想，
貌似是原主清九九的未婚夫，来做什么呀？太子殿下是来退婚的。二小姐说亲眼瞧见您跟马夫半夜私奔了，还划破了他的脸。这件事情现在都传开了，一大早这太子殿下就来了，现在正在大厅呢。老爷子一宿没睡。说他私奔，还是跟一个马夫，这不是瞧不起人吗？他清九最讨厌的就是被人瞧不起。这个清荣荣颠倒黑白的本事还挺牛的，昨日毁了他的半边脸，简直是轻了，应该拔了他的舌头才对。去看看。亲家主，关于亲家大小姐的为人作风，想必您老也是清楚的。这一次更是变本加厉，竟然跟马夫私奔，这简直就是在打皇室的脸。仅凭这一点，亲小姐便不配做太子妃。所以今日这门婚事，本太子是退定了。就算是闹到父皇的跟前，想必亲家也是无话可说。太子殿下，老臣的孙女儿，老臣自知她是什么样子。她虽是跋扈了些，但老臣却相信我的孙女儿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您要退婚可以，但是以这样的名义，老臣不认。青金山的声音掷地有声，这样无条件的维护和宠溺，让清九心里既感动又窝心。亲老爷子，这件事情可由不得你不认，你的二孙女可是亲眼所见。亲眼所见。接着众人便瞧见清九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步子迈得很慢，不急不缓，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模样略显狼狈，右脸胎记绯红，一双眼睛却散发出耀耀冷光。他的目光缓缓地扫过大厅内的每一个人，然后慢慢地落在了清荣荣的脸上。二妹，你哪只眼睛亲眼所见？说来听听。从清九进来的那一刻，清荣荣的眼珠子就瞪大了，脸色瞬间惨白一片。她坠落悬崖了，竟然还能活着，有恨，有怒，更有惧怕。我……清荣荣张嘴，平日也是泼辣的性格，此刻被清九的眼神威慑，加上他自己心里有鬼，竟是结巴了起来。清九却是轻笑一声，抬脚缓步走到了清荣荣的眼前。二妹啊，别紧张，姐姐我很温柔的，只要你实话实说，爷爷会给你做主的。但是你若是撒谎了，那可就不好意思了。你这亲眼所见的两只眼珠子，可就只能挖出来泡酒喝了。他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觉得清九一身的妖气，那目光更是瘆人，说出的话让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秦九九，你放肆！咦，太子殿下也在啊，真是不好意思，我刚进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只狗熊坐在这里，就没在意，真是眼拙了。鼠叶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这个胸大无脑又嚣张跋扈的女人，竟敢讽刺她是一只狗熊，真是好大的胆子。秦九九，你不要仗着你父亲那点功劳，就唯宠是骄，无法无天，侮辱太子，你该得何罪？太子殿下，我一向都是这样无法无天的。你有个好父皇，生来贵为太子；我也有个好父亲，用死亡给我换来了一个免死金牌，所以我还就恃宠而骄了。你能怎么样？瞧着清九九那小人得志的模样，楚叶只觉得气血翻涌，恨不得将眼前的丑女人给一巴掌拍成肉饼。秦九九，你夜不归宿与马夫私奔，使皇室颜面无存，你以为有免死金牌就万事大吉了吗？今日本太子就是来退婚的。清九挑了挑眉，说实话，他还真是看不上楚叶，长得还行，但是也没有达到他的审美标准。退婚，轮得到他说？九丫头，你……清九便三两步走到了他的面前。通过面相，青金山的脸色并不算太好，竟是透着灰白之色，这可是双王之相啊。清九的心里有些凝重，但是也知道此时不是他查探身体的好时机。老头，你什么都不用说，今天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一声老头差点气得青金山背过气去。这个孙女儿真是被他宠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刚刚喊的什么？老头，连爷爷都不叫了。青金山生气的一口饮尽了杯中的茶水，却再也没有开口，倒要看看这个孙女儿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
堂妹，听说你亲眼看到我跟马夫私奔了是吗？对，我昨天晚上亲眼看见你跟咱们府的马夫冯儿出去了，而且因为我发现了你们，你还划伤了我的脸。你一夜未归，今早才回来，谁知道你们去做什么了？蓉蓉，青蓉蓉不甘心地看了自己的爷爷一眼，眼中迅速地蓄满了泪。他爷爷是一家之主，心却始终偏着青九九这个丑女人。他的脸都已经被毁了，却只得到几句安慰。凭什么？就凭青九九那个死了的爹给他谋的这个太子妃的地位吗？那他就让他做不成太子妃。秦九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这个恶毒又不检点的女人！你鬼叫什么呀？青九哼笑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楚叶一眼，那眼神看得楚叶心里一阵阵犯怵。你看什么？我看你面颊泛白，眼眶深陷，眼中带着明显的红血丝，再看你眼神飘忽，说话气息长出短息，明显的纵欲过度。综合面相，你肾虚啊！你胡说什么？众人根本不清楚青九要搞什么鬼，此时听到他的话，眼神都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楚叶的身上，楚叶脸色涨得通红，双眼愤恨地瞪向青九。我胡说？你现在双手交叉，背过去的双手手指的位置按一下，是否会有强烈的疼痛感呢？而且晚上常常疼得夜不能寐，房事方面也力不从心，还需要借助药力，我没说错吧？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的身体就彻底垮了，日后能不能有子嗣都是一个大问题。青九每说一句，楚叶的脸色便难看一分。他紧盯着青九，似乎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可青九却只是似笑非笑的模样，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似真似假。秦九九，你休要胡说！目光有些惊疑不定，却仍旧摆着架子开口。青九哼笑一声，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你就当我胡说了，本来我也只是说着玩的，你有没有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说蓉妹妹吧。所谓相由心生，蓉堂妹，虽然你只露了半张脸，但我还是简单的跟你说道说道，本来我也只是说着玩的，你有没有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接下来我就说说蓉妹妹吧。所谓相由心生，蓉堂妹，虽然你只露了半张脸，但我还是简单的跟你说道说道，你面相苦愁，一副短命之相，可是细看脸颊却带红晕，眉眼带春风，显然是最近交了桃花运。但是跟我对视的时候，眼神飘忽发虚，说明心里有鬼。你端坐在椅子上，身躯却是微微向前倾，双肩微搭，胸前挺拔，腰部却略驼，眼睑下有浅色斑，所以看你这面相体态，分明是有了身孕。七九九，你胡说！噌的一下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瞧瞧，你们一个两个都说我胡说，直接找个大夫来不就好了？扔下这句重磅的话，青九恶劣的笑了，说他跟马夫私奔，那就别怪他不留情面。未婚有孕啊，倒不知这个孽种是谁的，想栽赃他，那就要做好被反扑的准备。蓉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莫不是九丫头说的是真的？我没有，不可能！不是的，是青九九胡说的。来人！爷爷且慢，他容颜娇美，一双大眼盛满了温柔的光芒，那双在面对他暴怒的眸子，此刻落在了倾城的身上，那是一个含情脉脉啊！这两个人有猫腻啊！他缓缓上前一步，走到青九的面前，妹妹，今日是蓉儿错了，她不该胡说八道的，还派人一大早把太子殿下给喊来，你就原谅她吧。这个大姐不简单啊！是，蓉蓉啊，快给你二姐道歉，快给太子殿下解释解释清楚。他的夫婿秦桧唯唯诺诺的没有开口，在青九九的记忆中，这个二叔一直是懦弱的、胆怯的，没什么主心骨，是个妻管严。我权衡了一下利弊，青蓉蓉才终于艰难的开口：是我胡说，是我给了马夫一笔钱，让他离府的，又在二姐的食物中下了昏睡散，将她关在了柴房里一夜。至于我的脸，也是我自己不小心划伤的。蓉蓉，你太糊涂了，还不赶快给二姐道歉赔罪？对不起，二姐。青蓉蓉低着头，觉得身侧的双手却是紧紧地握着。九九啊，你看蓉丫头她都道歉了，你就原谅她吧。看着这一家极品抽回了自己的手，没问题啊，
我又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蓉蓉堂妹，我就原谅了。龙堂妹承认栽赃陷害，所谓的与马夫私奔就是子虚乌有。那么太子殿下，您就打哪里来回哪里去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至于退婚，轮不到你来说。真以为自己长得跟谪仙似的，我还非你不嫁了。等我有空了，我会去跟皇上说的。就这样。哦，还有蓉堂妹，你污蔑我，我原谅你了，也就不跟你计较了。可是我这个人却没有污蔑人的爱好，你确实是怀了身孕。这个亲九九怎么不按套路走？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和目中无人，但似乎是长了脑子，转性了。老头儿，我回去补个觉啊，困死了。秦九九，你什么意思？可是我这个人却没有污蔑人的爱好，你确实是怀了身孕。这个亲九九怎么不按套路走？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和目中无人，但似乎是长了脑子，转性了。老头儿，我回去补个觉啊，困死了。秦九九，你什么意思？你站住！九九，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污蔑你堂妹，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太子殿下，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了，你不想娶我，我更不想嫁你。毕竟我还要为我以后的幸福生活着想不是？所以你回去等着就行了。婚呢，我是一定会退的，等我选个良辰吉日啊。这个亲九九是吃错药了吗？以前不是爱她爱得不得了。至于亲蓉蓉，我说了，她确实怀孕了，不相信可以找大夫验证啊。所以现下最紧要的是，赶紧问问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看看孩子爹认不认。要是不认，这个孩子可就是孽种了。留下这句话，亲九便头也不回地出了大厅，将身后亲蓉蓉的哭喊和青青山的爆吼声留在了身后。竹林翠绿，晨光温柔，一名年轻男子坐在轮椅之上，沐浴在一片温暖的霞光之中，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禁欲且冷漠的气息。美人呐，美男呐！可是美男下一秒却是转过轮椅就走，竟是连招呼都不打。清九眨了眨眼，小叔，等等侄女儿！惊诧地转过头，就瞧见以前见他就鼻孔朝天的侄女儿，双眼放光的朝他跑过来。这个清九九吃错药了。小叔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青雨眉头紧皱，没有说话，一双冷漠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清九。小叔啊，我推您出去晒晒太阳啊。不用。人长得俊也就算了，声音也是低沉充满磁性，真是好听的耳朵都要怀孕了。那我送您回屋子啊。不用。青雨的眉头已经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眼前这个女子真是他大哥那个无法无天的女儿。那我给你捏捏腿。不用。你干什么？别动我家主子！他一个翻身凌厉躲过，煞风景的玩意儿，早不来晚不来，煞风景的玩意儿，早不来晚不来。刚才青雨抓住他的手，指尖摸过他的脉象，绵软无力却又气血沸腾。本想着给美人儿仔仔细细的把把脉，可瞧着雷达那一副要跟他拼了老命的样子，真是脑门疼。小叔，那我就先走了，回去补个觉，晚上一起吃饭啊。这个秦九九吃错药了吗？不知道。放心吧，将军，不管秦九九想耍什么花样，我都不会让他靠近你的，我会一直保护你的。雷达，我早已经不是将军了，况且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你前程大好，莫要一直留在这里蹉跎。这几日我会上书一封，将你调进皇家御林军，到时候你……将军别说了，我雷达早已发誓，你在哪里我在哪里。当年若不是你相救，哪有我雷达的今天？我是哪里也不会去的。您莫要浪费春舍。青雨的身体果然已经不大好了，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这个亲家看起来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风光。让让，快让让！寿王来了，别挡了贵人的路！街道两边的人纷纷伸着脖子来回张望，叫身镶着硕大的明珠，四周垂着黑金色的流苏，在艳阳之下透着一种低调又奢华的尊贵感，态度还挺大的。这位姑娘，你声音小点儿，不要乱说话，小心呐，被兽王拔了舌头。那紧张和害怕的模样让清九忍不住挑了挑眉，这兽王似乎挺牛叉啊。那兽王长什么样啊？兽王殿下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可以随便见的吗？见过兽王殿下容貌的人那是少之又少。不过我听我表妹二哥的邻居说过，兽王殿下是世间难得的美男子。嘚瑟个什么劲儿啊，好像那个难得的美男子是他自己似的。此时一阵风吹来，那紫色的轿帘轻轻一荡，
一身白衣，如山巅落雪，清寒孤傲，纤尘不染。墨色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慵懒贵气。就地一滚，便躲开了这道凌厉的杀招。靠，干什么呀？就地正法，速战速决。妈的，真当本姑娘是纸糊的是吧？王爷了不起啊！本姑娘若是愿意，还是未来的皇后呢。反手将他的剑夺下，然后一个扫地，将那个手下逼出1米开外。哼！冷哼一声，清酒直接将手中的剑朝着那顶华丽无比的轿子射了出去。主子！兽王一身白衣，凛凛而立，银色面具罩了半截容貌，精明的薄唇，嘴角一抹弧度邪肆。领罚。黑衣属下跪地，恭恭敬敬，并无不甘。也是他大意，才会栽在一个女人手里，一个两个都来挑战他的忍耐性。前夜那名丑陋的女子是其一，今日这黑纱女子是其二。刚才他坐在轿子里，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女子类似调戏的口哨声，这神气，这声音，这语调，慢慢的与前夜那晚寒谈中的女子重叠。这语调，慢慢的与前夜那晚寒谈中的女子重叠。眼瞧着那双黑金色的靴子越靠越近，低着头的田官小哥脑中千回百转。兽王殿下朝着他走来了，越来越近了，这是要做什么？莫不是他的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果然，兽王殿下停在了他的眼前。甜瓜小哥激动得浑身打颤，抬头，万分激动地将头抬起来，还没来得及将自己满心的敬仰与崇拜说出去。你刚才与那刺客女子交谈了，殿下饶命，小的根本不知道那刺客女子，只是说了几句话，小的不认识她呀，殿下明察。甜瓜小哥后悔死了，他为什么要嘴贱去跟那个女人说话呀？现在惹祸上身了，他不想死啊！他上有70岁老母，下有3岁小儿。提供线索，饶你不死。殿下，小人实在不认识他呀。话落，就见眼前的男子转身，清冷的背影透着无情的味道。话落，就见眼前的男子转身，清冷的背影透着无情的味道。黑衣属下上前拔剑而出，天小哥瘫软在地，完了，小命休矣。殿下，殿下饶命！小的真不认识他呀，只知道他脸上有块血红胎记，丑得不得了。小人一直都在这贸易店门口卖甜瓜，亲眼瞧见他走进去买了个围帽带出来。殿下，小人确据属实。脸上的血红胎记没看错？没有，绝对没有，小人特意看了好几眼。好，很好，果真是一个人啊！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查了2日，竟然没有想到这丑女竟是在帝都脚下。回到轿子上，兽王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扣着轿门。王爷了不起啊！本姑娘若是愿意，还是未来的皇后呢。符合这个身份的人，太子钦定的太子妃，永宁王府出名的丑女，嚣张跋扈，傲慢无脑，亲家嫡小姐。轿子渐渐远离，而清酒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身份会因为一个卖甜瓜的小哥和他随意一句嚣张的话就直。清酒拿着手上的2份桂花糕往书房走去见青金山，却瞧见门口雷大门神似的站在那儿。哟，这个家伙在这儿，说明青羽也在书房里啊。想到这里，脚下的步子也不由得加快了许多。哟，开门呐！雷大转过脸，根本懒得看清酒，长得丑就不要在别人面前晃，留下门口的雷大风声凌乱。刚才那个清九九说他什么？长得丑就不要出来晃，说的是他吗？是他吗？他丑吗？最多就是黑点壮点，论丑能丑得过清九九啊？这个清九九还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进了书房，果然青羽和青金山都在，2个人见他进来都看向他。青金山刚要发怒训斥，就见清九笑眯眯地凑上前来，将手中的桂花糕献宝似的递到了青金山的手上。老头，我一大清早就去排队给你买了这个，买了1上午呢。爹，我先出去了。这怎么他刚来，美人小叔就要走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挡在青羽的眼前，笑得跟朵花似的。小叔，别走啊！桂花糕也有你的一份，吃完了再走。今日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哎，
久久我经历一次生死，看透了许多，深知之前的事情是我太不懂事，尤其是对小叔的态度实在是恶劣。我发自内心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愧疚不已，所以我决定以后10倍100倍的对小叔好。小叔，你以后就是我心头的一抹朱砂痣，是我心间的一束白月光，以后有我在，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这孙女儿没病吧？这侄女魔怔了吧？干什么？不相信我啊？哎呀，好人难当啊！他是真的想对青羽好，这么好看的人是他的小叔，符合他的审美，只要天天对着，心情就美美。信，爷爷信你，我的孙女儿长大了呀。他才不管这个孙女儿中了什么邪，只要能和和气气的跟他这个苦命的小儿子相处，他就烧了高香了，他就烧了高香了。小叔，我是真心的。虽然他不知道这个侄女儿为何转变得这么快，但这毕竟是大哥唯一的孩子，也许他真的变好了呢。可是这么多年，他习惯了一个人，也习惯了这个侄女儿的冷嘲热讽，他该说点什么？清酒一脸震撼，也算是有收获。真好，九丫头真是长大了，以后说话做事要慎谨言行，不要总是出去闯祸。爷爷年纪大了，护不了你多久了。看着眼前的这个老头，身躯有些佝偻，面容也已经苍老了，身上弥漫着一层很悲戚的气息。清酒的心突然就被刺痛了一下。3个儿子，一死一残一懦弱，宠爱的嫡孙女儿也已经身亡了，被他这个护世之人占了身躯。他想，从此清酒就是清九九了，青金山便是他的爷爷，清家便是他的责任。放心吧，清家以后我会守护好的。老头儿，你年纪大了，不要如此多愁善感。他眼眶泛红，忍不住老泪纵横，却又觉得有些难为情，于是背过了身子去。行了，一大把年纪了，我答应你以后都不会乱闯祸，您别哭了。他没哭，他只是被风吹了眼睛。他这个孙女儿非要说的这么直白吗？爹，我先出去了。小叔等等，我有事情想问你呢。何事？就是兽王，你知道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何故问他？九丫头，你问这个干什么？你可千万别去惹兽王，否则爷爷也保不了你。今日在街上偶然遇见，想到小叔跟这个兽王年龄相仿，所以问上一问。青羽垂眸，脑海中闪过那个人的身影。年少时2个人也曾是最好的伙伴，一起爬树摸鸟，一起下河摸鱼。兽王乃是当今皇帝最小也是最宠爱的儿子，名凤喜，字耀之。他的母亲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雪贵妃，18年来荣幸不衰。3岁封兽王，赐邸宅，随母姓。难怪那么嚣张啊，子凭母贵。难怪那么嚣张啊，子凭母贵。又想到青羽形容凤喜的性格，又一次庆幸他当时戴了黑纱，否则依着这变态王爷的性格，肯定会跟他没完的。臭丫头，你想什么呢？兽王殿下这个人心思诡谲，嗜血残暴，而且杀人如麻，最重要的是不近女色。你可千万别去招惹他，况且你的身份还是当今皇上钦定的太子妃，太子跟兽王爷一向不和的。知道了。九丫头，你今日出门没跟兽王殿下打照面吧？没惹事吧？没事儿，虽然我今天跟那个兽王凤喜起了冲突，还冲着那个兽王吹了一声口哨，又打了他的侍卫，还把剑扔向了那个兽王。妈，你这说好的不惹事儿呢？他还真以为这个孙女儿就懂事了，原来还是老样子。我的天哪，这死丫头惹谁不好，竟然去惹兽王！就连青羽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上都闪过震惊。我的天哪，这死丫头惹谁不好，竟然去惹兽王！就连青羽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上都闪过震惊。果然，这才是他最熟悉的那个能惹事儿的侄女儿。没事没事，他不知道是我戴着围帽呢，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你确定兽王没认出你来吗？我惹了他，我就趁乱跑了，他没抓住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所以这才是这个侄女儿惹了药汁还能活着回来的原因了。你这个死丫头，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气死我了！好了，别打了，以后看见那个兽王一定躲着走，行吗？别打了，老头儿，你不是来找我说正事儿的吗？臭丫头，你气死我了！青羽看着这一幕，莫名觉得这个气氛很温暖。九丫头，我找你来是想问问前天晚上的事情。
你详细跟爷爷说说，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索性也没瞒着，便一股脑将昨晚的事情全部告诉了青青山，当然隐去了韩谈美男的那一幕。这个孽障！我没事儿，要不是经历了这一次生死，我都不知道你们对我有多重要。话落，还冲着青羽抛了一个含情脉脉的媚眼。青羽唇边僵硬，人经历一次生死，真的会改变这么多吗？你把青蓉蓉怎么样了？她有没有说出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了吗？除了柳家那小子，不会有别人的。这个孽障勾结外人害你，还怀了孽种，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爹，你不要太激动。下一秒，他却突然怔住了，青羽也僵住了，因为青青山的手掌上赫然凝聚着一滩暗红色的血，摸上他的脉搏，细细的为他把脉。九丫头，你干嘛？我没事。老头，你可知道你的身体已成衰败之象，脉象危险，而你的体内早已经被人下了慢性剧毒，命不久矣。慢性剧毒？毒素积累得很深，至少也有5、6年的时间了。九九，你何时学的医术？爷爷，小叔，我答应师傅不说的，否则他就再也不会来见我了。你师傅？爷爷，我师傅是世外高人，总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连我也不知道他的踪迹。他将医术传授给我，让我不许声张，这是唯一的条件。九九，爹爹可还有救？有我在，爷爷不会有事的。多年来死水一般的心脏竟是剧烈的跳动起来，亲家或许还有希望。你的父母亲若是知道你这般聪慧有本事，他们一定会为你骄傲的。小叔，爷爷，我觉得咱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往近了说，为何爷爷会被下慢性剧毒？这肯定是爷爷身边亲近之人才能做到的。往远了说，当今陛下谨记我们亲家忠君爱国，许给我们亲家无上的殊荣，亲赐太子妃的身份，还有赐给我们亲家的那块免死金牌，这是将门之后从未有过的殊荣。但是我们亲家看似满门荣耀，却是再无一人在军中任职，朝堂之上也无我亲家任何立足之地。这些年柳家一直打压我们亲家，若是我倒下，我们亲家怕真的是完了。爷爷，柳家与亲家的渊源，孙女是知道一些的。不过那是您年轻时候的风流债，拒绝了柳家当时苦苦追求您许久的柳家嫡女柳叶。后来柳叶含恨入宫，并发誓绝对不会原谅你。对，那件事之后，柳家就处处给我们下绊子。我们亲家是将门之后，这柳家竟为了与我们亲家作对，竟然将自己的嫡系长子、嫡长孙全部送入军营历练，来与我们亲家抗衡。柳家有今天，是因为与年年年轻时候的旧怨。若真的论起来，他们还应该感谢爷爷才是，因为老一辈的恩怨促使了年轻一辈的成就，所以他们与我们亲家虽然有着陈年旧怨，却也不到处心积虑10几年，害我们亲家断子绝孙的地步。九丫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一切的背后有一双无形的黑手在操控着这一切，目的是毁了亲家。是柳家？不是柳家。柳家与我们只是落井下石，并不会因为一桩旧怨就对我们亲家赶尽杀绝。那还能是谁？皇室。什么？九丫头？清府功高盖主，他的衰亡是必然的，所以清府的前半程是毁在皇室的手中，而想让清府完全毁于一旦的那个人是谁？爷爷，我又不是神仙，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怎么可能知道这个隐藏在幕后的人是谁呢？但是爷爷，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将我们亲家害到如此地步的是当朝的皇上。自古以来，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小叔，你也是这么想的吗？不，我不是。亲家忠于君上，君上却灭我整个亲家，不仁不义，断我双腿尚且能够容忍，害我大哥大嫂，此仇不共戴天。对，此仇不共戴天。所以从今日起，皇位上的那位便是我们亲家的死敌。秦羽，爹，这是我的决定，可你不能只听九丫头的片面之词，毕竟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仅凭猜测而已。老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为何我会变得如此聪颖慧侠，是吗？青青山不自觉的点头，这些都是我师父分析给我听的，并且说我跟小叔是亲家的嫡系，皇家迟早要弄死我们的，所以我师父教我医术，教我拳脚功夫，分析当朝局势，并且嘱咐说必须要韬光养晦，不可露出一点端倪。
所以这些年你们看到的那个不学无术、整天闯祸的我，都是假象。真正的我，聪明、睿智、隐忍。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爷爷就说云天和素锦的女儿怎么会那般差劲？爷爷要见你师父，当面对他感谢。其实我已经有2个多月没见到他了。最后一次他临走时告诉我说，我已经学有所成，他可能不会再来了。可惜，实在是可惜。所以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爷爷定会支持你。他们皇家欺人太甚。在青金山的心里，凡是来自那里的人都是有大本事的人，而这个九丫头的师傅也可能是素锦的旧人。今日做的这个决定，我希望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多一个人知道便是多了一份危险。至于二叔一家，瞒着就好。别忘了，咱们还没有查出青蓉蓉是与谁勾结想要害死我的，这也是一个突破口。再有就是给爷爷下毒的人必然是咱们府上的人，我会秘密的给爷爷解毒，不要打草惊蛇。但是之后爷爷的吃食一定要加倍注意。进入房内，清九将手上王伯给购置的东西放在了桌子上，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抬脚走进了内室，准备换身衣服。下一秒，那刚刚探进帘子的半个身躯突然急速后退，而后2柄利剑泛着寒光扑面而来。清九就地翻滚，随手抓起椅子，对着眼前的剑就甩过去。姿势诡异的反身逼近，一把拧住了其中一个黑衣人的手腕，借力使力翻身而起，一个扫堂腿便一脚踢在了另一名黑衣人的胸口。2声闷哼自黑衣人的胸膛中溢出，清九冷冷一笑，眼中的冷酷之色一闪而过，五爪成钩，一个箭步上前便想扭断眼前黑衣人的脖子，却突然一片白色粉末当空照下，正中清九身上，然而却是已经来不及了。刘三儿！昏迷的前一刻，清九瞧见了那个隐藏在屋顶的黑衣人，竟是半天没动，只等着关键时刻下药，实在是下三滥的手段。但是自己却大意中招了。这些人又是什么身份？他们想干什么？手腕疼得受不了，然后伸出手想去揉揉，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昏迷前的一幕立马回到了自己的脑海，清九唰的一下将眼睛给睁开了，还好还活着。打量了一下眼前所处的环境，黑洞洞的，看起来有些阴森，带着血腥味儿，像是一间牢房，又像是一间刑室。有人吗？没有人回答他。都死了吗？有人都会吭一声。都死了吗？有人都会吭一声。反正也没有人来，清九也不喊了，打了个哈欠，索性闭上眼睛眯了一会儿。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似乎有脚步声出现，清九这才睁开眼睛，然后就看到1、2个黑衣人拖着一个男人出现。那个男人被绑在刑架之上，一瓢凉水泼了上去，那个男人一个机灵便醒了过来。当看到眼前的情况之后，那是一脸的绝望啊！我再问你一遍，是谁指使你来的？那个被绑住的男子紧闭嘴巴，一声不吭。然而下一秒，那个黑衣人却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一把刀，对着那个男人的胸口就是一刀。这一刀不是刺进去的，而是片了一块肉下来。那男子闷哼了一声，仍是没有说话。那就看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我的刀硬。话落，又一刀落下，每一刀下去都是片一块肉下来，刀法极其的精湛，将快准狠演绎的淋漓尽致，鲜血也是跟着飞溅，这种场面真是小儿科啊！清九算是瞧明白了，虽然不知道这背后之人是谁绑架了他，但是显然那人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的，否则是不会在他眼前上演这么一出的。这是下马威呀！那被绑住的男子胸前已经血肉模糊，脸色苍白的厉害，细细密密的出了一层的汗，牙齿都在打颤。你们这是想要凌迟处死他呀？2个行刑的黑衣人没有理他，反倒是那个被凌迟的男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似乎是瞧见了他脸上的胎记，眼中闪过了一丝厌恶。这一眼可把清九给得罪了，他是难看了一点，可是碍着你了吗？你他妈都被人凌迟了呢，还不忘鄙视我一眼？哎，你们这样是没用的，我不害怕。我跟你们说呀，这种逼供的手段实在是太老套了。凌迟处死的疼痛不是最高的，我有1万种让他开口的办法。
听到清酒的话，那行刑的2名黑衣人似乎顿了一下，看了清酒一眼，而那个正在受刑的男子也是抬头刮了清酒一眼，眼中带着厌恶。清酒是真的怒了，他到底是哪里得罪这个人了？刮了他一眼又一眼的，本来这心里就烦躁，这家伙又正好撞到了他的枪口上。2位鬼魅大哥啊，我跟你们说哈，逼供呢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生不如死，保证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答案。你们可以顺着肌肤的纹路慢慢的用刀划开，往里面注上蜂蜜，然后引一群蚂蚁过来。这群蚂蚁呢会慢慢的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啃他的骨头，到最后呢，他的整个身体都会被掏空，只剩下一张皮。秦九九，你这个贱人！啊，你认识我呀？可我不认识你呀。2位大哥，是不是这个人乱说了什么呀？我可不认识他，你们莫不是抓错人了？2名黑衣人对视一眼，没有说话。这个人呢，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竟敢胡乱攀咬我。现在我就给你们提供第2种逼供方法。就是找一个铁钉子，从他头顶钉下去，然后再拔出来，顺着头顶那个血洞把水银灌进去，保证酸爽。黑衣人冷不丁的打了一个哆嗦，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受刑的男子脸色忽白忽红，盯着清酒的眼神似乎是要将他吃了似的。哟，还是这种眼神啊！我还有第3种逼供方法，就是秦九九，你这个贱人！哎呦，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呀！我是真的不认识你啊！你别乱喊我的名字啊！你不认识我，秦九九，你这个贱妇！你天天舔着脸，求着我帮你带东西给太子殿下的时候，你都忘了吗？你这个贱人！哎，鬼魅大哥，你看，根本不用逼供，他自己就招了嘛，是太子殿下的人。清酒说完那句话之后，就被2个鬼面黑衣人给押出了刑室，将那个人的破口大骂给抛在了身后。主子，人带来了。好。2名黑衣属下退下去之后，只剩下清酒一个人站在那儿。他隐约的能瞧见温泉池边有一个人在那儿，伸展双臂，放松地搭在石头上。站得累了，清酒索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等了半天都困了，才见那个人从温泉池中站了起来。蒙蒙水雾中，那个人身躯修长，因为朦胧看不真实，却更添了一丝美感。兄台好身材，一大片粼粼水光便如飓风一般扑面而来，凌厉的杀气不加掩饰。我靠，一言不合就杀人呢，毁容了！这人谁啊？这么暴力！现在他忍，待他明了这个人的身份，今日的耻辱一定是要加倍还回去的。人丑话多。清酒愤怒地抬头，结果一抬眼就瞧见了男子脸上的银色面具。我去，这可是天辰兽王独有的标志啊！所以他这是被兽王凤喜给劫持来了吗？清酒头顶一排乌鸦飞过，他没有惹传说中的兽王殿下呀，难不成是看上他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肯定不会是因为白天的事情，这个清酒还是有点自信的。所以思来想去，只剩下一个原因，就是她是太子的未婚妻。兽王殿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秦九九。清酒心里一酥，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名字从他的口中说出来，充满了潋滟的味道。你提供的2个逼供方式都不错。所以兽王殿下是要奖赏我吗？不是，本王想着莫不如在你身上试验一下。我似乎没有得罪殿下的地方吧？您堂堂一个王爷，3更半夜的将我从府邸中劫持而来，并且用下药那种下三滥的手段，传出去不怕影响不好吗？凤喜根本不搭理清酒，而是系好了浴袍，抬脚就走。兽王殿下如果没有事的话，那我就先回去了。扔下这一句话，清酒转身就往反方向走。无名指上的戒指便飞舞出一条金线，宛如飞蛇，直接逼向清酒的脖颈。通一声，清酒整个人栽进了身后的温泉池水之中。凤喜，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捉弄人有意思吗？有本事你给我光明正大的比一场！你配？凤喜开口，无名指微微一扯，清酒只觉得脖子上一痛，这才发现凤喜控制的金线已经缠绕在他的脖颈之上了。
寿王殿下，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就算要杀了我，也至少让我死个明白，不是吗？死不明白又如何？清酒气得要死，根本没办法跟这个人沟通，好吗？他说人话吗？一句话能把人噎个半死。这个凤喜脑子有病吧？凤喜眯着眼看向水池中的清酒，因为有水汽的原因，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她的面目表情。可凤喜就是知道，此刻这个女人一定是双眼喷火，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她的面目表情。可凤喜就是知道，此刻这个女人一定是双眼喷火，但是眼珠子又乱转，像个狐狸一样，满脑子的鬼主意。这么多年，很少有人在挑战了她的权威之后还能活下来的。滚上来！没有轱辘，不会滚。他话音刚落下，就感觉脖子一紧，整个人竟是瞬间凌空飞起。清酒还没来得及尖叫，便砰的一声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我操！还好没有出血，同时也更加心惊。这个凤喜的武功竟是如此的出神入化。第一次，清酒深深地意识到了他与这个异世界的差别。哼，还没学乖。凤喜转身，这次清酒什么话也不说了，乖乖地跟了上去。千万别给他机会，否则定然将这个凤喜毒到爹妈都不认识。凤喜一路去了餐厅，他便也跟着。这次可不敢随意离开了，这个男人是变态的。寿王府的餐厅很大，上面摆放了10几种菜肴，每份量都不多，但是都非常精致。清酒觉得他的肚子也饿了。凤喜坐在椅子上，自有丫鬟端着铜盆上前为其净手。清酒看了一眼，便撇了撇嘴，瞎讲究。然后又将目光落到了一桌子的好吃上。他是真的饿了，这折腾了半宿，而且这么多，这个凤喜根本就吃不完吧。给他。接着就瞧见小丫鬟端着铜盆递到他的眼前，所以这是要他伺候凤喜洗手吗？寿王殿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可不是你的丫鬟。从现在开始，是了。寿王殿下，我希望你搞清楚我的身份。论功，我是亲王府的嫡小姐；论私，我乃是皇帝陛下亲赐的太子妃。所以论功论私，你都不该莫名其妙的将我半夜挟持来，并且还这般羞辱。你什么身份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而你要庆幸的是，在惹了我之后，你还能活着。而你要庆幸的是，在惹了我之后，你还能活着。做我的丫鬟是你唯一的选择，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是什么地方惹到了寿王殿下？我自认为在这之前并没有跟您有任何的接触。那丫鬟端着的铜盆瞬间被震飞，直接泼向清酒。我去！哐当一声，铜盆落地，水洒得到处都是。小丫鬟整个伏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而此时凤喜周身冷气狂飙，因为银色面具遮了半截面孔，只瞧见她的薄唇紧紧抿着，显然是心情不爽。这个人怎么如此阴晴不定啊？自己不就问了一句吗？至于一言不合就动手吗？带他下去睡柴房，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寿王府。若是发现你逃跑，本王先断你双腿，再灭你亲家满门。扔下这么一句话，凤喜起身，宵夜也不吃了，转身就走。这个凤喜真是个变态啊！自己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说出来就行了嘛。是杀是剐他都受着，偏偏他却将话说出半截，竟然还拿亲家上下的性命来做要挟，真是卑鄙无耻。次日一早，他是被人给提醒的，刚一睁开眼，就是凤喜那张戴着面具的脸。烦人，睡觉都能梦见这个变态。翻个身继续睡，而站在一旁的凤喜在明显听到清酒的这句话时，整个人都冷了下来。跟在他身后的下属默默的后退，生怕殃及池鱼。变态说的是自家的主子吗？这个丑丫头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凤喜上前毫不怜香惜玉，一脚踢在了清酒的屁股上。谁啊？当看清凤喜的那张一面脸，心情瞬间不美丽了。还真是丫鬟命，柴房都能睡得这么死。自己睡得那么死，还不是你的属下用了迷魂散，所以后劲上来了，他才睡得这么沉好吗？想好了。清酒自然知道凤喜问的是什么，点了点头，刚要开口，凤喜却是转身就走，于是清酒只能跟上。又是餐厅，满满的一桌子好吃的，早餐极其丰富。又是餐厅，满满的一桌子好吃的，早餐极其丰富。凤喜吃相优雅，
修长的食指将每一样东西放进嘴里，都让看的人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实在是饿了，而他这个人偏爱美色美食，这里美色没有，只有阎罗王一只，可是满桌子的食物却是勾引得他食指大动。说吧，是因为昨日白天的事情吗？白天何事？哎呀，听这口气，凤喜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昨日白天的事情。那我还是不要不打自招了，免得罪加一等。我是说，您3更半夜的抓我来，只是因为昨日白天我看了您一眼吗？来人，将这个女人舌头拔了，四肢废了，扔到护城河里喂鱼。我操，他这是惹上了一个什么人呢？他自认为他自己就挺狠的，可是跟这个兽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好吗？得了命令，已经有2名属下走上前来。要下手就快点，姑娘，我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凤喜，你不将我弄死，我都挑不起你。凤喜，你不将我弄死，我都挑不起你。凤喜的2名属下上前，刚刚靠近清酒，就被其冷冷地甩开胳膊。哼，你以为本王不敢？凤喜起身，看惯了清酒插科打诨的模样，此时突然冷厉起来，倒是让他觉得顺眼。终于不装了不是？他走到清酒的眼前，伸出手捏住他的下巴。凤喜，现在我把话给你挑明了，你大概就是知道了昨天白日帝都街头惹了你的人是我吧，所以才将我抓来如此羞辱。可你既没有杀我，那么要么就是有所顾虑，要么就是有所求。我说的可对？你可知道太聪明的人都活不太久。哼，我可真不是吓大。凤喜松开清酒的下巴，然后拿出一方手巾，仔仔细细地擦拭自己的手。这可真是气得清酒头顶冒烟呢。这个凤喜真是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他的忍耐力。秦九九，敢在本王这里如此硬气的人，你是第一个。你可知道本王真想一块一块地敲碎你的骨头，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一块地敲碎你的骨头，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哼，做梦！秦九九，你得罪本王2次，每一次都罪该万死。但是本王可以给你机会，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是做本王的丫鬟，以后对本王唯命是从，从此本王便是你的主子；第二，断你四肢，扔护城河，亲家满门为你陪葬。我若是2条都不选呢？来人，1炷香之内将青荆山的头给本王提来。你敢？你觉得本王不敢？好半晌之后，才听到他开口：“凤喜，我总不能当你一辈子的丫鬟吧？1年。行啊。他成为他的丫鬟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毒得他不能人道。做你的丫鬟，需要做什么？除了暖床，什么都要做。行，答应你。来人，上契约。兽王殿下，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不会反悔。不至于还要签个契约吧？再说了，我亲家人的命还捏在您的手里呢，我敢反悔吗？凤喜接过来之后，放在桌子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块类似黑色石头的东西。然后清酒就见到凤喜伸出手，在上面写着什么，搞什么名堂？过来。清酒上前，接着清酒就瞧见凤喜咬破了手指，滴了一滴血在黑色石头上，很快便被吸收了。照做。兽王殿下，您不会坑我吧？你有什么可被本王坑的？这是什么？契约时滴血成约。兽王殿下，是不是我当你1年的丫鬟，我们之前的新仇旧恨就一笔勾销了？自然。得到凤喜的肯定回答，清酒这才咬破自己的手指头，滴了一滴血在那古怪的石头上面。主仆契约已成，签订者凤喜、秦九九，时效1年，主生仆生，主死仆亡。主生仆生，主死仆亡，他真的是被坑了。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啊？怎么当个丫鬟就主死仆亡了？契约成立，不可更改，毁契约者必遭天罚。毁契约者必遭天罚。开什么玩笑啊！你明天死了，我难道还要跟人殉葬吗？清酒话音一落，好，很好，欺负我技不如人是吧？凤姐，你别欺人太甚。秦九，你似乎还没有认清你的身份。我认清了啊，我是你的丫鬟呢，你死我死。我知道了，像你这种祸害死不了的。希望你也记住自己说过的话，1年之期，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我先回家了，明天再上岗。清酒怒气冲冲地出了兽王府，一肚子的火气没有地方撒。他还
还想着怎么回去跟青老头交代呢，这是一夜未归的事儿啊。还有那块契约石，当真是诡异的很。这个凤喜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要回去问问青老头认不认识。毁掉契约的人真的会遭天谴吗？本来还想偷偷弄点毒药毒死这个家伙，这下可好了，生死连在一起了。哟，小妞长得这么漂亮，跟本大爷回去做个暖床丫头呗。那小少年弓着身子被几人毒打，愣是一声不吭，只是一双眼睛却恨恨地盯着打他的人。小小年纪，眼睛里像是淬了毒一般。这少年长大了，不得了啊！柳氏放浪，一把扯过那个少女就往怀里搂。谁打老子？呼啦啦的，看热闹的人都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生怕这二世祖找上自己的麻烦。只有清酒淡定地站在原地，手上还剩下一块石头，上下抛着玩。你这个丑八怪，刚才是你扔的本大少？是我又怎么样？是你呀，你就是找死！4、5个狗腿子握着手中的棍子就朝清酒打去，徒手劈下其中一名打手的棍子，对着其余几人的腿盖骨就挥了上去。也就一眨眼的功夫吧，柳石手底下的5个人全都捂着右腿躺在地上哀嚎。清酒满意的将棍子扛在了肩膀上，有点流氓的气势。他终于找回了点自信，被凤喜那个变态家伙打击的，差点让他以为自己成了废物。何必做苦力打工呢？脑海中一下子就想起凤喜说的那句：除了暖床，什么都要做。不是说他想暖床，而是凤喜这话带给他的侮辱。你们兄妹俩都跟小爷回去，女的给本少爷暖床，至于小的嘛，就回去给本少爷当个便童。公子厉害，快点，公子能看上你们兄妹，那是你们的福气。那少女气得脸色通红，浑身哆嗦，却碍于对方的实力不敢反驳。来，本少爷摸摸你的小脸儿，看看滑溜不滑溜。你个小瘪犊子，敢咬本大爷，找死是不是？住手！住手！住手！你们不要打我的弟弟！住手！哎，这姐弟俩可是惨了，得罪不好，竟然得罪这柳家二少爷。哎，可不是，柳家现在可是只手遮天，这些事儿谁也不敢管，可怜人呐！差点让他以为自己成了废物。你大胆！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乃柳家二少爷。柳家？那个威名赫赫的柳家？哼，知道怕了？长这么丑还学人家打抱不平，你配吗？现在跪下来给小爷磕头，小爷饶你不死。只见清酒理都没理他，反而是看向那两姐弟。喂，你们两个，我若是收留了你们，治好了你爹，该如何报答我？只要你能收留我们姐弟，治好爹爹，我花影从此追随你，为奴为仆，忠心不渝，生死不弃。花无愿做小姐的婢女，伺候小姐起居，以报答小姐的救命之恩。成交。她明天也要去给别人当侍女了，可凤喜没有规定她不能带人吧？你当我是死的吗？哦，忘了这货了，柳家二少爷呀！怕了，晚了，怕了，晚了！抡起手中的棍子，对着他小腹以下就是一棒，接着又朝着他的膝盖一踢，柳石便直接摔倒在了地上。柳家二少爷了不起吗？就可以随便在大街上调戏良家妇女，殴打小小少年吗？看清楚了啊，打你的是我，再让我碰到，我会直接打断你的第3条腿。第3条腿，围观的人早就被清酒的暴力给震慑得说不出话了。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丑女人呢？如此的胆大包天。你是谁？青九九。青九九，这是小少年花影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却用一生记在了心里。青九九，你等着，本大少爷不会放过你的。随时恭候。能走吗？那2个人点点头，起身就要去抬他们那半死不活的爹爹，将这老伯抬到永宁王府，一人得1两银子，愿意的出来。一听有银子拿，当即就出来2个汉子，轻轻松松地将草席抬往永宁王府走去。臭丫头，发生什么事了？回屋说，也瞧见了青雨被雷大推着，正看向他这儿。好吧，一肚痤气在看到美人小叔的那一瞬间消散了不少。爷爷，这2姐弟是我收来的，以后跟着我，你派人将他们3个安置一下，他爹得了重病。
找府中大夫给看一下。很快王伯就上前将人领走了。清酒回去简易的洗了个澡，又换了一身的衣服，就赶紧到会客厅去跟青金山还有青羽会合。此时两个人都等在那儿，一进去坐下，清酒没等青金山发问，直接说道：我被寿王劫持了。什么？是街上的事情暴露了？清酒点了点头。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依照凤喜的性格，不该这么轻易的饶了你。清酒也没打算瞒着家人，于是一五一十的将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九丫头，你答应了，你知道你的身份可是皇上亲赐的太子妃呀。我能不答应吗？你们都不知道凤喜那个变态，他仗着本事比我大，差点没整死我。而且最没品的就是那个凤喜竟然拿你们来威胁我，真是渣男一个。这不像是药汁的做事风格。我也不明白，他要是想整我，那有10000种方法呀，为何偏偏让我做他的丫鬟？寿王与太子一向不和，而九丫头又是太子的未婚妻，让九丫头当他的丫鬟，这不是狠狠地羞辱了太子吗？成为凤喜的丫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他逼我在那个契约石上滴血了，为期1年。若是反悔，是要遭天谴的。小叔，这个契约石你们熟悉吗？契约石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大陆所存在的东西。什么？九丫头，契约石这个东西爷爷没见过，却是见过跟这个差不多的。当初你娘与你爹成亲的时候，曾拿出一块紫色的心形石头，你娘亲说这叫婚姻石，两人以血盟誓，定下婚约，许下相守之约，便不得分离，若是有谁背弃了爱情，便会遭到天罚。姻缘石？我娘亲从哪里弄来的呀？你娘亲并不是咱们这里的人，确切的来说，是来自另外的地方。她当初受了伤，被你爹所救，之后与你爹情投意合，说了一些她身世的事情，虽然没有细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娘亲身份尊贵，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人。她为了让你爹安心，才拿出那块姻缘石。你娘亲说，姻缘一旦定下，滴血成盟，便不可反悔，一旦反悔，遭受天罚，那是九死一生的。就算侥幸活下来，怕也是生不如死。我娘亲来自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凤喜可能知道我母亲来自哪里了，因为她手上的那块契约石是我母亲长大的地方才会有的，药汁？不，凤喜她肯定知道这契约石的来历。她让你做她的丫鬟，目的是假，将你的命与她的命连在一起才是真的。你有什么地方让她看上的？我从未在她面前表现过什么，只是会点拳脚功夫。可这肯定不是她看上我的理由啊，因为我在她的手下过不了10招。难不成寿王殿下看上咱们九九，所以才强迫性的将九九弄到他的身边，近水楼台？爹，你想多了。爷爷，我在你心中是最美，所以一定有阴谋。九丫头，你现在如何打算的？没事儿，我打算住到寿王府，搞清楚凤喜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我想从她着手查下娘亲的来历。九九，凤喜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她对你必有所图。小叔不用担心，她对我有所图，说明我性命无忧。就怕她没所图，得罪了这么个神经病，我才难以脱身呢。不过也是这凤喜提醒了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前是我太自大了，所以现在开始，变强是我唯一的目标。如何变强？还没有想好。青羽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一老一少简直就是一对活宝。行了，爷爷小叔，你们先回去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倒是要先看看这个凤喜到底要搞什么鬼。但是眼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我跟楚叶的婚事退了。这婚是你说退就退的。没事儿，我有办法，楚叶会来找我的。云素锦说，她来自一个叫凌云大陆的隐士宗门，自出生起便拥有逆天灵力，是家族的骄傲，也是宗门圣女。她是因为逃婚，所以才意外地来到了这儿，遇见了青云天之后坠入了爱河。青九九额间的圣女印
代表着她也有逆天的灵力，是下一届的圣女。一旦圣女印破，逆天力量便会回归，必然会惊动宗门之人。破解圣女印的方法便是与男子一夜欢好，所以告诫九九三思而后行。这紫玄鞭和蓝戒都是上古宝物，是留给清酒的嫁妆，滴血认主即可。于是清酒将指尖咬破，将血滴到了紫玄鞭上，紫色的光芒照耀了整个鞭身，瞬间被激活，手中鞭子对着地面狠狠地砰的一声，地面上便出现了一条不浅的沟壑。我娘亲实在是太好了！若是那个时候将信看完了，将这紫玄鞭滴血契约，这凤喜能抓得住他？丫丫的，不抽得他满地找牙才怪呢。对了，还有一件宝贝呢，嗖嗖的又跑回屋子里。姐姐，那个亲家大小姐真的好厉害啊！是啊，弟弟，咱们能被亲家小姐收留着，实在是幸运，一定要跟着亲小姐好好学本事啊！知道了，姐。清酒的灵台一个清明，神识波动，他竟然瞧见了蓝戒里放了超多的珠宝、金子、宝石，还有名贵药材。天哪！清酒拿起桌上的紫玄鞭，心中默念收，紫玄鞭当即被收进了蓝戒之中。它可以制作毒药，千种万种的都放在里面。清酒的嘴角挂着阴险的笑，仿佛看见了凤喜倒霉的模样。亲小姐，谁啊？花影和花雾。身上的伤擦药了吗？都是皮外伤，并无大碍。行，你们两个以后跟着我就行了，以后什么时候想走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不强留。花雾惊讶地抬眼看了一眼清酒，他没有想到眼前的清大小姐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不，花影愿意追随主子，绝不离开。小姐，从今往后您就是花雾的主子，花雾绝对不会背叛你，不需要卖身契，不需要入奴籍，你们跟着我就行了。人与人相处啊，讲究个自在，你们尊重我，我信任你们，这就成了。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人了，我清九九罩着的人，除了我，谁也别想欺负你们。花影和花雾只觉得心潮澎湃，心底更是死心塌地。这是走了天大的好运才会遇到这样的主子啊！你们爹怎么样了？王伯已经找了大夫，不过并不太乐观，现在还剩一口气吊着。带我去看看。却瞧见有一个人影急急忙忙地离开。若是没有看错的话，那个人应该是他的二叔清慧。这个老实巴交的二叔来这儿干什么？不好了，老爷被人打了！快去通知二爷和少爷。说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小姐，柳家来人了，说是要找您算账，老爷挡住了，没想到柳大小姐竟然对老爷动手，将他打了。什么？秦九九，你给我滚出来！哼，真是个缩头乌龟啊，连面都不敢露。他的身旁还有坐在软椅上的柳石。奇怪的是，柳石脸色苍白，似乎受了重伤，一点精神也没有。在他们身后带了数十个打手。青青山一脸怒容地站在他们对面，脸上一道血痕清清楚楚。爷爷，你没事吧？爷爷没事，九丫头你先进去，这里的事爷爷来解决。九丫头你先进去，这里的事爷爷来解决。哼，真是好感人呐！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恶心呢？青九九，你这个丑八怪终于肯露面了，恶心你就吐啊！你跑到我家门口当什么泼妇？青九九，你骂谁泼妇？这里除了你像个泼妇，我还能说谁？住手！怎么，堂堂亲家家主要对我一个丫头动手不成？我今日就是代表柳家来的，你的孙女儿青九九当街行凶，将我的二弟打伤，现在我们柳家来要一个说法。爷爷，你别插手，这件事情我来解决。我爷爷的脸是你打伤的，哼，是我又怎么样？一时间，王府门口尘土飞扬，哀嚎声不断。很快，柳瑶带来的人一个站立的也没有了，全都躺在地上哀嚎，只剩下一个柳石还病恹恹地靠在软椅上。别过来！别过来！清九连看他一眼都不曾，而是走到柳瑶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爷爷一个长辈，不能对你出手。我清九九跟你平辈，打你无可厚非，是吧？柳瑶趴在地上，全身剧痛无比，火辣辣的疼，像是被撕裂了一般。他费力地昂起头看向清九。
秦九九，你敢打我，我们柳家不会放过你的。柳家就爱说这样的话，你弟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可是怎么办呢？你们柳家再怎么牛逼，我们亲家都不怕。好，真好，你们亲家真是硬气。秦九九，你倒是让我刮目相看了。迅速去通知我大哥，就说我被人打了，快点！他话音落下，那个人便赶紧去通风报信了。姚的大哥，柳家现在的顶梁柱，柳家的大公子柳峰，皇家禁卫军统领，所以这是去搬救兵了。青青山忧心忡忡，面色沉沉，在他的心里边，其实是知道青家现在是斗不过柳家的。哼，怎么，老东西怕了呀？今天这笔账，我们柳家要好好的跟你算清楚。你的孙女儿先是殴打我二哥在先，现在又出手伤我，这件事情，我们柳家跟你们没完。爷爷，您回去，柳家的小辈有什么资格在您的面前叫嚣？这里有我就行了。青金山还不愿意，被王博硬拖着回去了。哟，老东西这是要进去避风头了。手一扬，鞭子一挥，就要再次冲柳瑶挥去。九九，住手！小叔，哼，老家伙躲起来了，又来了一个瘸子，一个瘸子，一个丑八怪，你们青府没人了吗？柳家的教养就是如此吗？亲某今日一见，真是大开眼界。我们柳家的教养如何，轮不到你一个瘸子来说。若是你们今日将青九九交给我们柳家处置，那么这件事情便到此为止。可若是不交，那么，青九在心里发誓，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毒得这个柳瑶说不出话来。自然是不交的。我们家九九不管做了什么，我们亲家都是鼎力支持。我听闻柳小姐今日上门来，是因为九九揍了柳二公子，那么我想必然是柳二公子欠揍，九九才出的手。我们九九一向都是做事有分寸的孩子。好，你们青府好样的，美人小叔，真好。此时忽然有整齐的脚步声自远而近传来，地面都隐隐颤抖着。围起来！一声令下，百名禁卫军迅速地将整个青府围了起来。大哥，便跑到柳峰的身边，一边小声地说着什么，一边往清酒的方向看去。那一瞬间，清酒感觉他仿佛被一只毒蛇给盯上。清酒并未回避他的目光，反而冷冷地与他对峙。秦家大小姐，是你打伤了我的二弟和小妹？是我。秦大小姐，我二弟和小妹虽没有官职在身，可代表的也是我们柳家。你这般不将我们柳家放在眼中，这件事可不能算了，这件事可不能算了。你们秦家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交代什么呀？大哥，把他抓起来，我要让他跪下磕头。就是大哥，这个青九九实在是太嚣张了。你看他将我打的，现在还站不起来。还有小妹的脸，他用鞭子挥的，这是想毁了小妹啊！秦家大小姐乃是当今圣上亲赐的太子妃，我自是无权任意处置。可就算如此，秦小姐是否也不该仗着身份而如此欺负我们柳家晚辈？这件事情就算是捅到皇帝面前，也是说不过去的吧？柳统领这话说的可有失公允，你怎么不问问我家九九，又是如何与你家弟妹起了冲突呢？原来是青少将军，失敬失敬。哼，你眼瞎了吧？我小叔这般精彩绝艳的人物，你才看见啊？你眼睛是长在屁股上吗？秦家大小姐真是好教养，比不上你妹妹。哼，你这种丑八怪知道什么叫教养？你长得丑就乖乖在家待着，偏偏还要出来丢人现眼，真是可笑。他脸上的这是圣女印，跟男人睡一觉就没了，所以柳瑶的话他还真的没放在心上。我丑八怪，你丫的是不是眼瞎啊？你回去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屁股挡住脸了？好吧。柳瑶觉得这个青九九真是太不要脸了，长得丑竟然还不承认，反而去骂别人眼瞎，真是脸皮比城墙还要厚。怎么不服气啊？你看不惯我们亲家的姑娘，就别让你二哥舔着个脸的跟在我二堂妹的身后啊，跟个哈巴狗似的。招一招手，你二哥就摇着尾巴流着哈喇子冲上来了，跟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秦九九，你眼瞎了吗？就轻柔柔那样的，我二哥能看上吗？他不过就是玩玩罢了，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上不得台面，你哥还不是爱得死去活来，成天想着将我堂妹往床上拐吗？是你那不要脸的二堂妹主动爬我二哥的床的，对不对，二哥？对，就是秦蓉蓉勾搭我的，主动爬上我的床。爬上了？你确定我二堂妹是这样的人吗？哼，你确定我二堂妹是这样的人吗？哼，当然爬上了，我亲眼所见，你们亲家的姑娘就是这样的不检点。
就是啊，送上门的姑娘，不睡白不睡。小叔，我终于明白二堂妹是如何惨死的，她是被柳家二公子逼死的。什么？亲家来姑娘死了？她在亲家大小姐。容妹妹那天回来说，她被柳家二公子欺负了，可是柳家势力太大，我们亲家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息事宁人，却没有想到赔进去的是二堂妹的一条性命啊！钱九九，你胡说什么？这京都的人可都知道，你二哥柳氏对我家二妹感兴趣的很，所以你们害死了他，现在还要到处毁灭他的清白，你们柳家人怎么可以这般欺人太甚？是不是在这个东城国，你们柳家真的只手遮天了？哎呀，就是，柳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太过分了！那个柳二公子不学无术，又偏好美色，强抢民女的事情没少干，现在竟然逼死了亲家二小姐！哎呀，谁让亲家现在衰败了，而柳家只手遮天呢？可不是，柳家现在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小叔，我们亲家虽已经退出了朝堂，可不管怎么说，也是为皇室立下汗马功劳的。如今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妹妹惨死，难道我们亲家要袖手旁观吗？不会，我会将此事禀明圣上，求圣上还我们亲家一个公。大哥，我跟亲蓉蓉是两厢情愿的，我没有逼迫她。你们想怎么样？不是我们想怎么样，而是你们柳家想如何善了。哼，这么多的禁卫军无缘无故的将我们亲家给围了起来，也是够霸气的。倒是不知道这些禁卫军是当今圣上的人，还是柳统领的人。自然是圣上的人，我们柳家对当今圣上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忠不忠心是你们的事情，可是害得我二堂妹惨死，却是你们做的事情。如今柳统领，你是想私了还是公了呢？此事说起来，虽不是我二弟害死了亲二姑娘，可是却要负一定的责任。今日我便做主，将柳氏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处置。好，一条腿抵一条命，如何？小妹，小妹救我！我不要断腿，救我呀，小妹！大哥，闭嘴！啊！我的腿啊！我的腿啊！我的腿！大哥，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恨你！还有秦九九，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这个交代可还满意？此事到此为止。亲家叔侄今日让刘某大开眼界。哼，就这点事儿就开眼界了？我小叔心善，不与重责柳家二少。若是我，要的就是柳家二少的第三条腿呢，省得他到处去祸害姑娘。就不晓得柳统领那个时候会不会也如现在这般，一声令下，刀起鸡鸡落。回来了。清酒一个机灵，睡意全消，这个时候才看清楚，他的床榻上侧躺着一个人，单手撑着头，正看着他。寿王凤喜，寿王殿下，莫不是走错地方了吧？去哪儿了？他现在可不怕凤喜，还有宝物毒药在手，真打起来还不一定谁吃亏呢。态度就硬气了不少。我去哪儿关寿王殿下什么事儿？这三更半夜的，您夜闯女子闺房，不合适吧？去给我倒杯茶来。要茶啊？没有。凤喜也没有生气，只是一双眸子却是放在了清酒的手上。你在干什么？穿衣服。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虽然与你签订了主仆契约，可是也没有哪个主子会夜闯丫鬟的闺房吧？没人对你有想法。你出去。穿衣服，跟我走。干什么啊？你话太多，我不需要一个话多的奴婢。我不是说了第二日我就会收拾东西到你府上的吗？你这么着急做什么呀？我不需要一个话多的奴婢。我不是说了第二日我就会收拾东西到你府上的吗？你这么着急做什么呀？已是次日。我不去。你不是说做了你的丫鬟，除了暖床什么都需要做吗？你这么晚过来是想让我给你暖床吗？我告诉你，没门！他想来想去，就觉得这个凤喜是个变态，说不定他的审美异于常人，就喜欢自己这副样子。也说不定他看透了自己脸上的胎记其实是圣女印，这可不行啊！他一定要找出一个美出天际又待他如一，并且还不以貌取人的男子来帮他解开封印。这个人绝对不会是眼前的凤喜，整天戴着个银色面具，肯定是丑得惨绝人寰，不敢见人。
你想多了。我一点儿也没想多，我已经看透了你的狼子野心。跟我走。你给我放开！别逼我动手。咬够了就跟我走。这个家伙怎么没有动手啊？凤喜，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啊？啰嗦。一把抓起清酒往腋下一夹，宛如无人之境，迅速地离开了将军府。等落地的时候，只觉得晕头转向，恶心的慌，就连眼前事物的影子都是双重的。凤喜站在一旁，一身白衣出尘，月光清辉与她气质相吻合，似降落人间的谪仙一般，在看着她，发丝凌乱，还穿着中衣，简直就是一个疯婆子。凤喜，你他娘的是不是有病啊？手中的紫旋鞭瞬间出现在手上，对着凤喜的脸就捆了上去。主子，片儿姑娘醒了。啪的一声抽在了凤喜的胳膊上，白衣撕裂，当即出现一道血痕，在月腋下添了一丝妖娆。气消了。你为什么没躲我？帮我去救一个人。怎么救？跟我来。说完，率先在前面领路。这个凤喜竟然在听到那个聘儿姑娘的消息时，生生挨了她一鞭子。想必这个姑娘是他的心上人吧？这个变态居然还有喜欢的姑娘，传言不是说他残暴不仁、不近女色的吗？明显感觉到走在前面的凤喜脚步加快了许多。聘儿，我进来了。凤喜哥哥，我没事，你不要进来。我给你找了个大夫过来。没用的，凤喜哥哥，你知道的，聘儿快死了呢。死不死，我说了算。他见凤喜进来，勉强的撑起身子，想要从床榻上坐起来。别动。我？你救救他。我怎么救啊？本王知道你懂医术，你救他，算本王欠你个人情。我只是略懂医理，可能帮不上。本王知道你医术无双，若是你也救不了他，那么这东陈国怕是没有人能够救他了。寿王殿下，你弄错了，我确实救不了这位姑娘，你应该去找真正的大夫。天色很晚了，我先回去了。凤喜抓住了他的手腕，他的手很凉，冰得清酒打了个哆嗦。放手！你救他，我欠你个人情。你的人情很值钱吗？帮你达成一个心愿。可当真？帮你达成一个心愿。可当真？那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你是如何知道我懂医术且天下无双的？这天下还有我凤喜不知道的事情吗？清酒简直要吐血，他自己就已经够自命不凡的了，这个凤喜比起他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好，我姑且信你，但是凤喜，你可要记住你的承诺。清酒上前一步，走到床榻边上，凤喜自动地往旁边退让，给清酒让出了地方。你出去吧，我给人看病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在场。床榻上的蓝聘儿似乎很惊讶地盯着清酒，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还没有人敢这么跟他的凤喜哥哥说话。哼，拿捏着人的滋味可真是好受啊。床榻上的蓝聘儿一直盯着清酒看，那眼神直勾勾的，像是在打量，又像是在探索。你不要误会，我跟凤喜没什么关系。哦，我叫蓝聘儿，你叫什么？清九九。我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只是还舍不得死。凤喜哥哥太寂寞了，我想陪着他的。可是我要死。你喜欢他是吧？他是我的亲人，我在，你死不了。他又开口，伸出舌尖舔了一下蓝聘儿的血，当即大惊，唰的一下从床榻上站起来，不可置信地盯着蓝聘儿。你，亲姑娘，你别紧张，我知道自己快死了，你治不好我也没关系，凤喜哥哥不会怪你的。你是活药人？是谁？是谁将你当成了活药人？亲姑娘，我是自愿的。自愿？他可还有救？哼，精血都被人吸干了，他已病入膏肓，无救。你也救不了他。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大补大伤，精血都被放干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活药人能够活过20岁的。凤喜，我不骗你，我确实救不了他的命。他才17岁。所以呢？清九皱着眉，不解地看向凤喜。距离20岁还有3年。所以，你是希望我救他，帮他再活3年？果然就瞧见凤喜点了点头。只是何必呢？都这个样子了，是因为太相爱了吗？所以要抓紧最后的时间相守。唉，这个凤喜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恶，至少他对这个蓝聘儿是真心的。于是再看看凤喜，
清酒就觉得他其实也挺可怜的，相爱而不能相守，这个真是世间最痛的事情。凤喜察觉到清酒的眼神，那是什么眼光？怜悯、可怜、同情。凤喜，我突然觉得你也挺可怜的。清酒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副同情的口气。凤喜被清酒的眼神和话语弄得莫名其妙的，只是重复了一遍，说道：能做到吗？能。青姑娘，你真的可以帮助我再活3年吗？我尽力。你现在是不是浑身疼痛？我再帮你试一次针，你可以安心睡个好觉。明日我再来帮你配药，开始调理你的身体啊。青姑娘，你真是个好人。清酒失笑，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是个好人。秦九九，你跟我来，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等清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4更天了。出了西厢房的院子，才看到凤喜竟然没有睡，而是一直等在院子里。寿王爷，你还没睡呢？原本清酒没想着搭理他的，可是看他一个人坐在那儿，竟然莫名的透出一股孤独的味道。这是在为他的心上人担心呢。清酒想，这是他认识凤喜这么久唯一觉得他有人情味的地方了。嫣儿睡下了？睡下了。你去清风阁歇息吧，那里以后就是你的地方。等等，何事？凤喜，你强逼我签了那份主仆契约，是不是就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啊？现在我都答应救他了，所以你是不是放我回去？我没必要住在你的府上吧？我只要每天过来给蓝姑娘施针就行了。不行。他也不给清酒继续说话的机会，转身就走了，剩下清酒在风中凌乱。青姑娘，主子吩咐您醒之后去前厅待客室。清酒点了点头，心想：您醒之后去前厅待客室。清酒点了点头，心想：这凤喜或许是因为昨晚他答应救蓝片儿的原因，所以对他厚待了许多，竟然让他睡了个懒觉。三弟，我再说一遍，清酒就是我的人，他是不可能待在寿王府的。这不是他那个250未婚夫太子殿下吗？这是怎么了？他来干什么呀？三弟，你要记住，秦九九可是我未过门的太子妃。楚夜又说了一遍，凤喜还是没有说话，就像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似的。清酒走进了待客厅，楚夜一下子就看到他了，嗖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神直直地落在清酒的身上，又觉得自己有些急迫，继而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秦九九，你过来。哼，你谁啊？你一个女孩子家的，大半夜跑到男人的府邸，你还有没有羞耻心了？你到底还记不记得自己的身份？你是父皇亲赐的太子妃，你这么做可是大逆不道。要不是你小叔跟我说你来了寿王府，我想必还被你蒙在鼓里。清酒看，要不是你小叔跟我说你来了寿王府，我想必还被你蒙在鼓里。清酒看了一眼凤喜，那个家伙正在小口的喝茶，姿态很是优雅。说完了？没有，秦九九，本殿希望你记住自己的身份。我没什么身份啊。清酒支着下巴看着他，看他像唱独角戏一样。这丫的楚夜不是有病吧？哼，太子妃的身份。哎，我饿了。凤喜心情应该不错，就见他招了招手，立刻就有人端着托盘上前，好几样精致的小点心放在清酒的眼前，摆满了小桌柜。于是清酒满心欢喜地吃了起来。点心小巧精致，味道也好，满足清酒所有的审美观。呼啦一声，直接伸手将清酒眼前小桌柜上的点心给扫到了地上，上好的点心顿时摔成了渣渣。他慢慢地抬起头看向楚夜，整个人周身的气压都变低了，然后冷冷地吐出一个字：滚。你说什么？敢让本殿下滚？敢让本殿下滚？脚下的靴子无意识地踩上地上的糕点，他伸出手就想去拽清酒，结果清酒二话没说，沉着脸直接飞起一脚踢在了楚酒肚子上。一时间竟然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惹怒了他那么多次，也没有瞧见他这个模样。几块点心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吗？还是说这几种点心都是出奇的好吃？楚夜趴在地上，有一瞬间的脑子空白。这是哪里？我是谁？发生了什么事？等意识回笼，他抬起头看向清九九那张沉着的脸的时候，顿时就反应过来，他是被清九九给踢了，而且是当着他弟弟的面子。秦九九，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踢我，你信不信我？信不信你怎么样？清九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那双眸子冷漠的充满了阴芒，
冷冷地注视着他。这样的眼神竟是莫名的让他一哆嗦，竟然有些害怕。脚踢当朝太子，该当何罪？该当何罪？你打翻了我的点心，不可饶恕。因为几盘破点心，你踢我？若不是因为你是太子，今日打翻我点心的人，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忌日。楚叶倒吸一口凉气，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看着清酒。我只吃了一块小豆糕。一本正经的说话，却有点可怜巴巴的口气。没有，这几样点心都是厨房师傅定做的，数量有限。你的早点就这么多。不管你今日来找我是什么目的，都没有用。我不想听，你赶紧走。我看你一眼都觉得烦。要知道，在以前都是这个清九九追着他跑的，不是递那些俗不可耐的荷包，就是写一些毫无墨水的酸诗，再就是亲手做的糕点，这些都被他打发给下人了。可是如今是怎么回事？风水轮流转？不，都不是。这明显的是清九九不守妇道，攀上他弟弟凤喜了。这都厚着脸皮住到人家府上了，可真是够不要脸的。秦九九，你现在什么意思？你看我一眼就觉得烦，你以为本殿下愿意看你那张丑脸？要不是本殿下与你有婚约在身，你以为我多愿意看你一眼？所以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楚叶一噎，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你先跟本殿下出来，本殿下找你有事。现在说。楚叶有难言之隐，他当然不会当着凤喜的面说，所以打算将凤喜支出去。凤喜一阵保持沉默，他坐在那儿看了半天的戏，突然被点到名字，还愣了一下。可接下来他却淡然地摇了摇头。这是我家。秦九九，你给我出来！哼，你算哪颗葱啊？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有话就说，有屁快放。就是你那天说的事。哦，你是说你那个不行啊？闭嘴！楚叶脸涨红，脖子青筋都爆了出来。秦九九，你说吧，什么条件你才会帮本殿下？条件是有的，就看你答不答应了。秦九九，你还真敢跟本殿下谈条件？不是你让我提的吗？就不如人凤喜，长得丑，人家智商还是有的，走的还是深沉的道路。再看看他自己，长得不怎么样，智商还欠缺，还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楚叶也是气急了，他本来就跟凤喜不对付，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父皇格外宠爱的弟弟，尤其是凤喜每次见他都是一副高高在上，丝毫不将他放在眼中的模样。这个清九九简直是让他在凤喜面前丢尽了面子。楚叶，我是不是对你太温柔了，所以才让你自我感觉良好，在我面前装了一个叉又一个叉？什么叉？楚叶看着清九向他走来，他浑身的汗毛都不自觉地竖了起来，肚子隐隐作疼，他好像内伤了。哼，什么叉？你个傻叉！清九一声冷哼，直接出手一个过肩摔，就将楚叶给摔到了地上，接着开始拳打脚踢，那是一个毫不留情啊！疼！秦九九，你敢打我，我不会放过你的！楚叶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叫唤，他也想爬起来，可是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全身好像是被麻痹了，竟然动弹不得，只能乖乖趴着挨揍。哼，行，那我就打到你放过我为止。他，救命！三弟救命！秦九九，别打了。哼，你不找他还好，我本来都打累了，不打算打了。你竟然找救兵，你以为他说话好用啊？本姑娘对他也是厌烦的很好吗？你呀，找个人美身材棒的美男来求求情，我或许还能下手轻一点。楚叶一脸的生无可恋呢，他的眼中不是没有阴狠，也想着报仇，可是此刻却只能屈辱的趴在地上，任清九摔打。他是太子啊，想打我啊？想杀了我？秦九九，是不是你搞的鬼？难得聪明一回啊！清九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脸，清九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脸，这动作丝毫没有一点尊敬的意思。心里想到，他是绝对不会嫁给楚叶这种人的。出身高贵有什么用啊？典型的酒囊饭袋。秦九九，你完蛋了！殴打太子，你该当何罪？本太子不会放过你的，还有你爹，还有你那个瘸腿小叔，本太子要将他们通通抓进大牢里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楚叶，你这种人活该不娶。
秦九九，我杀了你！我回将军府一趟，收拾东西。下次有事你直接说，别再做那半夜掳人的事情了。1刻钟之后，他的药效会自动消失，你派人将他送回去。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凤喜看着清九离开的背影，觉得自己被迁怒了。家人是清九九那个丫头不可触碰的逆鳞。再看一眼趴在地上的楚叶，还在破口大骂，看来以后更要防备这个清九九了。这个丫头果真如她自己所说的医毒双绝。也不知道太子的不举是不是他造成的。为了退婚，这个丫头也是够狠的。到了将军府，远远的就瞧见了门口大槐树下，倾城正在跟一个男子说话，大概是听到了脚步声。男子转过头来，清九眉毛一挑，这个人竟然是柳风。啊，妹妹，你回来了。哎，妹妹等等，柳统领是找你的，你找我？秦小姐，谈谈吧。谈什么啊？大姐还站在这儿做什么呀？柳统领可能是要跟我告白呢，你站在这儿，他不好意思开口。啊，妹妹真是会开玩笑。那你们先聊，我回去还有个帕子要绣。倾城一走，柳风便开了口：“是不是你？”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秦小姐，我不希望你装傻。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昨天有人潜入我们柳府，在厨房用水下了毒。今日一早，柳家上下用过早餐之后，全部上吐下泻。我的小师妹柳瑶今日一早便发觉舌根僵直，喉咙发痒，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大夫诊断视为中毒，若是不及时解毒的话，日后将成为哑巴，再也发不出声音。那实在是太不幸了。可见你们柳家人平日里嚣张跋扈惯了，得罪的人太多，所以才会遭此报复吧。柳风瞧着清九平静的眉眼，这个女孩子脸上的表情滴水不漏，任她见过风雨，却猜不透她心中的想法。但是她经过昨日的交手之后，她敢肯定，这次柳家出事与这个女孩子脱不了干系。刚才与令姐闲聊，得知亲小姐略懂医术，不但能凭双眼看出女子怀孕，更能看出男子身体欠安，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这个倾城竟然将这件事情说给柳风听。清蓉蓉怀孕之事只有自家人知道，而太子身体出了问题，只要他找了御医，那么以柳家在宫中的影响力，这件事情瞒不过柳风。亲小姐，我还得知您的堂妹亲蓉蓉似乎是中毒而死，并不是您口中所说的为了清白与自尊自尽。我二弟虽然荒唐，可是昨日被断一腿，已是受到教训。还有我二妹，她是心直口快，应该教训，可是却不至于让她成为哑巴这么严重。亲小姐，您觉得呢？亲小姐，您觉得呢？清九从柳风的前半段话听出了威胁，从后半段话听出了和解。可是清九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可是一条毒蛇啊，一旦被他咬住，他是不那么容易松口的。柳统领，你与其在这里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还不如快点找大夫给林梅看一下嗓子。我确实是帮不上忙的，我还有事呢，恕不奉陪，告辞。柳风却身子一侧，直接挡在了清九的面前。你还有事吗？我肯定是你。切，证据呢？柳风就这样定定地看着清九，这个女子面对着他，眼中没有任何的惧怕之色，只有嘲讽和不屑一顾，料定了他无可奈何。这是清九九吗？可是他了解的清九九不是这样的。不，这不是清九九，绝对不是，他敢肯定。可是若是眼前的女子不是清九九，又是谁呢？而且脸上的胎记不能作假，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柳大统领再会。这一次清九直接推开了柳风，头也不回的就进了清府。柳风注视着清九的背影良久，这才转身离开。他必须派人将清九九的过往查个一清二楚。二妹。倾城迎了上来，娇美的脸上仍然是那副温柔可人的模样。清九眼睛一缩，想到柳风跟他说的话，嘴边浮起一丝冷笑，看着倾城走近。大姐特意等在这儿，是有事吗？妹妹，那个柳家大公子来找你是为了何事啊？我见他来势汹汹的，一直心有不安，所以等在这儿问问你。没什么事儿，好像是他家里有人中毒了，所以来找我帮忙去医治。妹妹，你真的懂医术吗？那日你说蓉蓉她怀孕了，又提到太子身体有恙，大家还以为你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竟是真的。只是不知妹妹你是何时学的医，姐姐怎么不知啊？听到倾城似有若无的试探，更让清九心里肯定，这个二房的大姐绝对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和善。大姐，你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妹妹，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只是亲家与柳家多年恩怨未解，昨日矛盾又再次激化。我奉劝姐姐以后说话还是要掂量掂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没必要将自家的事情去告诉一个外人。姐姐觉得呢？啊，妹妹，姐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说我将咱们家的事情说给外人听了吗？我没有。你没有跟柳峰说我那一眼道破青蓉蓉有孕和太子身体有恙。你没告诉柳峰青蓉蓉不是自尽，而是被人毒杀的。我没有。妹妹，你真的误会我了。是柳峰这般与你说的吗？他是想挑拨我们姐妹的关系，我们去找他对峙。清九看他这般受委屈又义愤填膺的模样，差点就相信了。他两世为人，有修过心理学，看人最是精准。这个倾城绝对不是表面上的这般无辜。柳峰有求于我，便断然不会骗我。不过你既然说没有，那么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喽。我不会追究的。不过你既然说没有，那么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喽。我不会追究的。倾城盯着清九离开的背影，脸上柔弱的表情收了起来，垂在身侧的双手也不自觉地握紧。那双原本楚楚可怜的眸子却瞬间布满了不甘心。凭什么清九九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就因为顶着一个嫡系大小姐的名头，还是仗着太子未婚妻的身份？明明她才是长姐。清九找到青青山的时候，他正在后院之中与青羽下棋。下围棋他可是强中手啊，没有耐心和谋略的人是不适合下围棋的。就比如青青山，捏着一颗黑棋，半天不知道往哪儿下。青羽也不着急，抿了一口手边的茶水，等着。喏，下这儿。青青山眉毛一竖，结果仔细一看，这黑子还真是下对了地方，大杀四方，毁了青羽半边的棋子，顿时哈哈大笑起来，那是一个心情舒爽啊。等一下，九丫头，怎么了？丁九接过青青山手中的瓷碗，放到鼻子边上闻了闻。怎么了？这汤有问题吗？这汤被下了毒。丁九将汤水放到一边，上前给青青山把脉，察觉他的脉象还是跟之前一样，可这反而让清九的脸色更加的难看。在大补药中下温性的毒色，一旦补药药性上来，两相综合，青青山的这身体怕是扛不住了，必然会七窍流血，爆体而亡。这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置青青山于死地啊！这汤水是谁给你送来的？是你新收回来的那个叫花雾的丫鬟端上来的，说是你让人熬的。清九一句话都没有说，端起那碗参汤，转身就走。雨儿，你跟过去看看。清九端着参汤回到自己的小院，小小少年正在看书，阳光投射在他身上，干净明亮，很美好的样子。而花雾就坐在一旁，面容含笑地盯着他，挺温柔的样子。花雾回神，赶忙站了起来。亲姐姐，喝了它，不是老爷的参汤吗？可是在对上清九冷冷的眼神之时，一句话也没敢说，便接过瓷碗喝了下去。谢小姐，怎么了吗？清九看花雾这个模样，显然不知道这汤里被动了手脚。这参汤因为爷给我爹服用，所以是我亲自熬的，并未经过他人之手。熬好之后，我先盛了一碗给老爷，接着又返回去盛了一碗给我爹，没有经过他人之手。没有，从头到尾都是亲力亲为。那你送参汤的路途中可是遇到了谁？这次花雾想的时间有点长，说了几个奴仆的名字，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可疑的，线索就这样断了。丁九的心情很恶劣，这种坏人在暗的感觉很不好。你爹没事吧？花雾，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爷爷他用小姐开的药，又喝了上好的参汤，身子已经大好了，今日上午已经清醒过来，甚至能够开口说话了。吃了它吧，对你无害，没有丝毫的怀疑。接过来仰头吃下，忙吧。哦，对了，大小姐，今日我去送参汤时还遇到了二老爷，他还问了我的身份。二老爷？花雾点了点头。他跟你说了什么？京九问道。花雾想了想，才叙述道：他说奴婢看着脸生是在哪里做事的，奴婢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让奴婢离开了，因为刁难。一个性格懦弱，在任何场合都大气不敢喘的人，会去主动搭讪一个面生的丫鬟吗？这件事情本来就透着古怪，可是亲生儿子会给自己的老子下毒吗？忽然听到轮椅滚动的声音，就看到青羽转着轮椅而来。小叔，你爷爷让我来看看你，他担心你冲动做傻事。我不会，花雾这个丫头是我新收的，毒肯定不是她下的，我只是来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跟九自动地转到青羽的身后，推着轮椅往前走。那找到了吗？小叔，你觉得你二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二叔此人难当大人，性格很胆小，没有自己的主见，凡事随波逐流，说起来就是一个很懦弱的人。这话他没法接，总不能说他怀疑二叔与爷爷中毒的事情有关。这亲儿子谋杀亲老子，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不过这也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毕竟寄人篱下，心思难免敏感，做事说话也都会畏手畏脚，久而久之便养成了这般的性格。什么寄人篱下？九丫头，你不知道吗？你二叔并非亲家亲生的孩子，他是被领养回来的。你二叔并非亲家亲生的孩子，他是被领养回来的。也就是说，二房的一大家子人跟他们清府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么他怀疑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有了立场：亲儿子不会毒杀亲老子，那么领养的呢？如果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可真是一出典型的农夫与蛇。小叔，咱们亲家为何会领养二叔呢？当年你爷爷上战场的时候，你二叔的父亲是其身边的一员猛将，他是为了救你爷爷而死，留下了孤儿寡母。你爷爷当时便决定将他们母子接入府中照顾，只可惜你二叔的母亲将孩子托付给你爷爷之后便殉情自杀了，所以只有你二叔被接了过来。清慧的父亲为了救爷爷而死，母亲殉情，他成了孤儿。虽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可是他的心里会不会有怨恨呢？如果他的怀疑是对的，那么他这个二叔实在是太可怕了。九九，你为何会突然提起你二叔？是这次你爷爷中毒与二房的人有关吗？因为没有实际证据，只是怀疑，所以清九现在并不打算告诉青羽。只是怀疑，所以清九现在并不打算告诉青羽。不是，只是突然想到了二叔。咱们清府是武将之后，可是二叔的性格却是那般的，所以有些奇怪罢了。因为你二叔的父亲是在战场上为你爷爷而死，所以你爷爷内心惭愧，便不允许你二叔参军。他性格内向，从小上文，对武功方面不感兴趣。小时候你爷爷来找习武师傅，你二叔从来都不靠前的，所以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强壮。不习武，在北山的悬崖之上，青蓉蓉与一个黑衣人将真正的青九九置于死地，而后他魂穿而来，教训了青蓉蓉，却被黑衣人偷袭打下了悬崖。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黑衣人就是青慧呢？如果是的话，那么青蓉蓉的死，他必须想个办法试探出青慧的真面目。可是如何试探呢？九九，你在想什么？小叔，爷爷被下毒这件事情，咱们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了怀疑对象，但是还没有确认，需要做一个试探，所以这件事情咱们要保密。将军，该吃药了。清九看了雷大一眼，他准备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半夜去试探一下青慧，可是转念又一想，青慧到底会不会武功，武功段数究竟如何尚不可知。若是雷大失手的话，那么就等于彻底的暴露了，以后要想再试探，那是绝对没有机会的。所以这个人必须是武功高强，却又不能是清府中的人。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对了，是王府。金大小姐，我对你不感兴趣，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自作多情，说的好像我喜欢你似的，想得到没？雷大无语了。你不喜欢我，你盯着我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呀？清九懒得跟雷大瞎扯，长得难看，他才没有心思闲聊呢。这什么药啊？就是不要。九九无需担心。京宇接了过来，仰头一口喝下，眉头都不皱一下，显然是习以为常了。看他这样，清九心里格外不是滋味。小叔，我给你把个脉行吗？京宇没有说话，他不愿意。太多的希望，太多的失望，心也如一潭死水，不起任何波澜。可是现在他的侄女儿要搅动这一潭死水，就是答应了，就是答应了。脉象沉浮，绵软无力，却又气血沸腾。两种脉象相冲相克，相互抵制，不是什么好脉象，但是却又看不出什么大问题，跟上次他偶尔探的脉结果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会不会看呢？这几天不见，还真跟变了个人似的。小叔，我从你的脉象上来看，确实是看不出大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的身体有异常。我想帮你验验毒。丁宇知道这个侄女儿是因为他爷爷被人下毒暗害，所以心里担心他，下意识的想要拒绝，可是望向清九那双担忧的眸子，他竟然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清九面上一喜，只要不去触碰小叔断腿的逆鳞，小叔还是很配合的。那我现在就给你验。话落，就从头上的发钗中抽出一根银针，小心翼翼地扎进青羽的手指中。雷大粗黑的眉毛动了动，这个清大小姐是越来越邪乎了。发钗里面都藏针，银针扎入青羽的手指，带出红色的血珠。半晌之后，血珠并没有变色，这就说明青羽并没有中毒。清九的担心解除了。九九，我没事。想来那幕后之人也没有将我这个残废之人放在眼中，所以也不屑下毒。你不用担心我了。青羽话中并没有自嘲，可这话听在清九的心里，那是何其的难过。小叔，我要帮你治腿。断了，九九，小叔这样很好。口是心非。九九，快晌午了，该吃饭了，别多想。青羽开口说道，示意雷大推着他离开。
雷大林走时看了清酒一眼，似乎有话要说，但是终究是没有开口，推着青雨离开了。清酒站在原地，心里也很是不舒服。青雨已经被他列入了家人的行列，自己希望他好起来，可是美人小叔不给他机会啊。清酒就前往凤喜府邸，问了管家，知道凤喜正在会客厅待客。清酒也没事干，就去了会客厅，却正好瞧见凤喜从会客厅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的人竟然是柳凤。柳凤神色未变，可是眸光却是深冷，双眼如同探测器一般落在清酒的身上来回扫射。清酒根本不看他，而是笑眯眯地走到了凤喜的眼前，眉眼弯弯，笑得像个狐狸。凤喜瞥了清酒一眼，依着两人的相看两相厌的时态，这清酒冲他笑成这个样子，着实诡异。可是凤喜不说话，就等着清酒开口。凤喜，我找你有事儿。柳大统领还有事儿吗？没事还不走啊？一个是当朝最受宠的王爷，一个是被赐婚的太子妃，这两个人怎么能随意见面？尤其是清九九一开口，直接就是直呼其名，而寿王凤喜竟然没有发怒，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已经认识很久了，并且关系匪浅。柳统领，说你呢，装什么二愣子啊？纣王殿下，若是钟姑娘归来，可否请她到刘府一趟，为舍妹看看嗓子？本王说了，不知道她何时归，何时来，你便再来请就是了。是。临走之时还看了清酒一眼。钟姑娘是谁？是你府中的大夫吗？有事直说。啊，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与你已经签订了主仆契约，也答应你必须尽快住到府上。我也知道你很担心蓝姑娘，想要我帮她治病。说重点，说重点。要不是有求于他人，真想转头走人。我想问你借个人帮个忙，寿王府武功最高的，我可以付报酬。武功最高的，付报酬？可以。整个寿王府武功最高的就是本王，本王还欠你一个人情，说出你这次所求，本王帮你，人情收回。你想得倒美，我不用你，你给我派个你的得力属下就行了，要武功好些的。凤喜抬脚走了，将清酒晾在原地。凤喜，我不就让你帮我这么点忙吗？对你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你至于吗？这是你求人的态度。要不然呢？你还想让我跪下来给你磕头啊？我们什么关系？肯定不是朋友，当然也不是情人，也算不上敌人吧。本王提醒你一遍，是主仆，你是仆。我不用你提醒。所以这是你一个做下人跟主人说话的态度？还计较起他的态度来了。明明知道他这个当丫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签那个什么狗屁主仆约更是被摆了一道。这个凤喜还敢拿出来说事儿。王爷，劳烦您借个武功高强的属下也晓得用用呗。王爷，劳烦您借个武功高强的属下也晓得用用呗。那拉长的调子，嗲声嗲气的声音，配上那张带着血红胎气的脸，饶是凤喜这般心情淡漠的人都忍不住一抖。你这姿态倒是跟万花楼的姑娘有8分像，可惜容貌不像。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凤喜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啊？说的话也太毒了吧！讽刺我的姿态像个万花楼揽客的，又嫌弃我丑呀，瞎呀！自己一身毛，还说别人是怪物。柳家的事情是你干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本王就是问问，除了你还能有谁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嘿，我怎么就丧尽天良了？嘴巴长在屁股上啊你！不会说话，索性你以后都不要说话了。我不过就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而已。小小年纪，心思很毒。哼，知道就好。敢惹我，毒得你不举。本王不是楚夜那个废物。凤喜的意思是，楚夜不举是自己害的。呀呀的，他虽然很想这么干，但是楚夜不举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吧？再者，说他心思毒辣，开玩笑，跟他凤喜一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好吧？柳家跟你没什么关系吧？你还想着为他们打抱不平啊？你做什么我不管，保护好你这条小命。听到凤喜扔下这么一句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凤喜多么在乎他的生命呢，不过就是为了让他给他的心上人续命吧。凤喜，你到底借不借人给我？你不是想让我搬到你府里来住吗？更方便的给你心上人蓝片治病续命。可是我这边还有事情没有解决，有人要害我爷爷。你知道我家人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当初要不是你拿家人威胁我，你以为我会任你摆布啊？所以你该知道，若是不将害我爷爷之人抓出来，我是不会到你府上的。治疗你心上人也肯定会有疏漏的地方，我若是解决了后顾之忧，就能安安稳稳的住在你的府上，治疗你的心上人了。丹田啊，没问题。清酒美滋滋的点头。这之后，清酒便去了蓝片儿屋里。他前期身体虚弱，正是需要补气凝血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睡觉。清酒给他施了一次针，便出了屋子。
然后就看到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站在院子中，身黑衣，身材净瘦，个子不高，长相普通。你是凤喜派来的？身高竟然只比他高出一点点。这个小个子男人武功不错。秦小姐，有什么吩咐？你的武功很厉害。过去质疑我武功的人和动物都死了。清酒无语了，还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属下，这装逼的路数都是一样的。看你这么一本正经的装逼，我相信你很厉害。你叫什么名字啊？金耀。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到过。金耀，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你夜袭清府。秦姐姐，外面有人找你。金九起身开门，才看到门外的雷大，他的脸色似乎有些不自然，黑炭一样的脸上好像蒙上了那么一点红。有没有搞错啊？雷大上门来找我，这个家伙不是最讨厌我了吗？找我有事儿啊？扭扭捏捏的跟个娘们似的。我可说过了，我对你这款没兴趣。金九九，你莫有阴阳怪气，我找你有正事。你真能治好将军的腿吗？雷大对美人小叔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我不知道啊，你也知道小叔根本不让我检查他的腿，所以就算我想治也是无从下手。将军他其实很渴望站起来，多苦他都能忍受得了。将军的余生应该是威风飒飒的，而不是在轮椅中度过。雷大，你或许对我有些误解，对我的医术也可能不是那么自信，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如果连我都治不好小叔的腿，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让他再站起来。比药王谷的人还厉害吗？雷大盯着清酒的脸喃喃出声。药王谷那什么玩意儿？也对，以前你对将军是恨不得敬而远之，对他的事情自然也是不关心。药王谷在4国之中地位超然，就连各国皇室都要对药王谷出来的人礼让3分。药王主谷主医术惊人，世人称其活死人肉白骨，但他甚少出谷，若有人求上门去，出诊的也是他的徒弟。可即便是他的徒弟，也是极难请的。当年药王谷谷主的徒弟钟离梦，曾在寿王殿下的引荐下帮助将军看过腿，他说恢复无望，所以将军才不抱有希望。他想到今天上午柳峰去寿王府找的人，不就是什么钟姑娘吗？应该是同一个人吧。便是这个钟姑娘给小叔的腿判了死刑，还有那位药王谷谷主，若是有机会可以切磋一下。那位钟姑娘的医术很厉害吗？清酒问了一句。谷主的徒弟医术能差到哪里去？他是寿王殿下府上的座上宾，想必是很厉害的。当初他给将军看腿，也是看在寿王爷的面子上，那时候将军还是满怀希望的。而且雷大说到此处突然顿住，说啊，将军很喜欢那个钟姑娘。那后来呢？清酒问道。将军很喜欢那个钟姑娘。那后来呢？清酒问道。后来那个钟姑娘直接判了将军的死刑，明确地告诉将军这辈子都不可能站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小叔的心结。雷大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我会开解小叔的，也会尽最大努力给小叔治腿。多谢。很郑重的拜托，然后起身转身离开。丁九看着雷大的背影，这个傻大个子还真是傻得可爱啊。青慧儿，受死吧！接着手中的剑还毫不留情地刺向清慧。阁下究竟是何人？却见只着中衣的他就地一滚，身躯很是灵活，夜空光辉惨淡，却清楚地映出清慧的脸，没有怯懦，有的只是深夜被人刺杀的恼怒和惊惧。精耀不再废话，利剑破空，带起飒飒冷风劈向清慧。这时清酒突然就见到清慧翻身而起，他一把抓起床榻上的枕头扔下精耀，趁着他闪身躲闪的一瞬间，直接将藏在床榻侧沿的软剑抽了出来，接着迎身而上，果真会武功，迅速的闪人，找到清慧的书房窜了进去，仔细的翻找抽屉、机关、暗格，最终清酒的目光落在墙角处一个花瓶上，他走上前去轻敲了几下，没有反应之后往旁边一转，只听咔嚓一声，在身后的墙体上出现了一道暗格。清酒走上前去，瞧见暗格里放置了不少的金银珠宝，而在珠宝的旁边用格子隔开了几个瓷瓶，在旁边还有几封信。清酒摸了一把皇家信纸，他快速将信的内容阅览了几遍，脸色越来越沉，眼中一时露出了嗜血的目光。直到最后一封信阅览完毕，清酒原封不动地将其放回了原处。而那几个瓷瓶，清酒检验了一下，
竟然全是毒药，里面果然就有毒死青蓉蓉和下给青金山的两种。都说虎毒不食子，这个清慧的心到底黑成了什么样子？不但要折磨死自己的养父，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清酒不动声色地将暗格恢复原样，退出了书房，看了看天色，与金耀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一声长啸出声，宛如夜间鹰鸣。清酒迅速撤退，阁下究竟是何人？就算想要杀我，也让我死个明白。清慧一头冷汗，鲜红的血顺着手腕蔓延了整个手掌。难道今晚就是他的死期吗？那利剑就会割破他的喉管的时候，那个黑衣人却是宝剑一收，迅速地闪出窗户。沈婉容还昏视在一旁，不省人事。是谁要杀他？这么多年，他隐藏的一直很好，没有人知道他会武功，知道他并非表面这般的，只有皇家那位高高在上的人。如果真是那位派人来杀他，为何要在杀他之前喊一声秦桧，受死吧？像是故意提醒他一般。而且那个黑衣人的武功明显很高，却是一直在缠斗，更像是在拖延。他为何拖延？便迅速地往书房而去。进入书房，上下检查了一番，打开暗格，所有的一切都还在，没有人进来的痕迹。他悄悄地松了一口气，这才寻了把椅子坐下。既然有人想要釜底抽薪，那么他的动作就要快了。弄死青金山那个老东西，他便带着金银财宝远走高飞。清酒回到屋里，便听到扣窗户的声音，果然是撤退而回来的金耀。你晚了半炷茶的时间，有点事情耽搁了。他如何？被我割伤了手腕，挑了手筋。你回寿王府吧，帮我谢谢凤喜。不用，主子说了，让我以后跟着你。你忙吧，我闪人。话落，也不给清酒反应的时间，嗖的一下窜出窗户，融入夜色里面，也不知道隐身在哪里。清酒毫无睡意，他的眼睛通红，那些信的内容一一闪过他的脑海。青云天的死不是意外，是皇室那位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一手造成的。兄弟之间没有秘密，所以他将云素锦神秘的身世没有隐瞒地告诉了当朝皇帝楚风，包括婚姻时紫玄鞭和蓝戒的存在。他说那是上古宝物，不该存在于这个大陆，那是留给他的女儿的。然而却不知道，有人早已经生了贪婪之心。而其中最为可惜的便是美人小叔。此时天色还未亮，竟是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他没有撑伞，手中提着一个红灯笼，雨雾蒙蒙打在清酒的脸上身上，他的眼中是毁天灭地的杀意。谁？秦大小姐。清酒面色很冷，周身的气压很低，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雷大，当初小叔出事，你看到了吗？没有，我没有看到，这是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我娘病了，将军给我放了假，将军是被担架抬回来的，青色的袍子生生被鲜红的血染成了藏青色。老家主得知将军出事，奔到担架的前面，不停地喊他的名字，可是将军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一刻，我以为将军死了。发生了何事？小叔。九九，出什么事了吗？是不是爹？下一秒，却见清酒突然弯下了身子，轻声环住了青雨。他没有伸手去推开清酒，只是疑惑地看向雷大。雷大将头一偏，伸出手抹了一把脸。小叔，你出事的时候是不是全身都动弹不得，像是被人控制住了手脚？那一刻的你一定很绝望，对不对？话音一出，青雨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然后整个身躯不可控制地开始发抖。将军，皇上人呢？撤！此时他已经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一声令下便准备退出林子。可是下一秒，他却突然抽出身上的佩刀，疯狂地砍向钟馗。他的头颅咕噜噜地滚了很远，可是他控制不住，双手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他开始了疯狂的杀戮，一个、两个、三个，他们不停地后退，不停地呼喊着将军。没有人反抗他，也没有人对他伸出屠刀。没有人反抗他，也没有人对他伸出屠刀。可是他的脑海中却一直有一个声音：杀死他们，杀光所有人。他的佩剑伸向了与他同生共死的兄弟们，所有人在他的刀下被斩杀。等他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之后，
面对着一地的尸体，他崩溃了，绝望了。然后却有人突然袭击了他，他躺倒在地上，眼睁睁地瞧着那黑衣人牵着马匹踏上他的双腿，一下又一下，他听到了骨头的咔嚓声，剧痛袭击了全身，可他不在乎。他心里想的是他的兄弟，他亲手残杀了他自己的30多个兄弟。清酒抱着青羽，脸色惨白毫无血色的青羽，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一个大男人在这个飘渺的雨夜里，一脸的痛苦与悔恨，像是一头受伤的孤狼，呜咽着，嚎叫着。将军，他怎么了？梦夜了，小叔，醒过来！你不想要亲自报仇吗？害你的人，我找到了。报仇？是的，他要报仇，他要找出害他之人，他要死，也要报仇之后再死。入目的是一双充满担忧的眸子，正是他的侄女儿清酒。小叔，你终于醒过来了。将军，我没事。小叔，你好了吗？九九，雷大，你们知道我出事那天经历了什么吗？雷大跟清九九对视了一眼，彼此都没有说话。那一日，我亲手杀死了跟在我身边的30个兄弟，他们的鲜血流了一地，他们的尸体堆成了小山。不，我不相信。清辉，你的心究竟是什么做的？是真的。那一日，我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像是魔怔了一般，将他们所有人都杀光了。我可以接受我自己断了腿的事实，可我接受不了我杀死了我所有的手下。小叔，杀了他们的不是你，而是背后操控你的人。九九，什么意思？小叔，你可知道你神智不受控制，杀光你的属下，其实是有人在你的体内种下了一种叫噬魂骨的虫子。你体内的是子骨，操控人体内的是母骨，母骨操控子骨，你的神智受他控制，所以人不是你杀的，是母骨的拥有者。是谁如此害我？是谁如此心狠手辣？九九，你说，秦大小姐，你说呀，我雷大一定要去宰了他。你杀了他，再没人知道母骨的下落，又或者噬魂母骨就种在他的身上，他若是死了，小叔还能活着吗？该死的，怎么会这样？九九，是谁？小叔，你要答应我，不要冲动，这件事情交给我来解决好吗？好。清慧，不可能，这么多年，谁都知道二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个鸡都吓个半死。再说了，他害将军干嘛？也说不通。这些年，清慧一直在伪装，他是剑术高手，雷大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而且，我被打落悬崖，青蓉蓉之死，全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小叔中了噬魂骨的事情，我是今天晚上才知道的。清慧与当朝皇帝楚风勾结，里应外合，想覆灭我们清家。我还是不相信。为什么？那就要当面问问他了。是啊，是该当面问问他。小叔，别去，等天亮吧。这件事情交给我好吗？我会为你讨回公道，你相信我。青羽没有说话，手放在轮椅的两边，用了力气，青筋都绷了起来，竟是固执得很。小叔，这个世上我只有你跟爷爷2个亲人了，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跟爷爷都承受不起。青羽抬起头来，就撞进了久久蓄满眼泪的双眸之中。青羽的心顿时就疼了起来。是啊，是他自私了，他只想到了自己的仇恨和屈辱，想到自己苟且偷生的活了这么多年，可是怎么就忘了他上有70多岁的老父亲，下有大哥的遗孤。小叔，你难道忘了我爹和我娘的死了吗？你不是说了要跟我一起为他们报仇的吗？九九，小叔不去了。小叔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件事交给你。金耀等在门口，看到他走来，上前一步说道：人带到了，带我过去。金耀在前面领路，很快便到了寿王府的地牢。清慧被绑在架子上，头垂着，身上只穿了中衣，手腕处的衣襟已经被鲜血染红。大概是听到了脚步声，清慧抬起头来：阁下是何人？为何将我抓来此地？清慧，你是谁？我是谁？你配知道吗？这位小兄台，咱们2个之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说出来，我们谈谈。谈谈。下一秒，突然就狠狠地按在了清慧的手腕上，撕裂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牢房。叫，使劲叫，你越叫，我越开心。隐在暗处的金耀狠狠地打了一个哆嗦。这青姑娘还真是有些，小变态。你到底是谁？为何要这般害我？你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
贱人！接着就看到眼前的黑衣女子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小瓷瓶，紧接着将里面的粉末倒在了自己的右手上。这东西是我新研制的，有个特别棒的名字，叫做无敌美美粉。长得贱的人用了会顺眼，啪的一声，狠狠的一巴掌直接甩在了他的右脸颊上。可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右脸颊剧烈的疼痛起来，并且迅速的膨胀起来。哼，不对称啊！啪啪啪啪，左右开弓，直到感觉到手掌传来火辣辣的温度，清九这才停了手。而此时清慧已经说不出话来，一张脸完全肿成了猪头。哼，顺眼多了。而在暗处目睹着这一切的金耀摸了摸自己的脸，他决定回去就跟主子摊牌，他不要跟在这个清小姐身边了，实在是太恐怖了。有猪呢，就杀了我！有种我就杀了你！紧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他不想死啊！手中的匕首放在他的脖子上来回的比划。我呢，并不打算一刀解决了你，我想先拔了你的指甲，挖了你的眼珠子，挑了你全身的经脉，放干你的血，再剃掉你所有的骨头，最后啊，将你的皮完完整整的剥下来，将你的皮完完整整的剥下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就是看你不顺眼，所以就把你抓来了，准备将你折磨致死。我是戚家的二少爷，我有的是钱，你们放了我，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钱。手中匕首一挥，直接抹过了清慧的双眼。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你真是我见过最恶心的人！清九再一次手起刀落，匕首刺进了清慧的心口。清九慢条斯理地从怀中拿出一个小瓷瓶，然后将他的心头血装了起来。还没死呢，命这么硬啊？那咱们好好玩玩。话落，一刀落下，插在他的大腿上。为什么？终于是没忍住，彻底晕了过去。给他上药，别让他死了，我还没玩够呢。清九一走出来，便看到了站在杨柳树下的凤喜。想到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密信，看到凤喜，只觉得心中杀意真疼。话都没有说一句，清九直接掠过凤喜，往前面走去。亲九九，想到他老子楚风对清家做的那些事情，清九心里就恨得要命。亲九九，你站住！有事啊？痞儿今早身体不舒服，你过去看一下。他不舒服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还是他的丫鬟不成？凤喜眼睛一眯，周身的气息已经发生了变化。怎么想打架？本姑娘我正好心中有火。你若是找死，我可以成全你。哼，那就来啊！凤喜飞身而起，右手凌空一挥，树片叶子落入掌心，反手便朝着清九甩去。锵锵的声音在空中炸响，带出一系列的火花。两人同时后退，均毫发未伤。主子，主子，来啊，一起上啊！本姑娘还怕了你们不成？凤喜的属下个个黑了脸，义愤填膺。退后10米，严防死守，不准任何人靠近。是，做我的奴婢，你不服？哼，我当然不服！你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凤喜，我告诉你，你想要我做你的奴婢，有本事你就打到我服。今日你把我打败了，我心甘情愿的做你的奴婢，伺候你1年。可若是你还是仗着自己的身份要挟我的家人来挟持我，我瞧不起你。打到你服？对，我清九九说话算话，一言九鼎。好，本王让你3招，今日便打到你心服口服。鞭子凌空一挥，啪啪作响。凤喜飞身而起，因为还击，啪的一声，鞭子甩在地上，沟壑深深，带得沙石一片。3招已过。下一秒，只见那银色大氅一挥，数十根金色丝线破空而来，带着金灿灿的光芒，却透着凛冽的寒意。清九迅速后退，猛虎出山！紫萱边空中飞舞，猛虎的影子闪现，呼啸一声便朝着凤喜扑去。同一时间，凤喜动了，整个人飞身而起，另一只手抽出腰间青色软剑，直劈向空中呼应。哼，凤喜，今日就看看是你服还是我服！一瓶药便出现在他的手中。飞龙在天！同时一声暴喝，紫旋鞭再一次光芒闪烁，飞龙的影子在空中狂舞。清酒一扬，红色的粉末便朝着凤喜的方向洒了过去。红色的粉末便朝着凤喜的方向洒了过去。哼，凤喜，别说本姑娘欺负你啊！秦九九，你是唯一一个让本王打到服的女人。哼，那就试试。可是下一秒，她的呼吸却直接卡在了喉咙里。只见凤喜衣袍翻飞，她的周身有无形的气流在滚动，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快，竟似龙卷风一般将她整个人包裹住。龙卷风飞舞，却突然换了个方向，呼啸着朝清酒涌了过来。我靠！一道金光划破天空，
闪电起，雷声滚滚，五雷轰顶。轰隆的一声，清酒抬头，便瞧见一团团青光在他的头顶正中央滚动着，酝酿着。这个家伙竟然可以呼风唤雨，控闪照雷，他是雷公吗？凤喜，你大爷的！服还是不服？他快，风跟雷也跟着快；他慢，风与雷也跟着慢。这凤喜分明是在戏耍他。天赋，你就不怕我将你这天赋说出去啊？你可以试试。看来他要加快寻找心上人的步伐了。睡了心上人，恢复了倾城容貌，解除封印，开启逆天灵力，走上人生巅峰。你老子，不，你父皇不会也有这样的天赋吧？秦九九，你记着，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本姑娘稀罕问啊？你们皇家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凤喜，你也记着，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哼，今日是我技不如人，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会打败你的。再等30年，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五雷轰顶的力量，能炸平整个兽王府。刚才那不过就是个闪电而已，就已经打得你服服帖帖。你若是还不服，我不介意给你一个真的五雷轰顶尝尝，让你心服口也服。还有今日之事，若有他人得知，本王不介意有1杀1，有2杀2。凤喜分明是在戏耍他。不服，手一抬一落，头顶惊雷光芒大盛，轰隆声越来越响，马上就要炸了。我靠！我服了！就见凤喜随意的挥了挥手，然后那滚滚天雷在他的操控下便转了方向，偏离了他1米的位置。紧接着闪电划破大地，惊雷紧随而响。吞了一口唾沫，清酒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太可怕了。看够了？凤喜，你这个……再敢骂我一个字，我就地埋了你。埋了我？谁给你这心上人？你也就这么点用处。凤喜，我告诉你，你别欺人太甚啊！我欺你？我若是欺你，你现在早已经尸骨无存。这鞭子的力量，你连它1/10都没有发挥出来。你也知道我有宝贝，凤喜你别得意啊，总有一天我会打败你。凤喜没有说话，直接用沉默代替了蔑视。你为什么会呼风唤雷？天赋，本王不介意有1杀1，有2杀2。凤喜说完这句话，抬脚就走。凤喜，你给我等着！还有，你这种破事，我才懒得跟人提起呢。最好。凤喜只回了2个字，就站在原地盯着他。这个家伙在看什么呢？半天不说话，打什么鬼主意呢？你想杀我灭口？你是我的人，不会杀。你的人？我什么时候是你的人了？莫不是你喜欢我？我可告诉你啊，我对你没兴趣。喜欢你？哼，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shit！ 凤喜，你个乌龟蛋！既然打服你了，以后就安心当本王的丫鬟。本王的丫鬟自然是本王的人。扔下这句话，凤喜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离开了。回到亲王府，正好瞧见楚夜跟倾城从马车上下来。哟，太子殿下跟佳姐约会刚回来呢。秦九九，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我家，你说我为什么在这儿？二妹，你不要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大小姐跟一个有未婚妻的男子孤男寡女的从同一辆马车上下来吗？二妹，不是这样的，我……秦九九，你给我闭嘴！大姐，既然做了婊子，就不要立牌坊。我对你这一副白莲花的模样向来不感冒，反倒是你那个死了的妹妹，我比你顺眼些。二妹，你怎么能这般说我？今日一早是太子殿下来邀我去游湖的，我几经推辞，可是奈何盛情难却，所以你们就苟合在了一起了？你怎么能如此说我？你让姐姐如何做人呢？呜咽之声响起，倾城竟是转头就往那马车上撞去。太子殿下，你放开我，你让我死了算了。你们俩一起殉情算了，看得我眼睛都要瞎了。秦九九，你信不信我杀了你？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哼，有本事来啊！倾城姑娘，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今日我非教训教训这个秦九九，教教如何做人。
他竟敢如此诋毁你！太子殿下，你莫要与我二妹计较，她年纪小不懂事儿，话说的不好听也是无意的。我这个做姐姐的还是会原谅她的，但是请您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秦九九，你这个有娘生没爹养的东西，本太子今天就替你爹教训你！抽出了随身佩戴的长剑，就朝着青九九砍去。青九一个旋身，右手反握住楚叶，刺向他的剑。鲜红的血液顺着青九的手掌滴落，带起丝丝血腥味。教训我，你也配？鞭子凌空一挥，飒飒风声，鞭影重叠，杀不得，但是可以打得。你干什么？秦九九，你敢打我，我休了你！哼，楚叶，你有什么资格提我的爹娘？有什么资格提我的爹娘？你知道你们楚家欠他们多少吗？你敢打我秦九九，你敢鞭打太子，你等着！楚叶捂着屁股爬起来就跑。疼！秦九九，你这个悍妇，我要休了你！哼，休了我？说到这个我就更来气了。我清九的未婚夫，怎么会是你这个酒囊饭袋？多看一眼都倒胃口，简直气死我了！别打了，二妹，你是要打死太子吗？青城姑娘，救命啊！疼死本太子了！救命！二妹，你莫要再打了，你想给秦家带来灾难吗？清九鞭子一挥，直接就朝两个人挥去。二妹，你打到我了！哦，是吗？鞭子不长眼，却不打人，只打狗。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打狗鞭。二妹，你不要再打了！太子殿下，救命！倾城突然身子一软，颤抖着声音喊了一声，甚至顺势就往旁边一倒，直接就将楚叶给完完全全的露了出来。那个挥鞭子的好像是亲家的嫡女秦九九，那个挨打的好像是太子殿下呀。什么？秦九九在鞭打太子吗？太嚣张了！秦家大姑娘还在旁边，好像在劝架。秦九九，别打了，别打了！你真是要打死我不成？九丫头，你在干什么？青金山，你看看你孙女干的好事，本太子要退婚。爷爷，成儿无用，劝不住妹妹。九丫头，爷爷，我不是故意打太子殿下的，我只是太伤心，他是我的未婚夫呀。可是他却跟姐姐两个人孤男寡女的去游湖，而且还同乘一辆马车，这让我情何以堪啊！我那么爱他，他却背叛我，我当他是丈夫，他却想当我的姐夫啊！混账！原来是亲家大姑娘勾搭了太子，才惹怒了亲家大小姐。哎呦，这姐姐当的，这亲姑娘容貌出众，不是有第一美人之称吗？迷倒太子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亲大姑娘这事做的可不厚道，挖妹妹的墙角。亲家主，本殿下绝不会娶九姑娘这个悍妇的。姑中意的是倾城姑娘，姑这就回去奏禀父皇，解除婚约，也会一并将秦九九鞭打姑的事情上报。倾城简直气死了，真是怕猪一样的队友。爷爷，我的心死了！我的未婚夫跟我姐姐同时背叛我，我生无可恋啊！既然如此，那我也去面圣，请皇上解除我与太子殿下的婚事。从此，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从此再没有关系。我今日心中气愤难当，又悲伤过度，在亲戚嫉妒声刺激之下，被鞭打了太子。我也会亲自去向皇上请罪，让他解除我与太子殿下的婚约。我也不会拿我以身殉国的父亲当挡箭牌的，我会祝福太子跟姐姐白头偕老。不是这样的，我不会嫁给太子殿下。倾城姑娘，你莫要怕，我这就去进宫请旨。你会是我的正妃，我会对你好的。倾城真是恨死楚叶这个猪脑子了，他难道听不出来青九九是挖了好大一个坑给他们俩人跳的吗？这个青九九是在洗白自己，给他们俩抹黑呀。
子殿下，我真的不能嫁给你。倾城都快急哭了。够了！太子殿下是以为我们亲家的女儿可以随你挑来挑去吗？我孙女秦九九虽然容貌有瑕，可也是我青金山的心头宝。太子殿下万万不该如此践踏她，太子殿下万万不该如此践踏她，实在是让老臣寒心呐。秦家主，你看清楚了，现在被打得浑身是伤的，是本殿下鞭打太子，按罪当斩。太子殿下，你看看我们九九的手，血肉模糊，难道不是被你所伤吗？可是他有什么错？你作为他的未婚夫，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竟然还持剑伤他，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他不过是因为心中伤怒才鞭打了你，你却想置他于死地，您何其心狠！老臣这就去皇宫替我孙女儿讨个公道。这门婚事，老臣也会恳请皇上取消，但是太子殿下也莫要肖想我亲家其他的姑娘了。什么？爷爷，我先回去了，我头真的很痛，手也很痛，还有，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快回去，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爷爷来解决。你的婚事，爷爷就主动去给你退了，莫要伤心。爷爷，我先回去了。秦九九，你站住！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太子殿下，你还有什么话就对老臣说吧。姑爷可以不退婚，但是正妃之位必须是倾城的。秦九九只要肯居侧妃之位，姑可以考虑不退婚。太子殿下，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也不要拿身份来压我，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我发誓。倾城姑娘，我对你是真心的。太子殿下，老臣这就与你一起进宫，将您与九九的婚事解除，还有您的身份尊贵，以后莫要再来亲家了。我们亲家庙小，怕怠慢了太子殿下，老臣担待不起。眼瞧着倾城越跑越远，进了府内，楚夜急了一头的汗。太子殿下，快点找御医看看伤口吧，老臣还要去宫里请罪。一声冷哼，转身就上了马车。他要去宫里请旨赐婚倾城，还要降清九九的罪，看看圣旨下来，这个老东西还能奈他何？寿王府，金耀站在凤喜的眼前，将亲王府门口发生的一幕报告给凤喜听。这个丑丫头惯会演戏，胆子也是大过天。她想退婚，还把自己弄成了受害者，奸诈。楚夜那个蠢货不长记性，活该被揍。继续跟着，有情况随时来报。是。秦姑娘，您来了。好些了吗？还好。我帮你把脉吧。这蓝聘儿竟然下意识地将手给背到了身后。秦姑娘，你直接帮我施针吧。你趴在床榻上。蓝聘儿点了点头，费力地起身，刚想换个动作，手腕却一下子被清酒拽住了，胳膊上新多了2条血痕。对不起。是谁？蓝聘儿不说话，只默默地垂泪。蓝姑娘，我想你能明白，我懂医术，但是却不是神仙转世。你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你能明白，我懂医术，但是却不是神仙转世。你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因为常年被放血，你体内的造血功能已经急剧退化衰弱了。我日日为你施针，就是为了刺激造血干细胞恢复生命力。你的身体已经属于造血不足却凝血过剩的状态，如今还敢有人放你的血，这是把你往死路上逼。秦姑娘，对不起，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你告诉我是谁对你做的这件事情？蓝聘儿还是不开口。蓝姑娘，如果你今日不说实话的话，那我只好去找凤喜了。你的病我治不了，一个不配合大夫的患者，我救不了他。不要去，秦姑娘，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求求你不要去找凤喜哥哥。蓝姑娘，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你可以跟我说说。是我自己，不是别人，凤喜哥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蓝聘儿从枕头底下拿出2个精致的小瓷瓶，递到了清酒的眼前。凤喜哥哥发病的日子就快要到了，他需要我的血来缓解痛苦。小叔，
今天上午雷大去找你，没见到你的人，你去哪里了？清酒坐下，拿过青羽眼前的茶水，一口饮尽，然后从怀里掏出装着清慧心头血的瓷瓶，往桌子上一放。我将它关了起来，取了心头血。小叔，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话要问他，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我必须要将你体内的噬魂子骨引出来杀死，然后才可以放手去让你做其他的事情。那小叔，你躺倒在床上，喝下这心头血，一炷香的时间之内，那子骨定然会被唤醒。你有什么感觉都告诉我，我会找准他的位置，用金针控制住他，将他杀死。那么魔骨则会爆体而亡。躺在床榻上，拿起瓷瓶，似乎有些厌恶地瞥了瞥眉，但很快便仰头喝下。清酒将金针都铺好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青羽。然而沙漏一点一点地流动，躺在床榻上的青羽仍然没有任何的反应。九九，我没有一点感觉。噬魂子骨没有被唤醒，那么就说明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噬魂魔骨根本就没有种在清慧的体内。九九，没事。小叔，对不起，是我大意了。没事，九九，小叔没有怪你，而且小叔也相信你。小叔，你先好好休息，给我3天的时间，我一定找出噬魂魔骨种在谁的身上。青羽点了点头，看着青九九走了出去。将军如何？我看大小姐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魔骨不在青慧身上。什么？不在她身上？那在谁身上？这个卑鄙的小人！其实我的身体能不能好，我以前是不在乎的，可是现在我就想活了。为了九九，为了父亲。九九来之前，衣服都没换，我闻到他身上有淡淡的血腥味儿。他定然是为了我的事，一夜没睡。那个孩子，以前我们都错怪他了。我也错怪大小姐了。以后我对大小姐会跟对将军一样好。凤喜，你给我出来！凤喜正从床榻上起来，坐在床沿上。秦九九，本王该派人教教你规矩。谁给你的胆子，乱闯本王的房间？教教我规矩？哼！凤喜，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伺候了，要打要杀随便来，我奉陪你到底。跟你这种残暴狠辣的人在一起，多待1天我都觉得是一种煎熬。要打要杀随便来，所以说今日你是被本王打得不够。凤喜，我知道自己打不过你，但是我仍然鄙视你，我看不起你。亏我还以为你对蓝姑娘是真心的，我还觉得你这个人虽然性情暴力，但总算还有点人情味儿。现在想来，不过就是笑话一场。凤喜的眉宇越皱越紧，她没有说话，继续听着清酒的指控。你权势滔天，又本事高强，你可以直接要挟我给你的药人治病啊，还一副情深意切的模样，用一个人情来换我挽留他3年的性命，你虚伪不虚伪？说完了？没说完。不管你得了什么病，想要以主仆契约钳制我，让我替你治病，你都是妄想；想要以主仆契约钳制我，让我替你治病，你都是妄想。还有，蓝萍儿既然已经是我的病人了，那么我就有权利照顾好她，我绝对不允许你再放她的血，吃人血吃人肉，与畜生无异。出去！秦姑娘，秦姑娘，你误会凤喜哥哥了。我怎么误会他了？你不是说你放血就是因为他要喝吗？说着，从怀里掏出那2个盛着血的瓷瓶，往桌子上一放。凤喜的眼神落在瓷瓶上，瞬间便明白了前因后果，因此他身上那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更强烈了。凤喜哥哥，我只是想帮你。出去！蓝萍儿的眼泪扑簌簌的就落了下来。蓝姑娘，难道这血是你自己要放的，不是凤喜她逼你的？蓝萍儿抽噎着，只知道哭。出去！凤喜哥哥，你不要生气，不要生萍儿的气。却见凤喜突然起身，转身就走了出去，将清酒跟蓝萍儿扔在了房间里面。凤喜哥哥生气了，他真的生气了，都是我不好，是我自作主张，自作主张。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秦姑娘，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说清楚，不是凤喜哥哥要喝我的血，是我偷偷放血给他喝的。凤喜哥哥很苦的，他真的很可怜。不是你的错，是我太莽撞了，我应该等你把话说完才过来的。你别哭了，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好吗？凤喜哥哥生我的气了，他会不理我了。好了，别哭了，你不是说他有病吗？我是大夫，我的医术很厉害的，
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救他呢。真的吗？可是黎梦姐姐说，凤喜哥哥的病是无解的。黎梦姐姐，这凤喜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哎，坐在蓝萍儿的旁边，两人大眼瞪小眼。别哭了。可是凤喜哥哥生气了。你是他的心上人，他不会真的生你气的。我就不一样了，我刚刚冲进来狠狠地骂了他，而且骂得很难听。啊，我觉得我要倒霉了。我不是凤喜哥哥的心上人，你才是凤喜哥哥的心上人吧？什么？你脑袋被雷炸了呀？胡说什么呢？我哪里有胡说？这么长时间，我就看到你一个女的在凤喜哥哥身边自由出入的，而且你骂了凤喜哥哥，竟然还活着。你知道什么呀？他让我做他的丫鬟，而且你不是女的。丫鬟？你看我凤喜哥哥是需要丫鬟的人吗？就算需要，他也不会找你这样长相的。啊！你瞧瞧这个姑娘说话，怎么就这么直接啊？凤喜哥哥很可怜的，他真的受了很多的苦。你是他的心上人，所以你帮我求求情吧，让凤喜哥哥不要生我的气了。求求，你是个好人。蓝姑娘，叫我聘儿。那个聘儿，我呢真的不是凤喜的心上人，你不要病急乱投医了。我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还不知道会被凤喜怎么处置呢。要是处置你的话，你现在早就是尸体一具了。他没处置我，是为了要救你啊！你才是凤喜的心上人。我不是，我是他的妹妹啊。什么？你是凤喜的妹妹？有血缘关系的。那我怎么没听说皇室还有你这么一位小公主啊？不入皇册的，凤喜是皇帝最宠爱的儿子，可凤喜有个亲生妹妹，却不入皇册。莫不是凤喜的娘与人偷情生的聘儿？九九，你想什么呢？你爹不是当今的皇上吧？说什么呢？我是父皇的孩子啊！不用惊讶，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凤喜哥哥能够活下去，所以你从小就被制成活药人，就是为了凤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喝你的血。不关凤喜哥哥的事情，他完全是被蒙在鼓里的。我凤喜哥哥比我大7岁，他出世的那一年有了我，我是为了凤喜哥哥而生的。凤喜哥哥7岁那年被坏人绑架了，然后就被人打断了手脚，扔到了乱葬岗去了。凤喜哥哥在那儿待了1个多月才被人发现，回去之后他就得病了。后来贵妃娘娘四处求医，最后求到了药王谷，他们能救凤喜哥哥，可是需要一个通血脉的弟弟或者妹妹制成活药人来拯救凤喜哥哥。于是同年便有了我。这些都是黎梦姐姐告诉我的。如果我不帮助凤喜哥哥，他发病的时候会很可怕，而且还会死啊！所以凤喜一直不知道他有个妹妹，对吗？一个被制成了活药人的妹妹，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吃的药丸一直是亲妹妹的血做成的，是吗？就是因为黎梦姐姐说漏了罪，被凤喜哥哥知道了。之前他是一直住在寿王府的，哥哥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就将他赶走了，并且把我接到了府上。这药王可真不是东西。九九，你说什么？我说你真伟大，以后不要再随便放自己的血了。你凤喜哥哥的病我会去看的，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救他，你能做到吗？九九，我答应你。所以九九，你快点去跟凤喜哥哥求求情吧，让他原谅我们2个。我现在心里好难受。还是你去吧，你是他的妹妹，你去跟他解释一下，他会原谅你的。你是他的心上人，还是你去，顺便帮我说说好话，求求情。聘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我不是凤喜的心上人，永远都不会是。但是我会去找他的，今天的事情是我做错了，我会跟他道歉的。正在往山顶上赶的清酒突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抬头望去，只见山顶处黄叶飞舞，沙石飞溅，明显是有人在打斗啊。速战速决，取凤喜人头者赏金300两。这凤喜是遇到刺杀了。清酒快速地朝着山顶奔去。到了山顶，清酒隐身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10几个黑衣人将凤喜团团包围，周围还有7、8具尸体。而凤喜手握利剑，正与黑衣人缠斗在一起。他的反应似乎有些迟钝，清酒眼睛一眯，便知道他这是中了迷魂香了。全部人都上！眼瞧着凤喜被逼得后退到了悬崖边上，却完全没有想要呼风唤雨的意思。这家伙搞什么啊？这么多人打一个，不觉得丢脸吗？丑八怪，
多管闲事，提着手中的剑就朝着清酒劈来，下一秒却直接被清酒扭住了脖子。你妈没教给你好好说话吗？杀了他！10几个杀手迅速地分成2波，一波与凤喜缠斗，一波刺杀清酒。抓住冲过来的第一个黑衣人，匕首挥过，直接划破了颈动脉。一个倒下，另一个冲上来，再倒下。姑娘何必多管闲事？这是我们与兽王凤喜之间的恩怨，只要姑娘不插手，我们愿奉上黄金100两。黄金100两？对，黄金100两。可是我若是救了当朝的兽王，岂不是能得到的更多？何必与虎谋皮呢？像你们这种为人卖命的杀手，出尔反尔是家常便饭吧？我怎知你们事后会不会杀我灭口啊？既然你不合作，那我只能送你一程了。黑衣杀手提刀砍向清酒，一个矮身躲过杀手的刀，单手扣住黑衣杀手的第3颈椎骨，只听咔嚓一声，整个人瘫软在地，死绝了。杀手最忌讳话多。撤，快撤！想走？红色的粉末顿时就朝着几个人洒去。好痒啊！这是什么东西？清酒走到其中一个黑衣人的眼前，一脚踏上他的胸脯。谁派你们来的？说出来，给你个痛快的死法。是。数道银针直接没入他们的眉心。凤喜，你干什么？你不想知道是什么人想杀你吗？听到清酒说话，凤喜也没有搭理他，而是就地坐了下来。喂，你翻脸不认人啊？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啊！忘恩负义，小肚鸡肠。那个凤喜，之前的事情不好意思，我错怪你了，我跟你道歉。所以什么？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干嘛呀？你还想让我跪下来给你磕头不成？既然心不诚，便不必道歉。你的道歉对本王来说毫无意义。我怎么不诚心了？不诚心我会跑这么远来找你啊？而且我还给你带了礼物来表达我的歉意。然后从怀里掏出他买来的桂花糕，递到了凤喜的眼前。出事之后，没有人给他买过桂花糕，这个东西对清酒来说是人间美味吧？毕竟他那么贪吃的一个人。凤喜伸手从清酒的手中接过桂花糕，他拿起一块放进了嘴里，唇齿留香。吃了我的桂花糕，那这件事情就翻篇了。凤喜，那1个多月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他看到凤喜的身子僵硬了一下，咀嚼桂花糕的动作也停了一下。啊，桂花糕好吃吧？吃死人肉，喝雨水。他想到之前去找凤喜的时候，自己似乎说过一句喝人血吃人肉的人那是畜生。清酒真是后悔了之前的那一趟莽撞之行。抱歉，我不知道。清酒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索性也一屁股坐下来。你刚才为什么要将黑衣杀手灭口啊？也一屁股坐下来。你刚才为什么要将黑衣杀手灭口啊？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要杀你吗？我知道是谁要杀我。是谁？多嘴。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以为我愿意问呢？要知道你比我签了那个什么主仆契约，我们的命连在一起呢。你要是死了，我可是要陪葬的，那我多亏啊。听到清酒的话，凤喜没搭理他，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准备下山了。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凤喜，你是不是故意的？刚才那些杀手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没有你那个逆天的技能？你就打我的时候有本事是不是？就见他忽然转过头来，清酒一个没刹住车，差点撞到他身上。聒噪。你嫌我聒噪，那你倒是解释啊！凤喜，你到底得的什么病啊？你可别连累我啊！凤喜在前面走，清酒在后面跟着，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往外扔。可惜凤喜一副高冷的样子，全程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他。传话的人在哪里？在门口。清酒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亲姐姐，伟爷怎么样？亲爷爷状况很不好，从皇宫回来之后饭都没吃，只说没胃口，后来便突然倒地昏迷。走，回去。清酒抓起花影的手就走。亲小姐，您乘坐马车吧，这样子比较快。他转过头，凤喜站在王府门口，显然听到了花影的话。凤喜，你听着，若我爷爷有事，我清酒定屠尽皇室满门，绝不食言。他没有坐凤喜的马车，抓着花影的手就往家里奔。爷，水妖，你说有家人牵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属下是孤儿，所以不懂这感觉。他说，若是青金山有事，他必屠尽皇室满门。他相信他能做到，而他更愿意助他一臂之力。跟过去查看一下亲家主的状况，有消息及时来报。是。此时门被打开，一名老大夫正背着药箱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青羽和倾城。我爷爷怎么样？亲小姐
恕老夫无力。亲家主他怒急攻心，情况危殆，怕是过不去今晚。二妹，都是你害死爷爷的。若不是你今日在门口得罪太子，非要闹到退婚的地步，爷爷怎么会为了你的事情进宫，又怒急攻心呢？让开！二妹，你虽是亲家嫡女，可我却是亲家长姐。爷爷向来疼你，你却将爷爷害成这个样子，你有什么资格去看爷爷？你不许去！我没有资格，你有资格吗？我当然有资格。京城，让九九进去。小叔，你们都向着他，滚开！走到青羽身边时说道：“小叔，我进去看爷爷，你在门口替我护住，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让雷达跟我进去，行吗？”你放心。倾城的眼中闪过一丝恨意。雷达，背上我爷爷，跟我去一个地方。金针封穴1个时辰是极限，在这期间必须要让爷爷将体内毒血排出，便不会有性命之忧。好。门吱呀一声打开，倾城竟然还没有走。这会儿沈婉容也来了。哎呀，爹，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太突然了，爹啊！爷爷，二妹，你气死爷爷了吗？给我滚开！没时间看你们唱戏。雷达，走。青羽，你都不管那个青九九吗？快将爷爷放进寒潭水中。雷达，你一同进去扶着我爷爷。好。随后青九也跳进了寒潭中，迅速的在青金山身上施针放血，中途又从蓝戒中拿出了万年人参做的参片给青金山含着。一切悄无声息，只偶尔有1、2声虫鸣响起。好了，没事了。大小姐，没想到你这么厉害。我爷爷没事了，现在我们回去吧。麦日一消，人就会发冷，赶紧回去给老头熬点药喝下去，明日一早就该醒过来了。好。青九刚刚要走，却突然觉得后背有些凉。雷大，你先走，我还有点事情。什么事？快走！雷大见青九面色严肃，也不敢耽搁，背着青金山便往府中跑去。出来吧！风无声无息，树叶似乎动了一下，然而没有人。紫旋鞭陡然出现在了眼中，对着那茂密的枝叶便挥了上去。鬼鬼祟祟小人行径，找死！男子一身白衣，如月下精灵，披着银色月光站在那儿，冷目瞧着青九。Hello， 美人儿，咱们又见面了，实在是有缘分啊！真是有缘分啊！哎呀，太有缘分了！看来这一趟没有白来啊！对面的凤喜说不出话了，他心里烦闷。青九走后，他在府中却突然觉得孤冷，便想着去泡泡药泉。可刚褪下衣服，这青九竟然带着青金山和一个傻护卫闯了进来，仓促间躲到树上，竟是连面具都不知道掉到了哪儿。青九为青金山解毒的全过程，他都瞧见了。这个丑丫头那专注的神情，他也瞧见了。这寒潭之水甚是冰凉，男子尚能忍住，或有内力护体。可他却是知道，这个丑丫头虽是身手厉害，却全都是杀人的招数。论武功，她是没有一点内力的，可是却为了能给青金山治病，咬紧牙关泡在寒潭里。这种为了家人奋不顾身的付出，他很羡慕。美人儿，你叫什么名字？年方几何？可有婚配啊？这个丑女人简直好色的没有边界啊！大半夜的在这撩一个尚算陌生的男人，这成何体统？最重要的是，今日赐婚一事，这个丑女人显然没放在心上。当然，她也没有。可是莫名的怒气横生，冷冷瞥了一眼青九，转身就走。青九也跟着走了几步。别跟着我！真想将这个美人吞吃腹中啊！可惜美人脾气大。美人儿，我叫九九，你别害羞，咱们做个朋友啊！数片树叶如同利刃一般直逼青九面颊。我去！嘴欠！青九爬起来，美人的身影已经不见了。我叫九九，你体内的情话毒我知道怎么解。3日后咱们还约这里啊！凤喜离开寒潭，沉着脸回到了寿王府，耳边一直回响着青九九的那句：我叫九九，你体内的情话毒我知道怎么解。3日后咱们还约这里啊！像是魔咒一般在耳边萦绕不散。凤喜觉得她自己有些中邪了，换了一身衣服，坐在院子里吹冷风，脑海中回荡的全是那个丑丫头贱嗖嗖的样子。凤喜哥哥远远的站着，也不敢靠近，小心翼翼的用眼神瞄他。过来吧。啊！蓝萍儿瞬间就眉开眼笑，快步走到凤喜身边坐下。凤喜哥哥，你不生我的气了？凤喜看着蓝萍儿那小心翼翼的模样，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青九九的样子，永远是充满了战斗力，一副他天下第一的模样，活得乖戾嚣张，洗美食好男色，真正是把人生过得肆意妄为。怎么又想起他了？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再犯，就离开寿王府。啊，
不会了，九九嫂嫂说她不用我的血也可以救你。凤喜差点被自己的口味呛到。乱说什么？秦九九那个丑丫头不是你嫂嫂，莫要乱说，她是兽王的奴婢。果然连说话的内容、说话的语气都是一样的。凤喜哥哥，你与九九嫂嫂实在是太有默契了。凤喜说不出话了。还有啊，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九九嫂嫂丑，我觉得她很漂亮，我就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好人。清九九不丑，她是个好人，这两样哪个跟她沾边啊？赶紧回去睡，天凉了，别伤了身体。凤喜决定不跟蓝萍儿说了，简直说不通啊。不困，白天睡得太多了，还想跟哥哥再聊一会儿。想聊什么？凤喜哥哥，我想知道今天九九嫂嫂是怎么跟你道歉的，她是不是亲亲你就原谅她了？凤喜再次无语，她还是决定让这个丫头回去休息。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些什么？回去睡觉。蓝萍儿嘟了嘟嘴，有些不情愿，瞧见了石桌上的糕点，伸出手就去拿。凤喜哥哥，这是桂花糕吗？我饿了，吃完再回去睡好不好？这糕点不新鲜了，让厨房给你做新的，早点休息。蓝萍儿傻眼地盯着离开的凤喜，眨了眨眼。她刚才是从凤喜哥哥的眼中看到了紧张吗？不过是一包快过期的桂花糕而已。凤喜哥哥真的是很紧张她呢，怕她吃到坏的东西。凤喜哥哥，你真好。凤喜的步子一顿，她刚才竟然如此紧张，看到萍儿将手伸过去的时候，竟是心跳都漏了一拍。她不舍得这么好吃的东西与人分享。清九哼着小曲儿回到清府，正碰上出门寻他的雷大。大小姐，你这么久没回来，我刚要去找你。没事儿，不用找我，我要是没回来，一定是被美男勾走了。大小姐又开始不正经了。啊，爷爷怎么样？清九问道。老家主喝了药已经睡下了，刚才咱们府上的大夫来看过了，说是已无大碍，并连呼奇迹。什么奇迹啊？我出手，爷爷不会有事的。老爷子真的没事了吗？雨儿，你让二婶进去看一眼呢。清九还未走近，老远的就听到二房沈婉容的声音。青雨坐在轮椅上，挡在门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去。小叔，婵儿也想进去看看爷爷。之前大夫明明说过爷爷挺不过今晚，可是现在又说没事了。虽然不知道二妹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婵儿还是想进去看看爷爷，望小叔成全。我怎么做到的关你们什么事儿啊？爷爷现在需要休息，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的，是怎么回事？二妹真厉害，竟然将爷爷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不知道二妹是怎么做到的。我就不告诉你，咸吃萝卜淡操心。秦九九，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当然是对待白莲花的态度啊！你……沈婉容气死了，扬起手就想给清九一个耳光，却被他扭着胳膊一甩，那略胖的身躯差点蹲到地上。敢跟我闹，我杀了你！沈婉容一口气憋在喉咙里，被清九九的眼神吓得竟是一句话也不敢说了。二妹，你对我有气就冲我来，不要冲着我的母亲。大堂姐，我对你没气，我还要恭喜你呢。二妹，是何意？明日一早你就知道了。二妹，我跟娘亲想进去看爷爷一眼，就回去休息行吗？他是亲眼瞧见青金山快不行的，就连大夫也说熬不过今晚。可是清九九一回来，背着青金山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这就起死回生了。不行，说了不准打扰爷爷。清九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走到青雨身边，低下头与他小声说话。他总觉得最近小叔对他的态度冷淡了许多，虽然之前青雨也是不怎么理人的，但是最近几日他明显能感觉到青雨对他的不待见。九九，我也是关心爷爷，今晚若是不能确定爷爷安好，我怕是会一夜无眠啊。哎呀，大堂姐，我说了不让你瞧，今日你就别想进这个门了。如果你真是睡不着呢，那么就睁着眼好了。要说你们二房孝顺，这怎么爷爷都变成这样了，却不见二叔的身影？有他这么当儿子的吗？你二叔准是又宿在哪个茶馆里了，看我回来不收拾他。二婶还是去找找吧，绣在茶馆里那是好的，绣在花馆里那就不好了。他敢！倾城，跟娘一起去找你爹。倾城还有些不愿意，直接就被拖着走了。清九嘴角勾着阴阴的笑，他最喜欢这种阴人的感觉了。小叔，你回去睡吧，我守着爷爷，这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去睡。别跟我争了，你自己身体什么样你心里有数，你难道也想倒下去吗？无奈青雨只能点点头，在雷达的陪同下，这才回了自己的屋子里面。
清酒醒来的时候是趴在床榻边上的，一睁眼就看到青金山通红的眼。哟，老头儿，你醒了？昨天晚上去阎罗殿逛了一圈，那个地方什么样子啊？哎，丫头，过来。干嘛呀？青金山伸出手摸摸清酒的头，眉眼间都是疼爱。清酒差点哭了出来，还好当初自己没有被仇恨蒙蔽了眼睛，只学读术而扔了医术，否则今日的他该是何等的遗憾。丫头啊，去喊你小叔来。清酒很快便派人将青羽给请了过来，爷儿三个坐在一起。楚风，欺人太甚了，求酒，爷爷对不起你呀。青金山握住清酒的手，眼中全是愧疚之意。好了，老头，你有啥对不起我的？赶紧跟孙女说说，昨天进宫受了什么委屈，我会给你报仇的。这个孙女儿能不能严肃点？于是青金山娓娓道来：这是打我的脸呐！这楚风是完全没有将亲家放在眼里了。所以爹，圣上已下圣旨，将九九许配给凤喜了吗？对啊，我昨日在寿王府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圣旨了。皇上欺人太甚呐！他甚至连问都没问，直接就认同了太子的话，并且当着我的面下了圣旨，说是将九丫头许配给寿王殿下。更过分的是，太子殿下竟然求娶了成儿，皇上他也答应了，不过却只能做个侧妃。好了好了，老头没事儿啊，这不挺好的吗？咱们庆王府马上就要发达了，一个正王妃，一个太子侧妃，多牛逼啊！九丫头，皇上这是在故意羞辱我们亲家，根本就没有将亲家放在眼里呀。爷爷说的对，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九九怎么能嫁给寿王？那可是残暴不仁、不近女色的寿王殿下呀！我的九九要吃苦的，我的九九要吃苦的。爷爷说什么呢？我肯定不会嫁给凤喜的。还有啊，凤喜是挺变态的，不过她不敢惹我。凤喜武功不如我，智商不如我，医术也靠我。看见我跟老鼠见了猫似的，昨天被我骂了一顿，自己一个人跑到北山去了，结果遇到杀手刺杀，还多亏了我救他呢。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我有必要骗你们吗？这件事情交给我来解决。你打算怎么解决？秋雨看了青九九一眼，总觉得这个丫头是在吹牛。我打算跟我的心上人生米煮成熟饭。九丫头，你说啥？这么点年纪就耳背了？我有心上人了，我要跟他生米煮成熟饭。九丫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乱说什么？你要气死爷爷吗？就连青雨也不赞同地看着他。我说的是真的。九九瘪了瘪嘴，他昨晚做梦都梦到那寒潭美人了，梦到自己将她扑倒么么哒了。青九推着青雨一起走到前院，此刻青家的下人差不多都到齐了，跪了一片。青城跟沈婉容跪在最前面。亲小公子，亲家主哪里去了？可是让咱家好等。家主身体不适，卧床不起，所以晚辈代家父接旨。哟，好大的排场！今日亲家主若是不起来，怕是咱家没办法宣这个旨了。哼，刘公公。然后一双小手拍上他的肩膀。刘公公，车马劳顿，还是赶紧宣完旨意就回去休息吧，耽误了良辰吉日可就不好了。你说呢？就在那双手碰到他的一瞬间，刘公公只觉得全身都突然的麻了一下，双腿差点没忍住的跪到地上，但是这个感觉一下子又没了。青姑娘，青老家主既然身体不适，便不用出来接旨了，有青羽少将军代劳便可。那青家姑娘也没跪，可她愣是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卿家有女倾城，贤良淑德，知书达理，现赐婚于太子，为侧妃。侧妃？不，她不要。正妃她都不愿意，怎么甘心当侧妃呢？她喜欢的那个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惊世的才情，也有倾世的美貌。金羽少将军请拿好，老奴先在这里道一声恭喜，卿家一族出2位贵女，倾城姑娘为太子侧妃，九九姑娘为寿王正妃，可喜可贺。那老奴就先行告退。啊，刘公公慢走。青九笑着说道，便随刘公公一起到了门口。小小心意，望公公笑纳。不敢，
以后还望公公多多照顾。刘公公一愣，明白了清酒的意思，再未推辞，便将布包收进了袖口里。刘公公点点头，这才离了清府。倾城此刻已经被沈婉容给扶了起来，倾城姑娘为太子侧妃，九九姑娘为寿王正妃。寿王正妃，不，她不配。清九九那个丑八怪凭什么当寿王正妃？此时清九九哼着小曲儿回来，却突然瞧见倾城死死地盯着他。恭喜大堂姐得偿所愿啊！清九九，是不是你搞的鬼？哎，你有毛病啊！清九九，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倾城，你有没有搞错啊？勾搭太子的是你，赐婚的是皇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既然给了楚叶希望，有今日这场私婚也是情理之中的。难不成你只是享受被楚叶献媚的快感，而没有想着与他共结连理啊？你二妹，你帮帮我，我不想嫁给太子做侧妃。我帮不了你，要不你求求太子，让他退婚算了。不，你能帮我的。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太子的吗？我们换一换，你嫁给太子，我嫁给寿王殿下。你没病吧？就算你不想当太子侧妃，也别想着拿凤喜当挡箭牌啊！凤喜怎么可能看上你这样的？转身就走，根本就不想跟倾城说话。看不上我这样的，难道就能看上你吗？秦九九，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小八怪一个！成儿，你怎么了？你别吓娘啊！娘，我不要嫁给太子做侧妃，你帮帮我，你帮帮我吧！都是清九害我，是他害我。小叔，咱们回去吧。清九走到青羽的边上，推着他的轮椅准备离开。秦九九，我恨你！一条灵纱如长蛇一般凌空飞来，直逼向清九的面门。轮椅上的青羽反手扯住攻击清九的灵纱，用力一扯，倾城整个人也被带得摔倒在地上。以后若是有谁敢在我面前对九九动手，杀无赦。倾城狼狈地趴在地上，双眼蓄泪，却充满了恨意。小叔，咱们走。小叔，我也是你的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因为是你先对九九出的手。可是所有的事情不都是他引起的吗？是秦九九先对我不敬，是他要退了与太子的婚事，也是他为我生育，而且他还抢走了我。倾城，若是你不招惹太子，明确地拒绝他的好感，你不会有今日赐婚的事情。若你昨天不去与太子游湖，给了他希望，他也不会求皇上下旨，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与人无尤。他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咬着下唇，看着清九推着青羽离开的背影，低声呢喃：你们一定会后悔的。小叔，等解决了你的事情，这倾城母女你是如何打算的？送走吧，清慧儿坐下的时候与他们母子无关。回到内院，青青山披了一件外衣站在门口翘首以盼，见清九两个人回来，便迎上前来。传旨的说什么？你不是都知道了吗？还出来等？你这病才刚好，都不知道多穿一点。这皇帝老儿太过分了，我穿这么少也不觉得冷，我都气热了。啊？我都气热了。啊？只听过有气爆的，没听过有气热的。成儿呢，一定气坏了吧？那丫头从小心高气傲，怎么甘心给太子当侧妃？还有老二，人哪儿去了？我从醒来也没看到他们的身影，赶紧让他来见我。哎呀，爷爷，我昨晚照看了你一晚上，现在困得很，我先去睡了啊。小叔啊，爷爷交给你了。将烂摊子扔给了青羽，青羽无言以对。小姐，宫里来人了，说是让您进宫觐见，雪贵妃娘娘有请。雪贵妃娘娘，她正愁找不到机会进宫呢，这雪贵妃就来给她提供机会了。好，让来人等我一会儿，我收拾一下，马上就过去。是，自古婆婆居高位，第一次见媳妇儿都是为了下马威的。呸呸呸，谁是谁婆婆？她才不会嫁给凤喜好吗？九丫头，皇宫规矩多，不像在家里，你一定不要惹事。雪贵妃娘娘人很好，你莫要冲撞她。清九点头，心里却在想，我不冲撞她，她要是找我的麻烦呢？哎，放心吧，没事儿。不过爷爷，你得派人去一趟寿王府，告诉凤喜一声，就说他娘召我进宫去了，让他赶紧去救场，我怕场面控制不住。九丫头，寿王殿下会管你吗？你让他去，他就去吗？会去的。他娘要是找我的事儿，我肯定会还手啊。如果下手重了，这对谁都不好。青金山无语了。哎呀，你就这么跟凤喜说，他肯定会去的。爷爷，你不用担心，你孙女儿我走到哪儿都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九丫头，小心。青姑娘，奴婢是贵妃娘娘手下的丫鬟绿芜，请姑娘上马车。
马车启动，朝着皇宫而去。外面阳光正好，马车晃晃悠悠，清酒躺在矮榻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梦里，韩坛美人正在水中沐浴，背对着她，凝脂一般的肌肤上面点点水珠，看起来诱人无比。美人，转过身来啊！他一遍一遍地喊，可是美人就是不回头，急得他在岸上来回打转。美人，转过身来啊！我是清九九啊，你叫什么名字？清九九。一张银色的面具赫然映入九九的眼帘。我操，复习！娘啊，真是吓死我了！这个凤喜竟然入了我的梦，真是吓死我了！绿芜姐姐，你有没有听到那清家姑娘好像一直在喊美人儿？好好驾车。她也听到了，那清小姐喊了那么多声。车厢里的九九无语地撇了撇嘴。这韩坛美人对他的影响可真大，自从昨晚一别，这是第2次梦见他了。马车里的是不是清九九？给本公主滚出来！公主殿下，车内是贵妃娘娘的贵客，贵妃娘娘还在等着呢，望公主行个方便。本公主就问，车内是不是清九九？绿芜没有说话。本公主就问，车内是不是清九九？绿芜没有说话。哼，清九九，你好大的胆子！看见本公主还不下来行礼吗？你是缩头乌龟吗？还不给本公主滚下来！她明明是个乖宝宝呀，可是为什么麻烦总是自动找上门呢？哼，清九九，你终于露头了，本公主还以为你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呢。清姑娘，没事儿，我皇妹要找我这个王妃嫂嫂叙叙旧，我自然不会推辞。清九九，你放什么狗屁！清九一个后空翻从马车上跳下来。你都是放狗屁的吗？大胆！你给我跪下！你算老几啊？值得我跪？除了我的亲人，我只跪死人。清九九，你现在胆子大了是不是？今天本公主非打得你满地找牙不可！反手扯住楚骄阳挥过来的鞭子，接着又用力一甩，楚骄阳直接被掀翻在地。清九上前3两下用鞭子将他给捆住了。楚骄阳直接被掀翻在地。清九上前3两下用鞭子将他给捆住了。就你这点战斗力还来挑衅我？我且问问，我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来找我的事？清九九，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打我捆我，你活得不耐烦了吗？你信不信我让父皇下旨砍了你们清家所有人的头？修长嫩白的手指缓缓抚摸过楚骄阳的脸，指甲间藏着的粉末悄无声息地没入到他的皮肤之中。干什么？你别碰我！你这个丑八怪，还不赶紧将本公主放开！清九起身一抽鞭子一甩，楚骄阳整个人都被甩开，在地上滚了好大的一圈，这才从地上爬起来。清九九，你现在真是长能耐了，连公主都敢打了是吗？是你先拦的我，打的我。我不过是正当防卫，而且我还是你的王妃嫂嫂呢。你不懂尊卑我不怪你，只是作为一个长辈，还是要教给你做人的道理，否则你也不会20岁了都还没有嫁出去。都是因为你太不懂礼貌了，而且没人愿意娶你。清九九，你搞清楚了，本公主跟你可是不一样的，你是没人愿意娶你，而本公主是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招招手，不知道多少美男子排着队等着我宠幸呢。你就不一样了，20岁了啊，老姑娘。清九一怔，左右看了看，赶车的小太监还在远处跪着呢。这哪儿来的男生？莫不是出现幻听了？清九九，你的脸皮怎么那么厚？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怎么了？这年头实话都不让人说了？清九这次可真是听清楚了，眼神犀利地看向四周，还是没有见到人影。这大白天的见鬼了！你听没听到有男子的笑声？清九九，你是不是小男人想疯了啊？哪里有什么笑声？神经病！你真的没有听到？清九九，你不要装神弄鬼的转移话题。我没有装神弄鬼。公主殿下，你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走了啊！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你在路中央把我拦下来是为了什么？清九九，本公主告诉你，你自己长什么样子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凤喜哥哥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所以你最好有自知之明，离我凤喜哥哥远点儿，听到了吗？我倒是想离他远点来着，可惜不能够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死皮赖脸缠着凤喜哥哥。非也非也，是你凤喜哥哥离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呢，你要是有什么看不过眼的地方，去跟凤喜说吧，我就不陪你聊了啊！再见。
身子一转就挡住清酒的路。你瞎说什么？凤喜哥哥怎么会看上你？你是不是在白日做梦啊？被我太子哥哥退婚了，脑子坏掉了吧？不是楚叶退了我的婚，是我不要他。这个世上只有我看不上的男人，没有不要我的男人，明白了吗？毕竟我是这么人美嘴甜还善良的小九九。眼神犀利地扫视四周，花坛、假山、大树，目光定格在一处。清九九，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别说话！抓起几颗石头，对着右前方的一棵参天梧桐树就扔了上去。然后他便看到簌簌黄叶落下，一男子着红衣翩然而落，一双丹凤眼上挑，邪魅不已。楚骄阳的眼睛都直了，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这一抹红艳之色。惊艳从清酒的眼中一闪而过，美人呐，还满意吗？嗯哼。听到声音，楚骄阳终于回魂了。你是谁啊？关你何事？我是公主，问你话你敢不答？公主很了不起吗？随手一挥，那楚骄阳竟是身子一晃，直接昏迷了过去。简单粗暴。公主！吵！那红衣男子又是一挥，绿芜和赶车的小太监纷纷昏迷在地。清酒左右看了看，这里还真是人烟荒芜，竟是连个巡逻的侍卫都没有。劫财还是劫色？劫财没有，劫色可以考虑。那个红衣男子却突然伸出手摸向清九九的脸。都要？不行，只能2选1，人财两得是没门的。原来寿王凤喜的未婚妻是这样子的人。哦，原来是因为凤喜才来接近我的，还以为是被我的美貌才情所吸引了呢。你的确很美。你在嘲笑我？没，实话。你是凤喜的什么人？朋友还是仇人？有人出10万两黄金聘我，要他的命。那就是仇人了。你答应了？是啊，很划算的买卖。是吗？那不好意思了。什么？五爪成钩，直接对着红衣男子的咽喉而去，一个旋身躲过，急速后退。喂，干嘛？不至于为了凤喜跟我拼命吧？不是才赐婚了1天吗？我虽然很喜欢美人，但是更爱自己的命啊！你要杀凤喜，那不就是要我的命吗？哟，你这么喜欢他？哼，我护他，跟喜不喜欢无关。这话有意思。那男子一个格挡，挡住清酒的胳膊。别用对付那陈公主那一招对付我呀，小丫头，够毒的呀，指甲里都是毒。哼，为你准备的。一个旋风腿脱身，再次毫不留情地攻击上去。可你不是我的对手，说实话，本公子真不想杀你。紫旋鞭猛然出现在手中，对着那男子便狠狠地甩了出去。那就看看谁是谁的对手。紫旋鞭飞舞，带着雷霆之姿，对着红衣男子的面门直逼而上，罡风阵阵，鞭影重重。那红衣男子却是猛地瞪大了眼睛。紫旋鞭，紫旋鞭狠狠地挥在他的胳膊上，可是他却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到疼痛似的，只是伸出手扯住了清酒的鞭子。紫旋鞭怎么会在你的手里？母亲留下的信中明明说了，这是另一个大陆的宝贝，根本不会有人知道，除非这个红衣男子与娘亲来自同一个地方。你是谁？为什么会认识紫旋鞭？小九九，是我先问你的。你问我，我就要说啊。呵呵，手腕翻转，紫旋鞭陡然拖出男子的手，对着他的脸就挥了上去。眼瞧着清酒招招狠辣，那红衣男子迎着清酒的鞭子不退反进，一个轻身上前，竟是一把钳住了清酒的胳膊，往后一扣，清酒的身体自然前倾。这个动作远远看去，就好像清酒整个人都扑在了他的怀里。清九九，你们在干什么？清酒转头便瞧见凤喜大步而来。记住，我叫莫邪，还会来找你的。他是谁？不知道。可当清酒这3个字刚落下，就明显的感觉到周遭的气氛瞬间降了下来。凤喜，你来得挺快的。哼，怎么耽误你们好事了？啊？凤喜，你什么意思啊？没有回清酒的话，他转身就走。甩什么脸啊？我得罪你了？原本已经走出一段距离的凤喜停下了脚步。下次他再请你进宫，你不必来，你不需要见他。说完这句话，头也没回的就走掉了。剩下清酒一脸的莫名其妙。他瞧了瞧昏迷的楚骄阳，还有绿芜和小太监，走上前去掐了掐他们的人中。瞧着几人悠悠转醒，他这才离开。什么情况啊？这是这凤喜莫名其妙的生什么气啊？是因为我来见他的母后吗？这不是我愿意来的，是他娘请我来的好吗？
清酒徒步往宫门外走，却没有想到凤喜那辆骚包的马车竟然停在那儿。秦小姐，这皇宫离王府距离甚远，请上马车。哼，你家主子还算有点良心，却一抬眼就瞧见了凤喜稳稳当当地坐在了里面。我去，搞什么啊！清酒动作一顿，就要往后退，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一个用力竟是直接将他给提了上来。啊！凤喜，你有病啊！清酒揉着头冲凤喜喊道。清酒还未坐稳，外面的金耀却突然一甩马鞭，马车顿时跑了起来。清酒重心不稳，一个跟头就往前栽去，好死不死正趴在凤喜的怀里。啊！金耀，你也有病啊！走之前不知道喊一声，这个家伙的胸膛怎么……抱歉，秦小姐。凤喜，你在马车上，你还叫我上来干什么呀？孤男寡女的影响多不好。凤喜转过头，根本不理清酒，有没有搞错？这个家伙摆什么架子？而此时，凤喜的确是一句话也不想说，他的脑海里回荡的全是那红衣男子环抱住清酒的那一幕。清九九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昨日夜晚瞧见她的时候，还兴奋的一句一个美人，还相约3日后见面。这转过头来就跟别的男子搂搂抱抱。金耀，给我停车！清酒的这一吼，正在驾车的金耀当即勒住了正在奔跑的骏马，一声嘶鸣，马车硬生生的被止住了。清酒从马车上起身，凤喜，你这种人谁愿意跟你相处啊？莫名其妙的，真是个怪咖。说着就要起身往外走，藏在袖口中的手指一弹，一根银针无声无息的飞出，没入马屁股。马匹一声嘶鸣，突然撒腿狂奔起来。搞什么呀？主子，马惊了，你们坐好。身子一晃，又一次栽在了凤喜的怀里，投怀送抱。哼，你想得美！外面的骏马巨声鸣叫，车厢飞起，再一次往凤喜怀里扑去。清酒一个熊扑，竟是直接将凤喜扑倒了，而且嘴巴准确无误地撞上了凤喜的唇瓣。清酒瞪大了眼睛，这一刻还有些发懵，这是哪里？我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同样震惊的还有凤喜，嘴唇被冲撞得有些疼，嘴里似乎有一丝血腥的味道，是他从未接触过的柔软。他的心不可思议的跳动，砰砰砰，似乎就要跳出胸腔一般。啊！他被亲了，他的初吻没了，他居然跟凤喜接吻了。凤喜刚才是舔了我一下吗？啊！不要！清酒从凤喜身上爬起来，眼里那个控诉气得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凤喜慢条斯理地坐起来，整个人就像没事人一样，胸腔的狂跳还在继续。这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他从未有过。凤喜，你这个登徒子！登徒子，我若没记错的话，是你扑到本王身上来的，一连3次，终于得逞。哼！凤喜，你个王八蛋！本姑娘今天非要看看夺了我初吻的家伙长个什么样子，是个什么嘴脸！几乎是下意识的，凤喜当机立断出手了，扯住他的衣领往后一推，然后凤喜眼睁睁地瞧着清酒飞了出去，他被自己扔下了马车。主子，青姑娘怎么跳车了？无碍，继续走。他却透过车厢的窗户偷偷往外看去，正瞧见清酒捂着屁股站起来，冲着疾驰而过的马车破口大骂。不错，这个丑丫头身手就是好。哦，对了，他刚才在往外瞧，并不是在看清九九那个丑丫头，而是在看走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到王府。我靠！凤喜，你大爷的！你王八蛋，你给我等着！街道上的行人小贩都瞪着眼看清酒，一脸的好奇。都看什么看啊？想死吗？他这一吼，还真没人敢盯着他看了，纷纷将头转向一边。清酒觉得他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心里将凤喜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一瘸一拐地往清府走。哎呀，刚才那个是亲家大小姐吧？她刚才是从寿王殿下的马车上飞下来的。哦，好像是的。哎，这不会是被寿王殿下给扔下来的吧？哎，我看8成是。我跟你们说，皇上不是下旨为亲家大小姐与寿王赐婚了吗？肯定是被逼的。你们想啊，这亲家大小姐长得那么丑，之前又跟太子订婚，这会儿刚退婚就被赐给寿王殿下，肯定是这亲家挟恩图报，否则寿王殿下那么受宠，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说的有道理。寿王殿下肯定非常讨厌清大小姐，要不怎么会被寿王扔下来的？那几个人自认为讨论的声音小，可清酒走得慢呢，这话就被他给听到了耳朵里，转过身就朝那几个人走过去。这青霞大小姐长得那么难看，又被太子退婚，
还妄想嫁给寿王殿下，真是可笑。那个人说的正起劲儿，却发现周围的人都不说话了，眼神古怪地看着他。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下意识地转头，紧接着一个拳头就迎面而来。一个大男人学长舌妇，迟早被人拔了舌头。扔下这句话，清酒才转身离开。拳头果然是解决事情最快的方法。而原本在清酒身后嘀嘀咕咕的人，这个时候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了，噤若寒蝉。回到清府的时候，正瞧见倾城要出门。二妹去了一趟皇宫，怎么如此狼狈的回来了？莫不是贵妃娘娘招待不周？大堂姐，你不用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别忘了你还是太子侧妃呢。就是不知道有一日去面对太子正妃和太子母后的时候，你又会是何模样？是何种模样，就不劳烦二妹操心了。至少太子的心是在我身上的，而你，寿王殿下怕是看见你都要吐出来了吧？夜里想到妹妹的模样，怕是也会被噩梦吓醒。幸亏他这丑颜只是暂时的，这要是永久的，被人这么戳心，他肯定会痛啊。倾城，说实话，你这歹毒的样子我看着还顺眼些。就你原来那个装模作样的白莲花模样，真的不适合你。你就这样挺好的，继续保持啊。可惜了，二妹，你就是想做那白莲花都没本钱呢，谁让你长得那么丑呢？天色也不早了，大堂姐最好别让太子等太久，毕竟以后要抱着他的大腿呢。扔下这句话，清酒懒得跟倾城周旋，转身就走，只剩下清晨站在原地盯着他的背影，眼中全是恨意和不甘心。清九九有一句话说的没错，他确实要稳住楚叶，否则怎么借刀杀人呢？谢小姐，你回来了，你有客人来了，老爷让我将人领到会客厅了。谁啊？说是从寿王府过来的。现在提到寿王府，他就想到了凤喜，想到凤喜他就一肚子的气。来多久了？刚到。我过去看看。没有想到来人竟是蓝聘儿。聘儿，你怎么来了？九九，你回来了。哎，你别动了，我过去就行了。是身体不舒服吗？不是，我没事。九九你别担心。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倒出一粒药给他。他让你来的？九九，我凤喜哥哥对你真的很好，他很关心你啊，否则他肯定不会让我出门的。这个世上除了凤喜，谁敢给他委屈受啊？行了，聘儿，你要是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以后就不要在我眼前说凤喜的好话，因为我忍不住想要打人。九九，你们两个吵架了？哼，吵架？我连话都懒得跟他说。九九，你的嘴巴怎么了？聘儿终于注意到清酒的唇瓣。哪儿啊？该死的，我又想杀人了，给王八咬了。啊？怎么咬的呀？我养了一只王八，本来打算煲汤的，想看看它是公的还是母的，于是一个没注意就被咬了。你还养王八呀？那这只王八现在哪儿去了？你带我去看看吧。要看王八，回去找你的凤喜哥哥。还想再问，见九九的脸色似乎不怎么好，于是便闭了嘴。他想，肯定是九九心爱的王八被凤喜哥哥要走了，所以才会不高兴，也终于找到了九九生气的源头了。我派人送你回去吧，下次不要随便出门。你身体不好，等我帮你调理1-2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到处走了。好，我知道了。清九派人去取马车，两个人便站在门口等。九九，你那个大姐姐我不喜欢，她欺负你了？亲爷爷让她招待我，她却将我一个人晾在那儿，这个我倒是不介意。可是她知道我是来找你的，明显态度就不好了。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你，所以我也不喜欢她。难怪她进会客厅的时候，除了丫鬟，就只有聘儿一个人坐在那儿。不用管她，那只是个无关紧要之人。下次你想我呀，就派人来知会一声，我会过去看你的。你不要随随便便出门，知道吗？九九转头便瞧见雷大推着青雨朝这边走来。小叔，你怎么出来了？我听说你从皇宫回来了，所以过来看看。我没事儿。看到身旁的蓝聘儿似在偷偷打量青雨。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蓝聘儿，我的朋友。青雨冲着聘儿点了点头，彬彬有礼，大方得体。可聘儿却低着头，垂着眼，不敢去看青雨，双手交握，扯着袖口，紧张至极的模样。清九看他一眼，只瞧见聘儿的耳朵和脸蛋上都蒙上了一层粉红色，这个丫头是见到小叔害羞了吗？此时马车已经停在了清府门口。九九，我先走了。聘儿扔下这句话，便飞快地奔向马车，像是有人在身后追他似的。上了马车之后，愣是一眼没往青雨脸上瞧。九九，再见。再见。蓝聘儿走了，清九凑到了青雨的眼前，一脸疑惑地问道：
这个丫头怎么了？青羽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九九，今日去皇宫，可是有事发生？清九脑海中闪过那个红衣邪魅的男子，勾魂夺魄的眸光之中隐藏着的是凌厉冰寒的杀意。小叔，你可听说过莫邪这个名字？莫邪？青羽皱了皱眉，陷入了沉思，半晌之后摇了摇头，没事儿，就是今天在皇宫遇着了，是个美人。青羽和雷大都说不出话了。雪贵妃没有刁难你吗？我根本没见到她，我就被凤喜给截住了。她说以后雪贵妃召见我，我就不必去了。这样，早说，清慧失踪了这么多天，二房的人怎么这么安静？这倾城的心怎么那么大？爹都不见了，还有心思出去约会？什么闺女儿？你今日上午刚走，沈婉容就来闹了，爹已派府中大部分人去找了。啊？清九摸了摸鼻子，有些心疼青青山。这个老头若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可怎么办呢？能承受得住吗？九九，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清慧弄回来？爹今日得知她已失踪1天1夜，已经准备报官，被我拦下来了。小叔，爷爷那边靠你了，再给我1天的时间。转身往府外走去。这边蓝萍儿刚刚离开清府，脑海里都是那清秀俊美的男子，长得真好看呢，就像是画本子里描写的贵公子，五官精致的像是笔墨描绘的一般。他的名字好像叫做青羽呢。蓝萍儿支着下巴，呵呵的傻笑。回到寿王府，没想到凤喜哥哥竟然在等着他一起吃饭，这可是难得的殊荣啊。餐厅里，桌上摆放了10几样精致的饭菜。蓝萍儿静了手坐下，准备开动。另一边的凤喜已经开始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凤喜的用餐礼仪非常优雅，整个过程美得犹如一幅画。蓝萍儿也不说话，她的神思还有些恍惚，眼前一直飘悠着的是青羽冲着她点头的那一幕，手里捏着一块南瓜饼，半天没吃。她心里正在懊恼，今日去找九九的时候，应该穿那条水粉色的裙子，再往脸上涂一些胭脂，让气色看起来好一些才对，而不是现在这病殃殃的模样。吃完了？吃完了。蓝萍儿有些心虚的将南瓜饼放下，其实她没有吃饱啊。在想什么？蓝萍儿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我在想九九的王八呢。就是我去看九九，发现他的嘴唇破了，他说是被王八咬的。萍儿话音一落，就感觉四周的气流加速的流动，冷空气嗖嗖的。哎，又要变天了吗？那个丑丫头竟然敢骂他是王八，真是好大的胆子。然后呢？然后我想去看看那只咬了他的王八嘛。九九说让我来找你。凤喜哥哥，你拿了九九的王八吗？噌的一声，凤喜从椅子上站起来。好，很好。青九九这个丑丫头，看来还是受的教训不够。凤喜哥哥，你怎么了？蓝萍儿疑惑的抬头看向凤喜，却像是突然发现新大陆似的，双眼紧盯着凤喜的唇瓣。哎，凤喜哥哥，你的嘴巴也被王八咬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王八。说完也不去看萍儿，转身就出了饭厅。见凤喜走了，萍儿坐下来继续吃饭，可脑中却在寻思，这个王八还挺厉害，咬了九九又咬了凤喜哥哥，难道凤喜哥哥也是在看他是公还是母的时候被咬了？可是为什么一个是下嘴唇靠右，一个是上嘴唇靠左呢？这个方位蹭蹭的跑向门口。凤喜哥哥，你跟九九合起伙来骗我，你们根本不是被王八咬了，你们是接吻了对不对？于是这一喊，半个寿王府的人都知道了，殿下跟亲家九九接吻了。凤喜哥哥，你们是接吻了对不对？我肯定不会猜错的。凤喜却是脚步都加快了不少，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将这个妹妹接到府中？真是太吵了。金耀出来。站在翠峰楼的门口，清九招呼一声，金耀立马现身。你回府一趟，去喊凤喜过来，就说我找他有10万火急的大事，我在翠峰楼天字1号包厢等他。是。转身就朝寿王府奔去，风一样的速度。清九见金耀离开了，从蓝戒中拿出半截面具，往脸上一扣，这才走进翠峰楼。客官，您几位？2位，天字1号房，醉鸭、酱爆猪肚、凤尾鱼翅，爆炒田鸡、佛手金卷、枣泥糕，先给我上这6个菜。好嘞，客官您楼上请。便立刻有人上前带清酒上楼。相比起1楼的喧哗，2楼要安静很多，环境也优雅。
哦，对了，你去帮我跟厨房说一下，再加一个脆皮黄瓜，爽口的。好嘞。那小二哥转身下楼，清酒熟门熟路的往天字1号房走。爷，二妹妹心里还是怨我的。之前我出门的时候遇到她，她还羞辱了我。这不是倾城的声音吗？这个秦九九是不是又欺负你了？这个丑八怪简直是欠教训。爷，她毕竟是我的二妹，而且我又跟你在一起了，你毕竟是她爱了那么多年的人，她心中有怨气是难免的。我被欺负也无所谓的。这个倾城又在装白莲花了。还有这个楚叶，只长个子不长脑子。爷，你要做什么？你千万不要做对二妹不好的事情。小叔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你要是再对二妹做什么，小叔一定会更讨厌我的。提到青雨，清九离开的脚步又停住了。那个残废啊，你不是说他都向着秦九九那个丑八怪吗？我连他一起教训，一个瘸子而已。而且我早就想教训秦九九那个丑八怪了，他3分2次对我动手，我一定要报仇。爷，成儿，你是我的侧妃，很快就要嫁到太子府，这件事你不要管，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这东西是我从一位嬷嬷手中弄来的烈性春药，我打算给秦九九服用，将她扔到万花楼去，让她丑女变当妇，这样不但她没脸活了，就连凤喜也要跟着丢人。而包厢外面的清九脸色是越来越冷。爷，这不好吧？没事，这事你不要管，你马上就要成了我的女人了，我肯定不会让秦九九那个丑八怪欺负你的。还有那个瘸子，他要是敢给你脸色看，本太子剁了他喂狗。成儿，过来，让本太子亲切。清九冷着脸，一步一步地朝天字1号包厢走去。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了。酱爆猪肚，客人请慢用。帮我点一个莲子银耳汤，马上做。好嘞，客官请稍等。很快银耳汤就被端了上来，2个白色的小瓷碗，上面描绘着蓝色的涂鸦，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客官请慢用。好，谢谢。清九勾唇一笑，晃得小二哥眼神都直了。不客气。小二哥回神，仓皇而逃。真是有意思，要是我把这面具拿下来，小二哥肯定不是这副痴迷的样子啊。他应该会吓得肝胆俱裂吧。清九端起银耳汤，起身走向隔壁的天字2号房，砰的一脚将门踹开，手中的银耳汤竟是稳稳当当，半滴都没有洒出来。包厢里的画面真是养眼啊！楚叶的头正埋在倾城的胸前，倾城则是坐在椅子上，双手抱着楚叶的头往外推，欲拒还迎。谁活得不耐烦了？清九九，他怎么在这儿？来了多久了？刚要开口，却突然听到旁边楚叶咕咚一声吞咽口水的声音，转头就瞧见楚叶双眼发直地盯着门口的清九。这位姑娘可是走错包厢了。这楚叶没认出我来啊，真是笨得够可以的。看看人家倾城，第一眼就认出他了，否则眼中的阴狠不会这么明显。楚叶，你没毛病吧？他走上前来。姑娘竟然知道我的名字，那自然也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们可曾在哪里见过？姑娘，你笑什么？楚叶，我真替你的智商感到着急，你是不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啊？猴子派来的什么？此时倾城沉着一张脸走到楚叶的身边。太子殿下。哦，倾城姑娘，你先等本殿下一会儿。楚叶立刻往旁边一挪，清晰地拉出跟倾城之间的距离，想要在美人面前刷好感。倾城简直气得要死，脸上的表情都要绷不住了，尤其是看到清九那冲着他似笑非笑的表情。这位姑娘，你是哪家子的贵女？本殿下为何从未见过你？他推开楚叶，走进包厢里，自在的像是进入自己的地盘似的，手中的2盅蜜耳汤往桌子上一放。这蜜耳汤翠峰楼做的特别好吃，你喝了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听到他的话，楚叶二话没说就冲了过去，端起蜜耳汤就要喝下去。殿下，莫要喝。你干什么？楚叶赶紧去看清九九，看看美人是否生气。二妹，是你吗？你为何要如此捉弄太子殿下？二妹？什么二妹？太子殿下，这是我二妹九九啊。什么？秦九九，
真的是你？前未婚夫，这才几天你就不认识了？秦九九，你这个丑八怪，没事戴面具干什么？切，傻逼太子！成儿，刚才我……什么也不用说，不是太子殿下的错，是我二妹太有心机了，不但化妆易容成美女的模样，还特意来勾引殿下，我都差点被她骗了。幸好最后关头被我认出来了。二妹她来给我们送汤，殿下莫要喝，便是加了什么东西才好。我不会放过她的，秦九九，还有凤喜。倾城垂下眼帘，掩饰住他眼中真正的神色。凤喜是他的，谁都不可以染指，所以清九九必须死，楚叶也必须死。凤喜等了半天也没见清九说话，抬起头就见他正慢条斯理地吃着桌子上的美味。你不是说找我有天大的事儿？请你吃饭不是天大的事情吗？你什么态度？你想要我什么态度啊？对待一个将我从马车上扔下去的人，我这个态度已经够好的了。本王刚才帮了你，功过相抵，扯平。谁让你多管闲事了？秦九九，你对他们动了手脚。哼，怕了呀？怕我也对你下暗手？成儿，刚才我……什么也不用说，不是太子殿下的错，是我二妹太有心机了，不但化妆易容成美女的模样，还特意来勾引殿下，我都差点被她骗了。幸好最后关头被我认出来了。二妹她来给我们送汤，殿下莫要喝，便是加了什么东西才好。我不会放过她的，秦九九，还有凤喜。倾城垂下眼帘，掩饰住他眼中真正的神色。凤喜是他的，谁都不可以染指，所以清九九必须死，楚叶也必须死。凤喜等了半天也没见清九说话，抬起头就见他正慢条斯理地吃着桌子上的美味。你不是说找我有天大的事儿？请你吃饭不是天大的事情吗？你什么态度？你想要我什么态度啊？对待一个将我从马车上扔下去的人，我这个态度已经够好的了。本王刚才帮了你，功过相抵，扯平。谁让你多管闲事了？秦九九，你对他们动了手脚。哼，怕了呀？怕我也对你下暗手？傻逼太子！你以为你戴了面具就变成美女了？丑八怪永远都是丑八怪。对着楚叶的脸便连打了3拳。他是你能骂的？凤喜，你打我！以后再让我听到你骂秦九九，我敲碎你每一根骨头。你敢？你可以试试。清九始终淡淡地看着这一幕，遗憾地看了一眼桌子上被他加了料的芙蓉汤，不知道这2个人还有没有心情喝啊？只见倾城双眼落在凤喜身上，目光一眨不眨，眼中是深深的痴迷之色。这倾城竟然喜欢的是凤喜吗？之前楚叶是他的未婚夫，虽然不被他放在眼中，可毕竟那个时候还没退婚不是？这倾城便欲拒还迎地勾引楚叶，现在他的未婚夫是凤喜，他又开始觊觎凤喜，这倾城是跟他干上了呀！凤喜，走了，却在转身之际将无色无味的药粉洒在了空中。听到清酒的声音，凤喜1秒钟都没有多待，转身跟着清酒出去了。太子殿下，别生气了，你帮我一件事情，之前你将我从马车上扔下来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不一笔勾销，你又能怎样？清酒深呼吸，将怒气压制，寻思了一会儿说道，我还可以附带条件，一会儿带你去看一场年度动作大戏，保证质量，绝对天上有地上无。年度最佳动作大戏，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秦九九，你又害人了。害人？人不害我，我不害人，我只是把他们要对我做的还给了他们而已。何必麻烦，直接杀了不是更好？此时清酒起身，慢慢地凑到了凤喜的眼前。想说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对待那些欺负了我和我家人的狂妄之徒，通常都会让他们生不如死。凤喜手中的杯子直接被他碾碎，这个清九九什么意思？总觉得他口中的这个狂妄之徒说的是他。你没事吧？哼，死不了。他起身就要往外走。哎，凤喜，你等等，我话还没有说完呢。男女授受不亲。 What？ 你不是受伤了吗？我给你上药啊！清酒拿出一瓶止血化瘀的药粉，一点一点地倒在了凤喜的伤口上，又不拘小节地从裙摆上撕了一块纱给她包住，顺便打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好啦，那个大大的蝴蝶结很精致，但是显然不适合她，可是她却不想扯掉。你说找我什么事？我现在急需一株幻灵草，你有办法帮我弄到吗？这世上还有本王弄不到的东西吗？这个凤喜装的可以啊。
可是本王凭什么要帮你弄？不是说了带你去看一场最佳年度动作大戏吗？还有呢？这话是有戏的意思啊。但是他提出的条件不够他现在立马就答应。本王若是给你弄到了这幻灵草，你给本王什么谢礼？你要什么呀？本王若要，你给得起？你要天上的太阳，我当然给不起啊！谢礼自己想，若没有诚意，别想本王来帮你找幻灵草。行，我知道。此时，旁边天字2号房的包厢传来声音，似乎是楚夜跟倾城就要离开了。清酒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走啊，带你去看年度动作大戏，保证精彩。哦，对了，这桌子饭菜还没有结账，你放点银子桌子上，我请客，你开钱。凤喜无语了。清酒和凤喜出了包厢，正好瞧见楚夜跟倾城一块出来。大堂姐，太子殿下可吃好了？二妹，我们吃好了，这就走了。哼，成儿，不用跟他们说话。可是这话一落，楚夜下意识地去看了凤喜一眼，果然就感受到了刀一样的锋利眼神，赶紧闭紧了嘴巴，免得又惹怒了凤喜这个疯子。我们也吃好了呢，所以一起走啊，大堂姐。不用了，本太子跟成儿还有事，就先走了。那就再见喽。临走之际，倾城扫了凤喜一眼，那目光委屈中带着点媚色。妹妹喊我，为何总要加一个堂字？怪别扭的。大堂姐，这话真有意思啊！你本来就是堂的，难不成要叫你表的？倾城真是要气死了，想发火，但是还要维持她那柔弱娇美的形象，只能泪光连连的往凤喜那边看了一眼，却发现凤喜连个眼神都没有施舍给她。秦九九，你不要太过分。我说的是实话呀，他就是堂的。秦九九，你，成儿，我们走，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楚夜一把拉过倾城，蹭蹭的往楼下走去。他怕自己又一次忍不住冲上去跟秦九九打起来。再见，不送。转过头来却发现凤喜正盯着他看。怎么啦？喜欢我大堂姐这样的？奇丑无比。扔下这么一句话，凤喜抬脚就走。我靠！要是倾城知道他在凤喜的眼里是这么一个评价，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这边楚夜跟倾城出了酒楼，两个人因为倾城与凤喜的出现，心里都有些郁闷，并肩而走。可是越走，倾城越觉得身体不对，忍不住转头看了一眼楚夜，却见楚夜也正转头看他。本来楚夜的脸因为被凤喜打了3拳，肿胀不堪，可是这会儿看去，倾城竟然觉得楚夜也是蛮好看的。成儿，怎么了？热？不热呀？楚夜看了看天，虽是太阳高照，可也是初秋凉爽，哪里热了？再看一眼倾城，只见他媚眼如丝，灵台一闪，顿觉醒悟。成儿，我前面有一处别院，我带你过去喝点水吧。啊，好，我也渴了。楚夜激动的全身发颤，拉着倾城的手往他的别院走去。清九九和凤喜走出酒楼，算计着时间，倾城体内的药效差不多也该发作了。凤喜，走了，去看动作大戏啊！你去吧，我还有事。随便。看着清九毫不留恋的背影，心里又不舒服了。这个丑丫头就不会挽留一下吗？原本打算回府，竟然鬼使神差的跟上了清九九的脚步。楚夜原本想带着倾城去他的别院的，可是脑袋一热，竟是鬼使神差的带着他去了万花楼。一进屋子就将倾城整个人抱住。成儿，让本太子抱抱。倾城只觉得口干舌燥，脑袋晕晕乎乎的。若是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那就真的是蠢。不行，如果他真的跟楚夜发生了关系，那么他心中所念所想的就永远无法达成了。成儿，你早晚是本太子的人，现在就从了我又如何？走开！一把将楚夜推开，踉踉跄跄的往门外走，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直接抓住倾城的衣服，撕拉一声，倾城的外裙被撕裂。清酒坐在屋顶上，屋内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皮肤真白。你说的年度动作大戏在哪里？喏，看下面。倾城被压在地上，裙衣破破烂烂，楚夜正趴在他的身上，往下扒他的亵裤，而倾城正在奋力挣扎，噌的一下从房顶上站了起来。这就是你说的看戏？对啊，你不喜欢看啊？无聊。我没觉得无聊啊，你不喜欢看你就走好了。她一个未婚少女适合看这种事儿吗？她虽从未来过这种地方，此刻却也明白了这是哪儿。秦九九，跟我走。
你自己走啊，带上我干嘛？楚叶，你放开我，扒我！却原来是楚叶已经将自己扒光了，正趴在倾城的身上来回磨蹭。城儿，你早晚是我的人，就从了我吧。身材倒是不错，可惜硬不起来。忽觉劲风而来，凤喜一个飞身上前，有病啊！一个后空翻站起来，要看就看，不看就滚，管什么闲事儿？还是你喜欢的倾城啊？舍不得就下去救啊！你说什么？我说你既然喜欢倾城，那就下去救。眼瞧着清酒冲他甩过来的拳头，接着用力一扯，凤喜直接吻住清酒的唇瓣。这一瞬间，凤喜心中涌起的冲天怒意奇迹般的平息了。我操！凤喜这个变态又占我便宜吗？你给我放开！可是刚刚张嘴，便给了凤喜可乘之机，灵活的舌头瞬间窜入了他的嘴里，牙关一合，狠狠地咬上了凤喜的舌头。凤喜终于放开清酒，薄薄的红唇血色晕染，看起来魅惑诱人。凤喜，你竟敢如此羞辱我！呼的一下抽出紫旋鞭，对着凤喜就甩了上去。亲九九，竟是内力一聚，对着清酒脚下的板砖就打了上去，整个身体迅速下坠。凤喜一把拽住清酒的手，在空中一个旋转，两个人便平稳地落在了地上。我用得着你假好心吗？走。他抓起清酒的手就要离开这儿。少王殿下，救命！爬起来跌跌撞撞的就向着凤喜跑过来，却在下一秒，只见凤喜直接出腿，直接昏死了过去。凤喜亲九九，你们两个真是阴魂不散，实在是太讨厌了。他的身体出了毛病，被这两个人全看到了，竟是一把抽出身上的佩剑，凤喜却陡然出手，金色的软剑自腰间而出，对着楚叶反手就砍了上去。撕裂的惨叫声响彻云霄，清酒清清楚楚地瞧见楚叶拿剑的胳膊掉在了地上。凤喜他竟然砍掉了楚叶的一条胳膊！以后再敢对他动刀动枪，就不是被砍掉一条手臂这么简单，听明白了吗？锐利的金色软剑横在了楚叶的脖子上，吓得楚叶连大气都不敢喘，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凤喜，你这个卑鄙小人，竟然说的一副好像是为了给他出气，所以才动手砍了楚叶的胳膊，这事儿可跟他没什么关系好吗？被骂了一句，凤喜转头沉沉地看向清酒，薄唇紧抿。清酒骂他，他也没有还口，只是盯着清酒的脸，目光复杂。楚叶已经疼得进气少出气多了，脸色煞白，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血过多而死了。这药可是我花了大价钱配置的，我给你用救你的命，否则你都要失血过多死了。你一定要活下去啊，这样才能找凤喜报仇。楚叶，你放心，你死不了的啊！你记住，是凤喜害你的，你好了之后呢，要报仇就找凤喜。楚叶怔怔地看着清酒，人之将死，才看清楚谁对他是最好的。抬眼就看见楚叶双眼发亮地盯着他。秦九九，以前是我做的不对，直到这一刻，我才看清楚谁才是最爱我的人。你放心，等我好了，一定会让父皇再次赐婚，做我的太子妃。噌的一下站起来，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楚叶，你没病吧？此时站在身后的凤喜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听到楚叶的话，心中更是怒火翻滚，上前一步，将刀柄往楚叶头上拍，直接将楚叶给拍得昏死过去。神经病！清酒嘀咕了一声，起身就往外面走。凤喜却伸出手去扯他的胳膊，别碰我！清酒很快的就从后门离开了，凤喜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凤喜步子大，3两步上前挡在了清酒的面前。干什么啊？凤喜站在清酒的前面，红唇张了张，可愣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着？想道歉啊？我不接受！但是凤喜，你带给我的侮辱我可全都记着呢，总有一天我会打败你，让你富贵在我的脚底。亲爱的兽王殿下。秦九九，你是不是给本王下药了？啊？你被下药了？有点热。清酒赶紧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凤喜，没看出这家伙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也不是，如果凤喜对劲儿的话，是肯定不会吻我的。不是羞辱你，是没控制住。没控制住？你怎么不扑倾城啊？现在好了吗？还是想亲？我的妈呀！清酒撒腿就跑。哎，你赶紧去找一个女人解决一下吧，别坏了啊！凤喜瞧着清九九的背影，他有这么可怕吗？
想到清酒让他去找个别的女人，心情瞬间阴云密布。回到府中，聘儿正在外面晒太阳，见到凤喜进来，便凑上前去，双眼紧盯着凤喜的嘴巴。看什么？凤喜哥哥，你的嘴巴又被王八给咬啦？凤喜一愣，摸了摸唇瓣，果然又磕破了。他长这么大，一共2次接吻经验，都是跟清九九那个丑丫头，结果2次都磕破了。凤喜哥哥，你有什么烦心事吗？却见到凤喜点了点头，然后嗯了一声。聘儿简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拽着凤喜就坐到了旁边的竹椅上。凤喜哥哥，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聘儿说说，聘儿可以帮你解惑。凤喜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开口，急得聘儿抓耳挠腮的。半晌之后，凤喜呼出一口气，起身了。凤喜哥哥，你不跟聘儿说？可凤喜哪里会搭理他，抬脚就走，明显是一副害了单相思的模样。凤喜身子一僵，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离开。他撕清九九，有没有搞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全是清九九。想到清九九，就想到那个丑丫头求他办的事情，于是便将他的属下火药喊了过来。主子有何吩咐？通知下去，利用府中的关系网，去寻找一种幻灵草的药材，速度要快，明天本王就有。是。凤喜抿了一口茶，脑海中却幻想着他将幻灵草交给清九九那个丑丫头的时候，那丫头感恩戴德的模样，还有他的谢礼。凤喜起身，将那放在盒子里的油纸拿了出来，又吃了一块桂花糕，数了数，只剩下4块了，竟然有些期待清九九给他的谢礼。清九寻了一条小路，那里可以直通清府的后门。进了巷子，却忽觉阴风阵阵，前方4个黑衣人手持大刀，冷冷地盯着他。一转头，身后的路也堵死了，所以这是刺杀了。一起上！上！8个黑衣人全都冲了上来。8个黑衣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甚至紫旋鞭都没有拿出来，便有4个人倒地了。哼，想死啊？我送你们！没有人瞧见他是如何动作的，只能看到他娇小的身子不断的攻击、躲避，空中只余下一道残影。清酒缓缓落地，周围全是被一招毙命的黑衣人。此时只剩下了那发出命令的黑衣人，看到一地的尸体，开始缓缓的后退。想走啊？那黑衣人转身就逃，清酒手中的匕首却猛地扔出，一声惨叫，黑衣人应声倒地。哼，谁派你来杀我的？那男子竟是瞬间自断经脉而亡。清酒抬头，竟是皇宫中遇见的红衣美男，姿态随意地坐在墙头上。莫邪，然后将匕首收起来，抬脚就走。嗨，小九九，就这么走了？从墙头上落下，3两步追上了清酒，笑得邪魅无比。有事儿？小九九，没事不能找你了。我跟你不熟。盯着眼前的莫邪，心里感叹，真是美男子一个，可惜是个有毒的妖孽。伤心，你竟然这样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报过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嘿嘿，我想知道你的紫旋鞭是哪里来的。你问这个做什么？我想知道紫旋鞭的主人现在在哪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所以说你是知道紫旋鞭的原主人在哪里了？紫旋鞭的主人就是我，所以你想干什么？唉，小九九，我并不想与你产生冲突。那就让开，别挡我的路。真不可爱。天色微暗，月光清凉，风起，吹起了2个人的发丝。下一秒，清酒动了，铁扇挡住紫旋鞭的攻击，碰撞出刺目的火花。清酒手下毫不留情，一边又一边的直逼莫邪。莫邪招招抵挡，动作行云流水，魅惑的像是在跳一曲美人舞。小九九，我们不必结仇，可以做个交易。我知道今晚要杀你的人是谁，我告诉你，你也告诉我紫旋鞭的主人现在在哪里。不说出你的目的，休想我告诉你！一声虎啸出山，边影重重，猛虎出山，嘶吼一声便朝着莫邪冲去。看着那似真似幻的猛虎，莫邪有一瞬间愣住。啪的一声，在他绝艳的脸上留下一道痕迹。怎么不躲啊？我是真的想知道紫旋鞭的主人在哪里。你跟紫旋鞭的主人是什么关系啊？当年我遇到他的时候，他也是用的这一招猛虎出山。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难道说母亲与莫邪是故人吗？他是谁？莫邪看了他一眼，抿着薄唇，脸上的伤口凄美绝艳。他像是一只化了人形的妖狐，勾人心夺人魄。若是定力稍微差点，就要陷入这邪魅的双瞳之中了。是我寻找了16年的人。他也不过20岁左右的模样，
却寻找紫萱边的主人14年之久。你找他做什么？莫邪的眼神落在清酒的脸上，良久之后才开口：报恩。我娘救过你。你娘？莫邪震惊地瞪大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清酒，那双邪魅无比的凤眸充满了不可思议。不信啊？是不太像。我长得像我爹不行啊？行。你还没说我娘跟你什么关系呢？若是没有你娘亲，现在这个世上不会有莫邪这个人了。当年我只有4、5岁，被家族人追杀，是你娘救了我，所以我发誓一定要找到他，报答他。小九九，我可以去见见你娘亲吗？清酒抿着唇瓣看着莫邪，他脸上的边痕凄美绝艳，双眼中都是期盼和小心翼翼的光芒。这一瞬间，他竟然不忍心去熄灭他眼中的光。良久之后，清酒终于开口了：我娘亲已经去世了。你说什么？怎么可能？你娘亲怎么可能去世呢？我当年遇见她的时候，她也不过是16、17岁的少女，如今不过16年。你娘亲她是为何故？被奸人所害。清酒话音一落，便感到莫邪身上突然散发出强烈的杀意。是谁？你的心意我代替我娘亲领了，你的恩情已还。至于为我娘亲报仇的事情，你不必牵扯，我自己来就行了。你走吧。行了。你不说，我会一直缠着你。清酒走，莫邪就在后面跟着，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距离。莫邪，我跟你并不熟，只是你与我娘亲存在一次救命之恩。既然我娘亲已故，恩情到此为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并且不希望过多的外人参与，所以你不必掺和其中。你瞧不起我？不是瞧不起你，是我娘的仇自然由我来报，而我与你显然是不能一起共事的。为何？你不是要杀凤喜吗？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不告诉我你娘亲被谁所害，不允许我替自己的恩人报仇。小九九，你有些自私了吧？你这可是不孝。我不孝？你想杀了你救命恩人唯一的女儿，你还是恩将仇报呢？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还是你以为这帮蠢得要命的杀手是我派来的？清酒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看得莫邪尤其郁闷。小九九，你真的冤枉我了。你知不知道你爱凤喜爱得要死，可是人家的娘却是想要你的命。你瞎说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爱凤喜爱得要死了？还有，你说要杀我的是凤喜的娘雪贵妃，消息可靠吗？你问题这么多，让我答哪一个？你就一个一个的说。你要不爱凤喜，干嘛管她死活？我要杀她，你还对我动手了呢。所以你不用否认，本公子一眼就猜出你那点心思。放屁吧你！哟，还恼羞成怒了。清酒一巴掌扇了过去，恼羞成怒你妹啊！难怪凤喜娘派人杀你，那个雪贵妃美貌艳艳天下，肯定是看不上你这样的儿媳妇的。我哪样了？哼，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算你有眼。小九九，你真是有谜一样的自信。不过你要听我的话，最好不要嫁给凤喜，他们皇族乱得很。凤喜怎么了？有什么秘辛？莫邪见他眸光晶亮，在月光照映下显得诙谐无比，他的心一跳，只觉得砰砰响得厉害，匆忙别开眼。你答应本少爷别嫁给凤喜，本少爷就跟你说，绝对不嫁给他。真的？这有什么假的？本姑娘想嫁的另有其人，本姑娘想嫁的另有其人。谁呀？哎，你到底说不说啊？哼，就你这暴脾气，被你惦记的男人也算倒霉。清酒扬起手，做出要打他的模样，莫邪这才住了嘴。外界都传凤喜乃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儿子，可其实不然，本少这次杀凤喜的委托就是他老子提出的。凤喜与楚风根本就是面和心不和，有意思。他老子想杀儿子，他母后想杀儿媳，你说这一家人乱不乱？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两个人此刻已经走出了小巷子，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你不相信我，还问那么多？清酒没有说话，可是脑子里却一直在想着莫邪说的话。突然就觉得凤喜其实也挺可怜的，自己的亲爹竟然想杀他。我问这么多，是想看看你人品怎么样。身为一个杀手，连最基本的保密工作都没做好，实在是没有操守。小九九，除了你，我不会跟第二个人透露买家的信息的，因为你是我恩人的女儿，所以我才无不言言无尽的。知道啦，跟你开玩笑的。小九九，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没有你的娘亲，这个世上不会有莫邪这个人。我的命是你娘亲的，如今恩人已逝，那么我的命就是你的。日后谁敢欺负你害你，我莫邪第一个饶不了他。你不用，你不必拒绝我，以后守护你不被欺负，是我莫邪今后要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谁能欺负得了我啊？清九的内心是有震动的，对莫邪的守信和承诺。也对，小九九，你心可黑着呢。在皇宫那会儿，我可是看到你给那个傻公主悄无声息的下药了，真是坏得一本正经。你现在是要跟我一起回家吗？两个人说了一路，清九这会儿才发现，马上就要到清府了。不欢迎吗？我想去看看你娘亲生活过的地方。非要晚上去吗？白天不可以吗？清九头疼，想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带这么一个勾魂夺魄的妖孽回家，她爷爷和小叔会怎么想？就在今天晚上，我一刻钟也等不了。清九无语了，那你先躲起来啊，我跟我爷爷解释一下，到时候你再出来。哦。清九和莫邪回到清府，却发现大门敞开，府内灯火通明，整个清府明显陷入一种很紧张的气氛当中。你们家出什么事了吧？抬脚就要往里面走。哎，等等等等，你先别进去，我一个人进去，你躲起来就行了。有事儿我会喊你的。他这个人虽然随意随性，可也不能黑天带个男人回家。小叔爷爷那可都是老糊涂。哦。清九这才抬脚进了府内。大小姐，你可回来了，真的出大事了。什么事？大小姐，跟我来。王府带着清九直接去了后院，远远的就听到了青金山的声音。再给我加大一队人马，大街小巷都要找。青羽坐在轮椅的旁边，低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院子里有许多生面孔，却都腰背挺直，看起来就是当过兵的人。得到青金山的吩咐，这些人便训练有素的撤退，去执行任务。大小姐，是二老爷和倾城小姐不见了，老爷都急疯了。好，我知道了，王伯你去忙吧。爷爷，小叔。九丫头，出大事了！你二叔他失踪了2天1夜，茶馆客栈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他的身影。还有你大姐，说是与太子会面去了，可是太子出了大事了。爷爷听说他被人砍掉一只胳膊，是在妓院里面被找到的。可是你大姐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九丫头，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吧？莫不是皇位上的那位又出手了？清九被青金山一连串的告状弄得哑口无言，抽空看了青羽一眼，只见他坐在那儿，脸色苍白，薄唇紧抿，显然是在压抑痛苦。青金山这般担心二房的人，小叔心里肯定特别不好受，而且还不能够实话实说。爷爷，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呀？那些是我的一个旧部的手下，我借调过来去找你二叔跟你大姐，真担心他们会出什么事。爷爷放心吧，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九丫头，你是不是知道你二叔跟你大姐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爷爷，你都派了这么多人出去找二叔了，肯定很快就会找到的。还有倾城，他那么聪明，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唉，咱们倾家本族人丁凋零，爷爷再也不希望你们任何一家人出意外，尤其是你二叔，他已经死了一个女儿，成儿是他最骄傲的孩子，可再也不能出什么事了，否则爷爷九泉之下如何面对他的爹娘？叹了一口气，若是将真相告诉他了，不知道这个老头还能不能承受得了。老爷，大小姐回来了，大小姐没事儿。爷爷，成儿，你是去哪里了？担心死爷爷了。你知不知道太子他被人砍了一只胳膊，你又不见踪影，吓死爷爷了。爷爷，我没事，太子的事情我全然不知。我今日去找小姐妹畅聊琴棋书画了，所以才会回来的晚了些，让爷爷担心了。衣服是换过了，看他脸色略显苍白，也不知道他身上的药效解了没有，看不出他跟男人睡了没睡。可是这个模样的倾城却也让青九九心里警惕了起来，是太能忍了，还是准备好报复的招数了呢？爷爷，还有什么事情吗？若是没有，晨儿想下去休息了，今日一天也是累了。快去陪陪你娘吧，你爹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你娘闹了半天，这才劝下去休息了。爹爹还没有回来吗？爷爷，有什么消息一定要通知我，我先回去看看我娘。太子断了一臂，算是废了。
楚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打算去找凤喜摊牌，推他上位。考虑好了。我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凤喜与皇帝楚风是面和心不和，楚风几次派人杀他，想要他的命，根本就不像外界传的那般受宠。哪里来的消息？是，哎呀，我忘了一件事儿，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母亲的故人，想来拜会一下咱们家，因为天色已晚，我就给挡在门外了。既是你娘亲的故人，何有将人挡在门外的道理？快将人请进来。哦，清酒点了点头，推着青羽转了个弯就往前院走。青金山还在忙活，来回走着叹气。莫邪，你进来吧。青酒冲着夜色喊了一声，可是除了虫鸣之声之外，没有任何回应。莫邪，人呢？难道是走了吗？九丫头，你喊谁呢？一个朋友。什么朋友？青酒刚要解释，可是一开口却突然胸口绞痛，竟是疼得他站不起来。我先回去看看我娘。说完这句话，倾城匆匆的便往自己的院子走，竟是一眼都没有看向青九，一转眼就瞧见他的孙女儿跟儿子都在盯着他看。你们俩有什么话要说吗？青九和青羽同时摇了摇头。你们二叔不见了，你们都不担心吗？青九九叹了一口气，推着青羽转身就走。死不了的。臭丫头，怎么说话呢？总觉得自己的小儿子跟孙女儿表现得有些奇怪，而且态度冷淡了不少。可是不应该啊，这可是他们的二叔呢。天色寂寥，月光清透，可青羽身上压抑的疼痛和恨意却那么清晰地传达起来。小叔，爷爷他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小叔，凤喜已经帮我去弄幻灵草了，幸亏他活不久，我很快就会将他交到你的手上。九九，太子断了胳膊的事情跟你有关吗？不是我呀，是凤喜。是他？然后他的胸口处慢慢的溢出鲜红的血渍。九丫头，你怎么了？青九也是一脸的茫然，这他娘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于是他转过身子，背对着青金山和青羽，将扣子解开，血淋淋的一道伤口清晰无比，他真的是被人给伤了。我操，这什么情况？青九迅速的将止血药粉倒在了伤口上，整个表情都是懵的。九丫头，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却突然轰隆一声，平静的夜晚突然响起一声惊雷，雷声滚滚，似是从天边而来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凤喜他娘的受伤了。吼完这句话，青九拔腿就跑，脚下生风，一路奔跑加谩骂。这该死的凤喜，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七月石，那该死的七月石，诛司仆啊，诛上仆上，该死的凤喜，你是不是受伤了？一口气冲到了寿王府，一地的血腥，杀气冲天。他顺着血腥味一路跑到了战场，竟是关押清惠地牢院子的方向，心里咯噔一下，脚下的步子更快了。等到了眼前，青九真是被眼前的一幕给刺激得不轻，天崩地裂，沙石飞溅，两个人在空中打得难舍难分。凤喜，你是不是东西啊？看不上小九九，你说一声。既然抓了人家二叔，本少今日就是来替小九九教训你的。你跟亲九九什么关系？我们俩什么关系？你有资格知道？凤喜手中的金剑挽出一个剑花，就冲着莫邪的脸刺了上去。剑光四溅，刀光剑雨，两个人正面对上，扇风凌厉如刀，唰的一声割破凤喜的手臂，鲜血瞬间溢出。青九默默地低下头，他胳膊同样的位置，一道血口凭空而出。妈的，果然是这样！都给我住手！两个正在打斗的人双双停手。小九九，你怎么来了？莫邪率先开口，嗖的一下跑到青九的身边。小九九，我跟你说，你二叔就是被凤喜抓起来了，他把你二叔给折磨得够呛，多亏了我消息来源广来源快，否则你二叔就要死在凤喜手里面了。谁让你来的？你怎么这么凶我？我不是怕你和你的家人担心吗？我启动了整个杀手盟，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查出你二叔的下落。不是让你多管闲事了？凤喜事儿那么多，他受伤自己还要陪着，这道理去哪里讲啊？小九九，你凶我，你竟然凶我！青九能闻到他身上的血腥味，这个家伙肯定受伤了，就是穿了红衣，那血都刺到衣服里去了。青九捂着头，大口大口的喘气，才控制住自己没有一巴掌将莫邪给扇飞。莫邪同志，你真的是帮了倒忙了。
什么？清九默默地伸出自己的右胳膊，那里血色溢出，鲜红的血液浸湿了肩膀，血淋淋的伤口暴露在莫邪眼前，又指了指胸前，那儿也是鲜红一片。哪个王八蛋伤的你？清九无语了，就是你这个王八蛋！我说了让你不要动凤喜，你都没有听我话吗？这时候你还帮他说话，你就这么喜欢他？你不要转移话题，告诉本少爷，哪个王八蛋趁我不在的功夫伤的你，老子废了他！还不是你！我？你没看到？过来！一个踉跄就被凤喜扯到了身边。凤喜此刻心中怒火翻腾，看到清九与这个红衣男子亲昵的模样，他似乎都要控制不住的想要杀人。凤喜，给我松开！你跟他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管得着我吗？清九现在气死了，他只要一想到自己明明是在自己家里，却莫名其妙的就受伤了，而且是拜凤喜所赐，他就恶心的要命。凤喜，你给我松开小九九，滚！而同一时间，清九的身子一挡，直接挡在了凤喜的眼前。莫邪，你别伤他！小九九，你有没有点出息？亲九九，本王需要你挡在前面。那不屑一顾的口气，简直气得清九想甩他2巴掌。莫邪，你回避一下，我有话跟凤喜说。小九九，你为了跟他说悄悄话，你是要打发我走吗？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还说你不喜欢凤喜？我就是不喜欢他呀，只是有话跟他说。那为什么我不能听？有什么话你就当在我的面前说。清九说不出话了，他懒得理莫邪了。这个好心办坏事的家伙，拿出一瓶止血药粉递到凤喜的眼前。凤喜，你能不能保护好自己？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啊？你知不知道你的命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别太自私了。可是如今看着他身上的伤痕累累，他整颗心似乎都跟着疼了一下。第一次后悔与他签订了那主仆生死契，自己常年遭受暗杀，体内又有奇毒，若是哪一天他死了，这清九九真要给他陪葬吗？亲九九，你还说你不喜欢凤喜？你这个口是心非的臭丫头！我日后再给你解释。总之我跟你说的话都是真的，我肯定不喜欢凤喜。你没瞧见我们2个人的气场非常的不合吗？清辉是我关在这儿的，跟凤喜没有关系。莫邪一下子说不出话了，清九简直懒得搭理他了，而是看向凤喜，很自然地问道：黄灵草你帮我弄到了吗？凤喜原本还在气怒中，他甚至都没想明白自己生的什么气，可是此刻看清九九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便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布袋，直接一副不耐烦的模样扔给了清九九。果然厉害，不愧是兽王，这么短的时间就给弄到了。下来。听到清九的夸奖，凤喜冷哼了一声，可面具下的嘴角却是微微勾起，怒气平息，心情还可以。好啦，莫邪，你带着你的人回去吧，不去找我二叔谈谈。我不走，滚！凤喜冷冷出声。还没打够是不是？小爷我不介意再打一场。真是的，什么仇什么怨。眼瞧着2帮人又怒势汹汹的随时准备动手，清九抬脚就走。要打就往死里打，最好拼个你死我活。等我出来了帮你们收尸。莫邪和凤喜2个人都说不出话了，这2个人也不知道较的什么劲儿。这会儿见清九连看他们俩都不看了，就往地牢走，竟也默契的一抬手，双方人马迅速撤退。莫邪也不怕凤喜，抬脚就跟上清九。凤喜眼睛一眯，站在原地看着2个人相携的背影，眼中波涛汹涌，脚步一动，随即也跟了上去。你跟过来干什么？本王府上的地牢，本王爱去就去，而你一个外人，本王没让你滚，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你家地牢了不起啊！要不是为了看小九九想干啥，你以为本少爷会屈尊来这破地方？还想打？打就打，本少爷怕你。别吵了！此时3人已经到了地牢里面，清慧依旧是当初那般的姿态，被绑在了架子上，看起来被照顾得挺好，身上的血口都结了痂。看来我的药还是那么好用，至少你的伤口看起来没有那么恐怖了。你是谁？你终于来了！你到底是谁？为何要这般害我？你说话！你给我说话！他到底什么事惹了小九九啊？你想杀我，至少让我死个明白！我到底是栽在谁的手里？哼，人在做天在看，我的好二叔，你说你是栽在谁的手里？九九。是啊，二叔，是我。你终于听出我的声音了。九九，九九是你吗？你快叫二叔出去！九九，九九啊，二叔可是等到你了。
舅舅，二叔被人陷害了呀！舅舅，二叔是冤枉的。清九伸出手，突然毫无预兆地抓在他的胸口上，狠狠地一用力，清慧的声音戛然而止，浑身颤抖，只剩下倒吸凉气的声音。二叔，你再给我喊一声，我就挖出你的心脏，你信不信？清慧整个人都抽搐了。小九九太狠毒了，不过我喜欢，嘿嘿。凤喜隐在暗影处，有贴心的下属搬来一把椅子，他便大刀阔斧地坐下，冷静地看着清九冷酷而残忍的模样。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清九为何将他的二叔抓来，因为这个看似老实懦弱的男人伤了他在乎的人，真是羡慕啊。舅舅，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二叔？你是不是……我最讨厌虚伪做作的人，装模作样。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二叔还要装吗？舅舅，我好侄女儿，你是不是误会二叔了？二叔是被人陷害的呀。清慧，你书房的密信我都看完了，你还在这给我喊冤？原来都看完了，那我死期不是快要到了？是啊，你的死期是要到了，所以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遗言？清慧的脸突然狰狞起来，她没了眼睛，所以五官挤在了一起，更显得恐怖。我的遗言就是诅咒亲家满门被灭，人人不得好死，男的生生为奴，女的世世为娼。话还没有吼完，声音却戛然而止。他的上下嘴唇赫然插着一枚银针，散发出冰冷的寒光。太吵！凤喜的声音淡淡的响起。他坐在一片暗影之中，像是在看一场戏，而他是戏外人。清九皱了皱眉，抽出清慧嘴巴上的银针，带出一串血珠。王爷既然嫌吵，那不如就割了他的舌头吧。王爷，救命！救命啊！王爷，我是皇上的人啊，我的一切都是听从皇上的命令的。我设计陷害青云天，害青羽，暗杀青九九，都是皇上的吩咐，有皇家的信物为证，全都锁在我的书房的暗格里。王爷，你要救救我呀！暗影中的凤喜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周身温度骤降，竟是下意识的去看青九九，心里莫名的闪过一丝慌乱。他想开口说什么，却见青九九连看他都没有。凤喜心中一慌，竟是3两步上前，抽出长剑，唰的一声直接削掉了清慧的耳朵。他做的事与我无关。无关就无关，你割他耳朵干嘛呀？太残忍了。此时清慧是彻底昏死过去了。凤喜一愣，只是觉得刚才吊起的心瞬间放松了下来。他一直都知道青九九对家人的那种袒护，可是没想到青九九这个丑丫头竟然没有将怒气转移到他身上。写的那么轻做什么？你那点破事儿小九九都知道了，你也是可怜，自己的亲爹竟然时刻想着弄死你。我说凤喜，你该不会是捡的吧？莫邪，你要不是青九九那丑丫头的人，凭你这张嘴，本王杀你1万次。哼，来呀，杀老子呀，怕你啊！此时清九正在配药，手法娴熟，动作迅速，看得人眼花缭乱。都说认真的女人最漂亮了，莫邪看的简直眼神都直了，眼睛连眨都不眨。小九九真厉害，哼，他是本王的人，有病吧？清九将炼药的装备都收进了蓝戒之中，摇晃着手中的枝叶，走到清慧面前。清九抽出一份银针，直刺眉心穴。青九九，你个小贱人，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死了也会有人替我报仇的，青羽也活不了，你们亲家断了根了。清慧，我亲家对你恩重如山，我爷爷将你当成亲生儿子，抚养你成人，帮你娶妻生子，却没想到到头来竟是养了一头白眼狼出来。我清慧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们亲家人，尤其是青金山这个老东西，若不是因为他，我爹不会死，我娘不会殉情，我又怎么会成孤儿，一辈子寄人篱下？我就是要让他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可惜了，不能让你如愿。如今不得好死的人是你呢。我死了，你那个瘸人小叔也活不了，他中了我噬魂蛊虫的子蛊，除了我，没人知道噬魂母蛊中在谁身上。小贱人，你求我呀，求我，我就告诉你。不必，等你喝下这药，你自然便说出来了。他捻起一枚银针，嗖的一下刺进了清慧的眉心。此时他浑身颤抖，张大着嘴巴，脑袋中一片浑浑噩噩，紧接着开始胡言乱语。爹娘，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
素锦，我也喜欢你，你为什么眼中只有青云天这个废物？蓉蓉，你是爹的女儿，你死了爹也很难过，爹会为你报仇的，你不死，爹会暴露的。皇上，你为什么言而无信？青云天死了，可是您答应过我，要将他的夫人许配给我呀！直接将最后一枚银针刺入他的后脑。清慧，那噬魂蛊虫的魔蛊是种在谁的体内？尽管精神错乱，金针刺脑，他仍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不想说。说。清九手中的银针又推进去一分。倾城，我的好女儿倾城。什么？谁？倾城？怎么可能是倾城？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后悔的，一定会后悔的，一定会后悔的！我要立刻回府。莫邪，你带着他。清九小跑出了地牢，身上已经不自觉地出了一层冷汗。已是深夜，雾色蒙蒙，外面不知道何时下起了雨。凤喜，借我一匹快马！下一秒，却见凤喜上前揽住清九的腰，整个人凌空而起。清九的身躯有一瞬间的僵硬，但随即便对凤喜说道：“凤喜，我欠你一次，谢谢。”你欠我何止一次？清九抬头，能看到他弧形完美的下巴和紧紧抿紧的薄唇。如果我爷爷和小叔出了事情，不会。低沉沙哑的声音如大钢琴的音符一般，奇迹地抚平他的不安。是的，一定来得及的，一定不是我想的那样的。凤喜揽住清九，飞身落在院子里，血腥味散了一地。青羽趴在地上，整个人被血色包围，满地都是血水。他手持利剑，拖着断腿，在雨幕中爬行，见人便杀。王博，心地淳朴且忠心耿耿，如今却死在了他最敬重的少爷的手中。还有其他的奴仆、丫鬟被雨水无情地浇灌着。爷爷！清九的眼中蓄满了泪，他脚步沉重，一步都迈不动，整个人都靠在凤喜的怀里，才没有倒下。他目光搜索，终于在靠近花园的一角看到了那个年迈的老人，还有雷大，5大3粗的汉子，一剑抵地，垂着头，整个人像是一具被冰封的雕像。他的身后是仰躺在地的青金山，月色隐匿，闪电破空，清晰地映出青金山惨白如纸的苍老容颜，双眼紧闭，毫无声息。大雨倾盆而下，雷声震天。爷爷，爷爷，不要离开九九！杀！杀！杀！青羽是清醒的，清醒地看着自己杀戮，将手中的屠刀挥向自己的亲人。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被噬魂蛊虫控制住了。杀了我！杀了我！九九，杀了我！青羽的剑挥向头顶，朝清九挥来，身体不受控制，可眼中却全都是祈求。不要！利剑出鞘，青羽一脸的绝望。他控制不住自己手中的剑，就那样直直地朝清九刺去。凤喜想要出手阻止，却猛地被清九推开。不行，我没有亲人，爷爷死了，小叔死了，我在这个世界里又成了一个孤儿，被全世界抛弃。小九九，不要过来！谁都不准伤我的小叔！他用手握住剑尖，利刃划破他的手掌，鲜血滴落。清九却仿佛感觉不到，被种下子蛊的人一旦得到命令，不死不休。若是强行停止，子蛊反噬，青羽必死无疑。不能对他用药，不能让他昏迷，只能看着他痛苦，让他清醒地将屠刀挥向自己的亲人。九九，杀了小叔！九九，小叔求你了！九九，小叔不能兑换承诺了。不行，小叔，我一定会救你的。下一秒，青羽手中的剑却生猛地转了方向，对着自己的胸口就刺了上去。小叔！青羽胸前的血洞刺激着他的双眼，他的头仿佛要爆炸了一般，脸颊上的胎记灼热起来，全身上下都仿佛在烈火中烤着。九九，九九！一种无形的能量在他周边飞舞着，谁都不能靠近。青羽被震飞了出去，莫邪赶紧上前钳制住他的双手，防止他继续自残下去。此时，青九九仰天怒喝，脸上血红色的胎记竟然发出红色的光芒，闪闪烁烁。灵脉觉醒。而此时，凤喜的双眼也何曾从清九身上移开过？他早就知道清九血脉异常，拥有灵宝，
却也没有想过他竟是拥有灵脉体质的。还有他的脸，那不是真正的胎记，而是封印。小九九，灵脉觉醒，你要接纳这股灵力，否则你会爆体而亡。他听从了莫邪的话，将满心的怒意和悲痛压下，平静下来，试着去接受这股疼痛和陌生的能量。霹雳，闪电划过，雷声滚滚，似乎有巨大的天雷在暗云层之中酝酿。灵脉觉醒，3道天雷，小九九，你要挺住。一声雷响，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球冲破云层，冲着清九当头照下。轰的一声，在清九的身上炸开，噗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小九九，莫邪一口气哽在喉咙里，双眼赤红，整颗心都揪在一起。雷声震耳，金光闪耀，一声炸响之后，再次朝着清九照下。小九九，整个人瞬间拔地而起，直接将清九给搂在怀里，轰隆一声，当场将莫邪跟清九九掀翻在地。莫邪一声闷哼，吐出一口血，趴在地上呼呼的喘气。我没事儿，说了要保护你的。莫邪笑了，看似漫不经意的模样，可脸色却是苍白如纸。准备了，第3道雷就要来了，这最后一道的力量更为强大，会死人的。那惊雷冲破云层，夹杂着闪电，宛如利刃一般朝着清九照下。九九，小心！然而下一秒，就见凤喜不知何时出现在清九的身旁，把他整个的揽在了身后。他伸出右手，似有飓风在他的周围鼓动，若仔细去看，是与黑色融于一体的黑色能量在旋转。凤喜如暗魔之神，将天地握于掌中。好强大的力量！凤喜，他竟然是……凤喜仰着头，发丝衣袍狂乱，惊雷在他的头顶盘旋，他的周身却凝聚了一个透明的金刚罩。雷声爆破，盘旋在2人头顶的第3道雷劫终于降临了。砰的一声，凤喜凝聚的金刚罩破碎，与惊雷碰撞，但是他整个人下一秒却被凤喜搂在怀里，铺天盖地的冲击力当头照下，冲击的清九头脑发晕。凤喜，你有没有事？无事，不过区区雷劫。可是为什么？自然因为你是本王的奴婢。即便如此，也还是谢谢。却悄无声息地咽下口中涌出的血腥，再转头看向青羽，他不知何时被莫邪绑在了树上，还在不停地挣扎嘶吼，迅速上前为青羽把脉，能感觉到他脉象紊乱，子骨虫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凤喜，魔骨控制子骨，临时转化命令，青城塔必在距离青府的10公里之内。凤喜，你说过欠我一次，我要你倾尽全力在1个时辰之内帮我找到青城，自此你不再欠我人情。好，吩咐下去，启动暗卫，半个时辰之内找出倾城的下落，要活口。是。我也去。莫邪，你帮我看着小树，他不能有事。清九颤抖着上前去摸青金山跟雷大的脉搏，但是幸好尚存一线生机。青金山的伤并不重，而是受了打击，陷入昏迷；反而是雷大身上众多伤口，失血过多，危在旦夕。在莫邪的帮助下，将雷大与青金山都转移到了内厅，马不停蹄地进行救治。天空渐渐泛白，这风云变色的一夜似乎就这样过去了。此时凤喜的人终于回来，低声地在凤喜耳边禀告着什么。清九噌的一下站起来，双眼凝视着凤喜。人在刘府。好一个倾城，竟然躲到柳家去了。清九站在柳家的门口，眼睛里全是冰冷，他手握紫旋鞭，对着柳家的青铜大门边狠狠砸了上去。是你这个丑八怪砸的门，你知不知道？就被清九凌空飞起一脚给直接踹进了柳家大院里。啰嗦！他时间紧迫，才没有时间去跟一个看门的啰嗦。什么人敢在我柳家撒野？活得不耐烦了吗？清九九，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信不信我杀了你？哼，你的雅气好了，给我把清九九抓起来！我今日就要让他走着进来，逃着出去！数十个刘府家丁瞬间蜂拥而上，手中紫旋鞭一挥，如旋风一般卷起，呼啦啦的直接将冲上来的数十人掀翻在地。发生了何事？大哥，是秦九九那个丑丫头，她砸坏了咱们的门，还打了咱们府上的家丁，实在是太过分了！快将她抓起来！青姑娘，你这是何意？刘峰，我懒得跟你啰嗦，将倾城交出来。倾城？卿家大小姐怎么可能在我们刘府？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刘峰，你是在跟我装傻吗？你们亲家的姑娘怎么可能在我柳家？所以青小姐，你莫不是故意上门找事来的？刘峰，我再说一遍，把倾城交出来！青姑娘，你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闯入我柳家，直言要找卿家大小姐，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据？我的话就是证据。青姑娘，
你莫不是知道我柳家来了贵客，所以才找了借口上门来找事的吧？如果是这样，我柳峰第一个不答应。你家有没有贵客我不知道，但是倾城一定是在你柳家，你必须要将他交出来，否则今日我不会善罢甘休，即使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你好大的口气，庆九九，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你那个大堂姐失踪了，你来我们柳家做什么？你死了一个二堂妹，害我二哥赔上一条腿，你现在又失踪了一个大堂姐，又赖在我们柳家的头上，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想害我大哥？我与卿家大小姐并不熟。刘峰，我不想与你产生冲突，但我敢肯定，倾城一定在你们柳家，或许是有什么人窝藏了他。如果你能将他找出来，那么我立刻带着他离开。早知道就不让凤喜走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凤喜要是在这儿的话，可以省下他很多的麻烦。为何你如此肯定卿家大小姐在我们柳家？要知道，柳家和卿家向来不和，我们柳家的人绝对不会去收留卿家的人，何况还是卿家大小姐。你莫不是被人欺骗了？这人怕是没安好心，想要挑起咱们青柳两家的旧怨，实在是居心叵测。柳统领，你手中的这个居心叵测的人，正是本王。柳峰见过王爷，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王爷恕罪。凤喜双手背在身后，对柳峰的叩拜却视若无睹，只是那眼神却是落在了清酒的身上，微微抬着下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凤喜什么意思？是来看他的笑话的？哼了一声，清酒将脸给偏到了一旁。凤喜气得扭过头，却瞧见柳峰身后的女子直愣愣地盯着他瞧。来人，将这个丑八怪的眼睛给我挖了！大哥，救我呀！大哥，救救我！王爷，请息怒。见到本王敢不行礼，你们柳家的女儿真是好大的面子，求王爷恕罪，罪不可恕，挖了！不要！我不要对王爷！救命！住手！只见一个女子身着浅黄色衣裙，身后跟着4个侍女，其中一位站在女子略靠后一步的位置。这女子是什么人？莫不是就是柳家口中所说的贵客吗？长得还挺好看的。阿喜，好久不见。阿喜有奸情啊。阿喜，这么久不见，你还好吗？阿喜，你不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吗？凤喜没有回他的话，这女子也不恼，反而往前一步。我昨夜回来的，柳家的公子亲自找的我这才出谷。他的妹妹被人下了毒，毒哑了嗓子，幸亏我及时赶到，否则这姑娘一辈子都不能开口说话了。清酒的眉头已经皱成了川字。阿喜，我本来打算今日就去找你的，没想到你就找上门来了。是知道我回来了吗？凤喜依旧冷漠地站在那儿。阿喜，我想给你把把脉呢。不必。女子娇美的脸有一瞬间的僵硬，但是很快就恢复如常。阿喜，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走了，师父他老人家同意我留在你的身边了。阿喜，我今天就搬到你的府邸去住。不必了。阿喜，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凤喜，你们两个有完没完了？清九九这口气莫不是吃醋了？之前被忽视的心情总算是好一点了。这个丑丫头也有自惭形愧的时候了。这位姑娘是……凤喜，你不是说人在清府吗？原来这个清九九不耐烦的原因不是吃醋，而是焦急找倾城的。凤喜，问你话呢。秦九九，你这会儿知道求我了？我小时候还等着救命呢。黎梦，倾城是不是在你那里？黎梦，钟离梦，倾城在你的手里。这位姑娘，我是药王谷的钟离梦，请问你是？我是谁你不用知道，倾城可是在你手里。不知道这位姑娘找我的师妹何事？你说倾城是你的师妹？是啊，几年前我师父与倾城师妹便有过一面之缘，她对学医很感兴趣，当时就想着拜师父为师呢。只是我师父当时并未答应，只给了她几本医书让其钻研。恰巧前几日我受柳公子的邀约进京为其妹治病，也带来了师父的嘱托，说是倾城师妹愿意的话，我师父过几日会进京，正式收她为徒呢。她人呢？师妹身子不适，正在休息。钟姑娘，如果你不想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你揍得满地找牙的话，那就立刻马上将倾城交出来。这位姑娘，你确定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清酒手中的鞭子猛地挥了出去，直接贴着钟离梦的脸颊飞向她的身后。身子一软，便趴在了地上。他抬起头，就看到清酒的鞭子缠在了他身后的一个丫鬟的脖子上。你干什么？带我去找倾城。小姐，救命！这位姑娘，你放开我的丫鬟。此时已有人上前将钟离梦给扶了起来，紫旋鞭瞬间用力，那丫鬟凌空被甩了起来，在空中翻了好几个圈。倾城呢？小姐，救命！这位姑娘，你何必对一个丫鬟下如此重手？你如此凶悍，又要找我的师妹所为何事？滚！手中拖着那个丫鬟就大步地朝刘府内院而去。说出倾城在哪儿，饶你一命。在那边，往西边走的第2个屋子。
清酒鞭子一甩，直接将那个丫鬟给扔了出去，大步朝着那屋子走去。站住！此时钟离梦已经追了上来。柳统领，这位姑娘到底是谁？怎么会如此无礼？你们柳家就打算这般袖手旁观吗？刘峰此前一直跪在地上。钟姑娘，她是本王未过门的王妃黎梦，别多管闲事儿，让她把人带出来。阿喜，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她是我未过门的王妃。话音落下，钟离梦眼中扑簌簌的落下泪。刘峰悄悄侧目，是瞧见美人梨花带雨，哭泣无声，他竟觉得心口窒息疼痛。阿喜，你怪我做的那些事情，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该这般伤我的心的。那位丑姑娘，她如何能配得上你？就算是气我，你也不该找这样一个姑娘来羞辱我。够了！凤喜不愿再待下去，而是抬起脚往清酒的方向走。钟姑娘，别难过了。钟离梦抬眼看到柳峰闪躲中又带着些炙热的目光，喜欢他？哼，也不照照镜子。一个女子，她是何人？清九九，清家的嫡系大小姐，倾城的妹妹。她之前是与太子有婚约的，前些日子圣上却突然宣布解除这道婚约，将其赐婚给寿王殿下，而倾城则赐婚给了太子殿下。所以说，他与阿喜之间真的存在一纸赐婚，他当真是阿喜未过门的王妃了。这其中定然有什么渊源的。当今圣上最宠爱寿王殿下，亲家久久声名狼藉，还与太子有过婚约，怎么可能真正嫁给寿王殿下？这赐婚一事定然是有蹊跷。是啊，阿喜怎么可能娶这样的女孩子呢？她该是为了气我，所以才从皇帝陛下那儿求来的这一道圣旨吧。我知道她还在生我的气。阿喜其实她是有些孩子气的，她怎么可以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呢？这个清九九性格凶悍，却不知道要找她的堂姐做什么。倾城好歹是我要认下的师妹，咱们过去看看，万不能让她将人给欺负了去。好，一起过去。跟在钟离梦的身后，靠得近了，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气。我也去。钟离梦却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来，她没有落下柳瑶看向凤喜那痴迷的目光。这个柳家丫头竟然敢笑想她的男人，也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柳妹妹就不要去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你的嗓子刚刚恢复，又被阿喜所伤，需要好好调理。这里有一瓶护心丹，你回去服下，方可缓解你胸口绞痛啊。谢谢钟姐姐。不客气，快回去吧，好生养着。带着满心的感动回屋去了。走吧。钟离梦转身掩去嘴角的冷意，下一秒一道惨叫声却陡然响起，快点过去。钟离梦和柳峰快步来到后院，只见清九一身戾气，一脚一脚地踢在他身上。倾城双手握，惨叫声不绝于耳。我亲家可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倾城，你蛇蝎心肠，害我小叔，害我爷爷，害王伯，害亲家的每一个人。亲家家，你有本事杀了我！你们亲家活该家破人亡，你爹娘早死，小叔残疾，你爷爷也是个老不死的。现在你又成了个没人爱的小可怜了吧？清九抬起脚踩在倾城的脸上，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变形的脸。倾城，亲家待你们二房不薄，却没想到养了一群丧心病狂的白眼狼，可惜了。好人自有好报，爷爷没事，小叔没事，现在有事的是你，是你爹。不可能，我亲眼瞧见青羽杀了青青山。清九却弯腰揪着他的头发一把拽了起来，紧接着咔嚓咔嚓两声，直接卸了他的胳膊。走吧，咱们回府去看看呀。住手！天哪，青姑娘，你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堂姐这般残忍？你实在是太过分了。再看一旁，凤喜站在那儿，气质冷然，俊朗无比，恍若高高在上的神。阿喜，你都不管管吗？青姑娘她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管不了。青姑娘，你松开倾城，你这样对一个姑娘家，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你要干什么？我请你放开倾城。凭什么？倾城是我的师妹，你说凭什么？清九笑了一下，眼睛却是下意识地看向凤喜。你不将她带走吗？黎梦，让开。阿喜，我不能见死不救。清九伸出手，3个手指，3。别多管闲事。我不，阿喜，倾城我是一定要救的，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好的姑娘被如此羞辱，昨夜就被赶出家门，今日又被打成这个样子，太过分了。人家的家事，你掺和什么？2。钟离梦再次摇头，样子很坚定。你这样会吃亏的。他还敢打我不成？1。下一秒却突然闪电般的出脚，直接一脚将钟离梦踹翻在地。凤喜，我给足了你面子，给够了你时间，可你连个女人都搞不定，我只能自己出手了。清九扔下这句话，揪着倾城大步流星的出了刘府，竟是没有一个人敢拦他。钟离梦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她趴在地上，尖利的指甲刺进肉里。小姐，快起来吧。钟姑娘，你没事吧？此时终于有丫鬟反应了过来，赶紧上前去将钟离梦给扶了起来。有风也是一脸的担忧，只有凤喜一脸漠然的站在那儿。丑丫头，胆大包天，竟然连药王谷的首席大弟子都敢踹。我没事。太过分了，那个亲家的小姐怎么这么粗鲁，没有教养？小姐，你没有受伤吧？她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踢我们小姐，绝对不能轻饶了她。够了，别说了。阿喜，
我长这么大，没有人打过我。凤喜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了。所以阿喜，你不打算说点什么？以后别去惹青九九那个丫头。凤喜扔下这么一句话，转身就往外面走。他得跟过去看看青九九，要知道那莫邪还在青府待着呢。阿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戏是不是演得有些过头了？我不相信你会在乎一个丑姑娘，可是你的态度真的是让我心里难过了。钟姑娘，柳峰此时上前一步，欲言又止，去青府。劳烦柳公子带路。好。青九一路抓着倾城回到青家，青府院子内的猩红尤为刺目。萧索的府邸让青九九心中难过不已。小九九，你回来了？我爷爷他们怎么样了？还没有醒过来。好。就是你吃里扒外的堂姐。青九点了点头，抓着倾城走到后院的屋子里。青羽被绑在树上，还在继续的挣扎，一双眼睛通红，嘴唇干裂，脸上还沾了不少的血迹。看到这样的青羽，青九的心真是一抽一抽的疼。莫邪，一会儿你帮我压制住小叔。好。直接从袖子里抽出一把银色的匕首，拿出一个小瓷瓶，走到倾城的眼前。直接一刀子下去，捅进了他的心窝里。倾城嘴唇颤抖，眼睛睁大，只觉得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而且身体也开始变得冰凉。他竟然要死了，他不甘心啊！不，他不想死。青九有条不紊地接住倾城的心头血，瞧着他一副崩溃到仿佛自己已经死了的模样，抬了抬眼皮，将他踹翻在地上。莫邪，带我小叔进屋，你压住他，别让他伤了你。好。扛着他就往屋里走。为什么不杀了他？魔骨在他身上，若是他先死，我小叔也会没命的。那他若是这时候在操控子骨怎么办？我去看看他。不用，操控子骨要以心头血为引，唤醒魔骨下达命令。他如今被我卸了双手，卸了下巴，什么事也做不了。等我杀死小叔体内的子骨，他就等死吧。进了屋子，青九将青羽绑在了床上，而后将倾城的心头血给青羽灌了下去，将青羽的伤口包扎好，又让莫邪在房间里重新寻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帮他换上。此时的青羽陷入昏厥，人事不知。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不知道。子骨虫这次对小叔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小叔他受了刺激，也许很快就会醒过来，也许没有，也许我一定会让小叔尽快醒过来。小叔，这个世界总是善待善良的人，你快点醒过来，爷爷在等你，我也在等你呢。你身上的子骨虫已经被我弄死了。还有，小叔，咱们也算因祸得福，你的双腿原本经脉闭塞，噬魂蛊虫在你体内横冲直撞，竟是疏通了你腿部的经脉，我有把握帮你治好双腿。你快点醒过来，小叔。这个样子的清酒是莫邪从未见过的，很温柔。莫邪抬起手捂住胸腔，那儿跳动得很厉害，他似乎听到了自己心动的声音。小九九。清酒转头就看到莫邪紧紧地盯着他，那双魅惑世人的容貌似乎染了胭脂色，有些绯红。怎么了？莫邪，以后你就是我清九九用命相待的朋友，如有需要的地方，两肋插刀，在所不辞。这话落下，莫邪的心跳得更厉害了。这丫头感念他所做的一切，他成功地走进了小九九的心里。可是这丫头的话也说得明白，是以命相待的朋友。他有些失落，她如此貌美如花，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小九九怎么就没有第一时间爱上她呢？所以他还需要努力把这个丫头的心夺过来。可是若是小九九心里有人了呢？莫邪的脑海里就闪过了凤喜那张戴着面具的脸。我在你心里是以命相待的朋友，那凤喜呢？她在你心里是什么人？你说凤喜啊？而此时门外，凤喜来到清府，根据金耀的提示来到小屋，本打算推门进去，又怕扰了清酒救人，所以便想着等一会儿。凤喜，她从未进过我的心里啊，连朋友都不是。压抑不住的咳嗽声响起，凤喜直接吞咽了下去，口中一片血腥。她有些嘲弄，没想到她凤喜竟然也有如此患得患失的一天。小九九，你不是坑我吧？听到清九九这个答案，她真是开心的要飞起来了。没有，凤喜和我只是利用关系。你看我的胳膊，这儿有一条伤口，还有我胸前的位置也有一道伤。昨天晚上你伤了凤喜，所以我就跟着受伤了。他伤我伤，他死我死，明白了吗？你与他用契约时签订了主仆契约？你也知道契约石？契约石那是只有凌云大陆才会有的东西，凤喜怎么会有？而且你为何与他签了这么一份主仆契约？是他逼你的？算是吧，我调戏过他，所以他才逼我签这个东西。不过呢，他的真实目的是想利用我救人，否则早就把我杀了。我打不过他。门外的凤喜将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自己不就是逼着他签了个主仆契约吗？他什么时候安安稳稳地伺候过自己一天了？什么？你调戏过他？那语气竟还有些酸溜溜的，分明是羡慕嫉妒恨。这会儿
凤喜心里的气顺了一些，岂止是调戏，简直是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一口一个美人儿，还约了3天后见面呢。啊，就是今天晚上了。你长得那么妖里妖气的，能美得过本王吗？那丫头可是个好色的，在颜值上本王就能秒杀了你。那会儿眼瞎，凤喜那个家伙又风骚至极，坐着个轿子戴着个面具，我一个没忍住就调戏了他，被他找上门了。不过我现在可真是后悔了，我要知道他长得比王八还丑，我才不去招惹他呢。门外的凤喜简直气得要吐血3声。你怎么知道他长得比王八还丑？我做梦梦到过，我的梦一向很灵的，再加上他整天戴着个面具，肯定是见不得人了。你说的对，凤喜这个人肯定奇丑无比。不过你竟然还梦到过他，他丑成啥样？可门外的凤喜面具下那张脸已经黑成墨炭了，我梦见他脸上有疮，面积占了半张脸，总之就是很丑就对了。那小九九，我好看吗？好看啊。那你调戏我呗。他的眼神亮闪闪的，一脸的期待，对你无感。那你对谁有感？你不是最喜欢美男子了？清酒怔了怔，突然想到他与韩谈美人的3日之约，我才不调戏你呢。我想调戏的另有其人。谁？不告诉你。对了，你把清慧弄哪里去了？打昏了扔茅房里去了。莫邪，我想先去看看我爷爷，我小叔这边。你去吧，我帮你看着。你小叔就是我小叔。清酒很是无语，你叫什么小叔呢？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跟莫邪闲聊下去，便准备转身离开。小九九，一切都有我呢。清酒点了点头，没有道谢，因为显得境外。门外的凤喜听到清酒要出来，先是转身就走，那慌不择路的样子，任谁看到了都要大吃一惊。这是冷酷残暴不近人情的兽王殿下吗？这慌张急迫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啊？清酒出门的时候，凤喜已经快速的闪了。凤喜呼出一口气，道了一声好险，左右瞧了瞧没人，凤喜又恢复成那气质冷傲的王爷了。金耀，你看见啥了？我听不见，听不见，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凤喜点了点头，很好。凤喜心里想着事情，脑海里回荡的全是清九九说的那些话，直到腿上撞上了一个东西。凤喜低头，只瞧见倾城仰着肿胀不堪的脸，正费力地蹭到他的脚边。什么东西？找死吗？这一脚可是下了狠力的，倾城绝对受了内伤，一口鲜血喷出来，整个人连声都没有吭一声，就直接昏死过去了。凤喜看着自己靴子上沾的血迹，整个人都处在爆发的边缘。阿喜，你怎么可以对我师妹下这般重手？钟离梦与柳风赶了过来，正好瞧见了这一幕。看到他凄惨狼狈的样子，钟离梦厌恶地皱了皱眉，可是下一秒他的脸上就变得充满了怜惜。天哪，倾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太残忍了！快拿我的医药箱来！身后的小丫鬟立刻将医药箱递了上来，开始为倾城止血，并服下丹药。柳风看的那是痴迷不已啊，这种姑娘真是慈悲心肠。你又来干什么？阿喜，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钟离梦起身，微拧着秀眉，皱眉看着凤喜，目中悲痛不已的模样。我问你，你到清府做什么？清府我不能来吗？我好歹也是见过清爷爷的。还有阿宇，我回来了，难道不该见见故人吗？够了，你见什么？现在根本不方便。阿喜，你是怕我见到阿宇吗？你是不是吃醋了？不是，青雨出事了，你改天再来，现在离开。什么？阿宇出事了吗？他出了何事？我要去看看他。不用，我小叔没事，你不用去看。清九正拖着死猪一样的清慧走过来，这二房一家子都欠了清家的，他们应该去跟青金山赎罪。九九，我之前不知道你是谁，我没有想到2年的时间你变化的会这么大。你现在这个样子，清爷爷和阿宇一定会很难过的。他抬起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凤喜，你带他过来的？凤喜没有说话，真是很冤枉啊，有木有？这个清九九是冤枉他冤枉上瘾了吗？你带他来挨揍的？不是我带他来的，那是他自己来的。凤喜，你不知道阻止一下吗？我跟他很熟吗？我刚刚才踹了他，你们没看到？你们像牛皮糖一样的上我们清家，是挨打没挨够吗？钟姑娘是吧？你有被虐症吗？你堂堂药王谷的首席大弟子被我踹了一脚，跟没事人一样，你一点尊严都没有啊！看见我你还有心思说教，你脑子没病吧？青姑娘，请你慎言，钟姑娘大度，不与你计较，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口出恶言，实在是有些过分了。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我们清家可不欢迎你。你如今站在我清府的院子，又是为了什么呀？是我带柳公子来的。所以呢，清九九，你不要以为我与你们清家是故交，你就可以这般放肆。我钟离梦虽然心胸宽阔，不与人为恶，秉承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信念，救济世人，慈悲为怀，但你也未免太过分了。所以我要你立刻跟我道歉。唉，这个钟离梦把自己夸得就跟天上的活菩萨似的，真是作。又他妈想揍人了？揍人？青姑娘，你莫不是以为这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人会武功吧？在刘府，你出其不意的踢我一脚，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了吗？我今日就把话说明白了，
你若是再这般无礼，我不会手下留情。好啊，要不要打一架？行了，黎梦，你该回去了。我不回去，我今日就是来拜见亲爷爷，还有阿宇的。见不到他们，我肯定不走。亲爷爷光明磊落，阿宇亦是谦君子，可亲家一门竟然出了亲九九这样的人，实在是有辱门风。我是该向他们说说的。说够了？没有，亲九九，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亲爷爷和阿宇的面子上，才不与你计较的。可若是你执迷不悟，连一个道歉都不肯的话，今日我便要替亲爷爷教训你。教训谁？哪里来的丑八怪，敢教训我们小九九？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小九九，这个丑八怪是谁啊？不用管他。小叔呢？你怎么没看着他自己出来了？没事儿，我的人看着呢。我准备去找你，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了。我打算过来带着清慧跟倾城去看爷爷的，没想到遇到他们了。这位公子，你是在骂我是丑八怪吗？是啊，就是说你呢，说别人对得起你吗？凤喜，你眼神真好。滚！哟，让谁滚呢？没有马车轮子怎么滚啊？要不你滚一个，给本公子看看。莫邪，你给我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可以啊，当我怕你啊？莫邪哼笑了一声，还真是重复了一遍。莫邪，你真当本王不敢杀你吗？凤喜，你卑鄙无耻，逼迫小九九跟你签订那生死相随契约，将他的命跟你的绑在一起。若不是不舍小九九受伤，老子会拒你。莫邪，他是看上了青九九吗？阿喜，他说的生死契约是什么意思？凤喜抿着薄唇没有说话。青九跟莫邪对视了一眼，挑了挑眉毛，这事儿有隐情啊。你说话啊，阿喜，你说话啊！本王没什么可说的。本王？你竟然对我自称本王，至于吗？不就是一个称呼而已吗？这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是怎么回事啊？所有人都知道你爱慕凤喜，可至于因为一个称呼就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吗？这戏真好看。契约？你们用契约时签订了生死契约吗？是不是这个样子？不过是一份主仆契约，至于激动成这个样子吗？是又怎么样？阿喜，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块契约是贵妃娘娘送给我们的，生死相随，生死与共，难道你忘记了吗？你竟然用掉了这块契约时，还是与别人，你想过我的感受吗？黎梦，你够了。阿喜，你难道都不想跟我解释吗？我需要你的解释，你与这个青九九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说啊，你说啊！不要告诉我你喜欢上他了。凤喜薄唇紧抿，喜欢吗？喜欢青九九吗？他抬起头看向青九九，青九九正一脸好戏的盯着他呢，一点慵懒，一点不耐烦，却一脸好笑的样子。莫邪站在他的身旁，两个人身影相依偎，竟是出奇的和谐。他心里的不舒服愈加的清晰了。阿喜，你竟然考虑了这么长时间，夫人一个问题需要考虑这么长时间吗？你说话啊！对，我喜欢他。你喜欢我？那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看得凤喜毒死了。这个青九九怎么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呢？若是正常点的女子，不应该是含羞带怯的吗？可是她呢，这一脸嫌弃的模样是怎么回事啊？青九九，你在偷着乐吧？是啊，本姑娘开心的都要飞起来了。阿喜，你真的太过分了！你喜欢他，你们就能在一起吗？除了我，你哪个女人都不能要，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吗？阿喜，我这一次回来就是为了嫁给你的，你知道吗？我不会娶你。不娶我，那你就能娶他吗？这个青九九这么丑，他有什么好的？你喜欢他什么？什么都喜欢。青九摸了摸鼻子，这凤喜说的跟真的似的，这家伙也是个影帝啊！什么都喜欢，阿喜，你竟然这么说，你竟然如此伤我的心，你竟然这么对我！可这个世界上谁都有资格说喜欢，就你没有，除了我，你没有资格喜欢任何人。够了，有没有资格是我说了算。黎梦，你回药王谷去吧，欠你的本王以后会还。阿喜，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竟然赶我走，你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清，你还不清的。凤喜欠了钟离梦什么呀？不会是睡了他吧？半晌没有听见莫邪的回应，这一抬头才看清楚莫邪那脸黑沉的跟墨水似的。你怎么了？凤喜跟你表白了？哎，他故意的，他才不喜欢我呢，拿我当挡箭牌呢。是吗？啊，看清九那副模样，不像是撒谎的样子。莫邪的心情才重新变得舒朗。小九九，你真智慧，肯定是凤喜睡了钟离梦，不想负责了，说不定还有了孩子呢。这个凤喜，
可真不是个玩意。明天我会派人送你回药王谷。我不走，阿喜，我走了你的病怎么办？我已经练成功了，除了我，没有人能够治你的病，你忘记了吗？来人，将钟姑娘带下去。这个凤喜有病啊，她得了什么病？那钟离梦的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不会是花柳病啊？闭嘴。哦，阿喜，我错了，你不要赶我走好吗？我真的错了，你知道的，我不是故意这么说的，我只是因为爱你。钟离梦这般的态度真的是让清酒大跌眼镜。爱上一个人还至于让自己变得这么卑微吗？走啦，别看了，跟我去看我爷爷。莫邪点了点头，动手拖住清慧，而清酒却走到倾城的身边，像拖一袋垃圾一样拖起他。你们继续，我们先走了。等一下，舅舅，我想跟你谈一下。没兴趣。站住！你如果还想找事，我不介意奉陪到底。我一直在想青姑娘缘何这般嚣张，却原来都是因为阿喜，仗着阿喜的宠爱，肆意妄为，无法无天。对啊，他宠爱我，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爱咋咋地。可是你呢？他不爱你，你哭爹喊娘他都不睁眼看你，还要将你送回药王谷呢。哎呀，你不是昨晚才到吗？这么被人赶回去，丢人不丢人啊？阿喜，这就是你看上的姑娘吗？请钟姑娘下去。别碰我！阿喜，你既然这般绝情，那我钟离梦自然不会缠着你。我也是有尊严的女子，只是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青九九，现在我以药王谷大弟子的身份要求你，将我的师妹倾城交出来。如果你执意不肯，那么就是不将我们药王谷放在眼中，到时候出了什么事情，可就是你咎由自取了。你们药王谷很牛是吧？小倾城，没问题啊，门口等着为他收尸吧，也别拿什么药王谷吓唬我。本姑娘我长这么大还没怕过谁，所以再见不送。柳公子，我可否到府上叨扰几日？没有问题，钟姑娘不嫌弃就好。柳峰高兴的心都要蹦出胸腔了。天知道瞧着青九九这般欺负他，他都快要忍不住冲出来了。可是凤喜在这里，而且他身边还有个神秘莫测的男子，所以他不能动手。谢谢柳公子，我们走。柳峰紧接着跟上，这名扬京城的大统领活生生的成了钟离梦的小跟班。钟姑娘，你莫要伤心，寿王爷他……我知道。柳公子，你可否陪我进宫一趟？现在进宫吗？钟离梦看了身后一眼，他从清府出来有一会儿了，可是阿喜却没有追出来。他垂下眼，掩饰住眸子里的伤心和气恨，终是开口说道：亲家九九心狠手辣，会魅惑之术，残杀自家姐妹，用媚术勾引阿喜。我现在要进宫去找贵妃娘娘，现在只有她能压住青九九那个狐妹子了。青九看了一眼凤喜，嗤笑道：戏都帮你演完了，算是给你的谢礼吧。什么谢礼？你给了我幻灵草，不是说让我给你谢礼吗？那帮你这一次就当谢礼了。听到青九的话，凤喜瞬间脸色发黑。他的桂花糕呢？他心心念念的桂花糕啊！谁用你帮？哟，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啊！这把我当成挡箭牌，用完就扔啊！真是没良心啊你！凤喜深呼吸了一口气，心里堵得要命。谁拿他当挡箭牌了？为何他说句实话都没有人相信？那个，今天晚上你要干嘛？今天晚上我有要紧的事情。什么要紧的事？其实他心里隐约有猜测，所以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跳莫名的加快。管闲事，就不告诉你。秦九九，你……凤喜看着青九跟莫邪相伴的身影，眉头直跳。他没想着走，可青九九这个丫头显然没有想留他的意思，只留了个背影给他。亲爷爷和你小叔的那个手下都在这个屋子里，方便人照料。青九点了点头，刚想走上前，眼前的门却吱呀一声被打开了。雷大搀扶着青金山走了出来。爷爷！青金山的眼眶红红的，面容憔悴，受了大惊之下的脆弱。大小姐，怎么没在床上好生养着？本来就已经长得这么难看了，若是再落下个残疾，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讨到媳妇儿呢。大小姐，我没事儿，只是我已经将所有事都告诉老爷了。爷爷，你还好吗？你小叔他……小叔没事儿，尸魂子骨已经从小叔的体内逼出来了，爷爷莫要担心。那就好，那就好，我的儿子呀，你的小叔，他是吃了大苦了。那母骨是种在谁的身上？青九抿了抿唇，错开了身体。青慧跟倾城狼狈的样子顿时就露了出来。是倾城。听到青九口中的名字，青金山险些一个没站住，仰倒在地。幸亏九九及时扶住了他。九丫头，有办法将他们弄醒吗？爷爷想问问他们。好，便走上前去，一人赏了一根银针。
倾城睁开眼的时候，有一瞬间的发懵，一转头看向趴在地上的清慧，双眼被血浆糊住，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沾满了血迹，简直狼狈到了极点。你怎么样？成儿是你吗？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成儿，你还好吗？也是被秦99那个贱人害的，他已经知道母蛊种在你的身上了，你快跑，千万别被他抓住。阿慧儿，我待你不薄啊，你为何要这么做？而倾城此时也抬起头来，才发现清九跟青金山都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爷爷，救救我！爷爷，饶过我吧，这不是故意的。成儿，你一直是爷爷的骄傲，是你小叔最看好的晚辈，你为何要下如此毒手？你何其残忍！我错了，爷爷，我知道错了。爹，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么心狠手辣的儿子。是啊，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儿子，我的爹是为你而死，我的娘亲也是为你而死，是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所以我就是要报复你，也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你父亲为我而死，我心中有愧，这些年从未忘记这份感情。每年你父亲的忌日，我都会亲自朝着西南的方向为他烧纸念经。每年你父亲的忌日，我都会亲自朝着西南的方向为他烧纸念经。那有什么用？我爹能回来吗？我娘能回来吗？凭什么他们死了，你却安然无恙的活着？够了，清慧，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人对不起你父母，对不起他们的是你。你父亲身为一名将领，被主帅而死，那是大义，所有人都会记住他的功勋伟绩。可是你呢，心狠手辣，自私自利，忘恩负义，你愧对人死，愧为人父。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小女儿，又将母蛊种在大女儿的体内，逼得她跟你一样丧尽天良，如今还敢在我爷爷面前叫嚣。对，是我害得你大儿子惨死，害得你小儿子断腿。怎么样，有本事你杀了我呀！清慧大叫，青金山被逼得连连后退。清九一把抽出靴子里的匕首，大步走向清慧。你想死，我就成全你。九丫头，住手！爷爷，对清慧这种人不要心慈手软。是爷爷没有教好他，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阿慧儿，他的心里竟然藏了这么多的恨。爷爷，我再说一遍，你没有错，错的是清慧。他想毁了整个清家，与外人联手害我父亲，害我小叔，还想杀了我，甚至下毒杀你。他的心里已经变态了。如果他还有一丁点的良知，他就不会杀了自己的小女儿，又将母蛊种在大女儿的身上。因为母蛊种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倾城未来的死亡。九丫头，放过他们吧。不行。九丫头，冤冤相报何时了？爷爷愧疚难受了一辈子，到了如今，也算是了结了一个心愿，从此再也不欠谁的了。爷爷，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不想节外生枝，所以清慧跟倾城必须死一个。九丫头，你不听爷爷的话了吗？爷爷，小叔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们两个是罪魁祸首，我绝对不会饶了他们。所以一把匕首扔在了他们两个人的中间，你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九丫头，爷爷，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清慧和他的女儿倾城只能活一个，否则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妇女吧。莫邪勾起嘴角，怎么看清九都觉得顺眼，真的是太霸气了。沈九九，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和父亲？你好狠的心啊！如果无法选择，我建议你们一起去死，毕竟你们犯下的罪孽真的是死10000次都不够。清九说完这句话，便起身准备离开。我时间不多，3秒钟，否则我就会改变主意。你们应该知道，我说一不二。清九背对着他们，扔下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落下的同时，清慧动了，他反手推出一掌，凭着声音变位，对着倾城的天灵盖就打了上去。而倾城却也是早有准备，他的眼神一直就盯着地上的那把匕首，所以他在清慧动手的那一刻，猛地就一把抓住匕首，对准清慧的喉管就反手割了上去。
青金山愣住了，雷大也怔怔地看着，莫邪一脸的平静，只有清酒的脸上却是一副早知如此的模样。爷爷，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他们家的劣根性，残忍冷漠，自私没有人性，父杀女，女杀父，自相残杀。哼！秦九九，你怎么这么狠？明明都是你的错，是你逼我的，你逼我亲手杀了我父亲。别装了，你现在心里应该很高兴吧？因为活的机会给了你，对吧？我只是试探你们而已，看看你们是否还有最后一点人性和良知。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女，你们两个丝毫都没有，为了自己活命，直接置对方于死地。罢了，罢了。你走吧。倾城出了清府，左右张望，竟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似乎全天下都抛弃他了。不对，还有一个楚叶。楚叶那么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他怎么就忘了这个人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太子侧妃呢。对，就是太子府。秦九九，你等着，本姑娘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一无所有。跟在身后的莫邪耳力惊人，即使倾城这话说得很小声，却也让他听了个清清楚楚，眼中闪过一丝嗜血。这个倾城实在是太欠修理了，一路便直奔当铺，将自己耳朵上的那2朵金花给当了。他需要换一身美美的衣裳去太子府找楚叶，然后2个人再商量如何一雪前耻，报仇雪恨。倾城招了一辆马车，他坐在车厢里，缓缓往太子府而去。却在走到半路的时候，马车一个颠簸，正在出神的他瞬间回神，只见他眼前的一个男子邪魅无双，凤眸中冷酷无情，一双铁扇握在手中，锋利无比。这个人不就是跟在清九九身边的那个男子吗？你要干什么？杀你！清九九答应过放我的，你们想反悔？没啊，小九九他没反悔，所以来杀你的是我呀。莫邪轻笑，扇子在他的手中转了一个圈，风流倜傥。等一等，公子，你饶了我吧。倾城突然抬头，脸上表情柔弱，眼中含着泪水，楚楚可怜。哼！下一秒，那倾城就是突然拉开了衣衫。公子，倾城还是出入之身，只要公子肯饶倾城一命，倾城愿意以身相许。莫邪差点恶心的将隔夜饭吐出来。公子，在马车上也可以。莫邪简直恶心死了，凌空飞起一脚，直接将倾城从马车上踹了出去。天哪，他还是个纯情美少年呢，竟然就被这个该死的倾城给窝了眼睛。莫邪从马车上跳下来，那一身的怒气简直势不可挡，大步的走向倾城，火气冲天。臭八怪，竟然色诱我！别过来！他走到倾城的跟前，对倾城的求饶充耳不闻，手中的扇子唰的一下打开，直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挥，原本白嫩的脸蛋顿时出现了2个大大的叉子。臭八怪，恶心死了！莫邪扔下这句话，实在是一眼也不想多看倾城，抬脚转身就走。他要回去找小九九，他的内心受到了10000点伤害，他需要安慰。此时倾城仰躺在地上，看着碧蓝的天空，或许是疼到了极致，他竟然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眼前的景象变得模糊不已，他看到一个丰神俊秀的身影，气质雍容华贵，高高在上，俯瞰苍生。那是他心心念念的兽王殿下，他一直深爱着的凤喜啊。他还不曾以最好的姿态出现在他的眼前，还没来得及表白自己的心意。我爱你，我不想死，我恨你，秦九九，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想活下去吗？我想活下去，求求你，救救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都愿意。我愿意，只要能让我活下去，我什么都愿意。好。莫邪黑着一张脸回到倾家，发现这一会儿的功夫多了不少的丫鬟跟奴仆。找到清酒的时候，他正在对这些人进行分配。这都是哪儿来的？凤喜派人送过来的，10个丫鬟10个奴仆，卖身契也都一并送过来了，都是死契。而此时的莫邪听到凤喜竟然如此献殷勤，简直气得要死。他那张脸黑得跟墨水似的，很生气的模样。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的脸色有些难看啊。小九九，我受到伤害了，求抱抱，求安慰。啊？你受什么伤害了？被倾城强上了吗？
莫邪一下子就说不出话了，真的是不能和小九九愉快的聊天了。那个凤喜，干嘛给你送这么多下人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盗什么盗啊？你帮我想想要给他送什么回礼好，我可不愿意欠他的。凤喜位高权重，地位卓然，要杀有杀，你回什么礼？对了，我将倾城给扔到太子府门口了，我可没杀他，不过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生死有命，他若是活着，我便也就罢手了；他若是该死，那就是命该绝了。莫邪点了点头，到底没有将倾城色诱他的事情说出来，太恶心了。到底要回什么礼给凤喜呢？莫邪，要是你的话，你想要什么？想要你滚！说正事儿呢。莫邪叹了一口气，其实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小九九不信啊，所以他要努力让他相信。莫邪，我知道送什么回礼给凤喜了，你帮我去办吧。做什么？你帮我去万花楼挑选10个姿色上等的女子，送去寿王府，银子我来付。给凤喜的？对啊，她一定会喜欢的。你怎么知道？我猜的啊。哎，你去送就行了，赶紧去办。清九从怀里拿出一大把银票，塞在莫邪的怀里。莫邪看着这一叠银票很纠结，他一个大男人去办事儿，需要花小九九的票子吗？但是一想到自己要去干的事儿，算了，还是拿着吧。那可是要给凤喜去送女人呢。凤喜回到王府便有些坐立不安，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自己，竟然心里无比的紧张。看了看日头，真是迫切的想要快点到晚上。今日是那个丫头约定的3日之约，她竟然迫不及待。吃了午饭，喝了茶，又围着花园散步了一圈，看了看时辰，竟然只过去了1炷香的时间。凤喜从未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好不容易挨到夕阳下山，傍晚来临，凤喜总算是出了屋子。金耀，主子，请吩咐。看到凤喜的那一刻，眼睛一眨，差点以为自己换了个主子。如何？风华绝代。去清府盯着，一旦看到清九九出门，立即来。天色渐暗，银月当空，看着漆黑如墨的夜空，清九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是没忍住出了府。一直藏在暗处的金耀终于等到清九出府，那瞬间像是被打了鸡血，调动全身的内力就往府内奔去，转告自家主子。凤喜早早的便来到了寒潭边上，依树而立，静静等待。他盘算着时间，若是不出意外，清九九那个丑丫头差不多1盏茶的时间就能走到这儿。清九出了府，顺着府邸后面的小路往前走。清九想，他要跟寒潭美人谈个条件，只要他肯让自己亲一口，那么他就会告诉他该如何解那繁花落尽千年的毒。夜是越来越深了，虫鸣声叫得突然急促起来，可清九却停了下来。1个2个10个20个，很快从4面8方涌出的20几个黑衣人，个个手握利刃，脸上蒙着黑布。青姑娘，你是谁？你可以喊我如烟。青姑娘，我家主子有请。你家主子是雪贵妃吗？青姑娘去了便知道了。可是我若是不想去呢？那青姑娘不好意思了，我们只能抬着你的尸体去了。动手，生死不论。20几名死士瞬间朝着清九扑过来，杀气笼罩了这片夜空。紫玄鞭当即出现在手中，他墨发飞舞，眸光冷厉，猛推出天崩地裂，直接将冲上来的最近的死士给挥成了2半。凌厉。如烟沉稳淡然的脸庞终于露出了震惊。这片大陆上竟然会有人拥有灵力，这怎么可能呢？灵杀如长蛇，呼啸着朝着清九而来。清九瞬间觉得胸口发闷，体内的灵力源源不断地向外涌出。该死的凤喜，都是他的错。灵杀如蛇，冲着清九飞舞而去。凤喜，你大爷的！可是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到来，冲向他的10几个死士瞬间爆体而亡。而如烟，清九眼睁睁地看着他倒飞出去，轰的一声砸在地面上，喷出一口鲜血。清九慢动作地转过头来，只见一个男子踏着月色缓步而来，一身云锦华服，清华尊贵，身姿挺拔修长。寒潭美人，秦九九，你失约了？不是，我遇到刺杀了。我长眼睛了。如烟趴在地上，看到踏着月色而来的凤喜的真容，整个人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回去告诉你的主子，秦九九这个女人是我召的。今日刺杀之事，若有下次，后果自行承担。是。
一招手，剩余的死士都跟着他离开。很快，街道上便只剩下了清酒跟凤喜2个人。你与那如烟姑娘认识啊？你认识她的主子？不认识。好吧，好吧，你说不认识就不认识。谢谢你救了我啊。那我亲亲你当谢礼吧。你怎么这般不矜持？他竟然吃起了自己的醋了。矜持是什么东西？能吃吗？哎，美人，虽然我知道你出现在这儿可能是想让我帮你解身上的毒，但是我还是得谢谢你，否则我今天晚上可就要遭大罪了。毒他是想解的，那是一开始的时候，可是今天晚上的约会却是他期待已久的。只是阴差阳错，2个人走到了如今这般境地。见韩台美人承认了，清酒有些失落。哎呀，好失落啊，有没有？好吧，不管怎么样，总之你是救了我的命的。所以，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有以身相许了。凤喜一下子愣住了。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是东城国人吗？我总不能一直美人的喊你吧？要。那我以后喊你耀美人吧。这清酒真的是太不矜持了，太自来熟了。还有，她真的是色女中的极品，就算到了此刻，还是不忘将美人挂在嘴边。我跟你很熟吗？哎呀，反正多喊几声就熟了嘛。清酒嬉皮笑脸的样子，凤喜抬脚就走，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总之心里就是烦闷的慌。哎，耀美人，等等我呀！哎，耀美人，天色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夜黑风高的，我们又是孤男寡女，我有点害怕呀。下意识的，他竟然伸出了手，然后摸上了清酒的脸。很丑是吧？耀美人，你可不莫要以貌取人，知道吧？要注重心灵美，只注重外貌的人实在是太肤浅了。我觉得耀美人你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啊。那你呢？看中的不是我的长相？其实也不是，我对你是真心的，比月亮还真。如何证明？耀美人，我做一首诗送给你吧。还会写诗？当然了，这首诗啊，我早就想送给你了，名字叫做《春》。春？这明明已经入秋了好吗？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梦十里，都是你。凤喜觉得她的脸又火辣辣的开始烧了。耀美人，这首诗做的不错吧？啊？凤喜没有说话。耀美人，我这里还有一首诗，你听不听？我把月亮戳到天上，天就是我的；我把脚踩入地里，地就是我的；我亲吻你，你就是我的。凤喜头脑一热，闪电般的出手扣住了清酒的肩膀，将他往自己怀里一拉，唇瓣压下。我亲吻你，你也是我的。良久，2个人才松开，彼此垂目，竟都羞涩不已。耀美人，你为了让我帮你解毒，还真是豁出去了。这是你的初吻是吧？不过没关系，我的也是初吻。谎话你是张嘴就来啊？这是他的初吻吗？自己说这话都不觉得害臊吗？走吧。月光将凤喜的影子拉得很长，清酒跟在他的身后，2个人很快就到了清家门口。进去吧。耀美人，你的毒我解不了，你的毒我知道如何解，但是我帮不了你。何意？你中的毒书名叫做繁花落尽千年，另一个名字叫做情花毒。这种极其阴狠的毒我只在古书里见过，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例。若想解毒，需要2味极其罕见的药材。什么药材？一种是生长于冰寒之地火山之巅的火焰冰莲，传闻它生长的地方叫云水之涧，左为冰山，右为火焰山。火焰冰莲常年花开不败，冰火双重，璀璨夺目，美轮美奂。这第2种是生长在魔兽之森中的蟒龙之胆，蟒龙为蟒蛇与龙交配所生，其威力强大，凶悍无比。水云之剑，魔兽之森。我自幼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但是确实没有听说过水云之剑和魔兽之森这2个地方，所以我说你的毒可以解，但是我解不了。如果找到这2种药材，你就可以帮我解了是吗？耀美人，不是我不帮你，是我长这么大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2个地方，而且我是从古医杂记中看到的，说不定根本就不是真的呢。既有记载，那就必有根据，不会空穴来风。可是我从未听说过这2个地方，你听说过吗？不曾，但是没听过不代表它不存在。九九，你很喜欢我，是吗？喜欢啊，喜欢的不得了。好，那如果我说我愿意娶你，等我的毒解了，你愿意嫁给我吗？耀美人，你是认真的？
我有感情洁癖。凤喜回到寿王府，整个人心情恶劣到了极致。不管她是凤喜还是耀耀美人，青九九那个丫头竟然都不愿意嫁给他。爷，金姑娘她，金九九，她怎么了？青姑娘她送来了礼物，在后院说是谢谢您送过去的丫鬟和奴仆，这是回礼，就是……话还没有说完，凤喜已经大步流星地朝着后院走去了。青九九那个丑丫头刚刚惹了自己生气，这就送来了回礼。如果满意，他就暂且原谅她。王府后院，一排女子姹紫嫣红站在那儿，姿态各异。凤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清酒给她的谢礼。10个女人，而且看着模样就不是出自正经地方。这清九九真是好样的，不彻底的惹恼他就不罢休是吧？给王爷请安。那眼神含羞带怯，媚意横生。金耀跟在凤喜的身后，明显的感觉到自家主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滚！清九九，你真是好样的！快走快走，打哪里来回哪里去。这要是不快点，主子怕是要大开杀戒了。哎呀！竟是低呼一声就撞进了凤喜的怀里。找死！咔嚓一声，脖子被咬断的声音在夜色下响得格外清晰，尸体被一脚踢开，摔在地上，大睁着双眼，到死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快跑！金耀，下次再放这些肮脏的女人进来，你就不用待在王府了。是。金耀冷汗淋漓，恭恭敬敬的认错。清九在清府门口徘徊，并没有回家，反而方向一转，便去了寿王府。他心情不好，便想着去找凤喜出气。他那个娘亲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来刺杀他？信不信他连夜潜入皇宫弄死他？寿王府的人得了命令，清九若来畅通无阻，所以清九直奔后院，正好瞧见他让莫邪送来的一群莺莺燕燕争先恐后的往外跑。哎，发生什么事了？杀人了！杀人了！他喊完这一句话，那是头也不敢回的就往外面跑。哎，谁杀人了？于是清九大步流星的往后院走去。此时凤喜一身的煞气，突然就听到了清九九的声音。他一愣，他这是出现幻听了。这大半夜的，清九九怎么可能来他的府邸呢？莫不是自己相思成疾，害了相思病，都出现幻听了？主子，属下似乎听到青姑娘的声音了。此时清九已经转过花坛，进入了后院。去拦住他！凤喜扔下这句话，竟是闪电般的朝着房间冲了过去。他回府的时候虽然戴上了面具，可是衣服没换呢。这要是被清九九那个丫头瞧见了，这还得了？青姑娘啊，金耀啊，凤喜呢？我找他有事儿。只瞧见一个人影唰的一下消失在原地，可瞧着那服饰怎么像是耀耀美人呢？啊，别想了别想了，这都出现幻觉了。青姑娘，主子已经睡下了，您可以明日再来。睡了？凤喜这个家伙还能睡着了？他娘亲派了20几个死士来杀我，他还有心思睡？睡什么睡啊？再一转眼，金耀的身后有一名穿着红衣的女子，正睁大着眼睛躺在地上。这个人是你杀的？不是。这人才刚死没一会儿啊，不是你杀的就是凤喜杀的。他不愿意见我啊？为什么土药和火药还不回来？为什么留下他一个人面对主子和这位亲家姑娘？让开！他还不愿意见我，他有什么资格不见我？一把推开金耀，大步流星地朝着凤喜的屋子走去。反正他也知道凤喜的屋子是哪一间。青姑娘，主子真的睡下了。金耀急得汗都冒出来了，想上前去拦住九九，可接触到清九的目光，他身子一顿，退了回去。好吧，主子与青姑娘肯定是闹了矛盾了，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和解吧。这边凤喜闪电般的冲回屋子，一颗心还在扑腾扑腾跳得厉害，幸亏他跑得快，这要是被清九九直接撞见的话，肯定是会露馅的。进了屋子，凤喜直接开始脱衣服，往床底下一扔，这是要藏起来。一起身，却突然瞧见床榻上蚕丝被子下面的凸起，还未动手，那床榻上的凸起却突然掀开了被子。钟离梦只穿了一件红色亵衣，露出大片大片洁白如玉的肌肤。阿喜，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了你好久了。唰的背过身子，穿上衣服，出去。他慢慢的从床榻上起身，然后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凤喜。阿喜，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凤喜，给我出来！砰的一声，门被踹开了。给你3个数的时间穿衣服，否则我就冲进去了。1、2。凤喜的冷汗从额头上落下来，此时钟离梦还在背后抱着她。离梦，放手！不放。3，直接大步的走进房间。凤喜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上。凤喜闪电般的出手，反手就点了他的哑穴，对着室内的窗户使劲朝外一扔。钟离梦真的是被摔懵了，他被点了哑穴，叫喊不出声来。他像个鸭子一般在水塘里扑腾，
才费力地露出头来。他已经走进了内室，就见到凤喜穿着一身白色中衣站在地上，脸上竟然还戴着面具。凤喜这厮到底是长得有多丑啊，就连睡觉都戴着面具。有事？凤喜姿态摆足，冷漠出声，天知道他的心跳得有多快。凤喜，你磨磨蹭蹭的做什么呢？不给我开门，你屋里藏女人了吧？没有。凤喜咽了一下口水，淡定地开口：那你为什么不开门啊？睡着了。是吗？然后眼神就落在了内室的那扇窗户上。清酒跟个小侦探似的，眯着眼睛就走上前去。凤喜见他走向窗户边上，伸手一把拉住他。刚才有只野猫闯进了屋子，被我扔出去了。野猫？这得是多大的野猫才能砸出这么大的一个洞啊？秦九九，你一个女孩子3更半夜的不睡觉，跑到本王府上做什么？还踹本王的门，你有没有点女孩子家的样子？你还有脸问我？你说我为什么半夜出现在这儿？你还对我自称本王？你说？说什么说？我肯定是来找你算账的，难不成我是来爬你床的吗？想的倒是美，只有野猫才会爬你的床。凤喜听得眉头直跳，这个清九九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而此时钟离梦紧紧地趴在窗户下面的水塘边上，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清九九的话更是清晰无比地传入他的耳朵里，他真是恨死清九九了。所以秦九九，你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凤喜，我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你认识一个叫如烟的姑娘吧？凤喜倒是没有隐瞒，点了点头。我告诉你，凤喜，你的那个娘亲今天晚上派了20多个死尸来杀我，领头的就是那个如烟。要不是我身手矫健，武艺高强，今天晚上说不定就去阎罗王那儿报道了。凤喜也不还嘴，瞧着清九九愤怒的模样，索性拖了一张椅子坐下。你大概不知道吧，这可是你娘亲第2次派人杀我了，所谓事不过3啊，再有一次我可要翻脸了。明天我会去找她。就是，你赶紧去跟你娘亲说清楚，不是世上所有的姑娘都想嫁给他的儿子好吗？还有，你赶紧想办法把咱们俩之间那道荒唐的婚约退了。凤喜抿了唇，没有说话，他才不想退婚呢。不过他面上却是不显，便也点头答应了。大晚上的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也不是，我找你还有别的事情。什么事？凤喜，你那么短的时间就帮我找到了幻灵草，是怎么做到的？实力。可以，100分。我也觉得你挺厉害的，棒。秦九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求我？凤喜，我知道你挺厉害的，位高权重，见多识广，所以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说。我想问问你，你听说过火焰冰莲和猛龙胆这2样东西吗？听说过。噌的一下子，清九从椅子上站起来。哎，凤喜，你听说过这2种药材？你真的听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原来异术杂记上记载的是真的。凤喜，你能弄到这2种药材吗？能吗？你要这2种名贵之药做什么？帮一个人。帮什么人？秦九九，这2种名贵之药我只是听人说过，却未曾见过，想必是极其珍贵的药材，不是想要就能拿到的。凤喜挖的坑引导着清九一步一步踏进来，他想知道清九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晚上他明明拒绝了自己的求婚，确切的说是他另一个身份耀耀美人的求婚，如今又为何在背后帮他寻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一个我爱而不得的人。凤喜怔怔地看着清九，他脸上那难过的表情不像是作假。既然是很重要的人，为什么又要拒绝他呢？爱而不得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人是谁？你不认识的，总之跟你没关系。要是你真的能帮我弄到这2种药的线索，我会很感激你的。或者你帮我打听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云水之剑和魔手之森这2个地方？凤喜垂了垂眼。好。谢谢你啊，凤喜。清九起身看着凤喜，真的是很真诚的道谢。不客气。凤喜，我好像真的没什么能谢你的，不过我可不想欠你。我听聘儿还有那个钟离梦说，似乎你的身体还有病啊，我帮你看看吧，就当谢礼。不用，我没事。现在的他肯定不会让清九九帮他检查身体啊，一个不小心就露馅了。而凤喜也是看明白了，清九九这个丫头跟他撇得多轻啊，是一点也不想欠着他的。清九撇了撇嘴，这已经是凤喜第2次拒绝他了。如果你真要谢谢我，那就陪我喝一次酒吧，我今晚心情不好。正好清九也心情不好。好啊。等我一下，我穿件衣服。凤喜起身寻了一件黑色锦袍穿上，姿态洒脱，甚是赏心悦目。凤喜，你身材还真是挺不错的。本王穿衣显瘦，脱衣有肉。我呸！自恋狂。好酒。秦九九，你少喝点，这些酒都是储存了100年以上的好酒，喝起来味道似有甘甜，但其实后劲很强，你别喝醉了。开什么玩笑呢？
本姑娘学喝酒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本姑娘那是千杯不醉的量。凤喜说不出话了，清酒咕咚咕咚的已经干掉了一坛子了。反观凤喜，手上不知道何时多了一只夜光杯，姿态优雅，清贵逼人。清酒喝了一坛子，他才喝了一小杯。哎呀，真的是借酒浇愁，愁更愁。怎么了？烦躁，你别跟我说话。紧接着又打开了一坛酒。凤喜被噎了一句，瞧见这个丫头又开了一坛酒，剑眉机不可见的动了一下。咱俩什么关系？利用关系，可没到吐露心声的地步，跟谁说也不跟你说。凤喜算计着时辰，连喝了2坛，也差不多该上头了吧？干杯！干杯！凤喜，我是真的讨厌你。我知道，已经说了3遍了，那肯定是真的很讨厌了。还算有自知之明。抱着酒坛噌的一下站起来，晕晕乎乎的酒就一头栽了下去。凤喜终于喘了一口气，她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情动的感觉，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被撩到快要爆炸的感觉。我是谁？你是凤喜，你是我最讨厌的凤喜。都喝成这个样子了，竟然还能认出他来。我不是。你是？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你那么坏，那么讨厌，那么丑，那么自私霸道，那么变态残暴，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你。秦99，你够了，别得寸进尺。我这是实话实说。小喜的，我告诉你哦，你千万哪一天别落在我手里，否则有你好看的，我就将你脱光了，撑进万花楼里，看你被百花蹂躏。他还是不要再继续问下去了，太虐心了。凤喜，你一定要帮我打听到那2种药材的下落，你知道吗？我要救我的瑶瑶美人。凤喜的怒气一下子就消散无踪了。瞧着清99这个丫头泪水连连的模样，他的心都跟着疼得受不了。我好想睡了我的瑶瑶美人呢。那就睡啊。她有青花毒，谁睡谁死。等他毒解了再睡。毒解了也睡不了。毒解了也睡不了是什么意思？会死。什么意思？好烦呐！别问了。不行，必须说清楚。一把抓住凤喜脸上的面具，用力一扯，便扯了下来。你躲什么呀？你这是嫌弃我丑啊？你本来就丑，不过我没嫌弃。这是梦吗？我的瑶瑶美人出现了。瑶瑶美人，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还以为你生我气了呢。没生你的气。你不理我了。没不理你。可是你走了。谁让你不答应嫁我的？我想嫁给你，我想扑倒你，我还想给你生小瑶瑶，可是我不想死。嫁给我。不行，不行，我会死的，我还不想死，我还想变美呢，我还没有吃遍这个异世界大陆的美食呢，我还没有看遍这个大陆的美男呢，我还有爷爷和小叔要照顾呢，我怎么可以死呢？我虽有情花毒，可我不是说等毒解了再娶你吗？你不会死的。胡说，我会死。为什么？你有青花毒，谁睡谁死。转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又哄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没问出来。我都没嫌弃你丑了，你还嫌弃我有情毒，你就不能等一等我，等我的毒解了再跟我在一起吗？瑶瑶美人，我不丑的，我可是4国第1大美人。我这里你瞧着是胎记，其实才不是呢，其实是圣女印，跟男人试一觉胎记就没了，封印就解开了。我不仅能变成大美女，还能变得超级厉害。怀中女子容貌有瑕，已经如此耀眼夺目，吸引人了。如果封印破解，容貌恢复，那不知道会吸引多少男子的目光了。等我好不好？等我帮你解开封印。如果这个丫头有一天跟了别人，她如何能甘心，又如何能承受得了？清酒被凤喜吻了一下，整个人都开始冒粉红泡泡，像个小狼狗一样就扑了上去。
等等，等等！下一秒，凤喜一口气哽住，整个身体突然绷紧，她粗重的呼吸睁眼，只见那个在她身上作乱的丫头正埋首在她的身前。秦九九，你给我住嘴！秦九九，看谁呢？愣愣地看着凤喜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又埋下了头。九九，她整个人都快要爆炸了。如果九九这个丫头再继续撩拨下去，她真的就要控制不住了，所以不行，必须停止。她喊了一声，没有回应。九九，胸前的酥麻似乎在渐渐消退。凤喜扬起脖子，费力地看过去，只见九九正趴在她的胸膛上，闭着眼睛，呼吸清浅。这个丫头在将她撩拨得快要爆炸的时候睡着了，欲哭无泪，怅然若失，却又似乎松了一口气。凤喜搂紧怀里的九九，此一生我若活着，必不会将你拱手让人。丑八怪，我不会放过你的！整个人冻得牙关打颤，脸色青紫，直到他听到凤喜跟秦九九相约要去喝酒，房间里没有了声音，他才从水里面爬出来，又从窗户处的那个大洞爬进了凤喜的房间里面。钟离梦以为他不出声就没人看见，却不知道暗处的隐卫早就瞧见了。此时不知道多少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暗卫，在这一刻都是涨红着脸憋着笑。主子恕罪，白日之时，钟姑娘来府，说是找蓝姑娘叙叙旧，并且让属下不必通知你，她会宿在蓝姑娘住处。属下信以为真，所以未加防备，却不想钟姑娘会行如此大胆之事。此次暂且饶了你，再有下次，去东郡山换火药和土药回来，你去挖矿。是，谢主子。他人呢？说，钟姑娘现在在主子您的房间里面。钟姑娘她从池塘里出来之后，又顺着窗户爬进房间了。属下们没得您的吩咐，不敢露面，也没能出声阻止。凤喜眼睛一眯，看了一眼怀里的清酒，将她送走，立刻，马上。是。怀里的这个丫头虽是喝多了酒，醉成了这个样子，可是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如果撞见钟离梦在她的房间里，怕是要误会。派丫鬟去东院给亲姑娘擦洗一下，换一身衣服，好生伺候。明日一早去派人和亲家说一声，告知亲老爷子亲九九姑娘的下落。是。话落，凤喜抱着清酒大步流星的离开，方向是东院。身后的金耀眨了眨眼，看来主子对亲姑娘是真的上心了。屋里的钟离梦吃了一颗驱寒药，身体总算是回暖了不少。因为血液都湿透了的原因，索性便脱了个干净，趴在被子里等着凤喜回来。1个时辰过去了，2个时辰过去了，凤喜还是没有回来。阿喜怎么还不回来？难道还在跟秦九九那个丑八怪喝酒吗？这个秦九九实在是太不要脸了，深更半夜的跑来勾引阿喜，不要脸，真是不要脸。他实在是躺不住了，起身就准备穿上衣服去找人，一把抓起榻上的丝质被单围在胸前。请进。门外的金耀一听见钟离梦这娇嗔的声音，头瞬间就大，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钟姑娘，主子回不来了，还有主子说您请立马离开，小心。一把抓住九九就将他拽了回来，直接扑倒在他的怀里。可清酒怀里的酒坛子没抱稳，砰的一声碎裂了。我的酒碎了，我的心也碎了。而此时的清酒是整个人坐在凤喜怀里的，清酒还不老实，抱着酒坛子一边喝一边扭动，嘴里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在喊什么。什么东西？好硬！于是清酒伸手就去抓。住手！凤喜轻声呵斥，一把抓住了清九九作乱的手。用石头硌到我了，你胆子肥了是吧？你还敢管我了是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九九女王。你别乱动！就动，就动！凤喜的脸涨得越来越红，整个身体是僵硬无比，呼吸粗重，喷出的气息都是热的。臭丫头，这是在玩火呀！轻易地揪住乱动不止的清酒，一把将他提起，凌空一转，换了一个方向，重新坐到了他的腿上。2个人面对面，这会儿屁股总算不乱扭了。钟离梦仿佛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凉水，雀跃的心瞬间凉透。滚！钟姑娘，主子说了，请您离开，立刻马上。屋里的钟离梦泪如雨下，竟是怒急攻心，一口血就喷了出来，那血的颜色竟然是黑色的。钟离梦坐倒在地上，盯着地上吐出来的黑血。阿喜，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竟然这么对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甘心，我绝对不会将你拱手让人，绝对不会。
秦九九，都是你，我不会放过你的。钟姑娘，您收拾好了吗？半晌之后打开门，金耀还站在外面。钟姑娘，天色很晚了，我派人送您出去吧。阿喜呢？他去哪儿了？属下不知。钟离梦突然闪电般的出手，金耀只觉得一道粉末扑面而来，味道辛辣不已。不想死的话，就告诉我阿喜在哪儿。属下不知。不知？那你就等着全身溃烂而死吧！一个小小的侍卫也敢诓骗于我，真当我钟离梦是好欺负的吗？直接出脚将金耀踹翻在地。此时隐在暗处的影卫见金耀受伤了，迅速去通知凤喜，入眼便是躺在地上颤抖不已的金耀，还有一脸哀怨地看着他的钟离梦。怎么回事？阿喜，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我问你，金耀他是怎么回事？是我做的，我不这样，你会来见我吗？立刻救他！我不要，我不要！我就是想问问你，阿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今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是不是跟那个丑丫头喝酒去了？难道你真的喜欢上秦九九那个丑丫头了吗？我不允许，我绝不允许！凤喜剑眉紧皱，这样的钟离梦真的让她厌恶无比。2年前那个温柔淡雅的女孩子到底去哪儿了？时间真的会将一个人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吗？先救人。你对待一个属下，尚且存了怜悯和疼惜之情，可为什么要对我这般无情？阿喜，你永远不知道这2年我为你受了多少苦，又付出了什么。先救人。不救。黎梦，我不知道这2年你经历了什么，但是如今的你让我非常不喜欢。你乃医者，却随意毒杀无辜之人。今日起，你莫要踏进兽王府。阿喜，为了一个小小的侍卫，你竟然如此说我。好，你一定会后悔的，一定。钟离梦哭着扔下这句话，捂着脸就往夜色里面冲。凤喜眉头一皱，想喊人拦住他，张了张嘴，终究没有说出口。传燕大夫。金耀还在用手抓脸，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他根本就控制不住。凤喜上前制住他的动作。主子，无事。很快，燕大夫便来了，检查了金耀一番。哎呦，王爷，金药他中的毒为蛇苦胆，乃毒蛇的汁液和一种毒草融合炼制而成，毒行霸道阴狠。老夫需要回去细细研究，查出毒蛇的种类，对症下药，方可研制出来解药。来人，将钟离梦给我抓回来。领命。夜色沉沉，冷风飒飒，出去抓人的影卫很快就回来了。人呢？来人，将钟离梦给我抓回来。领命。夜色沉沉，冷风飒飒，出去抓人的影卫很快就回来了。人呢？主子，甄姑娘她被雪贵妃的人接走了。退下。看来他这王府是需要清理一下的。母后的手伸的也未免有些长了，竟然在他的府中也安插了人。王爷，金药中的这毒虽然看起来恐怖，但是短时间内是不会致命的，只是会疼痛麻痒，坚持到明日是没有问题的。想必那时候老夫已经配出解药了。那就劳烦燕大夫给金耀开一些昏睡散，让他不至于疼痛难忍。好的。一夜酒醉，但是大清早清酒便睁开了眼，头疼欲裂。这是哪儿？他在哪儿？喝酒！清酒噌的一下从床榻上蹦起来，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没有说什么胡话吧？再低头看一眼自己的衣服，只穿了中衣，而且里面的亵衣也换了新的。凤喜，你王八蛋！该死的！凤喜这个王八蛋竟然将我灌醉，占我便宜！一大清早，清酒的尖叫声便传遍了整个兽王府。青姑娘，您醒了。凤喜呢？青姑娘，王爷昨晚留宿在您这儿，直到饮食方才离开。此时应该是在金耀大人那儿。该死的！这个凤喜挨千刀的，在我房间里做什么呀？变态大色狼！金耀在哪个院子呢？青姑娘，请随奴婢来。大丫鬟领着清酒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院子，一直到停在一间房的面前。凤喜！清酒大步上前，一把推开门。屋子里3个人都看过来，一个是凤喜，一个是老头，站着的那个是跟了他几天的金耀。凤喜，你给我过来！凤喜看到清酒，惊讶了一下，这丫头果真是好酒量，昨晚喝了那么多，醉成那个样子，这一大清早就醒酒了不说，还如此生龙活虎的。想到他昨晚的那个样子，眉眼不自觉的温柔，甚至于想到昨晚他做的那些事情，说的那些话，整颗心都荡漾起来。你醒了？不是吧？
这凤喜是吃错药了吧？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凤喜，你王爷不行啊，这已经是老夫熬制的第4份解药了，可是还没有能解毒。老夫实在不知这究竟是哪种蛇毒。清酒看过去，这才发现床榻上躺着一个人呢，看不着脸，只能看到手，溃烂出血。主子，属下去皇宫请钟姑娘。本王亲自去，你未必请得动。你等我回来，我有事跟你说。还有你一个姑娘家的，如此毛毛躁躁，妆不化，发不梳，像什么样子？口气听似愠怒，却真的是充满了宠溺。还有那个眼神，简直温柔的不像话。是凤喜吗？我的天哪！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不能走！别闹，人命关天，金药中毒了。你不能走！别闹，人命关天，金药中毒了。凤喜，你丫的说话别这么不正常行吗？什么人命关天啊？金药不是在这儿吗？此时那个燕大夫还有那个金药都直直地盯着突然冒出来的清酒，心中惊涛骇浪。这姑娘是什么人啊，竟能让残暴冷酷的兽王殿下这般温和？他是木曜，金曜的弟弟。木曜被点到名字，抬手抱拳冲着星酒打招呼。原来是双胞胎兄弟啊！那床榻上躺着的不就是金曜了？金曜怎么了？中毒。那好，你不准走，我过去看看。放心，你等着，我有事问你。见凤喜答应，清酒这才放开凤喜，走到床边去。床榻上的人脸孔溃烂，冒着血水，虽然没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却也挺严重的。谁呀？给下这么狠的手？金曜本来就长得不咋地，这要是脸上再留了疤，还让不让活了？太狠了吧！凤喜说不出话了，这个丫头永远的容貌至上。王爷，这小姑娘是谁呀？这金药中的毒可不是普通的蛇毒，老夫半宿没睡，都没配对解药。您还是快去问那下毒之人要解药吧，再耽搁下去，金药怕是没命了。啊，你这个老头是谁啊？老夫乃宫廷第1御医，于皇宫内任职42年，现受寿王爷所邀入住王府。第1御医啊，也不咋样嘛，连个蛇毒都解不了。小丫头，你莫要大言不惭，金药中的这蛇毒甚为古怪。总之，在咱东陈国没有这种毒蛇的出现。东陈国没有，不代表别的地方没有啊！一个孤陋寡闻的老头。我孤陋寡闻？老夫年轻时候踏遍四海，走遍五湖，受邀4国，什么世面没见过。你这小丫头，不知从哪里学了那么点三脚猫的医术，就眼高于顶了。眼高于顶？三脚猫的功夫？难道不是？老头，要不是看你年纪大了没剩下几颗牙，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想揍得你满地找牙。就本姑娘这医术，连你家王爷都不敢质疑，你竟然敢说我三脚猫？一旁的凤喜将头偏向一旁，嘴角微微勾起。她怎么敲清九九都觉得这个丫头真的是太可爱了。好，你敢拿王爷当挡箭牌，老夫今日就把话撂下了。你若是能解了这金药的毒，老夫京城敲锣打鼓拜你这小丫头为师。可你若是解不了，那老夫要你去给我当3个月的药童，天天给老夫捣药。燕大夫，算了，王爷不必多说，老夫心意已决。老头，别想不开啊，他才不要这么老的徒弟好不好？要啥没啥，出门都带不出去，太掉价了。可凤喜一下就猜到了那丫头的心中所想，有些失笑，心道这燕大夫怕是要栽了。小丫头怕了？清酒翻了一个白眼，话都懒得说了，看了看金药的症状，然后拿起矮柜上的匕首和瓷碗，对着他的手腕一划，鲜血顿时喷涌。你干嘛？站在边上的木曜脸都白了，再出声就滚出去。清酒凉凉地看了他一眼，让他的声音瞬间哑在了喉咙里。话那么多叫什么木曜？你跟你哥哥名字起反了吧？木曜这会儿连话都不敢接了，因为他瞧见主子也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表达的意思跟这个小姑娘说的话差不多。清酒说完那句话便没有再说话了，用碗接了血，执起一根银针试探了一番，看了看银针发黑的程度，心中便有了数。燕大夫摸了摸胡子，这小丫头还挺像那么回事的，不过这一步简直就是多此一举，谁都能看得出金药是中毒了，这还用验吗？我银针验血不只是为了验毒，而是验毒的深浅。燕大夫呼吸一滞，他刚才没有说话吧？
这个小丫头都能猜出他想什么了，还验毒的深浅，唬人的吧？紧接着，清酒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绿色瓷瓶，不大，很精致，拧开了瓶盖，往碗里滴了一滴。再接着，那碗里的血竟然瞬间被蒸发了，被那一滴液体给吞噬了，只剩下碗底的一点墨屑。燕大夫和木曜都瞪大眼看着，这什么东西啊？拿杯温水来。木曜赶紧恭恭敬敬地递上温水，清酒接过，往碗里一倒，顿时一股臭味扑面而来，熏得人差点吐出来。臭蚊蛇的毒液和枯节草的草沫制成的毒，中毒者皮肤溃烂，麻痒难耐。中了此毒的人不会立刻死亡，只会因为受不了这种痛痒，不停地用手抓挠，鲜血淋漓，直到皮肤溃烂的一点肉都没有了，人也就死了。天才，医学界的天才！此刻燕大夫激动得全身颤抖，简直老泪纵横，并且惭愧不已。而木曜已经是满脸崇拜了，凤喜则是满身的骄傲，这可是他的丫头啊！我将解毒的方法写下来，赶紧去抓药熬药，也是够可以的。竟然给金药下昏睡散，这多伤身体啊！这么阴损的法子，肯定是你这个老头想出来的。清酒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头还有点痛。下一秒，燕大夫却呼的一下就冲了过来。师傅啊！我的娘哎，妖兽啊！清酒身子一闪，直接躲在了凤喜的身后。他才不要接受这个老家伙的一拜呢。师傅，徒儿说话算话，拜您为师。您能不能告诉徒儿，您那瓷瓶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老头，你别闹啊！我才不想要你这么老的徒弟呢！不行不行，徒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拒绝！清酒摆脱燕大夫，抓着凤喜的胳膊就往屋子外面跑。身后的燕大夫还在叫喊，清酒的脚步更快了，直到两个人都听不到燕大夫的声音了，这才停了下来。那老头没病吧？燕大夫只是痴迷于医术，他是出了名的医痴，今日被你露的这一手给震撼住了，所以才会这般痴狂。而且这老头子比较固执，怕是不达目的不会善罢甘休。那是他的事儿，谁要收他做徒弟啊？那么老。这京城不知道多少人想跟燕大夫攀上关系，那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他们。你开心就好。清酒一抖，抬起头来，他被那个老头搅和的都忘记正事儿了。他怎么总感觉凤喜怪怪的，似乎好像话变多了，和他说话的态度也温和，而且他怎么总是能听出一股宠溺的味道啊！喝酒伤了头啊！别打！凤喜伸出手握住九九的手腕，口气都带着心疼。他一下子就甩开了凤喜的手。这家伙没病吧？为什么口气突然这么宠溺啊？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你突然这样，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凤喜愣住了，这个丫头是半点不将他往好处想。他是有所图，图的就是他这个人。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凤喜没有说话，阳光暖暖的，时间似乎静谧在这一刻，清酒的心都有些发慌了。说了。说什么了？你说你喜欢本王，非本王不嫁。开什么玩笑啊！假的假的，我才不会说那样的话呢。凤喜，你诓我呢，我怎么可能对你说这种话？你别搞笑了。我有证据。证据？什么证据啊？紧接着，清酒就瞧见凤喜慢动作的抬起手，解开了外袍最上面的2颗扣子，然后很快清酒就傻眼了。凤喜的脖子露出来，上面一个又一个紫色的小印记，而且左侧边还有一个小牙齿印，看样子咬得还挺深的。这是吻痕啊？不会是我造成的吧？不会啊。秦九九，你看到了？昨天晚上你……哇，凤喜，我以一个医者的角度看过去，你这个脖子是被某一种昆虫给咬的，你这是过敏了。所以你这是不想承认了？承认什么呀？走吧，燕大夫还在呢。燕大夫还在呢，你就同本王一起过去，看看燕大夫怎么说。这是被昆虫咬的过敏了呀，还是被你咬的呀？不去不去。所以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我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赖上我做什么呀？谁知道你昨天晚上去跟哪个姑娘风流了？现在让我来背锅。秦九九，你这死皮赖脸，一副要赖账的模样是怎么回事？吃过了就不想负责了？秦九九，你耍赖也没用，本王还有人证。这王府都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不过凤喜，你非要抓着我不放做什么呀？凤喜的内心有些悲凉，
更多的却是痛苦，这种爱而不得又双重身份的痛苦。而清酒面上虽然装的强硬，但是心里却是虚的，毕竟占人便宜的是他呀。本王只是陈述事实。然后抬脚走了。走了？什么意思啊？风姐，你给我站住！清酒吆喝了一声，追了上去。这家伙扔下这么一句话就走是什么意思啊？陈述事实，那是拐弯抹角的骂他没有担当啊！追上去之后，却没有瞧见凤喜的人影，人家躲着他呢。清酒围着后花园转了一圈，也没有瞧见凤喜的人，心里说不上的烦躁，这种情绪来得莫名其妙。九姑娘，前天备了饭，您现在要过去用餐吗？不吃。话音刚落，肚子就响了。清酒尴尬的咳了一声，方向一转，吃饭。到了前厅，桌子上的饭菜已经摆放好了，将近20几种花样，量都不多，胜在精巧。我自己吃啊？清酒问。是的，金姑娘请放心食用。你去帮我把屁儿姑娘请过来，我跟她一起吃饭。好的，金姑娘请稍等。九九，屁儿过来坐。屁儿笑嘻嘻地坐到清酒的边上。九九，你好几天没来看我了，我都想死你了。我给配的药你有吃吧？最近身体还痛吗？有的，每天都吃。我答应你，以后每天都来跟你施针一次。如果有急事来不了，我也会派人通知你的。九九，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凤喜哥哥还给你准备了早饭呢，他人呢？屁儿左右张望，去找凤喜的身影。提到凤喜就心塞。清酒拿过一碗小米粥，放到屁儿的眼前。吃吧吃吧，别问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问他。禀告蓝姑娘，先前一会儿宫里有人传话，说贵妃娘娘身体欠佳，让王爷去宫里一趟。哦，这样啊。蓝屁儿眨了眨眼，垂下眼，喝了一口粥，情绪明显的失落起来。清酒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这个丫头心里在想什么呢。雪贵妃毕竟是她的娘亲，虽然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心里还是渴望的吧。粥好喝吗？好喝。好啦，你别不开心，你吃饱饭了，我今天带你出去玩。真的吗？去哪儿啊？去街上逛逛，然后去我家玩一会儿，我给你做好吃的。真的？这会儿屁儿是真高兴了，九九真的是太好了，而且九九还说去他家呢。脑海里面一下子就浮现出青羽的模样，那个九九的小叔，青衫薄袖，如斯温柔的男子，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贵妃娘娘驾到！屁儿手上的米粥一下子就摔落在地上，又震惊又紧张。他刚才还很失落的羡慕凤喜哥哥，现在竟是手脚都不听使唤了。那是他的母后呢，他的母后来了呀！九九，屁儿的眼睛都红了，激动的想落泪。他握住清酒的胳膊，这一刻激动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清酒慢条斯理的吃了一个小煎饺，又呼啦呼啦的喝了一碗粥，很淡定，因为他要吃饱，吃饱才有力气打仗啊。想出去看看吗？想。屁儿点了点头，两个人一起出了前厅。厅外丫鬟奴仆跪了一地。雪贵妃身后带了数十个人，而跟在她身后左边的位置是如烟，右边是钟离梦。这是九九第一次与雪贵妃见面，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岁月并未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容色秀丽清冷，双眼如墨玉深潭。拜见贵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叩拜之声不绝于耳。屁儿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女子，眼睛一眨不眨。原来这就是她的母后呢，手心溢出了一层湿汗，若不是被九九牵着，她都要站立不住了。清酒没有跪拜，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相互打量，也是一种较量。放肆！见到贵妃娘娘竟然敢不行礼！如烟姑娘，你伤好了？这么快就能出门了？这位奴婢倒是牙尖嘴利，屈辱如此没有尊卑。来人，张嘴！雪贵妃的话落下，便有一名老嬷嬷上前，摩拳擦掌，一脸横肉，准备大显身手。九九不是奴婢，她是凤喜哥哥的心上人。喜儿府中的奴婢是越来越不懂得规矩了。来人，杖毙！杖毙！刹那间，屁儿脑中回想的就只有这两个字，他的母后要杖毙他。清酒明显的感觉到屁儿颤抖的手，反手用力的握紧他。这个丫头希望有多大，失望就会有多大。薛贵妃哪里会认得他呀？
钟离梦始终面色温婉，她的脸上似乎带着一丝笑，无声地看着这一场由她导演的戏。娘娘，这位姑娘可不能杖毙，她竟然还活着。那厌恶的语气和不喜的神情让嫔儿忍不住的后退，若不是清酒扶住她，怕是要摔倒在地。娘娘，先杖毙还是先掌嘴？掌嘴。是。小贱人，放肆！看见贵妃娘娘竟敢不行礼，今日就让本嬷嬷教给你做人的道理。嫔儿的眼泪扑簌簌的落下，又是担心又是难过。清酒始终平静，面色不改，直到那老嬷嬷的手挥起，清酒动了。他抬起手臂接住那老嬷嬷挥过来的手，一把拧住，只听咔嚓一声，瞬间断裂。下一秒，清酒的右手已经捏住了他的脖子。有没有人告诉你，话多的人总是命不长久？脖颈拧断的声音清晰可闻。砰的一声，清酒抬起脚，直接将老嬷嬷的尸体给踢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几圈之后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啊，手滑了。本宫还真是小看你了。所以啊，贵妃娘娘，我们有话好商量，不要随便动手动脚的。我是个很温柔的姑娘，并不喜欢简单粗暴的交流方式。不喜欢简单粗暴？你一出手就拧断了一个嬷嬷的脖子好吗？跟本宫商量，你也配吗？不配吗？若是不配，您今日又何必亲自驾临这里，又何必支开您的儿子呢？贵妃娘娘，您可知道，此刻您就是表现得再不屑，从你亲自来见我的那一刻起，你就输了。本宫就是来瞧瞧，对我儿子使了狐媚之术的贱婢是何等的模样。却原来是如此的心狠手辣，牙尖嘴利之辈。最重要的是如此丑陋的长相，竟也想踏入皇家之门，简直是痴心妄想。哼，世人向来以姿色的高低来评判他人，却不知道有些人虽是拥有倾世之貌，却心如蛇蝎，丑陋无比。清九九，真的是好多年都没有人敢这般与本宫说话了。你是不是以为本宫奈何不了你？哼，原来雪贵妃知道我的名字，当这是荣幸至极，奈何不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已经派人刺杀了我2次了，对吗？可惜你命大，仗着有点小聪明，倒是让你活到了今日。只是不知道你今日是否还会有这般的好命。来人！他身后的数十人迅速地将清酒跟嫔儿给围了起来。嫔儿吓得瑟瑟发抖，泪水连连。清酒握着她的手，无声安慰。早知道就不让人请嫔儿过来了。这个丫头现在是又害怕又伤心啊。贵妃娘娘，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清酒将嫔儿推到了自己的身后，呈保护者的姿态将她护在了身后。现在想求饶吗？求饶？我又没错，为什么要求饶啊？只是至今为止我都没弄明白，您为何原因非要置我于死地？我似乎并未得罪过你。你想嫁给凤喜，就是罪该万死。雪贵妃娘娘，怕是您搞错了吧？不提凤喜这个人，就冲她有你这么个娘亲，这辈子我都不会嫁给她。所以您是不是多虑了？现在你还在跟本宫狡辩？你以为本宫会信吗？一个区区贱婢竟然也有资格跟我儿签订契约，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贵妃娘娘，我现在跟你说2件事情，说完了之后，如果你还要动手，那么别怪我不客气。第一，我清酒从未想着嫁给你儿子，现在不想，以后也不会想。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契约时，那是凤喜的事情，你可以去问他，别来找我的麻烦。第二，我并不想与您为敌，也不想大开杀戒，但是如果您非要动手，我不会乖乖就范。还真如梦儿所说，一个过气的将军小姐竟然如此刁蛮嚣张，不过仗着自己有点三脚猫的功夫，竟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吗？当真是可笑至极。听如烟说，你这个贱婢不知得了什么机缘，竟然拥有灵脉。哼，不过区区灵脉觉醒，就如此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难道就不怕连累自己的家人吗？家人是他的逆鳞，他不允许任何人去触碰。雪贵妃真的惹火他了。你可以反抗，但是你的家人会遭遇什么，本宫不敢保证。你也可以跪地乖乖求饶，乖乖的束手就擒，本宫就放你家人一条生路。他抬起下巴，冷傲无比，可清酒眼中的杀意却是一层一层溢出。九九，你就不要反抗了，你如此顶撞贵妃娘娘，是必要受罚的。贵妃娘娘心善，不会祸及家人，如果你乖乖的跟贵妃娘娘认错，或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哼，我跟你很熟吗？轮得到你出来说话吗？蝙蝠身上插鸡毛，你算什么鸟？九九，你怎么这般不识好歹？我与阿宇还有亲爷爷都是故交，不忍心看你如此堕落错下去，这才为你说话。你竟然……梦儿，
这种人你跟他废什么话呀？本宫看在梦儿的面子上，最后问你一次，你可要乖乖认错，束手就擒。认错？我何错之有？束手就擒？哼，您在做梦吧，贵妃娘娘。您今日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想杀我尽管来，但是如若我的家人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那么什么上天入地付出生命，我势必要将凤栖斩在刀下，祭我至亲。你，雪贵妃一口气哽在喉咙里，只觉得怒血翻涌。这个该死的贱婢竟然拿媳儿来要挟他，好，当真是好极了。来人，给我将这2名贱婢抓起来，若是反抗，生死不论。嫔儿的眼泪簌簌落下，她的母后称她为贱婢，要杀了她，生死不论，心疼的都要死了。清九将她护在身后，命运欠这个姑娘太多了，上天也没有善待她，但她是自己的朋友，所以今日她拼了命也不会让她出事儿的，只要熬到凤喜回来。随着雪贵妃的一声令下，她带来的人呼啦啦的一声呈包围圈的姿态冲上前来。啾啾，不用害怕，一起上！武器出手，紫光闪烁，风起，墨发在空中飞舞。紫旋鞭握在手中，凌空一挥，啪的一下甩在地上，沙石迸裂，尘土飞扬，震慑的众人频频后退。娘娘小心，这青九九的武器甚是厉害。如烟护住雪贵妃急急后退，她领教过，可是下一刻却一下子被雪贵妃给推开了。住手！都给本宫住手！贵妃娘娘，小心啊！把你手上的鞭子给我看看。凭什么？本宫只是想看一看，证实一下。证实什么？你手中的鞭子。雪贵妃伸手去抓，青九九又岂会给她？这手腕一转，鞭子已经如长蛇一般缠在了她的手腕之上。贵妃娘娘，想干什么？紫旋鞭，你手中的鞭子是紫旋鞭对吗？是又如何？你从何处得来的？你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松手！松手！再不松手我就不客气了。说啊，快跟本宫说，这紫旋鞭你是从哪里得来的？九九哟，这不长记性的丫头，她娘刚才是怎么对她的？这会儿就替雪贵妃求情来了。我娘给我的。话音落，雪贵妃握住清九胳膊的双手都在颤抖，甚至她的眼中都蓄满了一层泪。你娘亲，她叫什么名字？问这话的时候，雪贵妃的声音都发了颤。袁素锦。袁素锦，袁素锦，阿锦，阿锦，她在哪儿？她在哪儿？我要见她，我要见她！九九，你快点带本宫去见她。我娘亲已经去世了。不可能！九九，先前我并不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才会这般对你。我跟你道歉，你告诉我，你娘亲现在在什么地方？清九惊讶地看着雪贵妃，她跟自己的娘亲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了见到她的娘亲，都不自称本宫了。我娘亲真的去世了，心道，都是被你那个皇帝老公害死的，我还没有去找他报仇呢。不可能，你娘亲不可能去世。见雪贵妃这个模样，清九都有些头疼。这雪贵妃以为自己在骗他吗？雪贵妃，你来杀我之前都不派人调查一下我的家世吗？本宫看起来是那么闲的人吗 ？What？ 你身份尊贵，算你厉害。我身为人子，是不会咒自己的娘亲的。我爹和我娘的确已经去世了。你爹？青云天。雪贵妃上上下下打量清九，那眉头是越皱越紧。怎么可能？走，本宫现在要去清府一趟，你跟我一起过去。清九简直无语。前一刻你还要杀我，现在你就一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的模样，这样真的好吗？去了也没人，府里就我小叔跟爷爷。忽又想到雪贵妃之前的要挟，清九挑了挑眉。贵妃娘娘不是早就派人去了我亲家吗？说不定我爷爷现在都已经被您的人抓起来了呢。误会，我们现在就去，本宫会解释清楚的。话音落下，急切地抓起清九九的手就要走，此时却突然从府外进来了一行人，领头的是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刘公公，他身后带了一队的小太监。洒家见过贵妃娘娘。何事？贵妃娘娘，皇上传话，请您立即回宫，莫要在外久待。刘公公话音一落，雪贵妃的脸瞬间阴云密布，她一把扯过一名侍卫的剑，挥剑就砍向刘公公。本宫才出来不过1刻钟的时间，他就让本宫回去，本宫难道连出来散散心都不行吗？雪贵妃手中的剑毫不留情的一通乱砍，刘公公挨了一刀在胳膊之上之后，就趴在地上哀嚎，身后带来的小太监遭了殃，被砍伤了也不敢躲，趴在地上瑟瑟发抖。雪贵妃一脚踢向刘公公，娘娘饶命，娘娘饶命！下一秒，雪贵妃的手腕却突然被握住。娘娘息怒，
是清酒。雪贵妃转头，对上的却是清九九一双黑琉璃般的眸子，清透无尘，却又如远古深湖般平静无波。他暴虐的情绪也渐渐平息下来了。哐当一声，手中利剑落在地上，粗重的呼吸也缓解了几分。娘娘，你失态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的狂怒和杀意渐渐褪去，又恢复成之前雍容华贵的模样。刘公公劫后余生，感激地看向了清九九，却见对方冲着他一笑：“本宫这就回去。”不，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清九九实在是太好命了，他的娘亲竟与贵妃娘娘是故交嘛，而且贵妃娘娘似乎对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可不妙。此时，勒马的声音响起，众人纷纷回头。只见寿王凤喜驾着一匹棕色宝马，一路骑进后院。他翻身下马，一眼扫过院内的狼狈和满地的血腥，气息越来越冷。母后，您对清九九做了什么？雪贵妃简直气死了，他儿子这是什么态度啊？简直是气死他了！他做什么了？本宫做了什么你没看见吗？你的未婚妻好好的在那站着呢，你没瞧见吗？本宫出来看看我的儿媳妇也有错吗？话落，惊掉一地的下巴，包括凤喜，包括清九九。钟离梦更是眼前一黑，只觉得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竟是一个怒火攻头，一下子昏了过去。钟姑娘，如烟低叫了一声，赶忙上前扶住了她。可是此时的雪贵妃根本就是忽略了她，更不去管众人的脸色，心中眼中都只剩下九九。九九啊，我与您的母亲是故交，按照辈分，你该称呼我一声雪姨。清九眨了眨眼，这雪贵妃的态度转变得太快了吧？关于你跟喜儿的婚事，我很满意，你们看何时成婚？贵妃娘娘，其实喊我雪姨。雪姨，其实我与凤喜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并不想嫁给他，他也不想娶我。九九丫头，你是还在生雪姨的气吗？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不，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问凤喜。挤眉弄眼对着凤喜使眼色，凤喜轻咳了一声，走上前来，他也被自家母后这变脸的速度给看愣了。天知道，他发现自己被母后诓了之后，那心跳加速的简直要炸裂。若是九九跟他的母后打起来该怎么办？喜儿，九九说你不想娶她，这可是真的。你是嫌弃她长得丑吗？嫌弃我丑的好像是您本人吧？不是，孩儿是很满意这桩婚事的。清九九唰的抬头看向凤喜，他说的什么话？不错，若是你敢嫌弃九九，你母后我第一个饶不了你。九九，你放心，你跟了凤喜，她绝对会对你好的。若是敢欺负你，雪姨一定给你做主。而且你放心，你莫要因为自己的容颜有瑕就心生自卑。只要雪姨活着一天，她就只能疼你爱你一个人。不，我肯定是不会自卑的，但是我是不会嫁给凤喜的。我不喜欢她，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贵妃娘娘，你莫要乱点鸳鸯谱啊！雪贵妃的眉头一皱，她抬头看向自家的儿子，真的，凤喜张了张嘴，有些话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原来是还没搞定，连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追不到手，竟然让别人捷足先登了！你还是我的儿子吗？太丢我的脸了！整个院内所有人都垂着脑袋，大气不敢喘，可千万不能看了不该看的，否则脑袋不保。那个捷足先登的男人是谁？还不快去查查底细，争取从他手里将九九丫头给追回来。若是实在拼不过，赶紧派人弄死了了事。雪贵妃娘娘，你确定当着我的面说这个话题合适吗？凤喜也说不出话了，她心中腹诽，母后，你知不知道清九九口中那个喜欢的人就是你儿子我？九九，雪姨我现在要赶回宫去，明日4时到雪松宫来找我。雪姨有关于你母亲的事情跟你说，很重要。还有雪姨敢肯定，你母亲一定还活着。好。梦儿她是怎么了？回禀娘娘，可能是太阳太大，晒晕了。哎呀，梦儿这孩子还是很好的，若是没有九九，我是愿意成全她的一片痴心的。可是如今，怕是要辜负这个孩子了。起驾，回宫。等一行人不见了人影，清九这个时候才看向凤喜。凤喜，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吧？报复我对吧？很满意这桩婚事，你骗鬼呢？凤喜顿时哑口无言。我不就是喝醉了酒，啃了你几口吗？大不了让你啃回来，你至于这样羞辱我吗？报复我？凤喜，你可真不是男人，心眼只有针尖那么小吗？凤喜的脸色已经比墨水还要黑，双拳紧握，一身气息幽冷如阎王。轰的一声，他抬手，内力倾泻而出，假山轰然而裂。哟，你这吓唬谁呢？还有理了是吧？有本事你打我啊！秦九九，本王说句真话，还有错了？真话？别搞笑了，你哪句话是真的？我想娶你，这句话是真的。娶我？
本王突然觉得，娶了你也不错。凤喜开口，心砰砰直跳。或许以凤喜的身份，在清九九的心里产生一点涟漪，也是不错的。凤喜，你他娘的是不是又想出什么阴谋诡计对付我了？凤喜腹诽，这丫头对他的成见是有多深呢？我知道了，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趁我喝醉偷我话了？凤喜被瞪得有1秒钟的心虚，竟是没有否认。我总算是明白了，凤喜，你真是够阴狠毒辣的！咱们俩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啊？你要这么害我啊？你肯定是知道我已经有喜欢的人这件事了，所以你今日才不否认这场私婚了。你知不知道坏人姻缘是要遭天打雷劈的？我告诉你凤喜，你赶紧去跟贵妃娘娘把话说清楚了，还有赶紧退婚，别耽误了我的好事。我就是嫁猪嫁狗也不会嫁给你的。凤喜一颗心堵死了，嫔儿姑娘真是被忽视了好久，本来一颗心就伤得透透的，可是都没有人过来安慰她。久久又跟她的凤喜哥哥吵架了，她真的是难过的要死了。哎呀，嫔儿不哭，我带你去逛街。清九转头就去哄嫔儿，那语气可温柔了，看得凤喜又是好一阵的羡慕。九九，你不要跟凤喜哥哥吵架，我还想跟他动手呢。你哥哥心眼太坏了，欠揍。凤喜不说话了，嫔儿一味的嘤嘤嘤，清九连个眼色也不给凤喜，拉着嫔儿就走。你们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扔下这么一句话，拉着嫔儿就直奔门口。此时燕大夫和木曜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王爷，秦药醒了，脸上溃烂的伤口也在快速愈合。那秦姑娘的药方真是太厉害了，她人去哪儿了？老夫还要拜师。燕大夫激动的胡子眉毛都是颤抖的，木曜也是两眼放光。他的哥哥醒了，他是要去表示感谢的。不知道。凤喜心里不舒服，直接丢下3个字，转身就走。他一肚子的火，还不知道往哪里撒。燕大夫与木曜面面相觑，王爷这是吃了枪药了吗？出了寿王府，清九还是没有解气，一路上都在骂凤喜。嫔儿，你皇兄可真不是个东西，蔫坏的，我可真烦他。我长这么大，讨厌的人寥寥无几，你皇兄绝对算得上一个。凤喜，真是太讨厌了。嫔儿，你为什么不说话？九九，我觉得我凤喜哥哥还是挺好的，他是外冷内热的一个人。不好，可是除了我凤喜哥哥，都没有人喜欢我，我母妃也不喜欢我。唉，我觉得吧，雪贵妃可能是没认出你来，认出来了，庄姑娘都告诉她了，可是母妃咒我死呢。母妃对你态度都那么好，可见是真的讨厌我了。嫔儿，你别哭了，我带你去见我的小叔。小叔？嫔儿眨了眨眼，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小叔他受重伤了，陷入昏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床榻上，真的很可怜。怎么会这样？小叔他还好吗？那我们快去看小叔吧。嫔儿拉着清九的手就走，这一会儿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小脸都急得通红的。清九摸着下巴，嫔儿这个模样，明明就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样子。小叔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怎么会昏迷不醒啊？九九，我好担心啊！你能给我说说小叔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清九架不住嫔儿的念叨，便简略的将青雨的遭遇说给了他听。小叔好可怜啊，自己都这么可怜了，还去可怜别人呢，真是乖巧啊。很快就回到了清家，清九带着嫔儿直接去了青雨的小木屋。嫔儿还有些羞涩，扭扭捏捏的样子。清九见他这样，知道他是不好意思，有些好笑。我小叔很可怜的，你去安慰一下。清九这般说，嫔儿才鼓足了勇气，跟着九九进了屋子。雷大在屋子里伺候着，看见清九站起身来。大小姐，身体好些了吗？都是皮外伤，休息几天就好了。就是少将军他……没事儿，小叔一定会醒过来的，只是时间的问题，相信我。你回去睡一会儿吧，我在这看一会儿小叔。雷大冲着九九跟嫔儿点了点头，这才推开门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雷大刚走，嫔儿就从九九的身后冒出头来，蹭蹭蹭地跑向床边，眨着小鹿一般的眼睛看向青雨。真好看，五官俊挺，眉目精致，整张脸清爽洁净，像是月光一样。小叔，我是嫔儿，我们见过面的。青雨自然没反应，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走不出来，别人也走不进去。嫔儿，你跟小叔待一会儿吧，我去东院一趟。九九你去吧，我在这陪小叔一会儿。清九应了一声好，出了屋子，屋子里面就只剩下嫔儿跟青雨。小叔，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你了。小叔，你肯定很好奇我是听谁说的你吧？
是林梦姐姐。不过她不允许我喊她林梦姐姐，我都称呼她为钟姑娘。我听钟姑娘说你喜欢她，我当时好羡慕呢。我也希望被人喜欢。嫣儿的脸蛋红红的，说完这句话，她伸出手去碰了一下青羽的脸蛋，有些凉，但是皮肤很滑。我一直在想，喜欢钟姑娘的青羽将军是什么样子的呢？直到那一次见到你，小叔，你真的是比画本子上的公子还要好看。青羽一直没有反应，嫣儿的胆子也大了许多。她伸出手去扣住青羽的手指。小叔，对不起，嫣儿冒犯你了。可若不是因为你昏睡，我怕是永远也没有靠近你的机会。你喜欢的是钟姑娘，她那么美丽又优秀，我肯定是比不上的。小叔，我知道你以前的时候是一个大将军，可真厉害。那个时候的你肯定是威风飒飒，酷出天际。嫣儿真的很崇拜你。嫣儿是谁？九九的朋友吗？似乎有过一面之缘，但是他却并未上心，甚至都没有将那个女孩子的样子记住。他怎么就进来自己的屋子了？是九九带来的吗？小叔，我以后每天都会央求九九带着我来看你的，既希望你醒过来，又希望你一直睡下去，因为你一旦醒了的话，我怕就再也没有办法靠近你了。小叔，我知道这短暂的幸福是我偷来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快点醒过来。你的人生还有那么长呢，不像我。九九说我只剩下3年不到的生命了。小叔，我才是被全世界都抛弃的人呢，可是我依然不恨，因为被恨的人没有多少痛苦，去恨的人却少了很多幸福。小叔，你还有那么多关心你的人，青爷爷、九九还有我，所以你一定要早日走出来才是。嫣儿一直在说，一刻钟也没有停下。他没有发现青羽的睫毛似乎颤动了一下。清酒回来的时候，嫣儿红肿的双眼还没有消退。九九，你回来啦？哦，我朋友没在，又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这样啊，我跟小叔说了很多的话，可是小叔还是没有醒过来。嫣儿，你不用担心，小叔是个内心很强大的人，我相信他很快就能走出来的。吱呀一声，门在这个时候却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爷爷，你去哪儿了？出门逛逛，遇到了钟家丫头，便跟我一起回来了，说是要来看看雨儿。九九，我们见过的，是见过的，但是不熟。所以钟姑娘，你来我们亲家是有什么事情吗？九丫头，不能这般没礼貌。钟家丫头是来拜访我跟你小叔的。庆爷爷，没事儿，您别训斥九九，我很喜欢他的，而且我觉得自己跟他很投缘的。嫣儿也在呢，看见林梦姐姐怎么不打声招呼呀？林梦姐姐。周林梦，清晨之时在寿王府你也是看到嫣儿的，当时你并未与她打招呼，所以你现在当着我爷爷的面表现得善良大方，是为何意？你想干什么？贵妃娘娘在眼前，我怎么能跟嫣儿打招呼呢？后来贵妃娘娘盛怒，还是我说出了嫣儿的身份啊。九九，你真的误会我了。好了，九丫头，你何时变得这般没有礼貌了？钟家丫头听闻你小叔昏迷不醒，所以特意过来看看，快让开，让钟家丫头进去。青金山话落，钟离梦点头示意，便走进了屋子。嫣儿站在清酒的身后，怯怯的样子，眼神还有一些难过。他才想着跟小叔亲近一点，这小叔的心上人就来了。钟离梦一进屋就径直走向青羽，弯下腰搭上青羽的脉搏。庆爷爷，阿羽的身体是有什么名医在帮他调理吗？阿羽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是寿王府的燕大夫。阿喜真的是对这个丑八怪青九九动心了，竟然连他府上的御用黄医都派过来给青羽这个瘸子调理身体啊！燕大夫啊，皇宫第一御医，是个医术很厉害的长辈，我也见过几次，还一起探讨过医术。钟丫头，你的医术一向出众，这是连圣上都夸过你的。雨儿能交到你这个朋友，是他的荣幸。庆爷爷过奖了。此时钟离梦又看向青羽，阿羽，你的事情庆爷爷跟我说了个大概，我着实没有想到倾城是那般心狠手辣之人，所有的错误都不在你的身上，你是无辜的，所以你不要自责，赶快醒过来。庆爷爷和九九还在等着你，我也在等你。嫣儿在九九身后撅起嘴巴，他就没有这么好听的声音。阿羽的睫毛动了一下，青青山和青九都上前一步，紧张地看着床榻，没有反应。
阿宇，你听到我说话了吗？我是林梦啊，如果你听到我说话，就眨眨眼睛。亲爷爷，我肯定没有眼花，我真的瞧见阿宇睫毛颤了一下。钟家丫头，阿宇与你毕竟是朋友，而且情谊甚佳，想必他是听出你的声音了。亲爷爷，你不要哭，看来阿宇对我的声音是真的有反应。这样，我日后只要有时间就会过来陪他说说话，直到将他唤醒。好，那亲爷爷先谢过钟家丫头了。这是他唯一剩下的儿子，如果钟家丫头能够将其唤醒，那他可就是亲家的大恩人了。亲爷爷，这是我应该做的。亲爷爷，我今日来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来拜访一下您跟阿宇。既然见到了，那我也该告辞了。九丫头，你去送一下钟家丫头。我不去。你这臭丫头，不听爷爷话了？不用了，亲爷爷，我又不是第一次来，我记得路的，那我改日再来啊。亲爷爷亲自送你。青青山心中已经将钟离梦当成救命稻草了，他当然知道青羽以前喜欢钟家丫头的事情，所以他很相信只要钟家丫头多来几次，青羽很快就会醒过来。钟离梦来这一趟是为了什么呀？怎么感觉有阴谋啊？室内只剩下清酒跟聘儿，聘儿的情绪很低落，清酒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怎么了？离梦姐姐唤醒小叔了，她说小叔的睫毛颤了颤，小叔还是很喜欢她呢。你别当真啊，这有些人爱装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一般人学不会。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瞎说的。清酒面对好奇宝宝一样的聘儿，点了他的眉心一下，拉着他走到青羽的旁边。聘儿，你喜欢我小叔对吧？聘儿被清酒问了个猝不及防，脸刷的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我觉得你肯定喜欢我小叔，刚才钟离梦说他唤醒小叔了，你羡慕的都要哭出来了，真是太可爱了。九九，你不要逗我。你承认了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个可以唤醒小叔的方法。真的？我是很喜欢小叔，但是没有但是，喜欢就是喜欢。他拍了拍身旁的椅子，让聘儿坐下，然后他给聘儿讲了一个故事。聘儿听得聚精会神，时不时的惊呼，最后一脸的羡慕。他眨巴着眼看着清酒。所以最后是公主将王子给吻醒了吗？对啊，所以你要不要试试？小丫头眼神飘渺，朝着他小叔的脸上，嘴巴上瞅了好几眼。真好骗。算了，我不是公主，小叔也不是王子。聘儿，你才是真正的皇家公主，那钟离梦只是药王谷一个给人治病的。哎呀，好饿啊，我出去找点吃的，你在这儿等我，我们就在小叔屋子里吃。清酒故意将空间留给聘儿，火急火燎的就出了屋子。雅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聘儿坐在床边，他的脑海中一直回荡的是清九九说的那个故事。公主将王子给吻醒了，她是公主的，虽然只是个被抛弃的公主，所以那就试试好了。就算没有成功，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回忆了。于是聘儿起身，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的靠近了青羽，终于鼻息相间，唇瓣相对。聘儿闭上眼睛，慢慢的吻上青羽，柔软微凉，似乎带着一丝丝浅浅的药香，两个人的气息交融，相依相偎。而此时闭着眼睛的聘儿没有瞧见青羽的睫毛颤了几下之后又归于平静，直到聘儿憋不住气了才抬起头来。聘儿捂着胸口大口大口的呼吸，他差点憋死了。看了一眼小叔还是安安静静的模样，聘儿垂下眼，心中有些小失落。公主没能吻醒王子呢，就说了她是一个假的公主，但同时又有一点小兴奋，因为她亲到小叔了呀，像一只偷到了糖的小老鼠。聘儿眉眼都闪着光。聘儿，帮我开一下门。聘儿起身就要去开门，下意识的就往床榻上看了一眼，却瞬间对上一双清透无尘的眸子。聘儿的呼吸一下子卡住了，她睁了一双小鹿一般的眸子，紧紧地盯着青羽，然后下一秒抬起脚蹭蹭蹭就往外面跑。打开门，清酒手上拿了好多吃的。聘儿，帮我拿一下。舅舅，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我先走了。那个小叔他聘儿！清酒越喊，小丫头跑得越快，一头秀发都甩得一荡一荡的。王鬼，
管家，快派人跟着，送佩儿回双王府！清九高声喊道，立刻抬脚进屋。小叔他出了什么事儿吗？清九走进屋子里，却见到原本应该躺在床榻上的青羽已经坐了起来，身后倚靠着枕头，一头墨发随意地披散在脑后，并不凌乱。九九，小叔似乎睡了很久。清九手中的食物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他大步上前，一把抱住青羽。小叔，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醒过来的，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小叔，你走出来了，真是好棒。其实我一直是清醒的，只是太累，不想醒过来。九九，小叔谢谢你。小叔，你谢我什么呀？我出去买个饭的功夫你就醒过来了，你还没有跟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九九，你带了个什么小丫头过来，占了小叔的便宜，又给逃了。最重要的是，小叔是被他憋醒的。那个丫头是你的朋友吗？清九将聘儿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说给青羽听。那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丫头，有那样残酷和黑暗的过往，竟然毫无怨怼，而且有一颗那么纯洁和坚强的心。是啊，可惜她身体太弱，如今我只能保住她再活3年，但是这3年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她活下去。九九，小叔相信你的，那丫头不该如此命薄。小叔与聘儿，或许不是聘儿的一厢情愿呢。九九，你怎么回事？怎么会那么没有礼貌？那钟家丫头怎么得罪你了？雨儿，你终于醒了，你吓死爹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想不开呢？爹以为你要睡到天荒地老了。一定是那钟家丫头，她来了之后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就醒过来了。爹一定要好好感谢她。爹打算将你娘留下来的羊脂玉手镯送给她。小叔能够醒过来跟钟离梦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感谢错人了。还要把奶奶的羊玉指手镯给她，简直是暴殄天物。不是钟家丫头吗？可是她来了之后，你小叔才醒的呀。爷爷，就他那个不走心的样子，能唤醒小叔吗？别开玩笑了，他没刺激的小叔一蹶不振就是好的了，你还把他当救命菩萨，你都不知道那个女人虚伪成什么样子。九丫头，你可是与那钟家丫头有旧怨吗？有啊，之前我踢了她一脚，还骂了她。九丫头，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爷爷，你不要突然转移话题行不行？咱们现在说的是钟离梦的事儿。啊，对，你继续说。我就一句话，以后离钟离梦远点儿。这个女孩子不像你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心机深着呢。而且，钟离梦说她的师傅想收倾城为徒弟，自称倾城为师妹。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倾城体内的噬魂魔骨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是从药王谷得来的？九丫头，你可有证据？药王谷可是隐世大谷，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阴邪的东西？生育都是人捧出来的，那里有什么阴暗的东西，谁能知道？爷爷一辈子都在军营之中，只知道领兵打仗，认识的也都是些爽朗的汉子，哪能分辨出那些外表和善，内里却是大奸大恶的人？所以啊，爷爷，日后你有什么事情都要跟我和小叔商量，别被人利用了。日后莫要让那钟离梦上门了，我总感觉他要害我。那钟家丫头真要害你？差不多吧。她竟然要害我的九九，太过分了。好了，九九，别逗你爷爷了。九丫头，你是在逗我？不是，这个钟离梦对我绝对不怀好意。九九，会不会是你想差了，有点以德报怨了？小叔，我问你，你是不是还喜欢他，所以你才帮他说话的？还有爷爷，你是不是想让他当你的儿媳妇儿？那个，这要看你小叔的意思。爷爷，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咱们家过些安生日子，以后就杜绝钟离梦上门，也别一口一个钟家丫头，我听着心里不舒服。还有，你要是抗拒不了他的乖巧懂事大方，那你就想一想，他要害死你的孙女儿，你就不会喜欢他了，除非你想让他当你的孙女儿。小叔，虽然你大病初醒，应该是被呵护的时候。小叔是男子，不需要被呵护，且心智坚定。九九有话请直说。小叔，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同意钟离梦进咱们家门的，我讨厌他讨厌的不得了。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那小叔你差不多是要失去我这个侄女了。好。什么好？随九九你的意。青羽捏了捏眉心，似乎是有些倦意。
小叔，你休息吧，出去透透气。九丫头，你别到处乱跑，爷爷还要在这儿陪你小叔一小会儿。我又不是小孩子。说完推门就出去了。将军，他醒了。醒了。雷达抬脚就要往里走。哎，雷达，我有事儿问你。大小姐，请说。那个钟离梦，她跟咱们家关系很好吗？就是跟爷爷和小叔很熟悉吗？很熟悉。你就不能详细一点说说呀？钟姑娘跟寿王殿下关系很好，之后在寿王爷的引荐下来给将军看过腿，因为她为人和善，长得也很漂亮，也很会说话，老家主也很喜欢她。小叔对她呢？很喜欢，很喜欢。钟姑娘告诉将军双腿恢复无望之后，将军消沉了很久。我记得当时将军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爱而不得，忘却不能。知道了。雷大盯着清酒的背影看了一会儿，不知道大小姐为什么突然就不高兴了。这一次清酒没有要包厢，只在大厅里寻了一张桌子，点了几个菜。饭菜上齐，清酒吃的有些不是滋味。他想到聘儿那个丫头羞答答逃跑的样子，小丫头难得春心萌动，还是自己给推波助澜的。这要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可怎么办啊？小叔看起来英明睿智的模样，怎么眼神会这么差啊？喜欢钟离梦，没看到那个女人喜欢凤喜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吗？钟离梦，白莲花一个。这位公子，您是要吃饭吗？楼上有包厢。不用，我约了朋友。话落，径直走向清酒，坐在了九九的对面。怎么，不开心吗？你不是走了吗？生气了？耀耀美人，你既然走了，干嘛还回来？你不知道天那么黑，我一个人站在那儿有多害怕，要是遇到了坏人刺杀我怎么办？我看着你的背影，你头都不回，我那么喜欢你，你却这么对我。他都已经将他送到清府门口了，好不好？而且昨晚月光明亮，哪里黑漆漆了？就依着他那凶悍的小样儿，会害怕？凤喜抬起头看了一眼四周，还在用餐的食客似乎都停下来了，支棱着耳朵，眼睛的余光都在看他们两个人。一个金元宝凌空飞向柜台掌柜那儿。请人。掌柜的吓了一跳，赶忙起身，开始恭恭敬敬的请人离开，连饭费都给免了。你继续说。耀耀美人，你是不是故意的？我说到一半你就开始亲人，打断了我的情绪，我现在说不出来了。那你酝酿酝酿。凤喜好笑地问。清酒果然低下头，开始酝酿情绪。你现在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吃定了我喜欢你，所以你就可以在我的世界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凤喜说不出话了。这个丫头好可爱，怎么办？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来自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可是你却对我了如指掌，你没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吗？我有难言之隐。什么难言之隐？现在还不能说，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尚未婚嫁，父母健在，有兄弟姐妹，但并不亲热。我喜欢你，并且想娶你。九九怔怔地看着他，那样深邃的目光满满的都是真挚。九九，等我身体的毒解了，我就将关于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到时候什么？到时候你会原谅我吗？你会接受耀耀美人其实就是凤喜吗？到时候你就全知道了。什么啊？还以为有什么惊喜呢。吃吧，顺便说说你为什么不开心。老实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我本来是去找你的，但是看到你从家里出来，似乎不开心的样子，便一路跟着你到了这里。谎话说的面不改色。我没事儿，是我小叔的事情。怎么了？他欣赏的女子我不喜欢，所以就不开心。那个姑娘啊，看着很娇柔大方的样子，但是其实她不是什么好人。我打过她，她还冲我笑。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她想讨好你吧？讨好我做什么呀？我告诉你，她肯定是做给别人看的，心里面一定恨我恨得要死。像她这种女人，我见多了。这样啊？对啊，你看啊，她这种人很会惹事儿的，就算没有事儿，她自己也会制造事儿。耀耀美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清酒点了点头。她是药王谷出来的，据说是那个谷主唯一的女徒弟，叫钟离梦，你听说过吗？听说过。那你觉得她怎么样？不做评价。耀耀美人，我跟你说啊，在还没有认识你之前呢，我心里一直有个目标，就是吃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男。可是自从见到你之后，所有的美色都入不了我的眼了。那要是日后遇到比我长得好看的男子，当如何？自然是不能放过的，有条戏。凤喜脸色全黑。虾自己剥。将盘子里剩下的虾往清酒怀里一推。好了好了，
就喜欢你一个，喜欢你的容貌，喜欢你的灵魂，就喜欢你，就喜欢你。小丫头说喜欢她的灵魂，可是她的灵魂也是凤喜的灵魂。耀耀美人，我知道你是被我的个性和本事所吸引的，但是你真的不介意我的容貌问题吗？不介意，你只是美的不明显。耀耀美人，你的全名是什么呀？你告诉我呗。老板，给我把你们店里所有好吃的都端上来，饿死本少爷了。清酒抬眼看去，那是一个年约18、19岁的少年，身材健硕，可是却穿得破破烂烂的。哪里来的小乞丐？快滚出去，别耽误贵人用餐。下一秒却被那个少年给揪着衣领扔到了一边去了。贵人在哪儿呢？这酒楼被贵人承包了呀，本少爷吃饭还不行啊？又不是白吃，本少爷有钱。就抬头往里面张望，清酒和凤喜也转过头来。下一秒，那小少年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三哥，你怎么在这儿吃饭啊？咦，这是谁啊？三嫂吗？啊，我是清九九。而此时凤喜则是全身僵硬，下一秒不等清酒反应，他竟是一把抓住了那黑不溜秋的少年的衣领，大步就往外拖。哎，三哥，你干嘛？发生什么事了？哎，你今天怎么没……九九，你在这等我，我很快回来。扔下这一句，凤喜拖着楚一之就出了酒楼。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清酒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起身追出去，街上人来人往，哪里还有耀耀美人跟那个黑不溜秋的少年的影子啊！耀耀美人，我愿意相信你，不问你的身份，不问你的名字，不问你的一切，我愿意爱得肆意妄为。可是你呢？真的是真心的吗？如果是，为何我偶遇你的亲人，你却不愿意介绍我？如果不是，又为何说要娶我，而且剥虾给我吃，对我那么亲昵？凤喜一路拖着楚一之，来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巷，看了一眼身后，九九并未追上来，他舒了一口气，到现在为止，一颗心还在砰砰的跳个不停。三哥，你干什么呀？你不是出去游历了吗？为什么突然回来了？这不是游玩回来了吗？路上看到个大的马蜂窝，本想弄点蜂蛹和蜂蜜吃，却不小心惊动了那群马蜂。看看我这花容月貌的脸，给它毁成什么样子了？什么时候走？三哥，你干嘛赶我呀？我刚回来你就赶我走，我没地方去啊，而且我好饿。三哥，我刚才就想问了，你今天怎么没戴面具出门啊？你就是为了出来见他，所以才没戴面具是吧？哎呦呦，春心萌动了呀！我怎么觉得那个姑娘那么眼熟啊？啊，我想起来了，她是太子殿下的未婚妻，好像叫什么来着？清九九。闭嘴！信不信我把你的嘴巴给封住？她现在已经不是楚叶的未婚妻了，她现在是本王的未婚妻。啊？是那老皇帝捣的鬼吗？我记得那清九九的风评并不太好，而且她长得那么丑，还是楚叶不要的女人，竟然赐婚给你，欺人太甚。世人以讹传讹罢了。亲家九九其实是个很好的姑娘。拉倒吧，我又不是没见过她，我记得当年还拦过我呢，非要问我楚叶的下落，那没脸没皮的样子。够了，三哥，我不说这些事啊，说了你更觉得委屈了。本王不委屈，并且觉得很荣幸。而且你瞎吗？哪里看到亲九九丑了？她只是还没有变美而已。还有，亲九九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说她并不知道我的长相。我今日与她见面，摘了面具，用的是另一层身份。你日后见到他，不要说漏了嘴，否则我饶不了你。原来王兄是早有打算，他就说嘛，依着王兄的性子，怎么可能接受清九九，而且还跟他一起出来吃饭？王兄其实是在酝酿一个大招啊！放心吧，王兄，我肯定不会给你说漏的。你的计划我心里有数。凤喜看了他一眼，这小子还算是聪明。那王兄，你给自己虚构了一个什么牛逼的身份？若是不小心撞到了，我也要投入进去才行啊！你不用投入。日后看到九九，你躲着走，不要出现在他的眼前，听到了？这王兄还挺投入的，还九九。行，我知道了，那你滚吧，我回去了。哦，可是我还没吃饭。坐在这里的姑娘呢？回公子，那姑娘吃完了，已经离开了，是她让我们收拾桌子的。那桌子上的虾都吃完了吗？姑娘盘子里被剥好的虾都吃完了的。凤喜点头，直接赏了一个店小二一个金元宝。谢公子，谢谢公子。清九九在街上逛了很久，而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耀耀美人一直没有追上来。清九九，九九一转头就瞧见一个女子戴着面纱，将一张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清九九，有事吗？我问你，你是不是给我下毒了？哦，原来是这个事儿啊。
我都快忘记了。下毒？我没有啊，那看来不是你了，应该就是那个红衣美男了。他那么讨厌我吗？竟然这般害我！这个公主总给他一种二货的感觉。楚公主，你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啊。不行，不能走，还有事儿啊？你想打架啊？没心思。哼，你烦什么烦？我还没烦呢。我是公主，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不说是吧？我走了。楚骄阳赶紧拉住他的袖口，扭扭捏捏却又摆着高架子的模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哼，本公主会有事求你？本公主现在是要审问你。你说。我问你，那个红衣美男，不对，那个红衣刺客跟你是一伙的吧？人家怎么就成刺客了？我说楚公主，你莫要冤枉人。我可没有冤枉人。钟神医说了，我这个脸就是3天之内被人下了毒，一种让我肿成猪头的毒。这3天里我都没有出过宫门，只遇见过你跟那个红衣美男。果然又是那个钟离梦，真是哪里都少不了他的。你那位钟神医看了你的脸，没给你配点药帮你解毒啊？这还让你戴着面纱出门了。切，钟神医当然给我配了药了，我已经喝下去了，今天就感觉好很多了，明天就能完全恢复了。所以你拦住我是为了找莫邪对吧？莫邪？他叫莫邪吗？这个名字真好听。楚骄阳果然被带偏了，两眼瞬间带上了春意，嘴角挂着含羞带怯的笑。喂，醒醒，能不能不要发花痴了？谁发花痴了？本公主是要抓他的。哦，抓吧，能抓到他也算是你的本事。他人在哪儿？不知道。你跟他很熟吗？还行。那你知道什么？我就知道他叫莫邪啊。那你跟我走，他肯定会来找你的。跟你去哪儿啊？皇宫。本公主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公主府，不过很快就有了。哦，所以你这是邀请我去皇宫做客吗？当然不是，你跟那个给本公主下毒的莫邪是同党，所以我要将你扣押。扫了一眼将他围起来的一队的禁卫兵。楚公主，我跟你说个实话，你要听吗？你有话快说。楚公主，你若是恭恭敬敬的请我去你的宫中做客，我也就赏你个面子，随你走一趟。可你非说要扣押我，论身手，我上次就把你打趴下了。你就是再加一队禁卫兵，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啊。论辈分，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我是寿王的未婚妻，你得称呼我一声王嫂。楚骄阳眨了眨眼，他被清九九给说懵了。你没明白是吧？那我给你翻译一下啊。我的意思就是，你想追美男就别摆高架子，想用我将莫邪引出来见你，那你就恭恭敬敬的把我请到你的宫中，否则我不伺候你。清九九，别骂了，省点力气，留着追美男吧。一句话顿时让楚骄阳的怒火偃旗息鼓了。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替我谢谢你们的统兵大人，顺便给本公主找一辆马车过来，快点。呼啦啦，楚骄阳带来的禁卫兵井然有序的在小队长的带领下就撤了下去。很快一辆马车也被赶过来。莫邪真的会来找你吗？会啊。清九上了马车，坐下来之后就开始闭目养神。清九九，你跟莫邪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个莫邪他成婚了没有？他是干什么的？他真的会来找你吗？清九九，你竟然敢不理我，你好大的胆子！我睡一会儿，皇宫到了叫我。清九才不管他什么脸色，闭上眼睛转了个身子就陷入了前面。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呼啸而过。哎，那不是凤喜哥哥的马车吗？这个清九九莫不是知道凤喜哥哥今日要进宫，所以他才想着去皇宫跟凤喜哥哥来个偶遇，所以蹭了他的马车和宫牌。那自己岂不是被他利用了？清九九，你这个心机深沉的丑八怪！楚骄阳转头，却发现他的表情似乎不对劲儿。清九九，他是做什么噩梦了？梦中，清九九，你为何不告诉我，行毒花还有最后一步？即使找到了解药，我们也不能在一起，对吗？所以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亲人介绍给你？唉，真可怜，长成这个样子，哪个男人会喜欢啊？以前追着太子哥哥跑，现在又追着凤喜哥哥跑，过些日子再被凤喜哥哥退婚，这清九九怕是要嫁不出去了。清九九，你醒醒！他伸出手推了九九一下，正陷入梦中的九九一下子就惊醒了，听到哒哒的马蹄声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马车里。清九九，你梦到什么了？到哪儿了？马上就要到皇宫了。哎，清九九，你是不是梦到自己被抛弃了？清九九真想一脚将楚骄阳给踢出车厢，要不是想借用他的宫牌，他才不想跟这个胸大无脑的公主乘坐一辆马车。闭嘴吧！哼，看在他那么可怜的份上，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此时马车已经驶入了皇宫，走吧，我直接带你去雪松宫。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雪松宫的？哼，就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了我吗？假山奇石，青瀑流泉，在月黄色的光芒映照之下，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清九九，
你算是跟着我沾光了。看到这些花了吧？那都是边境小国上贡的。知道这个季节花为什么这么红吗？那是因为用的暖土，整个后宫只有贵妃娘娘这里才有此待遇。别啰嗦了，再多话我就把你的嘴巴封上，让你真正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你这个清九九，你不识好歹啊！亏我还带你来找我的凤喜哥哥。凤喜在这里吗？别装了，你难道不是知道凤喜哥哥来了雪松宫，才跟我进了皇宫的吗？不用感谢我，谁让本公主善良呢？虽然我不看好你跟凤喜哥哥，但是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帮你来一次偶遇。看着楚骄阳那个模样，真是憨傻的不自知啊！呀，开心成这样，笑得跟朵花似的。记住本公主的好啊，赶紧把墨鞋给本公主弄来。算了，那我改日再来吧。啊，你害羞啦？你个孬种，这个时候退缩了，难怪一个男人也追不上。走，走，跟我进去。拖着清酒就往雪松宫里面走。奴婢见过公主殿下，见过青姑娘。本公主问你，雪贵妃娘娘在吗？我凤喜哥哥在吗？是的，娘娘正在跟王爷谈话呢。那好，你进去回禀一下，就说静云公主来了，看看贵妃娘娘愿不愿意见我。好的，公主殿下，请稍等。放心吧，贵妃娘娘很喜欢我的，她肯定愿意见我。不过你别惹事，知道吗？贵妃娘娘肯定很讨厌你，毕竟她一定不愿意自己的儿媳妇这么丑。还有看到凤喜哥哥，你要矜持一点，别跟个花痴似的。喜儿，这茶是上好的西湖龙井，你尝尝。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我这会儿啊头有点痛。母妃，你的头什么时候能不痛？早知道他的母妃不想说，他就不来了，就去亲家找九九丫头了。此时的凤喜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拉着楚一之离开的动作伤害了九九。一会儿吧，黎梦的手艺啊是越来越好了。娘娘喜欢就好。雪贵妃在躺椅上换了一个姿势，叹了一口气。黎梦啊，本宫知道你委屈，你为媳儿做的那些事情，受的那些苦，本宫都知道。若是没有九九那个丫头，本宫是非常满意你嫁给媳儿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九九是素锦的女儿，只要她愿意，那么喜儿就只能娶她。钟离梦垂眸听着，手上的动作不停，心里面却已经将清九九恨得要死。都怪这个清九九，若是没有她，自己才是贵妃娘娘心中的第一儿媳妇人选。贵妃娘娘，离梦不委屈，为阿喜练就百毒不侵之体，是我自己愿意的，没有人逼我，只要是为阿喜，什么苦什么痛我都能忍受。如果九九真的与阿喜是两情相悦的，我也是愿意退出的。我祝福他们。哎，好孩子。娘娘，什么事啊？静云公主在外面求见，她不见，她来做什么呀？出去告诉她，说本宫头痛，让她改日再来。陪同静云公主一起来的还有亲家姑娘清九九。什么？九九那个丫头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快快将人给本宫请进来。而一旁的凤喜手中茶杯下意识的一抖，然后不自觉地摸了摸脸上的面具。九九那个丫头也来了，她跟她怎么就这么有缘分呢？才刚刚分开，这又要见面了。贵妃娘娘，是连静云公主也一起请进来吗？一起，看看她来干什么，总不能偏颇得太明显。静九九，你可千万别给我惹事啊！我嘱咐你的，你都记住了吧？见到贵妃娘娘要行礼，不可以东张西望；看见凤喜哥哥不可以流口水，要矜持。还有，你不用害怕，就算雪贵妃不喜欢你，她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你的。还有，公主殿下，青姑娘，贵妃娘娘有请。看吧，本公主就说了，雪贵妃娘娘一定会见我的。昂首挺胸的就跟着绿芜往雪松宫殿内走，还不忘招呼九九跟上。静云公主和青姑娘来了，一眼就瞧见了坐在旁边檀木椅子上的凤喜。清九目光一转，假装没有看见。凤喜原本一颗心激动的跳个不停，瞬间被清九那凉薄的一眼给看得哇凉哇凉的。静云见过贵妃娘娘，起来吧，静云无需多礼。贵妃娘娘，静云想你了，所以就来看看你。这个是亲家九九，你应该知道她的，她是我邀请进宫的，我就想着带她来拜见一下你。那个九九过来。雪贵妃拉着清九的手，就领着她往旁边的椅子上坐，那位置可不就是凤喜的旁边吗？清九尴尬的咳嗽了一声，雪贵妃也顺势坐了下来，于是就剩下一个楚骄阳傻愣愣的站在了原地。静云啊，你也坐吧。哦，谢谢贵妃娘娘。钟神医，你也在呢。钟离梦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她在这里半天了，这个楚公主你才看见吗？啊，我一直在呢。哎呀，我都没有瞧见你。公主的目光都被雪贵妃吸引了，所以并没有看到我呢。是啊，不过钟神医啊，你知道雪贵妃娘娘跟清九九什么关系吗？他们看起来好像关系很好的样子啊，这怎么回事？这个楚骄阳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钟神医，你也不知道吗？啊，我也不知道。小丫头啊，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早知道雪姨就派马车去接你了。不用，我也是闲来无事。贵妃娘娘，是我带她来的。这样啊，谢谢静云了。不客气。
不客气。九丫头啊，你是知道凤喜来我这里了，所以也过来了。那个我……对呀，贵妃娘娘，你真是太聪明了。是青九九他让我带他进宫的，他是知道凤喜哥哥也进宫了，他是来找凤喜哥哥的。是这样啊？楚骄阳，你给我闭嘴！青九九，你别害羞了。你在车上的时候怕见不到凤喜哥哥，是不是都快哭了？他能不能请雪贵妃把楚骄阳赶出去？他什么时候快哭了？是因为自己隐瞒了与雪贵妃的关系，所以这个二货在报复他吧？还有这回事儿啊！青九简直阳倒，他今天是真的不该跟楚骄阳进宫啊！一转头，凤喜那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是怎么回事啊？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青九九，你别不好意思了，我堂堂公主怎么会编你的瞎话不是？青九差点气得一个倒仰，心口的这把火没有一壶凉水是浇不下去了。端起右边桌子上的茶杯，咕咚咕咚2口喝下去。呦，干什么啊？青九九，你把凤喜哥哥的茶水喝了呀？你这是故意找机会和凤喜哥哥间接接吻啊？果然见到丫鬟给自己斟的那杯茶水好端端的放在左边呢，而他将凤喜的那杯喝了，还印了一个唇印在上面，怎么看怎么暧昧。公主殿下就爱开玩笑，九九他只是拿错了茶杯而已。青九站起来，他不喜欢凤喜，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他不愿意跟凤喜之间有任何男女情感上的联系，被人开玩笑他也不愿意。九丫头，你先别激动，你坐下。这殿内的人都是人精，就楚骄阳一个心大的，愣是没有看出青九面色不善，还笑呵呵的样子盯着青九。雪姨，我来找你是想问问我母亲的事情。不着急，今晚你就留宿在雪松宫，你想知道什么，雪姨都告诉你。你家里那边我也会派人过去通知一下，叫他们不要担心你。咦，原来雪贵妃与青九九的娘亲认识啊？可是青九九，你娘亲不是已经去世了吗？我记得你是个孤儿啊。楚骄阳，你差不多得了，你才是孤儿，你全家都是孤儿。我不是啊，我父皇是当今圣上，我母后是当今皇后，我是公主。雪姨，我现在弄死他，你能保住我吗？这一套皇宫之行，我处处为你着想，我以为我们是朋友，你竟然想弄死我，我做错什么了？雪姨，我出去吹吹冷风啊，这殿内太热了，我一会儿再进来啊。好吧，去吧，别走太远啊。冲着凤喜使了一个眼色，凤喜无语的撇了撇嘴，不用使眼色，他也是知道要跟出去的好吗？这一切都被钟离梦看在眼中，她长长的指甲陷入肉里而不自知。青九九出了殿门，远远瞧见前面有一片雪松林，手背突然痒痒的，一只小灰蝶落在了他的手背上，白色和蓝色相间的条纹，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轻轻一抖手腕，看着他扑扇着翅膀飞走了。一转头，凤喜安静地站在了他的身后。你出来干什么？秦九九，你就这么讨厌我？以前更讨厌，现在也不喜欢。你讨厌我是吗？你这是来找虐来了？都说了讨厌你，你还问我讨厌你什么？你没事吧？我想知道。想听实话？凤喜点了点头，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受虐体质了。之前青九九喝醉了，好吧，我实话实说啊，你的什么我都讨厌。如果我将那块契约石给你，你还会讨厌我吗？给我？从怀里拿出一块黑色的石头，青九接过来，上面有他和凤喜的名字，还有契约的内容和期限。你什么意思？从哪里做错，便从哪里请求原谅。秦九九，如果我跟你道歉，你会原谅我吗？为什么呢？我想喜欢你，但在这之前，我必须要求得你的原谅，否则你不会给我机会。有一瞬间，青九甚至以为说话的是耀耀美人，因为她的声音也是很低沉好听。你想喜欢我，所以求得我的原谅？对。是受了你母妃的指点吗？想从我身上图谋什么吗？秦九九，这一刻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喜欢你，是真心的，没有谁指点，也没有谁逼迫，是我爱上你了，我想娶你。时间静止，连风都没有了。青九企图从凤喜的脸上找出撒谎的痕迹，可是他戴着面具，看不到啊。他伸出手搭上凤喜的面具，让我看看你的脸，我才决定要不要相信你说的话。不行。此时青九的手附在凤喜的面具上，凤喜的手握在青九的手腕上。凤喜，你真虚伪，不管你想从我这里图谋到什么，都别用感情做幌子，很可耻，知道吗？他想让青九爱上凤喜，但是他自己又不能坦诚相待，连容貌都无法在青九九的面前呈现，这又如何能让他相信自己是真心的呢？秦九九，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至于容貌，我有难言之隐。那好吧，等你哪天没有了难言之隐，再来跟我谈论原谅不原谅、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吧。因为见识到了他那么美好的一面，所以更忍受不了他的刻薄与冷漠。脑袋一热，他竟是一把拉过九九，低头就亲了上去。青九大怒，反手就是一巴掌。无耻！青九转身就走。凤喜摸了摸脸，心里郁闷。事情似乎更复杂了。瞧着青九九那个丫头的眼神和巴掌力度，好像更讨厌他了。青九九，你放肆！他不去管脸上的泪水，一步一步走上前来。突然，
他伸出手，对着青九九的脸就狠狠挥了上去。可是下一秒，他的手腕被钳住了，是凤喜。紧接着被狠狠的一推，他整个人都摔倒在了地上。钟离梦从地上爬起来：“阿喜，你怎么能够让他打你？你是凤喜啊，是东城国的王爷，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神啊！你怎么能够让他打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痛？你站住！青九九，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你凭什么打阿喜？你凭什么？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本来就是男女平等的。你在嘲笑我吗？你这个眼神，你这个眼神是在嘲笑我吗？我只是笑着看你演戏，你的双面人生真的很精彩。演戏？什么演戏？我对阿喜是真心实意的，我爱他，我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你凭什么质疑对阿喜的感情？你凭什么说我在演戏？清九皱眉看了凤喜一眼，无声的询问：“你确定这个钟离梦脑子没病吗？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了。”阿喜，你为什么要喜欢青九九？你说你喜欢他，你请求他的原谅，你还吻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过我的感受吗？青九眯眼，觉得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啊。阿喜，你知不知道，我从7岁开始就喜欢你了，我还那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那个时候你被雪贵妃娘娘送到药王谷，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男孩子。当时我就发誓，我要嫁给你，我陪你长大，陪着你解毒。我知道你身体里的毒无解，这辈子都不可能结婚生子，可是我愿意嫁给你。我为了你吃遍了上万种毒药，才将自己练就成了百毒不侵之体。我兴高采烈的回来找你，可是你竟然爱上了这个青九九。我的娘哎，这凤喜是得了什么不得了的怪病啊？可是转念一想，这凤喜都不能结婚生子了，为什么还说喜欢他，要跟他在一起？青九一挑眉，越想越觉得有阴谋。阿喜，你到底明不明白？除了我，你哪个女人也不能要，你会害死他们的。凤喜抬头撞进青九那充满深意的眼神里，实在是受不了了，一个手刀直接将钟离梦给劈晕了过去。你真狠！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别相信他什么呀？别相信他说的你有病不能结婚生子的事儿，还是他为了你吃遍了上万种毒药？凤喜不说话，青九九就开始胡乱猜测，他的眼神在凤喜的身上来来回回的看，最终落在了某一处上。凤喜，你该不会是那方面不行吧？秦九九，你要不要试试？青九打了个哆嗦，他就是嘴欠。钟离梦说你中毒了，不能结婚生子，你是中了什么毒了？中毒了，不能结婚生子，但是钟离梦又为了你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这个女人真是爱你爱的生命都不要了。所以说你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了？凤喜的嘴巴比蚌壳紧，愣是一个字也不说。青九向前走了一步，凤喜心虚，竟是下意识的退后了一步。你大爷的，给我滚过来！到底中了什么毒了？过来给我看看！如果你明天嗝屁了，本姑娘岂不是要给你陪葬了？我没事。哎呦，凤喜这不合作的态度，本姑娘很生气啊！她这是蔑视生命，对我的生命的不负责。过来！凤喜摇了摇头，态度坚决。不验是吧？凤喜点了点头，不验。青九上前，凤喜就退；青九快走，凤喜就快退；青九跑步抓捕，凤喜就跑步逃窜。两个人在松树林里你追我赶，半天已过，青九愣是没有追上凤喜。我真不明白了，我帮你验一验中了什么毒很困难吗？根据钟离梦的说辞，你中的毒怕是不简单。你当初没杀我，留我一命，逼我签了那种主仆契约，不就是因为这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吗？凤喜一口难言。那个时候还没爱上，这个时候爱上了又说不得，他心中的苦谁知道啊？你到底搞什么鬼？眼神在凤喜的身上打了几个转，他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亲姑娘，寿王殿下，贵妃娘娘请你们二人进去。好，走啊！你母妃找咱们进去了，我正好问问她，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结婚生子了，还为什么撮合咱们在一起？这不是害我吗？他还没有跟母后串好话，这要是一会儿说漏了，可怎么办呢？越想越糟糕，凤喜脚下的步子都加快了许多，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雪松宫越来越近了，凤喜跟在青九的身后，心跳越来越快。怎么办呢？没时间了，不管了。下一刻，凤喜抬起手，用对付钟离梦的方法对付青九，背着身子反手就是一个小擒拿手，将凤喜的胳膊给扭住。凤喜，你够阴的，竟然想在我的身后敲我的闷棍！你以为我是钟离梦那个蠢货吗？他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震开青九九，可是那样这个丫头一定会受伤的。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刚才那个钟离梦说你长得很漂亮，可是我一直以为你是左脸长疮，右脸化脓的。来，把面具摘了，让本姑娘瞧瞧你到底是什么花容月貌，竟然能把药王谷的第一女徒弟给迷成这般疯狂的模样。秦九九，你别闹，
清酒怔住了，这个语气和声音真的好熟悉啊！不，怎么可能呢？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觉得你跟我认识的一个人有点像。凤喜的心咯噔一下。跟本王有点像，那这个人有多优秀？那个人是很优秀，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久久赠送了一个白眼给凤喜，这才抬脚走进雪松宫。凤喜看着他那骄傲的小模样，心下软软的，知道他口中夸奖的人其实就是自己。进入了雪松宫，楚骄阳已经不在了。九九丫头，阿喜，你们两个都过来坐吧。九九丫头啊，雪姨知道你今日来就是为了你娘亲的事情，刚才有外人在，我不方便多说。我知道，除了这双眼睛，倒是没有地方像你娘的。刚才外面发生的事情，已经有丫鬟向我回禀了。九九丫头啊，你对喜儿真的就没有一点男女之情吗？雪姨，我跟凤喜是真的不可能的，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唉，当年我与你母亲是最好的姐妹，那个时候啊，我们便约定，将来成婚生子，若是都为男孩，便结为兄弟；若是都为女孩，便结为姐妹；若是一男一女，便结为夫妻。我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到素锦了，没想到却见到了她的孩子，我真的觉得值了。就算死在这深宫之中，我也无怨无悔了。只盼来日，九九丫头，你见到你母亲之后，待雪姨转告她，我真的很想她。别哭了，这么大年纪了，哭成这样好看吗？臭小子，滚出去！清酒白了凤喜一眼，有这么当儿子的吗？雪姨，我娘亲曾经给我留下一封信，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叫凌云大陆的地方。雪姨也是来自那里的吗？九九丫头，你娘写给你的信呢？清酒垂下了眼，信在他的篮戒之中，但是信上有关于他脸上胎记的秘密，所以他不能拿出来，已经被我烧掉了。我与你母亲素锦都是来自凌云大陆，我们都来自上三族。你母亲是云族嫡女，容貌出众，身份尊贵，是典型的长舍明珠，而我来自凤族，是个并不受宠的庶女。原本啊，我们俩的身份上天差地别的，却意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九九丫头，你娘亲是雪姨在这个世上最好最后的情人了。我不知道她来了这里，曾经离我那么近，如果我知道。清酒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雪贵妃的肩膀，雪姨，节哀顺变。节什么哀，顺什么变？你娘亲她并没有死。雪姨为何这般肯定？这是长生杯，我与素锦一人一块，当初我们一起去求来的。我的那块在她那儿，她的那块在我这儿，这上面凝了她的一滴血，刻了生辰八字。如果她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滴血就会消融，长生杯也会变暗。所以说我娘亲她还活着。清酒接过长生杯，看着上面的碑文和血红的血滴，对，你娘亲她一定还活着。真好，真好。不管是爷爷还是小叔，听到这个消息应该都会很高兴的。可是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也没有回到这里？九九丫头，你娘亲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人生变故，否则她怎么可能离开凌云大陆来到这里呢？要知道，你的娘亲她是云族嫡女，出生之时灵力缭绕，百花盛开，且灵力颜色为最纯净的白色，当时就被钦点为圣女的候选人。14岁通过圣女选拔，与圣殿圣子秦升定下婚约。所以我实在想不明白，素锦她到底遭遇了什么，为何会跑来圣天大陆这个鸟不拉屎、乌龟不下蛋、生活条件落后、人丑又地方穷的东城国？会不会是因为爱上了我的父亲，所以逃婚了？秦升此人风神俊朗，身份贵不可言，不知是多少女子心中的乘龙快婿。而你的父亲青云天，只不过是圣天大陆的一名普通人，素锦又怎么可能有机会遇到他呢？定然是遇到了变故之后，逃到了这儿，遇到了你父亲。雪姨，你也是猜的吧？对啊，是我猜测的，但是我说的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浩瀚时空之下存在的并不是只有这2个大陆，你们见识太少了，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想要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圣天大陆的普通人想要去到凌云大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有特殊的机遇。那么母妃，你又是为何来到这里，成了父皇的妃子？雪贵妃明显的一愣，她张了张嘴，却突然不敢直视凤喜咄咄逼人的目光。喜儿，母妃累了，你先退下吧。母妃，到底有什么秘密是你不能跟我说的？过去这么多年，你的身份从未向我透露过一个字。我自出生起便与常人不同。你说凌云大陆的人自出生起便身负灵力，那么我呢？我一身异能又是遗传自谁？我的父皇吗？那个从小就想杀了我的父皇吗？母妃，我就问你一句，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退下吧，本宫累了。转身大步就走了。雪爷，我也先退下了。九九，你去看看喜儿，她是我对不起她，让她受了太多苦了。好。喂，凤喜，你等一等，你莫不是哭了吧？你是来安慰我的。你看起来的确不像是有事的样子，用得着我安慰吗？的确不需要，
我只是想逼我母妃一把。过去几年，我也问过相同的问题，但是我的母妃，她都是顾左右而言他。今日若不是你娘，她绝对不会将自己的身份说出来。我是她的儿子，却是最不了解她的一个人。凤喜，你可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那里放置的都是最深沉的秘密，说自己谁也不能说的，除非有一天它不再是秘密了。当然，你不懂它，它也不会怪你。那么，秦九九，你也有秘密吗？清九垂下眼，他当然有秘密，只是这个秘密也是不能跟任何人分享的。钟离梦呢？不知道。我接触了他2次，总觉得他前后反差太大了，像是精神上出了点问题。毕竟人家为了你又是吃毒药，又是练就百毒不侵之体的，你还是多给人家一点关怀吧。多管闲事。切，谁稀罕管你？秦姑娘，贵妃娘娘请您继续用膳，并且说您今晚可以留宿雪松宫。知道了。本王也留下来用膳。你跟我说做什么？我又管不到你。凤喜哼了一声，跟清九一起又回到了雪松宫。九丫头，咱们一起去前厅用膳。好。雪贵妃一直拉着九九的手，让九九坐在她的旁边。凤喜自己坐到了另一边去。雪贵妃还哼了一声，不搭理她。九九啊，你多吃点，你太瘦了。雪姨，既然我娘亲还活着，你觉得她能去哪儿？我也猜不到啊。凌云大陆是娘亲的母族，娘亲有没有可能回到凌云大陆的母族去了？九九丫头，你想做什么？雪姨，我没想做什么，我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地方，或许有一天我会回到那里去。我既然知道我的娘亲活着，我总要去找她的。你是个好孩子，只是雪姨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但是雪姨不希望你涉足凌云大陆，那个地方强者如云，跟圣天四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如果云族知道素锦生下了一个女儿，想必也不会饶过你。雪姨，这是什么意思？像上三族这种大家族，最注重的就是血脉传承。一旦发现血脉不纯，那么族长便会以清理门户为由将其诛杀。我记得10几年前，墨族中的第一长子墨渊，当时被家族定了一门婚约，可那墨渊却有一个心爱的女子，2个人私定终生，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后来墨族族长知道此事，大怒，派人将那女子和孩子都给绞杀了。这件事情在3族内并不是什么秘密。同样姓墨，会不会墨邪就是当年那个被绞杀的孩子？九丫头，你明白雪姨的话吗？雪姨的意思是，如果娘亲的母族云族知道我的存在，会认为我是家族的耻辱，然后杀了我，是吧？清九看了凤喜一眼，却见她正在低头剥虾，修长的手指略显笨拙却优雅的动作。渐渐的，她的身影与另一个人重叠在一起，就是在上午也给自己剥过虾的耀耀美人。凤喜一抬头就撞进了清九争松的眼神之中，她一愣，剥虾的手下意识地抖了一下，然后将一碟子已经剥好的虾递到了雪贵妃的眼前。长这么大第一次给母妃剥虾，那么母妃就原谅你了。凤喜没有说话，她其实是想剥给清九九的。九九啊，听雪姨的话，如果你不够强大，就别想着去那凌云大陆，在那个地方强者如云，人命贱如蝼蚁。清九才从神思中回过神来，他真心觉得自己有些魔怔了。自从上午耀耀美人拉着那个灰不溜秋的少年离开之后，他就开始心神不宁，已经几次从凤喜的身上看到了耀耀美人的影子。雪姨，我也灵脉觉醒了，你看。说着掌心微动，淡紫色的灵力在他的掌心凝聚，看起来极美。你体内拥有你母亲的血脉，能灵脉觉醒很正常。但是九九丫头，以你现在的本事，在圣天四国横着走都没有问题，但是若是去到凌云大陆，分分钟会被人给弄死啊！九九啊，你听雪姨的，不要贸然离开四国。你知道这女孩子容貌若是出众，出门在外还会得到护花使者相护。你这个容貌大概是遗传了你父亲，出门在外遇到事儿了，谁会帮你啊？雪姨说的是，你娘貌美如花，素有第一美人之称，可惜你啊，没有遗传到你娘亲的美貌。凤喜没有忍住，差点笑出来，又觉得不合适，于是咳嗽了一声掩饰。清九瞪了他一眼，这若是细看，九九丫头，你这五官精致，脸型完美，若是没有这块讨厌的胎记，你也是个大美人呐。当然了，雪姨绝对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啊，谁还没有点瑕疵呢？是不是，喜儿？你也是不嫌弃九九的对吧？不嫌弃。清九咬了咬牙，凤喜，够了，雪姨，你就别替我担心了，我又没说现在就要去凌云大陆，我只是打听打听而已。而且我的容貌你也不用担心，我有喜欢的人了，他也不嫌弃我。这样啊，那这个人对九九你是真心的吗？不是有什么图谋吧？你的紫旋鞭那是云族至宝，若是被人盯上，可不是一件好事啊。雪姨，你听说过水云之剑或者魔兽之森这2个地方吗？
听过。雪姨，这2个地方在哪里？九九，你问这个做什么呀？啊，我想去找2种药材，长在这2个地方。开什么玩笑呢？这2个地方就连灵师都不敢踏入，你还想去送命吗？什么灵师？雪姨，你告诉我这2个地方到底在哪儿？灵师是修炼者的等级，是强者的等级评定。你现在连门槛都没有迈入，所以就不要想了。我不会说的，说了那是害你。母妃，秦九九，他只是问问，又不是要去。有你什么事儿啊？阿喜，母妃发现你真的是越来越拎不清了。你若是真的喜欢九九，就多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在这添什么乱呢？母妃大人，你到底知不知道，清九九找这2个地方，就是为了救你儿子的命啊！绿芜进来禀告，说是钟离梦过来了，让离梦进来一起用膳吧。雪姨，这2个地方是在凌云大陆吗？来，尝尝这个炸鱼丸，味道不错的。雪姨，我就问问，我不会贸然去的，你告诉我吧。九九啊，明日把你喜欢的那个人带到雪姨面前来看一看，雪姨帮你把把关。若是这个人不错，雪姨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若是这个男子不可靠，雪姨坚决反对。啊？什么？怎么了，九九？你不愿意吗？雪姨，改日吧。他比较内向，那个……怎么了？是雪姨没有资格见他吗？不是。那是什么？九九丫头，你娘亲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你的半个娘亲。之前是我不知道你的身份，现在知道了，我就要为你负责。雪姨想见见那个你喜欢的男子，没有什么错吧？还是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凤喜在对面，眉头皱的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了。母妃，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一意孤行？就算是要见人家，也要提前跟对方约好时间才是。这样贸然通知，都不给人家点时间准备吗？你这是在为难秦九九。阿喜，你今日话怎么这般多？雪姨，您别生气了，是他出门办事儿了，我找不见他。但是我跟你保证，后天，3天之内，我定然带他来见你，让雪姨给我长长眼，如何？一旁的凤喜额头上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她都要被自家的母妃给坑死了。贵妃娘娘，李梦啊，进来吧，坐下一起用膳。坐到了清酒的旁边，刚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然睡着了。这个女人是唱京剧的吗？变脸速度这么快啊！贵妃娘娘，我刚刚想起来，我这次回来啊，从药王谷带了一些美颜丹，吃了可以延年益寿，改善肤质，让您看起来就像18岁的少女似的。辛苦你这孩子了，本宫这些年的身体多亏了你给调理。娘娘说的哪里话，能伺候您是黎梦的福气。我一介医女能得到贵妃娘娘赏识，是莫大的荣幸。就你会说话。九九，这瓶给你吧。这美颜丹是特别珍贵的千年冰水和南荣雪绒花研制而成的，这次啊只做了2瓶，这瓶是我自用的。九九，我觉得你更需要它。钟姑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看到你皮糙肉厚的，额头生痘，肤色暗黄，黑眼圈浓重，这美颜丹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所谓君子不夺人所好，而且我肤白貌美却是用不上的，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的。九九，我只是好意。雪姨，我吃好了。黎梦啊，九九这个丫头你多担待一些啊。贵妃娘娘，是我考虑欠妥了。九九容貌有瑕，心思自然敏感，这一点我没有考虑到，我跟九九道歉。九九，咱们都是女孩子，你心思敏感我也是能理解的，你脸上的胎记我也是可以帮你弄掉的。真的？贵妃娘娘，我怎么敢骗您呢？九九脸上的这个胎记啊，我瞧着并不是打出生就带来的，那是一块毒胎记。毒胎记？对，在南疆之地有一种毒虫叫血蜘蛛，被血蜘蛛咬了之后，身上就会发起这种毒胎记，被血蜘蛛咬伤的人都不会活过20岁。那九九他你能救吗？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九九，你听到了吗？黎梦能治好你的脸。我听到了。九九丫头啊，你这些日子就在皇宫住下吧，方便黎梦给你解毒治病，恢复容貌。雪姨，你就这么相信钟离梦说的话呀？是啊，本宫相信黎梦，也相信药王谷。当年阿喜生命垂危，生死一线，就是药王谷谷主将他给救回来的。而黎梦是谷主的首席大弟子，这么多年陪在阿喜的身边，替他调理身体。阿喜这几年体内的毒几乎没有发作，假以时日，必然会变成正常人的。雪姨，你的好意九九心领了。钟姑娘医术精湛，可九九却是不敢用的。九九，你是不相信黎梦的医术吗？九九，你可能不知道药王谷，也没有见识过我的医术。我既然敢开口，就有把握能治好你脸上的毒胎记。哼，钟姑娘的医术有多厉害，我不知道。凤喜中了什么毒，我也不知道。我同情凤喜的遭遇，却对你们药王谷以及你的医术不敢苟同，甚至说是不耻。因为你们啊，丧尽天良，穷凶极恶，惨无人道。九九，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人命从来都不是拿来践踏的。你们对蓝萍儿的所作所为，比杀了她更让人不耻。治病救人，良心是凌驾在医术之上的。你们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解凤喜的毒，让一个无辜的女孩受尽磨难，被活生生弄成了药人，这不是医之所为，而是恶魔。所以钟离梦你说的话，
我一句也不会相信。你们药王谷的医术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害怕得很。谁知道你们的心底到底打着什么鬼主意？雪姨，你对我一个故交之女尚且真心呵护，宠爱有加，当成女儿一般对待，可为什么你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却那般冷漠薄情？雪姨，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你，也无法理解你将药王谷的人奉为上宾，可我觉得他们是恶魔。雪贵妃的身子一晃，她看着九九，张了张嘴，半天没有说出话来。钟离梦的脸色更是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这个清九九为什么总是不按套路出牌？所以我这张脸宁愿一生如此，也绝对不会用药王谷的人帮我，因为有些人良心比容貌丑。哦，对了，你还说我活不过20岁是吧？对，如果夺胎记不破，你20岁之前定然会有性命之忧。哼，是吗？可是我观你面相，却觉得你连今年都活不过，是怎么回事啊？清九九，你雪姨，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九九，你是在怪雪姨对吗？雪姨，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把我当成女儿一般，真心为我着想。我不是不懂感恩之恩，只是聘儿是我的好朋友，我无法原谅药王谷对他所做的一切，也讨厌钟离梦。雪姨，今天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我这就回家去了。无非，我送九九离开。阿喜，我是好意，可是你看看清九九那是什么态度啊？这就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吗？她究竟有什么好的？黎梦，你别搞事情。当下这句话，凤喜再也没有看钟离梦，抬脚就去追清九九。阿喜，你真的不念任何旧情了吗？真的被清九九那个丑八怪迷了眼睛吗？那么你就不要怪我。他带着一肚子的怒气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噼里啪啦，桌子上的茶杯茶壶全都被扫落在地。阿喜，如果你硬要逼我，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谁让黎梦师姐发这么大的脾气啊？石安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自己来的？哼，你找谁啊？师傅吗？师傅也来了吗？是啊，你出发的第2天，师傅也来了。这都几天过去了，就等着你回禀消息呢。可是你似乎将师傅忘在了脑后呢。师姐，师傅有些生气喽。他老人家在哪儿？师傅他老人家呀，就在这东城京都呢。怎么，你要去见师傅吗？对，我现在就要去见师傅。可是师傅说了，交代你的事情完不成，不要去见他。这次回来，凤喜对我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喜欢上了一个叫清九九的女人，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了。也就是说，这么多天过去了，你连她的床边都没碰着，对吧？我爬过凤喜的床了，可是她没有碰我。石安乐突然伸出手捏住了她的脸。大师姐，你是蠢货吗？脱光了爬上床都没能引起凤喜的兴趣，你可真是够丢人的。师傅说了，3天之内必须拿到凤喜体内的东西。3天之内我怎么可能睡到凤喜？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传达师傅的命令。记住哦，只有3天。石安乐冲着钟离梦做了一个鬼脸，这才转身离开。该死，石安乐，你不要仗着师傅宠爱你就如此嚣张，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好看。清九出了皇宫之后，凤喜乘坐的马车很快就追了上来。上马车。清九看了他一眼，没搭理，继续往前面走。亲九九，上马车。不了，跟你共乘一辆马车，我喜欢的人会误会。凤喜差点一口血喷出来，他跳下马车，扯住正在行走的清九。你坐马车，我骑马。一匹棕色大马从远处飞奔而来，停在了凤喜的眼前，打着响鼻。凤喜翻身骑在马上，趁天黑之前乘马车回去。清九眼神复杂，这次倒是没有拒绝，翻身上了马车。我真想知道你是中了什么毒，需要聘儿的血养你这么多年。走。话落，招呼车夫打马离开。凤喜骑在马上，看着马车渐行渐远的身影，他能解释吗？看着那个丫头的身影，凤喜知道九九那个丫头对他的厌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聘儿。九丫头，你还好吗？我没事，小叔身体还未痊愈，这怎么就出来了？睡不着。从接到你被雪妃留宿宫中之后，我和爷爷就提心吊胆，生怕你出了什么事。我到雪贵妃那里去喝茶了，你们别担心。鸿门宴，雪贵妃那个人可是因为凤喜的原因刁难你了。妃确实是要刁难她的，可是因着母妃那一层的关系，现在不但不刁难了，简直对她比女儿还好。九九，你可是受了暗刑了，这宫中向来有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刑罚，他们可是伤了你了。没有，小叔不必担心，我这次去皇宫是为了核实一件事情的。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爷爷，小叔，我娘亲她还活着。什么？开始将皇宫之行以及雪贵妃和娘亲云素锦身份的事情全部和盘托出。九九，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雪贵妃跟你娘亲来自同一个地方吗？素锦她还活着，那她现在在哪里？是真的，我亲眼看见娘亲和雪贵妃的长生碑，可是我娘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苍天有眼，真是苍天有眼呐！原来大嫂还活着，那么大哥呢？
玉儿召集咱们卿家旧将，不惜余力也要找到你大嫂。好，再看一看自己的双腿，无比的颓然。这辈子他大概就这样了吧。爷爷、小叔，母亲的事情你们不要着急，也不要贸然行动。我怀疑母亲根本就不在四国，我会想办法打听母亲的下落，到时候我们再重新做决定。如果我们随随便便暴露了底牌，引起了楚风的注意，那才是得不偿失呢。青金山跟青羽对视了一眼，这才点了点头。小叔，你放心，你的腿我也一定会治好的。回到后院，清酒脚步一转，去了莫邪临时居住的屋子，空空荡荡的，没有人。这个家伙到底去哪儿了？清酒便掏出了戴在脖子上的竹哨子，一长一短。青姑娘，你是莫邪的人？属下是。那莫邪人呢？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主子他前日去了皇宫，至今未归。兄弟们已经派了3拨人进去探查，均一无所获。我知道了，你走吧。转身就去马棚里牵了一匹马，朝着皇宫的方向就奔了过去。他必须要去查探清楚。清酒的墨发被风吹得乱舞，他拿着令牌一路冲进了皇宫，一路奔向雪松口。刘公公远远地站在外面，身后还跟着4个提灯笼的小太监。皇帝的御辇停在那儿，原来是楚风来了雪松宫。久久换了一个方向，轻手轻脚地走进了雪松宫。滚开，不要碰我！雪姨，她是在跟皇帝楚风说话吗？池雪，你认命吧，凌云大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那个人，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了。就算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他，我也不会爱你。我恨你，我恨不得你去死！你挖我陵园，害我喜儿，强迫我，这一桩桩，一件件，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这个楚风为何没有穿龙袍，反而是穿着黑色的蟒袍？不应该啊！久久身子往前靠了靠，伸长脖子在房间内扫视了一圈，只见房间角落一个穿着龙袍的男子，身材臃肿的趴在地上，那个才是楚风。那么这个黑袍男子是谁？我说了这些事情不要再提，你为什么还要提？我为什么不能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恨你！你不要妄想我会委身于你，即使你得到我的人，那你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得不到你的心也没关系，你人是我的就行了。整个人就朝着雪贵妃压了上去。滚开！都已经是我的人了，还装什么？你还在为他守身如玉吗？可惜他不爱你，你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得到了他，怀了他的孩子又怎么样？他照样对你不屑一顾。这么多年，他没有找你，守在你身边的是我，是我。滚开！你没有资格提他！凤喜他果然不是楚风的儿子，那么这个蟒袍男子口中的人又是谁？是什么身份？凤止雪，你到现在还没有看明白，你是我的人了。你乖乖从了我，心情好了，也许会饶那个孽种一命。你越是反抗，我越是会报复在你的儿子凤喜的身上。你该死！雪贵妃像是疯了一样去打他，却被蟒袍男子给紧紧压在了身下。凤止雪，该死的人是你！我爱你这么多年，为你抛弃所有，可是你呢？你杀死了我的女儿，我们的女儿。我绝对不会饶恕你，而你这辈子都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我的女儿，我的小公主，你要还给我！对，我杀了她，我凤止雪这辈子都不会为你生孩子的。好，你很好。整个人压在了雪贵妃的身上。就是此时，清酒手中注入了凌厉的匕首，对着那男子的后脑勺就射了上去。抬手一挥，黑色的能量在他的手中凝聚，反手朝着清酒的方向攻击而来。快跑！清九九瞬间回神，转身就逃。那个黑色恐怖的强大力量却是当头照下。就在此时，清九九却瞬间被人给搂在了怀里，紧接着就朝后退去，嗖嗖的就带着他没入了夜色之中，开始迅速逃窜。清九下意识的回头，耳边轰的一声，而他趴着的那个地方被炸出一个大坑。好强大的恐怖力量！清九被人搂在怀里，鼻息间充斥的是淡淡的血腥味。他费力抬头，入目的是莫邪紧绷的下巴。莫邪，你去哪儿了？嘘，别说话。莫邪低声说道，带着清酒急速朝着宫外飞奔，脚下一刻也不停，直到奔离了皇宫，一路奔回清家，莫邪才将九九放了下来。看了一眼身后，并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踪影，这才心有余悸地喘了一口气。你到皇宫做什么？还趴在那里偷听？你不是好几天没出现了吗？我担心你啊，所以才夜探皇宫去查你的下落了。傻丫头！莫邪眼眶微红，这个丫头，她愿意拿命守护我。莫邪，你受伤了吗？没事。怎么会没事呢？你跟我进屋，我瞧瞧你的伤。真没事。不行，清九这个人也执拗，强拉着莫邪回府进屋。莫邪，你这几天就待在皇宫了？看着他嫩白透粉的小手扯着他的胳膊，他的心既酥又软。我去探查雪贵妃和她身边的那个叫如烟的丫鬟的身份，却不小心撞见了那个男子。
他发现了我，并且伤了我。那个人很强大，他的力量也很恐怖。这之后2天，我就一直藏身在皇宫之内。那个男人什么身份啊？我也不知道。我本来打算今晚离开的，却发现那个男子又来了。他有个规律，每3天来一次。不过幸好我没走，要不你怎么办？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偷偷摸摸的，什么都敢干。那个人肯定不是4国之人，更像是什么？知道多了对你没用，我也只是猜测，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不过要多关注，那个男子身份诡秘且力量强大，我们不要惹他。莫邪出口嘱咐，九九乖乖的点头。他此时想到刚才那个蟒袍男子的一击，还心有余悸。还有雪贵妃，她能招惹到那样的男人，她也必然不是泛泛之辈。你跟凤喜的婚约是皇上下旨，他不满意，以后肯定还会派人杀你。小九九，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莫邪，莫邪看向九九，这个小丫头到底有没有听他说话？这眼神柔柔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啊？雪贵妃，她是凌云大陆的人，她跟我母亲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母亲她还活着。什么？小九九，你说的是真的？你没有骗我。九九摇头。好，太好了，原来你娘亲还活着，原来我的恩人还活着，真好，真好。看着此般模样的莫邪，清九的心中同样激荡不已。娘亲，你究竟在哪里呢？莫邪，雪贵妃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一件关于莫家的事情。清九这句话落下，莫邪的身体突然僵住。他说凌云大陆非常注重血脉传承，我的血脉不够纯正，如果云族的人知道我的存在，会杀了我。然后他说了一个例子，当年的莫族嫡公子爱上了一个女子，生下一个孩子，却不被家族认可。清九话还没有说完，便发现莫邪眼中爆射而出的滔天恨意。所以莫邪真的是被莫家放弃的那个孩子吗？九九，你想问我是不是莫家的那个孩子对吗？我不问了，莫邪，我不问了。没事儿，这些事藏在我的心里真的好久好久了，想找个人说说，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九九，雪贵妃口中的那个孩子就是我。九九的心瞬间纠结在了一起，好心疼这个故作坚强的大男孩。我母亲是凌云大陆一个普通女子，灵脉不出众，只会简单的炼药之术。在一次上山寻药之时，救了被魔兽咬伤的莫家长子，两人相爱，并且私定终身。可惜莫家是容不下我娘的，大家族的子弟都有特定的联姻对象，所以我娘母家遭到了莫家的报复。我的外祖父、祖母还有小舅舅全都被屠杀干净。我娘因为我爹及时赶到，所以保住了性命。莫邪仰望天空，少年的眼中充满了悲伤。那时候我娘已经怀了身孕，我爹带着我娘开始了逃亡之路。后来我爹带我娘隐蔽在一处峡谷里面，平历9年生下我，度过我人生中最快乐的5年。说到此处，莫邪的表情柔和了一些。那一段父母陪在身边的日子，大概是莫邪最快乐的日子了。后来的事情，九九，你大概能猜到了。那你爹娘还活着吗？我爹大概还活着，我娘应该是死了。莫家人不会放过他的。当年他们把我藏在树林里，保住了我一命。之后我又流浪了几年，我那时太天真了，想回莫家去找我爹，却没想连莫家的大门都没能踏进，便又遭来了一轮刺杀。若不是被你娘亲所救，这世上早就没有莫邪了。我娘真好，若没有我娘，我可能就不认识莫邪了。九九突然张开双臂，抱住莫邪，给你一个拥抱，安慰一下你受伤的心灵。莫邪，你记住，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莫邪憋了一晚上的泪水终于落下，他回抱住清九，紧紧的用尽全力。小九九，我恨过这个世界，恨过我的父亲，恨过莫家所有人，可我仍旧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我也是。所以莫邪，你与雪贵妃还有我娘亲都来自凌云大陆是吧？我不知道雪贵妃与你娘亲的身份和关系，毕竟我的年龄太小，对那些事情不了解。但愿那个嗜血要挟的男子没有看见我的脸。不怕，我会保护你，不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小九九，你与雪贵妃关系深厚，不用你找她，她也会主动找你。那个人的身份，怕是只有雪贵妃知道了。不管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了，莫邪，你听说过水云之剑和魔兽之森这2个地方吗？水云之剑我没有听说过，但是魔兽之森倒是有些印象。魔兽之森是凌云大陆最大的森林，很多修炼者都到那里去试炼，里面魔兽甚多，危险重重。你该不会是为了那个什么药美人去寻药吧？我记得你说过，她需要蟒蛇胆入药，对吧？对啊。秦九九，你是不是傻？那个地方是你能去的？就你这个战力，连凌云大陆都去不了。我又没说现在去，而且我以后会变强的。我会变强的，只是差一场男欢女爱而已。这个药美人到底是何方妖孽？你明知道，就算她服下蟒龙胆和火焰冰莲，你也救不了她。那你打听这个做什么？为他人做嫁衣吗？我真的挺喜欢她的。莫邪心痛的要死，又气得无可奈何，他该怎么说这个傻丫头啊？报够了吗？
耀美人嗖的一下子就从莫邪的怀抱里窜了出来，蹭蹭蹭的就朝着他的耀美人跑过去。莫邪顿时觉得他心里空落落的，他抬起头看向他的小九九，整个人好似亮了一般，冲向那个站在月色下的男子。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怎么不想见我？没有啊，我今日还在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呢。晚上你就来了。凤喜的怒气总算是消散了一些。我想你了。我也是。三个人的爱情注定要有一个人受伤。莫邪只觉得胸口顿顿的痛。莫邪眯眯眼睛，藏住里面的冰封，走上前来。莫邪。凤喜盯着莫邪，他紧抿着唇，却没有说话。莫邪，她就是我说的耀美人。耀美人，她就是莫邪。耀美人，这是她的名字吗？我的名字叫什么？你还不配知道。耀美人，她是我的朋友，她是莫邪。这个莫邪，这是挖坑给他跳呢。好，我知道了。九九，跟我出去一下，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一旁的莫邪却突然咳嗽了2声，然后捂住胸口，面上表情痛苦。清九一瞧他这个模样，顿时想到了他的伤。哎呀，我忘了，莫邪，你到底伤在哪儿？重不重？很重，也很痛。那快进屋，我给你瞧瞧你伤势如何，我帮你上药。耀美人，你等我一会儿啊。凤喜真的是要气死了，他明显的看出来那个莫邪是故意的，瞧见他那挑衅的眼神了没有？他敢100%的保证，这个家伙是装的。我帮你扶他进去。凤喜上前走到了莫邪的身边，架住了莫邪的一个胳膊。不用。可是凤喜不松手啊，架着莫邪的胳膊用了力，捏着他的手腕都快要断了。莫邪忍无可忍，这般腹黑狠辣的男子怎么能够配得上他的小九九呢？简直连他一根汗毛都比不过。莫邪突然闪电般的出手，两个人顿时打得天昏地暗。干什么呀？狼子野心，藏头露尾。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住手！都给我住手！你们干什么呢？可是两个人愣是谁都没有搭理他。清九紫萱鞭在手，对着两个人都挥了上去。此时烛火亮了，脚步声骤进，最先赶过来的就是雷大和青羽，随后管家王叔和青青山也赶了过来。顿时院子里的3个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青青山的眼扫过清九，又落在了凤喜和莫邪的脸上，老人的眉头深深的皱起。这3更半夜的，2个如此出色的男人出现在自家孙女儿的别院，这什么情况？九丫头，这2个人是怎么回事儿？青青山一开口，凤喜和莫邪2个人瞬间规规矩矩的站好。2个同样出色的男人此时都是很紧张。这是九九丫头的爷爷啊，这就见家长了。爷爷，都跟我来书房。青九觉得他的脸真是完全丢尽了。丫头，这2位究竟都是什么人？现在说说吧。九丫头，爷爷是不是太纵容你了？爷爷，你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又没做什么。没做什么？这2个人是干什么的？3更半夜，2个大男人出现在你的院子里面，你给爷爷解释清楚。那个，清九一把扯过莫邪，推到了青青山的眼前。这是莫邪，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好朋友，男女授受不亲，你一个大家闺秀，跟一个男人称兄道弟，成何体统？他还没有想好怎么介绍耀美人呢，这只把莫邪拎出来，他爷爷都这个反应了。求救的目光看向星宇，小叔清冷的面孔，面无表情，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个小叔现在怎么这个样子啊？不是，爷爷，莫邪是跟娘亲来自同一个大陆的人，娘亲之前救过他的，我早就想介绍他给你们了。上次咱们家出事儿，多亏了莫邪帮忙，他的功劳最大。一旁的凤喜的头顶都要冒烟了。那他呢？他也出了很多力，好不好？这个青九九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啊？爷爷，小叔，我是莫邪，应九九之邀暂住青府，因为之前出门办事了，今晚才回来，却发现有人夜闯九九院子，所以才情急之下出的手，惊动了爷爷和小叔，实在罪过。原来是这么回事，快过来坐下。莫邪道了一声谢，坐在椅子上，不着痕迹的冲着凤喜扔了一个挑衅又得意的眼神。这把凤喜给气的，这个莫邪怎么这么不要脸？莫家小子，一会儿我再同你说话，爷爷有些话想问你。好，亲爷爷先忙。那这位呢，不自我介绍一下吗？凤喜简直有苦难言，他该怎么介绍？说他是凤喜吗？别闹了，后果更严重。他甚至都不敢去想青九九的脸色，那可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爷爷，她是耀美人。耀美人，九丫头，这是什么称呼？她就是我的耀美人啊，我喜欢她。爷爷，你别为难她了。这是什么话啊？
他为难谁了？只觉得这个男子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男子就应该长得阳刚一些，像雷大那般的，有力量，有肌肉，太好看了，招蜂引蝶呀，说不定就是个来骗他家小丫头的小白脸。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跟我家丫头认识的？老爷子，是你家丫头调戏的我。青金山被这句话给弄得老脸通红，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所以呢？所以我也愿意被她调戏。莫西的脸黑成一片，这个叫耀耀美人的倒是个撩妹高手啊！瞧瞧小九九那一脸春风得意的模样，真是气死他了。这位小兄弟，你大概不了解我家九九，他年纪还小，心性不定，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调戏男孩子。当然，他只是觉得好玩，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所以他可能跟你说过一些话，请你不要当真。爷爷，九丫头，你不要说话。我当真了，我愿意被九九调戏一辈子。这个男子很难缠呢，反倒是九九心里美滋滋的，很甜蜜。九九，他三心二意？不会，九九他很好美色，但我坚信，除了我，没有哪个人的容貌再能入他的眼。这是吃定了他们家九九了呀！不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交往了多久，老夫都不同意你们在一起。还有一个问题，九九丫头她是有婚约在身的，她的未婚夫就是当今的寿王殿下。寿王殿下凤喜的大名你也听说过吧？爷爷，耀耀美人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跟那个凤喜根本没有半点关系的，那个婚约也是不作数的。你放心，我明天就去把那道婚约给退了。青金山气得吐血，他这个孙女儿算是彻底被迷住了。可这边的凤喜呢，有时候简直恨不得自己不是凤喜，干脆就变身成为耀耀美人算了。可终究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凤喜啊，而且他真的相信那个丫头说的明天就去退婚的话，他不同意都没有用，下一刻估计就杀到皇宫去了。秦老爷子，我能跟你单独谈谈吗？可以，但是不管你要跟老夫谈什么，我都不会答应你和九九在一起。在这等我一会儿。有什么事说吧。秦家主，我是凤喜。你是谁我不在乎，但我绝不同意。你说你是谁？我是东辰寿王凤喜。说着，将怀里一枚象征身份的玉佩递到了青金山的眼前，上面耀之2个字代表了东辰寿王的身份。老臣见过寿王殿下。下一刻却被凤喜给扶住了。秦老将军不必多礼，本王是有事相求。寿王殿下，请讲。秦老将军，本王心悦九九。那是九九的福分。秦老将军，我与九九之间有一些误会，以至于他对本王的印象不是特别好。请王爷恕罪，都是九九那个丫头没大没小，不懂礼数，得罪了殿下了您。秦将军，九九他并没有得罪本王，而是本王心悦他，想娶她为妃。王爷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而且本王保证，此生今世只有秦九九一个女人。为什么你会看上我家丫头？为什么你会为她做出这样的承诺？真的是因为喜欢，还是别的其他什么原因？因为她恩怨分明，心中有爱，为家人不顾一切，为在乎的人拼尽全力。她足够优秀。秦老将军难道不是这样认为的吗？是啊，九九那个丫头是真的是世上最好的丫头了。秦老将军不必怀疑我的真心，我确实是看上九九了，也很想成为九九眼中那个被在乎的人。请老将军放心的将九九交到我的手上，我必不会让老将军失望。但是因为本王一直戴着面具的原因，九九并不知道耀耀美人就是我。她似乎很讨厌我，但是却很喜欢耀耀美人。是的，他家丫头是真的很讨厌你凤喜，不止说过一次的。所以我希望老将军帮我保密，我就是耀耀美人之事，我会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九九。王爷，我家丫头性子刚烈，我怕那丫头知道真相的时候承受不了。对，这正是我担心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希望老将军帮我在九九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我也会好好表现，争取让九九对我的印象改观，这样身份曝光的时候，那丫头不至于太愤怒。寿王爷，若是他日那丫头知道耀耀美人就是您，不肯原谅你，你当如何？我会求她原谅。若是那丫头一直不肯原谅你，寿王爷会放过那丫头吧？
他想过无数次这个问题。若是有一天九九知道他那么喜欢的耀耀美人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凤喜，会不会原谅他？会不会大发雷霆？说是不原谅的话，他会放手放过这个丫头吗？我会求他原谅。若是那丫头一直不肯原谅你，兽王爷会放过那丫头吧？他想过无数次这个问题。若是有一天九九知道他那么喜欢的耀耀美人其实就是他最讨厌的凤喜，会不会原谅他？会不会大发雷霆？说是不原谅的话，他会放手放过这个丫头吗？不会，我不会放过她。亲九九这辈子只能是我凤喜的女人。好，我家九九承蒙兽王殿下抬爱，老夫必当倾尽全力帮你，也望殿下他日能够善待九九。若是取得九九，我定然以命相护，不让他受一丁点伤害，送他一世安稳。好，好，老夫相信王爷的为人，相信王爷的话。门外，清九将耳朵贴在门上，愣是半点声音都听不到。这把九九给气的呀，一脚踢在椅子上，顿时疼得龇牙咧嘴。活该！清九瞪着一双眼睛，就朝着他的小叔冲了过去。小叔，你刚才说我什么了？没说话。你还不承认？你刚才说我活该，我都听到了。听到了你还问？小叔，你变了，你怎么这样呢？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很着急很伤心吗？你不担心我就算了，还说风凉话。不是风凉话，是实话。小叔，你太让我……话还没有说完，小叔清冷如月的眸子淡淡的看了过去。我不跟你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计较。清九哼了一声，转过头，继续将耳朵贴在门下。莫邪看着九九与青羽的互动，这种家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他望尘莫及的。凤喜跟青金山一起走了出来，清九瞬间变身小侦探，一双猫眼在两个人的脸上来来回回的看。耀耀美人似乎还是那个样子，至于爷爷，脸上的表情凝重多了。没事吧？没事儿，亲爷爷很好说话。站在两个人身后的青金山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地上。兽王殿下喊了他一声亲爷爷吗？天哪，他当真是惶恐。是吗？清九怀疑的眼神在青金山跟凤喜的脸上看了看，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爷爷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爷爷，我叫耀耀美人，她没大没小，什么耀耀美人，好好说话。亲爷爷，没关系，这是我和九九之间的昵称。亲爷爷，我想带九九出去赏月，明天一早我就把他送回来。好，去吧。清九有些懵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一个转眼间，爷爷就变得这么好说话了？不行，你说不行，你算老几？干什么呀？你们又要打起来了？九九，你不要跟他出去过夜，你明知道他……我知道，你放心，我有数的。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我愿意跟他出去啊。那我呢？对啊，我忘记要给你看伤了。你过来，我先看看你的伤势如何，我再跟耀耀美人走。说着，伸手就去拉莫邪，脸上的担忧也不是骗人的。这一刻，莫邪叹了一口气，足够了，他的心里还记挂着自己，就足够了。好了，小九九，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只是皮外伤吗？对，我是为了让你心疼，所以才装作自己受了重伤的样子。我没事儿。你这个家伙，干嘛骗我？不知道我会担心吗？莫邪摸摸他的发顶，你想去就去吧，只是记住别受伤。放心吧，虽然是皮外伤，回去也要敷上，保证明天早晨就好了。莫邪握紧了小瓷瓶，这个小丫头真是将他吃得死死的。还有小叔和爷爷，你们不要问莫邪太长时间，早点让他回去睡觉。这几日他都没有休息好。一切都嘱咐好了，才跑到凤喜的身边挽住他的胳膊。青羽看了一眼青金山，目露询问。青金山冲着他摇了摇头，青羽了然，便没有再出口阻拦。早点回来。知道了，小叔。凤喜冲着青金山和青羽点了点头，这才带着九九出了门。出了青家，九九眯着眼看向他的耀耀美人。你说，你到底跟我爷爷说了什么？我爷爷的态度怎么变得那么快？你是不是给我爷爷下降头了？没有，他只是被我说的话感动了。你说的什么话？凤喜却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一把揽住了青九的腰，飞身而起。耀耀美人，你是要带我私奔吗？你家人都同意我们在一起了，还私奔什么？那你家人呢？我家人都管不了我，以后嫁去我们家，你就是最大的。真的啊？到了。哇，月色流动光滑，繁星点点，宝石一样镶嵌在夜空之中。脚下温暖的篝火盈盈跳跃，暖光照亮了整个山顶，银光飞舞，星火一现，好美。凤喜上前从身后抱住他，喜欢吗？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星空，明亮闪烁，他整个人都好像置身于星海之中。耀耀美人，我很喜欢。流星！九九一声惊呼，随即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许下了心愿。只见九九表情虔诚，
长睫轻闪，晕红色的篝火之光照耀在她的脸上。这一刻的她美得像坠落凡间的精灵。清酒许完心愿，脸上挂着盈盈的笑意，转头就见她的耀耀美人正盯着她，眼睛一眨不眨，充满了眷恋。刚才那是什么意思？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一个传说，就是夜晚降临，如果有流星滑落，那就要快点闭上眼睛，许下心愿，这样你就会实现你的愿望了。许的什么愿望？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傻瓜，愿望都是靠人的努力实现的。耀耀美人，流星只是承载了我的心愿，因为有了美好的祝愿，所以我才会更加努力，更加努力跟你在一起，更加努力去对抗命运。你有情花毒，可是这一刻，我清九九决定，我将拼尽全力，付出生命，也要跟你在一起。你的毒我来帮你解，你的命我来替你留下。耀耀美人，你不是问我许了什么心愿吗？我的心愿就是与你一生相爱，一世相守。吻自然而然地落下，九九与凤喜紧紧相拥，唇舌相依。九九，我爱你。我也是。九九大笑，用力地回抱住了凤喜，摸上脸上的圣女印。九九想，这个印记怕是除了耀耀美人能帮她破，其他男子是再也入不了她的眼了。耀耀美人，盖了章你就是我的人了，这辈子都是我的人了，再也不许反悔。此生非你不娶。浩瀚星空之下，两个人团席而坐，九九挽着耀耀美人的胳膊，头枕在她的肩膀上，在星海篝火之下，美好的不可思议。凤喜转头看向九九，她真想时间就在这一刻定格。九九，如果有一天我做错了什么，你会原谅我吗？那要看是什么事情了，你只要别骗我就好了。我这个人呢，最讨厌的就是被骗了。此时凤喜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啊，对了，耀耀美人，我雪姨想见你，时间约在3日后，你有时间吧？啊，我雪姨就是皇宫内的雪贵妃，我娘亲最好的朋友。凤喜张了张嘴，她想拒绝，却不忍心九九失望。我会去。真的？凤喜有些心不在焉的点了点头。3日后去见自己的娘亲，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呢？九九是在凤喜的怀里睡着了，嘴角都带着笑意。第二天醒过来，九九是睡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想起昨晚，忍不住勾起嘴角。看来自己是睡得太沉了，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送回来的都不知道。看了看自己穿戴整齐的衣衫，撇了撇嘴，耀耀美人真是柳下惠呀。幸好她是柳下惠，这家伙谁敢碰啊？大小姐要用午膳吗？不用了，你忙你的去吧。九九看了一下今日的天气，阳光普照，适合出门逛街。这个点儿去找聘儿吃午饭，正好他要去一趟寿王府有事儿。金九出门的时候去敲了敲莫邪的门，人没在，又不知道去哪儿了。出了院子，就瞧见一个奴仆推着青雨在外面晒太阳。小叔，去哪儿？小叔，你怎么对我这种态度啊？都没有以前热情了。你都瞒着小叔谈恋爱了，还想小叔对你什么态度啊？九九凑上前来，冲着青雨抛了一个媚眼。你要不是我小叔，我都以为你是爱上我了，所以在吃醋呢。又要去哪儿？婚约未解除的情况下，这个九九随意的去招惹别的男子，那寿王凤喜会善罢甘休吗？老爷子是老糊涂了吧？今日他是不同意这个丫头出门的。我去一趟寿王府，去找聘儿吃饭。聘儿啊，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唇瓣，那柔软冰凉的触感袭上心间。那个小鹿一般的姑娘，去吧。姑娘家的别总是乱跑，那小丫头似乎身体不太好，吃饭便带到家里来吧，饭菜也干净。哦，知道了，只是不知道那个丫头肯不肯来。她胆子那么小，又那么害羞。那小叔，我走了啊。坐马车去。公子已经晌午了，要用膳吗？不用，再晒会儿太阳，等大小姐回来一起用膳。是。对了，半个时辰大小姐还没有回来，便去派人请她回来。是。那个小丫头应该会跟着九九一起回来用膳吧？什么？亲九九没过来？不可能啊！依照本公主的聪明才智，不可能猜错的。楚公主，你找我呀？楚骄阳一转头就瞧见九九走了进来，整个人都激动了，一巴掌拍在身旁的小厮头上。看见没有？本公主说了，找亲九九不用去他家，他准是在三皇兄这里呢。本公主实在是太明智了。这个脑子缺根弦的楚骄阳说的那叫什么话呀？好像他闲着没事儿就赖在寿王府不走似的。九九黑着脸，懒得搭理他。嘿，亲九九，你看见本公主都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楚骄阳冲上前来，伸出胳膊拦住九九，气势汹汹地瞪着他，说什么呀？你怎么可以这样？本公主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你知不知道？你看看本公主这2个黑眼圈都没有退下去，然后出了宫就直奔三皇兄府上来找你来了。你竟然一副对我没有话说的样子！楚骄阳，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找我干嘛？你昨天策着本公主的马车进了皇宫，答应本公主的事情，你竟然忘了？你这是过河拆桥啊你！哦，我忘了。你还好意思说？亲九九，
你赶紧带我去找莫邪。行啊，不过他若是不喜欢你，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我温柔贤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既有才华又有美貌，莫邪美人怎么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的？你呀，不要以为人家看不上你，就觉得人家也看不上我。我可比你漂亮多了。你厉害，咱们这就走。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你先等一会儿。做什么事啊？风喜呢？我找他有事儿。三皇兄不在，他去皇宫雪贵妃那儿了。九九还有点不相信他，去打听了管家，证实了凤喜确实不在府中，这才罢休。你还不相信我？本公主至于骗你一个无名小卒吗？我还是不跟他说话的好。你又要去哪儿啊？找我朋友。随着九九进了西院，就瞧见院子外围种了一排的柳树，树下放着木珠和木椅，那里有一个穿着浅蓝色衣裙的少女，正闭着眼睛晒太阳。最重要的是，那个姑娘很美，有一种空灵的气质。楚骄阳摸了摸自己的脸，没关系，我也很美，我们两个人美的不是一个类型的。片儿，九九，我刚才还梦到你了呢。片儿很高兴，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向九九。这个藏在三皇兄后院的丫头是谁啊？怎么看见青九九这么高兴？还有，青九九面对他的时候，那个脸冷冷淡淡的，还时常闪过不耐烦。这会儿这一脸的温柔笑意是怎么回事啊？歧视啊！九九，这个漂亮的姑娘是谁啊？片儿是吧？我是楚骄阳，当朝静云公主。我跟九九也是好朋友，所以你不用拘礼了，喊我骄阳就行了。九九撇了撇嘴，自己什么时候和他成为朋友的？静云公主，这是他同父异母的皇姐姐呢。九九真好，知道他渴望亲人，便将他的皇姐姐带过来给他看一眼。九九，谢谢你，你对我真好啊！什么？楚骄阳蒙圈了，什么情况啊？这个叫聘儿的脑回路不正常吧？傻瓜，走吧，我是来带你去我家吃饭的啊。去你家吗？是啊。聘儿，你不想去吗？那个，我还有点事儿。这几天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小叔睁眼的模样。不知道小叔知不知道自己吻了他的事情，好害羞啊。哎呀，聘儿，你能有什么事情啊？咱们都去九九家里玩吧，快点吧，天都要黑了，你就别磨磨蹭蹭的了。见聘儿还在犹豫，上前挽着聘儿的胳膊，聘儿有些受宠若惊。眼前这个同父异母的皇姐姐似乎并不讨厌他呢。啊，我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第一次去九九家里吧？没事儿，我也是第一次去他家里。不过你不用害羞，他家里人口简单，女孩就他自己，家里就剩下个爷爷和小叔，咱们玩自己的就行了。楚骄阳拍拍聘儿的肩膀，使了那么大的劲儿，聘儿疼得嘴巴都瘪了。楚骄阳，聘儿她身体弱，你轻点儿。啊，你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感觉风一吹就要倒下似的，我都没有感觉自己用力了。话真多，还去不去找人了？去啊，我都急不可耐了。九九，骄阳他要去找谁啊？反正不是找小叔，你不用担心。哎，你喜欢九九那个不良于行的小叔啊？聘儿嘟了嘟嘴，心里有些闷。九九的小叔是那般清俊无双的男子，别人说起他的时候，标注在他身上的标签还是不良于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楚骄阳很无辜啊，他瞪大眼睛，自己说错什么了吗？可瞧着聘儿一副快哭的样子，楚骄阳难得的闭上了嘴。聘儿，这都晌午了，我都饿了，咱们一起去用餐吧。聘儿挣扎了半天，终于还是点了点头。他还是很想见见小叔的，就是有点害羞。走了，快点准备马车，本公主要去追男人去了。好羡慕骄阳姐姐的大胆啊！可是她要追哪个男人呢？难道是小叔？她要追的另有其人，不是小叔。聘儿垂下眼，抿着唇瓣，不好意思的笑了。三个人坐上马车，哒哒哒的往亲家走。快点儿，再快点儿！本公主要跟美男共进午餐呢。楚公主，你下次找我不必去寿王府堵我，直接去我家就行了。本姑娘知道，还用你说？要不是我那个讨人厌的皇帝拜托我带他去寿王府找钟神医，我肯定直接杀到你家了。本公主掐指一算，依着你那么喜欢三皇兄的性格，八成会在他的府上堵到你。哈哈，果不其然，本公主猜对了。九九那是相当的无语啊！哎，快，马上就到了，本公主就要去见美男了。骄阳姐姐好洒脱啊！这是洒脱吗？这是脸皮厚，不过精神可嘉。哎，到了！九九，没关系，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了。说着就拉着聘儿进了院子。管家开了门，还没来得及打招呼，楚骄阳就兴高采烈地冲了进去。九九跟聘儿慢腾腾地跟在后面。咱们先去吃饭吧，我早饭都没吃呢，饿死了。为什么没吃早饭啊？昨天晚上出去玩得很晚，今天早晨就赖床了。九九，你是发生什么美好的事情了吗？你看起来真的好漂亮。是吗？
果然古人云，恋爱中的女人最漂亮，诚不欺我。平儿，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人，改天我介绍你认识。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人？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我想嫁给他，想给他生宝宝。是凤喜哥哥吗？平儿，不是你凤喜哥哥，怎么可能是他呢？开什么玩笑，我就是喜欢一头猪，也不会喜欢他的。这样啊，那真是好可惜呢。你都跟凤喜哥哥接过吻了，我还以为你们会在一起呢。九九拉住他往院子里边走边说：“谁跟你凤喜哥哥接过吻啊？小丫头，你不要乱说，我那是被王八咬了。”骗谁呢？我才不信呢。那你跟你喜欢的那个人发展到哪一步了？就差最后一步了。他还在积极的想办法，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又可以变美为前提，然后将耀耀美人扑倒。啊！你们发展好快啊！聘儿，我们哪有你快啊？我好歹历经波折，好不容易才亲到了我的耀耀美人。你呢？直接趁着我小叔昏迷就亲了上去了。我没有，是你说公主能够吻醒王子的呀，还害羞了。没关系，我不跟别人说。九九，你讨厌！抬脚就走。九九在身后哈哈大笑。哎，钟神医，你怎么在这儿啊？九九脚步一顿，快速追上聘儿，就见他站在那儿，看着院子里面，青雨坐在轮椅上，钟离梦站在他的身后，看样子是钟离梦推着青雨在晒太阳。九九看了一眼聘儿，他脸上的红晕已经退了，正泪眼汪汪地盯着青雨和钟离梦，这把青九给心疼的，他牵过聘儿的手，大步就往前走。小叔！青雨和钟离梦听到声响都转过头来，青雨一眼就瞧见了站在九九身旁的那个姑娘，四目相对，她的眼中似有水光盈盈，看起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九九你回来了啊，聘儿也来了。林梦姐姐，这天入了秋，凉意渐浓，聘儿出门得多穿点衣服，毕竟身体不是太好，若是感染了风寒就麻烦了。谢谢林梦姐姐。林梦姐姐跟青雨小叔好配呀，她心里又难过起来。你怎么在这儿？钟离梦，你的脸呢？九九，我担心阿雨的身体，所以就打算过来看看她，没想到她竟然已经醒了。你怎么在这儿？钟离梦，你的脸呢？九九，我担心阿雨的身体，所以就打算过来看看她，没想到她竟然已经醒了。庆爷爷感谢我唤醒阿雨，便留我在这里用午膳，再加上我与阿雨也好久不见了，想着有许多话要说，所以便却之不恭地留了下来。你唤醒了我小叔？巧合罢了。哼，真是马不知脸长，牛不知脚弯，没见过你这么脸皮厚的。九九，不要这么没礼貌。小叔，你说我没礼貌？已经做好准备干架了。钟姑娘上门是客，你作为主人不可这般无礼。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便一起去用膳吧。钟离梦，趁我现在心情还好，你立刻走。你若是喜欢凤喜，你就一心一意地追在她的后面，别跑到我们亲家来搔首弄姿。作为一个姑娘家，还是不要三心二意的好。若是脚踏两条船的话，很容易翻船的。九九，我承认之前因为倾城的事情得罪过你，让你对我有所误会，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般心狠手辣的人，而且我也已经道过歉了。可是你现在见到我，仍然是恶语相向。九九，你太欺负人了。哼，我欺负你了？他牵着聘儿的手走上前来。钟离梦，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是我绝对没有欺负你的意思。我若是想要欺负一个人，就不会让他活得这么自在。九九，我不想让你讨厌我，我与阿雨相交多年，很喜欢和蔼的亲爷爷，所以也希望你能够对我改观。九九，你怎么这么跟钟神医说话？我都看不下去了。楚公主，我没事，九九他对我只是有点误会。哎呀，什么误会啊？解开不就好了吗？来来来，本公主就当一回和事佬，今日就帮你们将这个误会给解开了。九九头都炸了，眉毛跳了几下，极力隐忍，才没有将楚骄阳给踹飞。有他什么事儿啊？九九，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已经跟阿雨还有庆爷爷说了你脸上毒胎记的事情，请让他们劝劝你，这毕竟不是小事儿，不能因为你对我有点偏见，这毒你就不解了，对吗？什么？青九九脸上的这个胎记是毒胎记？哎呀，真的吗？钟神医，你可以帮他解毒吗？解毒了之后，青九九就变得好看了。据我观察是的，将他在雪松宫说的那一番话又说了一遍。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你快点帮帮他吧。这个青九九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丑了，而且我也不希望他死。楚公主，你找的人在后院厢房东院1号房。哎，我去了啊！扔下这句话，转身蹦蹦跳跳就走了。幸亏莫邪不在家，这要是在家的话，他可不敢说。这楚骄阳一副要将人扑倒的模样，他都怕莫邪招架不住。林梦姐姐，九九脸上的真的是毒胎记吗？可是没关系，九九，
现在发现还不算太晚，并没有危及到你的性命，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不能因为你对我的那点误会，就将自己的生命弃之不顾，对吗？虽又转头看向青羽，阿宇，我今日就先回去了，改日我再来看你。我给你的药，你莫要忘记服用，静气养神的。好，九九脾气太倔，我会严加管教。今日是我们亲家怠慢你了。啊，没事，阿宇，九九还小，而且并不是他的错，他只是对我有点误会罢了。我相信他会想明白的。最重要的是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哼，就说呢，这个瘸子青羽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一个跟我独处的机会，怎么可能忍心放弃呢？想必他这一走，九九就要挨训了，而且青羽也会给他做思想工作的。很好，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的预想在进行着。啊，那我先走了。九九若是想好了，派人去通知我。钟离梦这才施施然的离开。柠檬姐姐慢走。聘儿，有时间我会去阿喜的府上看你的。聘儿点了点头。九九。聘儿扯了扯九九的袖子，九九回过神，拉着他走到了青羽的眼前。小叔，你生气了？你是我侄女儿，我自是与你亲近，怎会生气？只是来者是客，我身为亲家之主，必要礼数周全，故训斥于你。这话说的好暖心啊！带你的朋友一起来正厅吃饭吧。眼神很轻的瞥过聘儿的脸，就见那个小丫头抓着九九的袖子，似乎很紧张的样子。是自己太可怕了吗？这个小丫头都不敢看她。小睡一起去吧，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呢。青羽点了点头。聘儿脸颊红红的，跟九九一起跑到青羽的身后，帮他推轮椅。聘儿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他离小叔好近啊，都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松木香的味道。聘儿想，他从此都要爱上这个味道了。可是青羽小叔似乎不喜欢他，从他跟九九一起进来就没有看过自己一眼。进了用膳厅，就他们3个人。九九拉着聘儿坐在了青羽的对面，聘儿一不小心抬头，一下子就撞进了小叔清透的眸光里。聘儿是既害羞又尴尬，整个吃饭过程她都是低着头的。青羽失笑，这个小丫头胆子实在是小，也不知道她当时是哪里来的勇气问她：九九，你不会无缘无故的讨厌一个人，却为何对药王谷的钟姑娘这般态度？她虚伪，我就讨厌她。九九，她说你的脸上……不要相信她。小叔，你还喜欢钟离梦吗？九九话音一落，聘儿和青羽同时抬起了头，相互看了对方一眼。那双惊慌失措的眼睛，干净的不染尘埃，让历经沧桑的她忍不住想要触摸。这个小丫头其实是喜欢自己的吧？可是看了看自己的腿，青羽叹了一口气。以前的事我都忘了，如今只是故交罢了。若不是他主动上门，我不会主动见他。这一瞬间，聘儿的心瞬间像是要飞上天了。小叔说他与林梦姐姐只是故交罢了，真好，真好。九九瞥了一眼聘儿偷笑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心打趣她。这个小丫头到底能不能藏住点心思了？脸上这么明显的笑意，真是单纯的可爱。九九，钟离梦说的你脸上的毒胎记的事情，不要相信，我现在还没弄清楚钟离梦是搞什么鬼。不过我肯定会去查的。无缘无故的说我脸上的胎记是毒胎记，天知道我有多想撕了他的嘴。就是，九九，我刚才就想问了，林梦姐姐说的是真的吗？你的医术那么厉害，难道看不出来自己脸上的胎记是不是毒胎记吗？呀，聘儿变聪明了呀！哎，小叔，我刚才听钟离梦说给了你一瓶静气养神的药，我看看。青羽将药瓶拿出来，递给了九九。九九放在鼻息间闻了一下，并未闻出什么异样。小叔，我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九九，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或者人格歧视？青羽微微的试探。哼，我看人从未出现过差错。上次清会之事，已经是因为我的自视甚高，让你吃尽了苦头。日后我再不会大意了。小叔，我给你养生的药比他的强10000倍，你不用觉得可惜。没有最好。小丫头也别只顾着笑了，别张口闭口的林梦姐姐，日后看到她就躲得远远的，那是个两面派。对了，娇兰姐姐到底去找谁了？哦，她不会吧？小叔，莫邪在家吗？不知道。聘儿，你先吃着，我去后院看看。九九，我也去。聘儿话音刚落，九九就已经飞奔向后院了。于是膳厅里只剩下了聘儿和小叔。聘儿紧张的连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聘儿，也推我去后院看看情况吧。聘儿点了点头，跑到这青羽的身后帮他推轮椅。聘儿，那日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聘儿的脸一阵一阵的发烧。谢谢你。小叔，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误打误撞。聘儿，以后不要再叫我小叔了。这个小丫头稀里糊涂的，喜欢他还喊他小叔，这乱了辈分了。该换个称呼，两个人才能走得更近一些。小叔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讨厌自己了吗？是因为自己乱说话的事情吗？
可是当时他是因为小叔睡着了，所以想要说说心里话，激励他呢。好，我突然想到我还有点事儿，小叔，你帮我跟九九说一下，我先走了。聘儿说完这句话，抬脚就走，这就让他最后喊一声小叔吧。聘儿，庆宇转着轮椅追出去，小丫头哪里还有影子？不是说她身体不好吗？怎么跑得这般快？若是他让小丫头喊他青宇哥哥，那个丫头怕是会更加害羞吧。大公子，什么事？公子，刚才那聘儿姑娘哭着走了，老奴已派人跟了上去，所以过来跟您说一声。哭了？他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知道了。转动着轮椅去找九九，这一刻他觉得更加的无力，因为这双腿他哪里也不能去。九九跑到后院，只瞧见门口的莫邪，邪魅的脸冷若冰霜，一双凤眸充满了深沉的杀意。而楚骄阳，他顶着鸡窝一样的头趴在一个坑里。你大胆，你竟敢踢飞本公主！发生什么事儿了？盛怒中的莫邪还真是挺恐怖的。请求救我！硬着头皮上前将楚公主从坑里拉了出来。莫邪至始至终都抿着唇，没有说话。本公主只不过是趁她睡觉之际亲了她一口，是她反手将本公主拉上床的，压在身下。这么刺激！莫邪迅速上前，一手捏住了楚骄阳的脖子，眼中是猩红的杀意。哎，松手！松手！莫邪，你干什么呀？伸手就去抓莫邪的手腕。楚骄阳已经被掐得翻了白眼，舌头都吐出来了。你放手！放手！小九九，你带他来的？我以为你不在家嘛。所以他一松手，直接将楚骄阳给甩到了地上。楚公主，你到底对莫邪做了什么？怎么生这么大的气？楚骄阳很无辜，他怒爬起来，指着莫邪说道：“好你个姓莫的，你竟敢谋杀本公主，你不想活了吗？够了！”这个楚骄阳没脑子的吗？这个时候还摆的什么公主架子？没有瞧见莫邪的脸色已经无比的难看了吗？眼中全是杀意啊！你凶我做什么呀？本公主那么喜欢他，喜欢他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可是他竟然将本公主踢飞，太过分了！莫邪眯着眼，脸色越来越黑。你别喊了，我是问你都做了什么？本公主能做什么呀？就是顺着你说的地址找到了他的房间嘛。然后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睡觉，我就是没忍住亲了他一口，然后他反手一把把我拉上床，压在了身上。结果本公主还没来得及高兴呢，他睁眼就将我扔了出来。莫邪转身，一言不发地回到屋子里，整个人都是沉默的。九九看莫邪这个模样，于是抬脚便跟了进去。莫邪，你生气啦？他梦到小九九变成了一只小狐狸，粘在了他的身上，然后亲吻他的嘴巴。也就是这一瞬间，小狐狸九九竟然变身为人。他翻身而起，将小九九压在身下，可是一睁眼却是一张无比陌生的脸。天知道他有多愤怒，有多想杀人。小九九，莫邪，你真的生气了？那个楚公主虽然脑回路奇葩了一点，但好歹也是个大美女啊，亲了你一口，你也不吃亏啊，你就别为这个事儿跟我生气了。小九九，今日我会搬出亲家，我不住在这里了。莫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没想到你在家。我没生你的气，我只是想到一直住在这里也不方便，所以打算搬走。借口。九九，我出去一下，晚上再回来搬东西。这是定下来了呀，莫邪真的是要搬走了。那个谁，莫邪，你可是占了本公主的便宜，你必须对我负责，本公主要招你当驸马的。滚！莫邪扔下一个字，大步流星的就往院子外面走。闭嘴吧你！你这个亲九九，怎么跟我说话的呢？哎呀，胸口有点痛。你赶紧回宫去吧你，净给我添麻烦。赶紧抬脚去追莫邪。这个时候，青雨却是转着轮椅走上前来。九九，聘儿那丫头哭着走了，你去看看她。聘儿怎么了？为什么哭了？我也不知道。小叔不用担心，我现在就去看看。九九出声，然后接着去追莫邪。可是这个时候哪里还有莫邪的身影？人早就走了。九九心里难受的要命，这是从认识以来莫邪第一次对他生气。哎，我的莫邪美人去哪儿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他人呢？走了。你还敢靠近他？没瞧见人家不喜欢你，都要杀了你吗？不喜欢我，难道喜欢你吗？不喜欢也得喜欢，便宜都给他占了，有本事就杀了我，杀了我就不缠着他了。他人呢？他可不可以就当做从未认识楚骄阳啊？唉，走啦，不知道去哪儿了。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本公主一定会堵到他的。九九无话可说了。周神医呢？走了。本公主也走了，这胸口有些疼，我去找神医看看。你胸口疼，
有没有事儿啊？用不用我帮你把脉？我这就回宫了，去找钟神医。你懂什么呀？哼，随你的便。马车哒哒哒的就到了寿王府。此时，紫衣少年脸颊青紫的从寿王府里走出来。这个少年不是喊耀耀美人三哥的那个少年吗？怎么从凤喜的府中跑出来了？哟，这不是三嫂吗？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楚一之一脸欢快的迎接上奔过来的九九。你记得我？清九问道。楚一之点了点头。记得呀，你不就是跟我三哥一起吃饭的那个姑娘吗？你怎么在这儿？清九很是疑惑不解的问道，心中一个模糊的想法一闪而过，吓了他一身的冷汗。他刚才竟然以为这个黑不溜秋的少年跟凤喜有关系，真是吓死他了。楚一之的眼珠子转了转，三哥可是跟他说了，绝对不能暴露他的另一个身份的。我花容月貌的脸被马蜂蛰了，已经1天1夜了，吃了几副药，可愣是半点效果也没有好。我听闻药王谷的神医钟姑娘暂住寿王府，所以过来讨一副药。你认识寿王凤喜吗？不认识啊，所以我连钟姑娘的面儿都没有见到。这样啊，你这脸是中了风毒了，疼痛麻痒难忍。这2瓶药给你，一个外涂一个内服，3日便好。果然还是跟以前追着楚叶跑的时候一样，献媚至极。现在知道自己是三哥的弟弟，这就又来讨好自己了。哼，不知廉耻的丑女人，活该被三哥耍得团团转。三嫂，那谢谢你啊。你不用喊我三嫂，我叫亲九九，你喊我九九就行了。九九？你叫什么名字？我呀，九九叫我阿姨就好了。阿姨？阿姨？你跟你三哥倒是神秘的很，连全名也不肯告知。我跟我三哥都是有要事在身的，不方便透露姓名。不过九九，你只要记住，我三哥绝对不是普通人，身份乃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心里倒是没有太大的惊讶，那般惊艳独绝的男子身份怎么会一般呢？这个清九九肯定是在偷着乐呢，一定在猜测三哥究竟是什么身份。他实在是太有才华了，太会演戏了，三哥真要好好感谢他。他跟三哥2个人就坐等着清九九提出退婚，然后后悔丢人就行了。九九，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去忙，就先走了，回头再找你。哦，好。转过弯就将九九给他的2瓶药给扔在了地上，心道不知从哪里弄来了2瓶假药来讨好他，他才不敢用呢。说完蹭蹭蹭的离开，他的脸好疼，还是赶紧去找找那钟姑娘去了哪里吧。对了，忘记问他药美人住哪儿了，又随即追了上去，却已经看不到阿姨的身影了。啊，算了，下次再问吧。清九转身往回走，却一眼瞥见墙边上那2个瓷瓶，那是自己刚刚送给阿义的药，上前一步将药给捡了起来。为什么阿义会将这2瓶药给扔在这儿？刚才他面对自己的时候明明还是那么热情的模样，却转身将我的心意践踏如此，是因为不喜欢我吗？不对，是因为不信任。阿义，三哥，凤喜在皇族排行老3，他下面还有一个不受重视的闲散皇子，年约18，至今未封王，名为楚一之。楚一之，阿义，耀耀美人有情花毒，不能碰女子，否则谁碰谁死。而凤喜也有毒，虽然不知道她中了何毒，可钟离梦说过，她这辈子都不能够娶别的女人，只能娶她。而她为了凤喜，甚至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这分明就是同一种毒。不，我必须查清楚。清九带着一身飒飒冷风，大步地走进寿王府，迎面便撞上走来的木曜。金姑娘，你来了。九九的脸色有些许的不好看，想拉扯一下嘴角都觉得费力。凤喜呢？凤喜在哪儿？金姑娘，您身体不舒服吗？凤喜在哪里？我要见她。主子一早就去了皇宫了，一直未归。九九转身就大步地朝外面走去，他要去皇宫，可是随即又像想到了什么一般，他转身看向木曜。木曜，你跟在凤喜身边多少年了？16年。我跟哥哥以前是孤儿，被王爷所救，之后便一直留在爷的身边。那你哥哥叫金曜，你叫木曜，你们爷身边就你们2个属下吗？怎么会，爷的属下多着呢。不过我们金木水火土5曜是爷的贴身下属，直接听命于爷的。九九深深地闭上了眼，一切似乎都明朗了。我之前见过你那2个兄弟，一个脸黑黑的，一副僵尸脸，还有一个倒是白白净净的，像个娃娃似的。对，你见到的这2个人，娃娃脸的是水曜，僵尸脸的是土曜。这样啊，九九呵呵地笑道，却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亲姑娘，你怎么了？没事，你去忙吧，我去找找你们家主子。九九转身，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原来他的耀耀美人就是凤喜。
这些日子，凤喜是不是在心里嘲笑我，像傻子似的，看着我在他的眼前上蹿下跳，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哎，九九，平儿，九九，你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平儿，你凤喜哥哥呢？我凤喜哥哥去皇宫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哦，对，凤喜他去皇宫了，已经有人跟我说过了，我怎么就忘了呢？我要去找他，我要问清楚。九九，你找我凤喜哥哥做什么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了？哦，我找他有点事儿，我想问他几句话。我想问问他，我的耀耀美人呢？他是谁啊？九九，你有什么话先问我，告诉我你怎么了好不好？我很担心你。早就把自己那点小难过和心塞给抛到脑后了。然而九九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睁开聘儿的手便出了寿王府，还未进雪松宫，远远的就瞧见武骄阳和那个脸上青紫的阿义正在说话。这一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楚一之，你有毛病吧？拦着我的路做什么？让开，别挡路！你让我白白跑了2个来回，你一会儿跟我说钟神医在皇宫，一会儿跟我说在寿王府，人到底在哪儿呢？我之前还见过钟神医了，他在亲王府。我离开的时候，钟神医已经离开了。我猜他是回了皇宫，所以来雪松宫看看。亲王府，亲九九家啊？怎么了？你跟钟神医跑到那个丑八怪家里干什么？也不怕掉了身份？我刚才遇见他了，恬不知耻的又跑到三哥府上去了，还拿东西讨好我的。切，你多管闲事儿。钟神医与亲九九的小叔是故交，而且我与亲九九也算得上是朋友，去他家里很奇怪吗？还有一个，亲九九的娘跟雪贵妃关系可好了。雪贵妃亲自开口说了，要把九九许配给三哥。亲九九跟三哥2个人现在是名正言顺，人家讨好你，就你这个狗熊的样子，别搞笑了。你跟亲九九是朋友？你瞎呀！嘿，你乱说话，信不信我揍你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难怪三哥要设计让亲九九那个丑八怪爱上不戴面具的他，原来是因为雪贵妃这一层关系。什么设计？说了你也不明白。总之三哥是不会娶那个亲九九，就算是雪贵妃指婚也没用。为什么呀？因为三哥用了另一层身份在玩弄亲九九，他很快就会和自己提出退婚了，到时候让他人财两空。啊？三哥怎么可能这样？你瞎说的吧？什么瞎说？我敢用性命担保，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去问三哥。不过你可千万别让亲九九看出破绽了，坏了三哥的计划，有你的好看。三哥呢？我要去找他。他怎么可以这样？亲九九长得那么丑已经很可怜了，他还玩弄人家。九九慢慢的从假山后面出来了。是啊，凤喜他怎么可以这样？亲九九，乱喊什么？下意识的回过头，就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九九。你……楚一之吓了一大跳。亲九九，你怎么可以偷听别人说话？有没有点公德心了？实在是太没礼貌了。九九走上前，盯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礼貌？紫萱边突然出手，对着楚一之就抽了上去。你干什么？这鞭子打你们蛇鼠一窝。亲九九，你这个悍妇，你别动手啊！再动手我不客气了。紫萱边再一次当头照下，对着楚一之又是一鞭子落下。啊！你还打？我还手了呀！这鞭子打你狼心狗肺。亲九九，你这个丑八怪！悍妇说谁狼心狗肺呢？长得这么丑，性格还这么暴力，难怪三哥不要你，太子也不要你，活该你嫁不出去。凤喜和雪贵妃听到外面有动静，双双走出来，还未靠近，便听到楚一之大吼。雪贵妃的脸色当即就变了，可更难看的却是凤喜。她在那一瞬间脑子一下子空白了，整个身躯都僵硬了。完了，九九知道了他的身份。九九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他身躯一个摇晃，险些栽倒在地。他转头看到了走出来一脸震惊的雪贵妃，还有凤喜。楚一之，你有毛病吧？说那么难听做什么？我哪里说话难听了？我说的那都是实话。亲九九就是又丑又悍，还妄想嫁给三哥呢，哼，简直笑掉人大牙了。楚一之，九九丫头上前想去握住九九的手，却一下子被挣脱开了。九丫头，你怎么了？贵妃娘娘，陪着你儿子一起演戏，一定很累吧？什么？凤喜再也忍不住，上前一步，她喊了一声她的名字。九九苍白着脸转过头来，她看着凤喜，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向她，气氛冷凝而诡异。九九的步子僵硬而沉重，
两个人目光相对，一个冷漠疏离，一个千言万语。他慢慢的伸出手，终于他捏上了凤喜的面具。九九，你听我说。他的面具猛地被九九掀开，绝代风华，明艳无双。他那么深爱的一张脸，这一刻却觉得无比的讽刺。体内刚刚觉醒的灵脉不受控制的倾泻而出，沙石飞溅，尘土飞扬。凤喜，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很可笑，像傻子一样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是，九九，我……尖锐的匕首狠狠地刺进凤喜的胸口，匕首紧接着拔出，鲜血淋漓，血腥味飘散。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而同样的，他的胸口处晕染出一片血色，他伤，他也痛。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这么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了？凤喜，我恨你！匕首再一次抬起，又一次刺入凤喜的胸口。凤喜闷哼出声，他想伸出手将九九抱在怀里，可是九九眼中的恨意和冷漠那么的明显，不允许他靠近自己一点点。他只能握住九九的手，用力地握住。你要怎么怪我都可以，但是别伤害你自己。凤喜，你真虚伪！手下用了狠力，匕首刺进一分，凤喜和他的脸色都要白上一分。这一瞬间，九九真的有一种想法，不如就这样杀了凤喜吧，杀死他的耀耀美人，然后跟着他一起死去的还有他的爱情。九九，别伤害自己。别碰我！九九，我没想骗你，我……够了，凤喜，我没想缠着你，你若是不喜欢我，大可以跟我说，但是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你不累吗？我没有演戏，秦九九，我爱你。爱？你懂爱吗？凤喜，你这种人真该一辈子得不到真爱。雪贵妃一个踉跄，身子一晃就要跌倒在地上，幸好被楚骄阳给扶住了。而楚逸之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他竟然拿匕首捅了三哥，在他心中神一样的三哥。他站起来，一把剑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他的手里。凤喜，你昨天晚上不是问我许了什么心愿吗？九九，我凤喜，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去死，希望你老无所依，爱无依靠。最悲痛的时候，语言成了最锋利的刀子。凤喜深深地闭上了眼，长睫如扇，却水光晶莹。秦九九，你这个毒妇，你去死！自后背穿透了前胸。楚骄阳惊呼出声，眼睛一翻，竟是直接昏了过去。雪贵妃也是脸色苍白，身躯颤抖，震动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凤喜更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穿透了九九胸口的剑签，有一瞬间的怔愣。楚逸之，强大的一掌对着楚逸之就挥了上去，楚逸之整个人瞬间就倒飞了出去，手中的剑因为惯例一个用力，瞬间就被拔了出来，九九整个人摔倒在地上。九九赶忙上前抱住秦九九，此时铁扇飞舞，无数利针忽然朝他飞扑而来，莫邪飞奔而来，小九九飞奔上前，一把将趴在地上的九九给抱在了怀里。小九九，你还好吗？你怎么了？莫邪，小九九，是我，我是莫邪。阴冷狂怒的眼神扫过在场的所有人，眼神终于凝视在了凤喜的脸上。九九的耀耀美人是你，凤喜，滚！凤喜，你骗了小九九，你还伤了他，你找死！墨发无风自舞，莫邪整个人周身灵力涌动，他要杀光了这里所有的人。莫邪，带我走。好。莫邪没有任何的犹豫，抱起九九。不能走。凤喜拦在了莫邪的身前，从九九受伤到莫邪出现，九九没有再看他一眼。九九，宫中有最好的御医，我派人去请，你一定不会有事。不用了，凤喜，从此我们一刀两断，我的心里面再没有耀耀美人。九九说完这句话，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趴在了莫邪的怀里。让开！带着九九三两步飞身而起，离开了皇宫。凤喜面色苍白，整个人充满了落寞和寂寥。喜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妃，我先走了。三哥！于是忍住胸口火辣辣的疼痛，爬起来去追凤喜。
三哥，是我伤害的秦九九，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就行了，我不会连累你的。秦九九若是告状，父皇责罚，我一力承担就行了。你一力承担？你拿什么承担？你竟敢当着我的面伤了他！你竟敢！三哥，你不是很讨厌秦九九吗？我以为……你以为什么？凤喜冷笑，转身离开了皇宫。楚一之愣愣地站在原地，他似乎误会了，三哥根本就不讨厌秦九九，他做错了。莫邪马不停蹄地抱着秦九九直奔亲家。冷，马上就到了，小九九，坚持住。莫邪额头冷汗淋漓，脚下的速度愈加的快，他抱住九九的手如湿一片。秦爷爷，秦宇，快找大夫！九丫头，发生什么事了？青青山第一个就冲了上去，奔到了莫邪的眼前，却是不敢去碰九九，血腥味充斥在鼻息间，让他整个人都慌了起来。雷大，立刻去请大夫，快点！是。嗖的一下就不见了身影。秦爷爷，先进屋子里面。九九被人用剑自后背穿入前胸，伤势严重，让丫鬟去将他衣服换了，将这瓶药敷在他的伤口上面，快点！将九九放在了床上，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瓷瓶，那是九九昨天晚上给他的，他没有舍得用。此时的九九已经陷入了昏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爷，我一出门就遇见匆匆赶来的燕大夫，还有这位杨御医。我师傅呢？我师傅在哪里呢？小九九伤在胸前，燕大夫就请留步，如此便拜托杨御医了。好啊，你们一个一个的，凤小子如此，你又如此，难道不知道医者眼中无男女吗？莫邪很坚持地挡在了门口。杨御医，你快进去吧。杨御医进入屋子，此时所有人都盯着这扇门。莫小子，我家九九丫头，她没事吧？不会有事。发生了何事？青羽坐在轮椅上，目光清远，是他让九九去看聘儿那个丫头的，可是这一去竟是这般模样回来。是凤喜。凤喜？怎么可能？青爷爷，你那晚进入书房之后，大概就知道了，凤喜就是耀耀美人的身份是吧？对，九九他也知道了。凤喜，他为什么要伤害九九？他明明跟我保证过，会永远保护我的九丫头，不让她受到一丁点伤害，这才转眼一天，人就伤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我的九九丫头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饶过她，一定不会。你们说的什么呢？凤小子，不是寿王殿下喜欢我师父喜欢的不得了，怎么可能害他？燕大夫，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呀？我就是知道，寿王爷替我师父担心的不得了，才从宫内将杨御医给接出来，让我们两个人马不停蹄的就赶往寿王府来了。燕大夫，你口中的师父是我家九九吗？那是当然了，亲老家主，你是不知道我师父有多厉害，那医术简直就是出神入化，我师父他简直就是个天才。而此时门被推开，一盆血水被端了出来，门紧接着又被合上。青金山看着那盆血水，眼睛都红了，抬脚就要冲进去，却被青羽给拦住了。小九九他怎么样？伤势如何？杨御医转告大小姐伤势不轻，但是并不会致命。床榻上，九九陷入昏迷之中，他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似乎很是痛苦。床榻上，九九陷入昏迷之中，他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似乎很是痛苦。杨御医看着九九身上的伤口，创口很大，按理说伤口应该是极其狰狞恐怖的，可是此时这亲家姑娘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天哪！见屋内并没有其他人，杨御医拿出了一个瓷瓶，又拿出了匕首，凑近九九，对着他的手腕便划了上去。鲜红的血液涌出，很快接满了一个小瓷瓶，接着便快速将小瓷瓶给藏了起来，然后再一次眼睁睁地瞧着他刚才用匕首划开的地方结了痂。杨御医呼出一口气，将瓷瓶藏在了怀里，但是这件事情断然不能让外人知道，
九九虽是陷入昏迷，可是他的神识却是无比清晰。此时他脸上的胎记突然剧烈的疼痛起来，隐隐闪烁光芒，无数银白色的灵力倾泻而出。银白色的灵力自体内倾泻而出，直逼云霄，却又转瞬即逝。门外莫邪眼睛一眯，他清楚地感受到了强大的灵力直逼天际，这是怎么回事？九九噌的一下从床榻上坐起来，整个人有些怔忪。青小姐，你醒了。你是谁？他低下头看向自己的伤口，那里已经愈合，只留下了一道疤痕。青姑娘，我是宫中杨玉仪，奉寿王殿下之命前来为姑娘治伤的。寿王凤喜，不期然的疼痛袭上心间。杨玉仪，你看到了什么？还未开口，却突然就撞进了九九冷漠又充满杀意的双眼之中。青姑娘，您请指示。我身受重伤，需要调药。好，我知道了。出去吧。杨雨一这才收拾好了东西，打开门走了出去。杨玉一，我孙女儿怎么样了？她还好吗？我要进去看看她。我师父醒了没有？亲家姑娘身体受伤严重，不过现在已经控制住了，需要好生养些时日。大家现在最好不要进去打扰她。杨玉一迅速出府，只见亲家门口那棵大树那儿，寿王凤喜正背着手等在那儿。她如何？亲姑娘肩伤严重，但是已经控制住了，需要安静休养几天。好。杨玉一舒了一口气，赶忙告退。凤喜怔怔地看着亲家的门槛，这一刻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跨进去。第3日，轰隆隆的雷声在空中炸响，整个天空都阴沉沉的。九九依靠在床榻上，开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雨滴噼啪地落下。莫邪进了屋子，端着青菜米粥，还有几样容易消化的点心。小九九，起来吃点饭吧。莫邪走到床榻边上，看着九九的侧脸。短短3日，他的小丫头圆润的脸庞竟然迅速地消瘦了下去。你已经3日没有说过话了，就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九九的睫毛颤了颤，没有说话。莫邪看他那个样子，心中是又疼又恨。小九九，凤喜已经在外面站了3天了，你要是恨他，就出去打他一顿，要好过你这样不吃不喝不睡的。没有不吃不喝不睡，我只是在反省自己，怎么会将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莫邪，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挺蠢的？也不等莫邪回答，便自行起身。没有，小九九，我只是心疼你。他走到了莫邪的眼前，忽而挑起莫邪的下巴。心疼我什么呀？我都是自找的。九九笑得肆意又放纵。莫邪终于知道九九哪里不同了，这个丫头在调戏他。小九九，你别这样，若是难受，我可以带你去发泄一下。你今日就是不来，我也打算出门。3天的时间够了，我告诉自己，我说九九，给你3天的时间，去将你过去干的蠢事儿都收起来打包好，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情。莫邪，我跟你说，我之前真的是昏了头了，为了一个身份不明、姓名不明的人，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到脑后去了。你看，我这不是很快就遭报应了吗？九九坐在床榻边，拿起粥，小口的一口一口喝着，旁边精致的小点心竟是一口也没有动。你瞎说什么？错的不是你。错的怎么不是我呢？我为了爱一个人，将我本应该要做的事情全都忘在了脑后。我亲家被皇帝楚风害得家破人亡，我大仇未报，却去潇洒的喜欢男人去了。我小叔双腿残疾，明明只缺一株使腿骨重生愈合的药，我却不去寻找，只一心想着帮男人解毒去了。我母亲下落不明，我没想着去打探关于凌云大陆的消息，却整日为了那火焰冰莲和蟒龙胆费尽了心思。不要说了。莫邪心疼，将他抱在了怀里。小九九，爱一个人没有错，不是你的错。是啊，爱一个人没有错，可爱上凤喜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他还在外面吗？这3天一直在门外站着，没有进来。那我们就出去看看吧。清家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凤喜的眼神顿时就落在了九九的脸上。他瘦了许多，他忍不住地向前走了2步，两个人四目相对，却相顾无言。雨幕之中，莫邪打着伞，九九依偎在他的身边，两个人如同神仙眷侣，看着他眼睛刺痛，更想杀人，却死死地克制。金九九，我只想要一个解释的机会。
九九看着他，雨幕之下，他穿了一身淡紫色的流云飞袍，漆黑幽深的眼眸紧紧地锁着他，遥遥望去，高高在上，贵气逼人。3日未归，竟然从他的身上看不出任何的狼狈。他之前爱的不就是这一副倾城绝艳的容貌和这一身睥睨尊贵的气质吗？不必，也不需要。雨幕重重，九九的身影显得单薄不已。凤喜看得心疼，特别想将九九抱在怀里，可是他不能，九九会讨厌。凤喜，我今日出来是有些话想对你说清楚。你说。凤喜，你想从我身上得到的消息已经全部得到了，日后我不希望与你再有任何的交集。九九，我自问，除了身份上隐瞒了你，我对你再无一丝欺骗，如此这般，你竟是半分旧情也不念吗？九九，我凤喜就当真让你厌恶至此吗？九九垂眼，他将手伸出雨伞之外，毛毛细雨打湿了手掌。凤喜，我确实是讨厌你，讨厌身为凤喜的你，可我也实实在在的爱过你，爱身为耀耀美人的你，爱恨相抵。所以自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放得下吗？放不下也得放下，毕竟知道你是凤喜，我就没有办法不顾一切付出生命去爱你救你。九九，我虽是隐瞒了你的身份，可我至始至终没有欺骗你的感情。凤喜是我，耀耀美人也是我，如今你就这般的不能接受你爱的人是我凤喜吗？九九闭着眼睛，尖锐的疼痛自心间向四肢百骸蔓延，让他险些喘不过气来。凤喜，我爱不起你。1年之内，我的生命本就与你是一体的，你死我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不会让你死，为了你，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解身上的毒，护你周全。你不是已经告诉我那2个地方是在云灵大陆吗？我马上就启程去寻找这2种药。九九，谁都不能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会在遇见你的第一眼就将你妥善安放，好好珍藏，怎舍得让你受一丁点伤害。我没想着欺骗你，我没想着隐瞒我的身份，只是我贪恋那一份你面对耀耀美人时的温暖。等我想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可是就算你找到了那2种顶级的灵药，你体内的情花毒也解不了。九九，你这话又是何意？凤喜，你可知道你的情花毒除了需要蟒蛇胆和火药冰莲这2种顶级制药之外，最后一步的解药步骤是什么？什么是与女子一夜春宵，将你体内的毒过渡到对方的体内，你则毒解，而女子则身亡，是真的吗？九九仰头看着天，乌沉沉的天气就好像他的心情一样。是啊，是真的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放心，这1年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事，不会让你有事。他深深地看了九九一眼，便转身走入大雨之中。九九盯着他的背影凝视良久，终于是没有忍住，眼泪扑簌簌地落下。他站在原地，看着凤喜的身影渐行渐远，终于直至消失不见。九九，回去吧。再站一会儿吧。九九站在原地，看着前方，那里已经没有了凤喜的身影了。回屋去吧，外面太凉了。回到府中，青金山和青羽都为他送来了上好的吃食。九九，有什么事情就跟小叔说。啊，小叔，我没什么事儿，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我不就是被凤喜给伤了吗？没事儿，改日我再去物色一个美男。青九看似云淡风轻的样子，可是大家看得都很心疼，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导九九。这个丫头的心绪实在是太内敛了。入夜，雪贵妃在如烟的陪同下亲自前往亲家。进了屋子，九九合衣坐在了床边，见雪贵妃进来，她眸光一闪：“九九，贵妃娘娘，九九身体不适，便不能给你请安了。”她走到九九的床榻边上：“九九，你的伤可有大碍？”“已经好了。”“九九，你和阿喜的事情我已经都弄明白了。”“九九，在雪姨心里你就是半个女儿，今日雪姨来并不是让你原谅阿喜，只是想跟你聊一聊。”房间里很安静，雪姨也有年轻的时候，所以明白爱一个人时那份贪恋和小心翼翼。阿喜从小就是命苦的孩子，她从生下来便没有感受到父爱，遭遇无数次暗杀，能活下来全靠老天庇佑。她自小便生性谨慎，
遇到喜欢的人必定小心翼翼。我可以理解他不敢告诉你真实身份的那份心情。你那么讨厌凤喜，又那么喜欢耀耀美人，所以他贪恋你对他的温柔。九九听着，可是内心又怎么能够没有波澜呢？他也疼。九九，雪姨不求别的，手下的人说阿喜夜夜宿醉，已经喝酒喝到吐血了，你能不能去看他一眼？此时九九起身，透过窗户看着外面茫茫的夜色。雪姨，我不能去看他，你回去告诉凤喜，就说我让他好好保重身体，他便不会这般糟蹋自己了。九九，真的因为阿喜隐瞒他就是耀耀美人的身份，就让你如此恨他吗？连看他一眼也不愿意吗？不是，是凤喜她再也不会爱我了，而凤喜也不敢再去爱他，毕竟就算得到了解药，也总要有一个女人帮他解毒，他接受不了，也不愿意接受。九九，别说了，雪姨，我与凤喜就到此为止了。主子，时辰到了，我们该回去了。再等会儿。九九，那日在皇宫，雪姨，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不想去探寻。关于凤喜的身世，我也不想知道。九九，你们现在还年轻，敢爱敢恨，等到了雪姨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能拥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说完这句话，雪贵妃便离开了。九九看着茫茫夜色，一夜未眠。次日，青九九，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还不起来吗？青九九，起床啦！推开门，聘儿和楚骄阳都站在门外。你是谁啊？你说我是谁？啊！你是青九九？青九九，你吃仙丹了吗？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啊？这什么情况？唉，我本来就是这么漂亮。打了个哈欠，一脸慵懒的神色。你，我的妈呀！难道挨了一刀，你开启封印了吗？原来丑八怪的你，竟然变成了大美女！谁来捅我一刀啊？我用粉底盖的，别喊了。啊？用粉底盖的呀？哎，你这化妆技术还挺厉害的，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变美了呢。听听这个楚公主都说的什么话？九九，你好漂亮啊！谢谢聘儿。九九，我好担心你，我听娇兰姐姐说你受伤了，是真的吗？现在好了吗？我没事了，不要担心。看见你，什么心情都好了。九九，你说话真好听。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肉麻了。青九九，你也是的，为什么你每次和聘儿说话都那么温柔，跟我说话就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骄阳姐姐，你不要这样说九九，她也是很喜欢你的，我们三个是最好的朋友呀。是吗？青九九，你很喜欢我吗？还行。态度好敷衍呢。聘儿赶紧扯住了楚骄阳的胳膊。骄阳姐姐，别喊了，今日有诗会啊，你要是再耽搁一下，我们就赶不上了。啊，对啊，今天有诗会。可是青九九，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能出去玩吗？那日我看到你被楚一之那个笨蛋给刺伤了，我当时受到的惊吓太大了，结果就昏了过去，也不知道你伤的怎么样。聘儿也是眼泪汪汪的。九九看着眼前的两个女孩子，一个温柔可爱，一个张扬跋扈，却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她的。我没事，已经完全好了。你身子底子还挺好的，我那日看到楚一之出手挺重的。不过话说回来，九九，你跟三哥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要伤三哥呀？别问了，不是说今天有诗会吗？啊，对，快开始了，诗会举行3天，今天是第1天，咱们赶紧去，还可以压赌呢。每年本公主都可以借着这个诗会大赚一笔。好，那走吧。九九，莫邪在不在府中啊？他不去吗？唉，莫邪现在看见你都想杀了你，你还往他跟前凑。九九扔下这句话，就拉着聘儿一起往外走。楚骄阳在身后骂骂咧咧，大不了我以后温柔一点嘛，我真的很喜欢他呀，他杀我做什么？3个人走到门口，雷大推着青雨走了出来。青雨的眼神从九九的脸上扫过楚骄阳，又落在了聘儿的脸上。小丫头当即就将眼睛垂下，躲在了九九的身后。小叔，要出门去吗？我就不去了，我家九九就拜托公主照顾了。他这受了一会儿伤，倒是把小叔给吓着了，让楚骄阳照顾他，别逗了。那小叔，我们就走了。楚将军再见。青将军再见。青雨看着聘儿的背影，剑眉微拧。青将军，这是喊的他吗？这个丫头怎么突然之间跟他这么生疏了？雷大，今日京都有诗会吗？是的，京都诗会1年1季，举行3天，今日是初选。那咱们也去看看吧。好，到时候去找找大小姐，她伤势刚刚稳定，我不放心。是。心里更是感激清九了，若不是因为担心大小姐，少将军怕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亲家呢。哟，
今年诗会的题目倒是简单，就一个秋字呢。楼下大厅坐着3名老者，只要有2名老者觉得这诗入试不错，便可以入选进入复试。那3名老头都是学院很厉害的老头。喏，中间那个白胡子的是当朝孙太傅，曾经当过太子哥哥的老师，他很惜才的。若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你的太子哥哥怎么会被培养成那般酒囊饭袋的样子？嘿，你这个清九九，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你现在是不喜欢我太子哥哥了，就说他酒囊饭袋，你忘记你追着他跑的时候啦？女人呢，就是善变。不过我不像你，我喜欢墨邪美人，就会一直喜欢她的。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我也不变心。唉，试会都开始了，快点吧。你订好的包厢是哪个？天字2号，那是我3哥常年订的。以前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来喝茶。这种试会他肯定是不会参加的，咱们就去天字2号包厢就行了。听到楚骄阳说包厢是凤喜订的，九九就不想进去了。可是3个人已经到了包厢的门口，算了，应该碰不到。楚骄阳走在前面，九九和聘儿跟在他的身后。楚骄阳推开门，明显的娇躯一顿。哎，三哥，钟神医，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三哥，我还以为这么热闹的场合你会不来呢，所以带着聘儿跟九九来看诗会。话落就侧开了身子，将他跟聘儿的身影给露了出来。这个楚公主脑袋少的那根筋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九九抬头，直接就撞进了一双冰寒血迹的双眸之中。凤喜坐在椅子上，一身黑衣，冷酷疏离，整个人都透出一种孤冷的味道。她没有戴面具，瘦了很多，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尖锐的疼痛自心脏间一闪而过。公主殿下，九九、聘儿，快进来坐吧。今日是我想来看诗会，便要求着阿喜陪我来了。所以这2个人是好上了。哼，哦，这样啊，那九九，我们就一起吧。不打扰吗？怎么会打扰呢？大家一起谈论诗词更有意境呢。对，我也觉得是这样。九九、聘儿，进来吧。钟离梦恨得咬牙切齿。对你个大头鬼！3个人进入包厢，钟离梦自觉地坐在了凤喜的旁边，好像是在无声地宣告那个位置是他的一样。九九率先进屋，直接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茶楼的伙计又给每个人上了一套新的茶杯和几样小吃，整个包厢的气氛诡异又安静。哎，你们大家要不要做一首诗交上去啊？九九，你来写一首吧。他倚靠在椅子上，看着钟离梦一脸虚伪的笑。这个女人是想着看他笑话呢。哎呀，钟神医，你有所不知，清九九他是出了名的胸无点墨，别让他作诗了，你这不是难为他吗？还不如让本公主作诗一首。九九真想一巴掌把这个人拍晕了。这样啊，我还真是不知道呢，不好意思啊，九九。凤喜手中拿着茶杯，一口一口的抿着，她的眼睛不自觉地便落在了九九的身上。今日的九九真的很漂亮，是她从未见过的艳丽。可是她不喜欢这般打扮的九九，像是她一直小心珍藏的美丽秘密，突然的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了。这是她的，她不愿意与别人分享，可是如今却没有资格拥有。九九瞧着钟离梦虚伪做作的样子，眼神都吝啬给他一个，看着街上往来的路人。突然一个男子入了他的眼，一袭白袍薄袖，腰间碧绿玉佩，脚踏银色长靴，于匆匆行人之中缓步而走。不知道是哪户人家种的海棠花伸出了墙外，那白衣男子路过之时，一阵风吹来，海棠花簌簌而落，洒落在了他的肩膀。他也并未停下，只漫步于海棠花之下，任粉红色的花瓣纷纷落下，温文尔雅，静语无瑕。九九，你在看什么呢？美男，看见没有？哪儿呢？肩膀上有一片海棠花瓣的那个男人。聘儿眨了眨眼，没有瞧见。九九随手扯下他做装饰用的紫色玉佩，凝聚灵力，对着那个男子就射了上去。白衣男子闪电出手，玉佩瞬间被他捏在了手里。他停住，转过头来，直直地望向九九的方向。聘儿一声低叫，竟是脑袋一缩，重新回到了座位上。于是清九便猝不及防地撞进了一双清冽碧波的双眸之中。那个男子遥遥地站在那儿，周围似是起了白雾。九九想看清楚他的容貌，却总是看不清楚。咔嚓一声，九九下意识地转过头来，
只见凤喜坐在椅子上，周身的气息简直犹如寒冬腊月。他手上的茶杯被他生生的捏碎，鲜红的血液顺着手掌的纹路流出来。阿喜，你怎么样了？你受伤了，我这有药。钟离梦那是一个焦急开口，连忙上前捧住凤喜的手，一脸的心疼。久久淡漠地收回视线，再次望向那个白衣男子。行人匆匆，哪里还有那个男子的身影？九九，你看见谁了？楚骄阳终于将他的诗做完了。一个气质卓越的男子，可惜他走了。气质能有多好？能好得过我家莫邪吗？还是能好得过我家三皇兄啊？很好，我很喜欢。嘿，青九九，你这个三心两意的女人，之前喜欢我太子哥哥，后来喜欢我三皇兄，现在又说喜欢一个不认识的男子，你实在是太好色了。钟离梦垂下脸，嘴角忍不住勾了起来。这个楚骄阳说的话，他还是很喜欢听的。这个青九九又丑又好色，凭什么赢得阿喜的注意？别以为他不知道，阿喜刚才捏碎茶杯，就是因为生气。好色之心，万物皆有，不论老幼，不分猫狗。哎，这诗不错啊，青九九，原来你会作诗啊？当然了，楚骄阳，你是不是傻？琴棋书画还有本姑娘不会的吗？吹牛皮吧你！九九不去跟他争辩，又转头往窗户外看了一眼。那白衣男子确实是已经离开了，可惜啊！凤喜就坐在一旁，已经被纱布包裹好的手再一次因为用了力气，直接就晕染出了血迹。阿喜心疼不已的上前拿出药粉，就要往凤喜的伤口上撒。不必。怒气凝聚在他的周身，没有人敢靠近。九九看着凤喜手上鲜红的血，低头看了自己的手一眼，果然也出现了一条血红色的伤口。九九疼得呲的一声，他刚才还没有感觉到疼痛，这会儿瞧见了，眼泪都要飙出来了，赶紧拿出一点药粉涂上。楚骄阳和聘儿都注意到了九九的动作，他们的眼神很清奇的从凤喜的手上再转移到九九的手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凤喜哥哥的手破了，九九的手也破了？九九直接在裙摆处撕下一条裙纱，缠住手掌，流了这么多的血，也不知道吃多少好东西才能够补回来。有些人怕是故意的吧，见不得别人好。凤喜瞳孔一缩，差点将桌子给掀了。阿喜，你不要过度用力，我给你重新包扎。阿喜，你的手怎么好了？将自己放在桌子上的药瓶拿着左看右看，自己的药粉这么厉害了吗？九九瞳孔一缩，他握了握手，疼痛感减轻了不少。拆开纱布，伤口果然也再次愈合了。此时凤喜的目光疑惑探究地看向九九，两个人双目对视。九九突然站起身，大步地走向凤喜，直接越过了钟离梦，站在了凤喜的眼前。秦九九，你干什么？好了，天知道九九朝着他走过来，他的心颤了几颤，刚要开口，一旁的钟离梦就直接硬塞进了两个人的中间，亲亲热热地执起凤喜的手。是啊，真的好了呢。我也没想到阿喜用了我研制的药粉，伤口竟然会愈合得这样快，我也很意外呢。舒神医，你的医术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好崇拜你啊！公主过奖了。这个钟离梦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啊？让开，胸口的剑伤也好了。他这一问，凤喜剑眉一动，瞬间了然。凤喜，你属神算子的吧？早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是吧？啊，凤喜，你属神算子的吧？早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是吧？啊，我的生死握在你的手里，你受伤了我也跟着受伤，你疼我也跟着疼。现在我的伤口自动愈合了，你也跟着我自动愈合了。这世上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凤喜给占了，凭什么呀？凤喜被瞪得很无辜，他有些失笑，但是心里却是意外的高兴。这种感觉就像是他们灵魂相融，生命共享，骨血共存，真好，真好。秦九九，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哼，听不懂就对了。九九扔下这句话，便转身回到了椅子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九九，你的手掌怎么也好了？什么情况？刚才我就发现了，我三皇兄的手破了，你的手也莫名其妙的破了，我还当是你不小心划破的呢。现在我三皇兄手好了，你的怎么也好了？九九实在是不想解释，一旁的钟离梦脸色却是微微变了。凤喜的伤口愈合根本不是因为他制作的药粉好，而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青九九就实在是太有研究价值了。
想必师傅一定会喜欢。楚骄阳，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儿？什么事都别问行吗？你不是在作诗吗？做出来了？不问就不问，我还懒得知道呢，是不是？平儿，本公主的诗早就做出来了，在桌子上放着呢。很耀武扬威的样子。于是九九拿起桌子上楚骄阳的诗：春去了，秋来了，春去秋来，花谢花开，秋去冬来，花开花败。这是你做的诗啊？楚骄阳，你是来搞笑的吧？凤喜默默地看着九九大笑的样子，他的思绪忍不住的就回到了那天晚上。九九，如果就这样失去你，我不甘心。青九九，你笑什么笑啊？有本事你做一首诗我看看。就是啊，九九，你刚才不是说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吗？我们大家也想瞧瞧你的文采呢，是不是啊，阿喜？我说钟大姑娘，我文采好不好那是我的事儿，你想见识一下那是你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表演给你看？啊，九九，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也只是想要与你切磋一下而已。毕竟这之前楚公主还说你对诗词歌赋样样不通呢。她起身将面前的茶杯拿起，狂放的一饮而尽。想跟我切磋，你配吗？本姑娘随便一首诗都能将你秒成渣渣。啊，钟神医，你还懂诗词歌赋呢，真厉害啊！九九是在跟你开玩笑呢。当然，我也觉得九九是在开玩笑呢。我这个人从来不跟自己厌恶的人开玩笑。今日我呢，就跟你比一比，你我各作诗一首，姓名不落款，交给下面的孙太傅，让3位评委以及现场的观众做评定。赢的人可以当场向输的人提一个条件，而输的那个人绝对不可以拒绝。怎么样？好，可以。九九，就算我赢了，我也不会为难你的。别，你尽管为难我，可前提是你赢得了我再说。哦，对了，楚骄阳，你可以压赌。赌你输吗？你可以下去跟孙太傅说一声，茶楼里的人都可以下注，快点。他将九九拉到一边去，凑到九九的耳边小声的开口：千九九，你是疯了吧？你比不过钟神医的，你是不是见三哥跟他在一起了？你吃醋了，被刺激的脑袋不正常了？凤喜垂目，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会去做吗？这个钟离梦怕是要吃亏了。有病吧你？他跟谁在一起关我什么事儿？你没瞧见是他想要跟我切磋的吗？所以你就为了一口气要跟钟神医较量一下吗？人活着就争一口气啊！况且我觉得我文采还行。你等着丢人吧你！哎，你快点儿，快去！九九很有自信呢。大家静一静，停一停，听本宫说几句话。九九走出包厢，钟离梦竟然也跟了出来。是这样的，各位才子才女，这里接下来会有一场比试，比试人是卿家九九和药王谷的钟离梦，2个人各作诗一首，不落款，请在场所有人评定高低。当然，众人也可以压赌。现在将你认为能赢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将包厢号、姓名、落款都落在下方。一会儿胜负结果出来了，本宫会亲自将赢者的银票奉上。哎呀，这个金九九啊，是受了什么刺激？他好像一天女学都没上呢。哎，金九九前些日子不是被圣上赐婚给寿王殿下吗？钟神医前些年一直陪伴在寿王殿下的身边，2个人才是真正的两情相悦。这亲家九九怕是吃醋了，所以才想着跟钟神医比试一下。哎呀，这样啊，可是他能比得过吗？我赌1万两银票，压钟神医胜。我也压钟神医，还有我。一时间，整个茶楼的气氛顿时高涨，好好的一个诗会，瞬间化身跟赌坊似的。凄凄爱爱的抱了一大摞纸条回到了包厢。所有人都压钟神医赢，九九就一个人压你赢。不会，他怎么可能会在乎呢？刚才那茶杯落地的声音，明显就是在提醒他不准压他。而听到凤喜那声沉沉的不会，九九的眼中当即冷芒闪烁。那开始吧。哦，对了，10万两白银，压我自己赢。开始吧。他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三皇兄与九九之间的剑拔弩张，实在是好可怕呀。九九，其实你不用如此赌气，我们只是切磋而已。我就算是赢了，这些银票也不会自己留着，我会捐出去做善事的。九九嘲弄一笑，他用毛笔蘸着墨汁儿，悠悠的开口：钟离梦，你话真多。
当即便写下5个大字：天净沙，秋思。哇！啊，庆九九，你这几年过去了，字倒是练得还不错嘛，竟然给我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啊！乔阳姐姐，我也有惊艳的感觉，九九好棒啊！凤喜哥哥，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艳？有没有觉得九九很厉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随手写了一首小令，练练手。好多年没拿毛笔了，倒是有些生疏了。周姑娘，咱们的比试就开始吧。啊，九九，我觉得你这首词做的就挺好的。嫔儿似乎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钱朝着他飞了过来。九九，这首词是你做的吗？我似乎是在哪里看见过呢。钟离梦，题目你来定，你随便说，我都无所谓。诗会以秋为题。好啊，钟姑娘，是你先来呢，还是我先呢？同时，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满关钟离梦，还没有下笔。哇，你好厉害啊，庆九九，这么快就做出一首诗词了？哎，这个诗词是什么意思啊？讲述一个为情所伤的女子与伤害她的男子坚决分手的情景。真是个傻丫头，看起来强悍无比，似乎已经放下一切了，但是其实所有的痛苦都藏在心里吧。好，我先去把你做的诗词交给孙太傅，看看他怎么说。这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另外一个还没写完呢。好词，营造了一种幽怨凄楚悲凉的意境，直接影射了秋季的寂寥，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就将九九做的诗词给朗诵了出来。好，真的是好，这钟姑娘实在是太厉害了，没想到人家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这么有才华。赞美之声也一字不差的全部都传入了钟离梦的耳朵之中。他脸燥得通红，此刻拿着毛笔的手都在颤抖，看着面前铺着的宣纸，他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做这位诗词的姑娘呢，本太傅要见见。孙太傅，等2个人分出胜负了，你自然就见到人了，再等会儿。不用分了，肯定是做出这首诗词的姑娘胜了。就是，不用比了，胜负已定，肯定是钟姑娘赢了呀。就凭这首诗词，今年诗会的魁首就是她啦。哎呦呦，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意境太美了。钟离梦，钟才女。钟离梦在包厢里面听着外面的呐喊，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再看他的阿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显然没有打算帮他。于是下一秒，钟离梦眼睛一闭，身躯一晃，竟是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啊！离梦姐姐晕了。此时楚骄阳也已经走了进来。她怎么了？不知道，突然就晕了呢。该不会是装的吧？钟神医，你醒一醒，醒一醒啊！哎呀，钟神医到底怎么了嘛？看来真的是晕了。哦，我猜钟姑娘可能是中暑了，用这金针刺指甲之内的细息肉就可以将人唤醒了。真的吗？是啊，我这有银针，你去试一试。啊！此时的钟离梦冷汗都冒出来了。这个清九九太狠毒了，故意羞辱他，欺负他。要知道金针刺指甲肉，那疼痛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钟神医，你的身体也是太弱了吧？自己还是神医呢，怎么说昏倒就昏倒了？莫不是装的吧？楚公主，我没有，我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不舒服？那现在怎么样了？还是浑身无力，头疼的厉害。钟离梦，你要是不想跟我比试呢，索性一开始就不要答应。既然答应了，现在就不要装模作样。这么多人看着呢，我都替你臊得慌。我的确是不舒服。身体不舒服是你的事情，做一首诗词用嘴巴也是可以的，可以让其他人帮你写出来啊。离梦，你吃相太难看。阿喜，你别走。凤喜一个用力，就直接将他甩开。一盏茶之内做出你的诗词，若是赢了，那是你的本事；若是输了，那就愿赌服输。这场切磋，算是我输了。
既然承认输了，那么就履行我们之前谈好的。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情。是想我离开阿喜的身边吗？除了这件事情，我什么都能答应你。不，我想在你的脸上画一只乌龟，一边喊着我是钟离梦，一边走出去。凤喜看向九九的眼中充满了宠溺之色，他想，这个丫头是不是因为吃醋了，所以才这样折腾钟离梦？九九，这件事情我做不到。哼，愿赌服输。做人要讲诚信。楚公主，去收钱吧。九九摆了摆手，拿着毛笔蘸着墨汁儿在空中画圈。阿喜，你不帮我吗？我帮不了你。秦九九，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我只是喜欢阿喜而已，又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如果你喜欢阿喜，我们可以公平竞争的。可是那日阿喜喝醉，他亲口说的是你不要他了。你既然不要他了，那么我要不行吗？够了。是啊，是我不要他了。可是下一秒，手中的毛笔猛地射向钟离梦。可是乌龟还是要画的，真没意思。片儿，咱们走吧。秦九九，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会后悔的。楼下都炸开了锅，楚骄阳还在美滋滋的收银票，整个人高兴的都要飞上天了。九九，你不高兴了吗？有一点儿。九九，你是吃醋了吗？怎么可能？我吃谁的醋啊？九九，我觉得你从进入包厢看到凤喜哥哥跟钟离梦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不对劲了。虽然你极力压抑，但是我看出来了。九九，我就说，其实你是喜欢我凤喜哥哥的吧？哎呀，死鸭子嘴硬，我凤喜哥哥多好呀，比不上你喜欢的那个耀耀美人吗？就是你想给他生孩子的那个。哎，九九，你不是说介绍给我认识的吗？九九此时停了下来，看向平儿说道：“平儿，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耀耀美人了。”啊，你跟他闹矛盾了？没，分手了。为什么呀？分手了好啊，你就能跟我凤喜哥哥在一起了。闭嘴。哦，九九，有事吗？下一秒，凤喜却突然出手，一下子将九九给抱在了怀里。九九，我试过了，可是真的很辛苦。片儿看到抱在一起的两个人，悄悄地退了出去。凤喜，你放开我。九九，我努力过了，我喝酒吃药，可是没用，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你，是你欢笑的模样，是你围着我撒娇的样子，是你捉弄人的样子。凤喜，你放开我。不，我不放。九九，我努力过了，如果我失去你，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凤喜，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没有威胁你，我以为我可以忍住，可是今日再次见到你，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想你。虽然我隐瞒了你，但是我爱你，却不曾改变过。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你别说了，凤喜，我们不是都说了吗？桥归桥，路归路吗？我后悔了，辛九九，我后悔了。我想以后的生命里都让你陪着我。凤喜，你真自私。是，我承认我自私，所以我明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明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可能会死，可我仍然不想放手。辛九九，我爱你。凤喜再也忍不住，唇瓣狠狠地压下，不温柔，不缠绵，如狂风暴雨。凤喜的泪落下，九九感受到了湿润的脸颊。辛九九，你真的舍得放弃这份感情吗？放弃你的耀耀美人吗？不，他不舍得。钟离梦收拾好了自己的脸，好不容易找到这儿，便瞧见了深深拥吻在一起的九九和凤喜，两个人抱得很紧，而且吻得很忘我。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眼睛。阿喜，为什么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还是看不见我？为了你，我吃尽了毒药，只为练成百毒不侵之体，甚至失去了一个当娘亲的机会。你可知道，为了你，我忍受师父的欺辱，答应了他无数龌龊的条件，才保证他饶你一命。可是你呢？你看不到我的付出，你的眼中就只有这个丑八怪清九九吗？我恨你，可我还是舍不得你。师姐，师父请你过去。放开！不放。说完这两个字，
凤喜又一次吻住了九九。九九，原谅我这一次，就这一次。他日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我凤喜绝不负你。凤喜，你先放开我。我不放，我怕放开你之后，你会再次将我推开。让我好好想想。凤喜紧紧地抱住九九，好像他一松手，九九就不见了似的。九九，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只要我活着，就无法看着你去爱别人。我承认我很自私，可在我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我希望你能陪在我的身边。这些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没事。你说啊，为何几日不见，你的身体会虚成这个样子？昨天晚上情毒发作了。你不要你的身体了吗？喝醉了就能看到你了。你还是要美人的时候，我当时就决定了，付出生命也要爱你。如今我还是这句话，你的情毒只有我来解。凤喜，有人为你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我清九九异能，只是你记住了，从此你凤喜只是我清九九一个人的男人，日后不可负我，不可欺我，不可骗我。傻丫头，我凤喜今日在此发誓，他日若负你、欺你、骗你，便让我五雷轰顶，不得。闭嘴！不等他说完，九九就凶巴巴地捂住了他的嘴。九九，别去练什么百毒不侵之体，百毒不侵之体岂是那么容易练的？黎梦他练百毒不侵之体是为了睡你，而我是为了救你。他很龌龊，比不得我的高尚。九九，我爱你，便不会拿你的性命来开玩笑。我已经派人去打听其他解毒的方法，已经有了眉目，所以才会来找你。你当真我凤喜自私的罔顾你的性命吗？你为我付出的那般多，我若真让你这样做，我凤喜又跟禽兽有什么差别？我知道，定然不容易，而且失败率很高。所以我也想知道钟离梦是怎么练成百毒不侵之体的。要知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特殊体质的人，从小以毒为生，才有可能练成百毒之体，而且往往付出的代价都很大。哎，你说你已经派人打听到了其他的解毒方法，怎么可能呢？九九，不如我们成亲吧，我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凤喜，你神经病吧？你之前不是都已经答应嫁给我了吗？我那是答应嫁给耀耀美人了，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可是我就是耀耀美人呐。哼，是啊，可我跟耀耀美人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全都是美好的事情。可是凤喜呢，那简直是全天下最混蛋的男人。凤喜那隐隐扬起的笑顿时僵硬在了脸上。逼我签订主仆契约的事情暂且不提，把我关在柴房里一夜，不给我饭吃，使用异能术，用雷轰我，用闪电劈我，用风刮我，还有将我从马车上踢下去。一切的事情你都忘了是不是？你忘了，我可没忘。九九，以后我不会再欺负你，也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你。那你告诉我，你说的解情毒的方法是什么？我查到了水云之剑的地方。在哪儿？魔族。魔族。至于最后一步解法，我查找了所有关于情毒花的资料，不需要将体内的毒过渡到女子的体内。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服下解药，将体内的毒全部引渡到灵元之内，之后挖出灵元，情毒自然也就解了。灵元被挖，那你不就成为废人了吗？所以九九，若是那时，你会嫌弃我吗？不会。我废了没关系，你不能有事。傻瓜，哭什么？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我才没哭呢。好，你没哭。现在我们去哪儿？魔族在哪儿？我不知道。有一个人一定知道。谁？雪姨。我母妃。我现在跟你说多了也没用，我们应该去问问雪姨，现在就去。这么着急吗？对，师傅，我把师姐带来了。进来。师傅，黎梦来了。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傅？钟离梦心一慌，当即跪下。师傅，一日为师，终生为师。黎梦时刻谨记师傅的教诲，时刻将师傅放在心里，没有忘记半分。时刻将师傅记在心里，没有忘记本分。他走到钟离梦的眼前，居高临下的盯着他。是。很好。那么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钟离梦更加匍匐在地上。师傅，凤喜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对我半点都不感兴趣，我还没有找到机会下手。此时他伸出手，将钟离梦从地上拉起来，那干枯的手在钟离梦的手背上摩擦了几下。那秦九九又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普通将军府的丫头，但是她的娘亲跟雪贵妃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而且秦九九体内有灵气，她也有灵脉。与雪贵妃来自同一个世界，有意思。还收集到了什么？
还有，青九九似乎与别人不一样，他与凤喜签订了契约，凤喜受伤，他也会受伤，但是他的体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受伤了之后，伤口竟然会自动愈合。自动愈合？书上记载，只有拥有圣灵力的修炼者才可以治愈。这个秦九九觉醒的灵脉是圣灵脉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不仅可以拥有凤喜体内的魔灵元，还可以拥有治愈系灵元，那真是太好了。师父，我去帮你查这件事情，保证给你查得清清楚楚的。师姐，我看还是算了吧。师父交代你的第一件事情你都没有完成，现在还想去查那个叫什么青九九的，可算了吧，是不是啊，师父？安乐，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相信你不会让师父失望的。是师父。安乐，退下吧，师父跟你师姐还有一些事情要谈。是的，师父。施安乐点了点头，转身就往门外走。师妹，不要走，等等师姐！可是施安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师姐，好好享受吧。师父，你饶过我吧，我保证我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师父很可怕吗？不是的，师父不可怕。那梦儿喜欢师父吗？他凑到钟离梦的眼前，桀桀一笑，露出发黄的牙齿。喜欢。喜欢呐，师父也很喜欢梦儿，所以你虽然办事不力，但是师父还会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把这次机会也失去了，那么……不会的，师父，这次我一定会办好的，师父你相信我。师父给你最后2天时间，必须将凤喜体内的灵元给吸出来。只要你与他交合，他体内的灵元就会被吸入你的体内，到时候你再过渡给师父。好，我明白，师父你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只要你将凤喜体内的灵元乖乖地弄出来，师父就允许你脱离师门。谢谢师父，梦儿一定尽力而为。师父研制出了一种蛊，叫做魅蛊虫，只要进入人的体内，蛊虫死亡就会变成魅毒。你将魅蛊种在凤喜的体内，机会可只有一次，你一定要抓住了。他起身，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红色的瓶罐，往茶杯中一倒。师父一共研制出了2只魅蛊虫，一条你用来放在凤喜身上，这一条是师父给你准备的，咱们来试验一下效果，如何？不，师父，你放过我吧，求求你了。下一秒，鬼老头猛地捏住他的脸颊，另一只手中的茶水便直接灌了进去。梦儿，再替师父试验最后一种蛊，以后你就自由了。师父，你放了我吧，求求你了，师父。一会儿你就该求师父了。下一秒，直接就将钟离梦给按到了地上。师父，不要，师父！师父跟你都不是第1次了，你还不明白吗？你越哭，师父越兴奋，越有兴致。秦九九，我恨你，我恨你！外面阳光普照，屋内一片春色。凤喜始终不放开九九的手，握得很紧，生怕一放手，手中的姑娘就不见了。凤喜没有戴面具，那惊世之容简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目光。过往行人都去看凤喜了，直接就忽略了青九九。其中一个一直盯着凤喜看，已经走出2米，脖子仍是扭得像个麻花一样的兄弟，被凤喜这一瞪，一个左腿绊右腿，砰的一声就摔了个狗吃屎。找死！哎，干什么？还不让看你了？怎么这么暴力啊？一言不合就杀人啊你！只给你一个人看。九九忍不住弯了嘴角，这个凤喜情话张口就来啊！哼，不用说好听的，之前在茶楼赌诗词，你压的不是钟离梦赢吗？
欠我的10万两银票，别忘了给我。九九，别说区区10万两银票，我的人都是你的。好吧，不过凤喜，我郑重的跟你说一件事情，既然现在我们在一起了，我就不希望钟离梦再在你的眼前晃悠。他喜欢你，这点你知道吧？我看着实在碍眼。你不说，我也会让他回药王国。三哥，三嫂！楚一之一声咆哮，像个炮弹一样的就冲了上来。三哥，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吧，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自责，很后悔。我真的知道错了呀，三哥，你就原谅我吧。问你三嫂，三嫂，对不起，我不该用剑刺你，你刺我一剑吧。凤喜凉飕飕的眼神看过来，楚一之一个颤抖，他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楚一之，三嫂，你说。你别叫我三嫂，我可担不起。三嫂，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我真错了。原谅你？没门儿！九九扔下这3个字，抬脚就往兽王府走。三嫂，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为了道歉，已经把媳妇儿本都押上去了。原本已经走进王府的九九停下脚步，转过头。媳妇儿本？刚才在茶楼，我看没人押三嫂你赢，我把我压箱底的老婆本都拿出来了，压你赢了。三嫂，你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那恭喜你，娶10个媳妇儿的本钱赢回来了。什么意思啊？刚才在惠春茶楼比诗词，赢的是九九。什么？我的天啊！也就是说，我可以赚好多好多的钱啊！三嫂，你可真是深藏不露，难怪我三哥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三嫂，你简直太厉害了！当然了，本姑娘本来就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子。不过，你赢到的所有老婆本全部归我，算是道歉费。既然要没收，为什么还要告诉她赢了呢？怎么，不愿意啊？愿意，愿意，太愿意了。你这脸上的风毒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九九走到楚一之的跟前，仔细瞧了瞧他的脸。你这脸若是再不治，怕是要废了。风毒积郁，再过3天，你脸上的肉就会溃烂，到时候毒可以解，脸救不回来了。啊，三嫂，你真懂医术啊？哎呦，师傅啊！直接就朝着九九飞奔而来。九九、凤喜、楚一之3人都愣住了，他们没看错吧？朝着他们冲过来的是王府那个高冷的燕大夫吗？师傅，你伤好了。这几日徒儿甚是担心你，今日出门就是打算去府上拜访的。燕大夫，对吧？正是徒儿。燕大夫，我真没打算收徒，就算是收徒，也不是您这么大年纪的，您别再喊我师傅了，成吗？不行。燕大夫，你这是喊亲九九？不，三嫂，师傅吗？你为什么要拜三嫂为师？四殿下，你难道不知道我师傅医术绝世吗？就你这脸，若是师傅出手，那是分分钟的事情，马上给你解了。你还用去找什么中神医拿药？真正的神医就在你面前站着呢。这真的吗？这还能作假？三嫂，救命啊！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我活该被天打雷劈，被风毒折磨，我不该怀疑你，还把你一片好意给我的药给扔了。什么？你把师傅给你的药扔了？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若是依着我的性子，我不会再给你药。可你是凤喜的弟弟，所以我原谅你，再给你一次机会。三嫂，我知道了，我正式跟你道歉。还有三嫂，你真的很美。泼墨式的睫毛像是正在破茧的蝴蝶，仿佛两汪寒潭，一眼就足以让人沉溺其中。楚一之，你想死吗？三哥，三嫂太美了。蓝瓶内服，绿瓶外敷，3天就好了。这一次，楚一之简直如获至宝，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燕大夫闪电出手，一把抓过其中的一个蓝瓶，抬腿就跑。老夫先拿去研究研究。燕大夫，你把三嫂的药还给我。凤喜，你府中的人都是活宝吗？九九，谢谢你。谢什么呀？你说楚一之是我的亲人，
所以愿意原谅他一次。谢谢你，九九，让我这么多年冰冷的心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好啦，以后我都陪在你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好。聘儿呢？她去哪儿了？回府了吗？来人，去看看聘儿姑娘回来没有。很快属下禀告，聘儿并没有回来。九九的脸瞬间就沉了。九九，别着急，我立刻吩咐人去找。当时我跟聘儿一起从惠春茶楼出来，经过长安街，进入后巷，然后你追了出来。聘儿一定是那个时候走的。派人从长安街后巷的方位开始去查找，然后我回府中看一下，聘儿是不是去了我家。九九，你不要担心，我跟你一起去。小叔怎么出门了？他坐在轮椅上，一袭青衣，气质沉稳温和，如旭日春风。川流不息的人群似乎都成了他的陪衬，鬼使神差的，聘儿抬脚就跟了上去。若没有战将战死沙场，何来东陈几十年盛世太平？雷大，去打听一下，大小姐是在哪间包厢？是。雷大领命，进入了惠春茶楼，青雨便独自坐在轮椅上等着。那个小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突然地喊了他青将军了呢？而躲在街边上的一棵大树后面，正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青雨。是来找九九的吗？他要不要过去说一声九九已经离开了呢？还是要说一声的。刚抬脚准备走过去，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一个麻袋就套在了自己的头上，整个人被人给扛了起来。小叔，救命啊！小叔！紧接着一个手刀朝着聘儿的脖颈砍了上去，聘儿当即就昏迷了过去。青雨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发生源，只瞥见一个男子肩上扛着一个少女，穿着浅蓝色的衣裙，鬼鬼祟祟地往身后的巷子里钻。聘儿弯腰捡起一块石头，对着那已经快要进去暗巷之中的男子的腿便打了过去。只听那个男子哎呦一声，顿时趴在了地上。那男子肩上扛着的少女顿时摔落在地上，露出一张水灵灵的脸。聘儿，快跑！那两个男子见有人出手，爬起来抓起聘儿就往深巷里窜。站住！滚动着轮椅就朝两个人奔去。人放下。那个刀疤脸慢慢地将扛在肩上的聘儿往地上放，一把匕首突然出现在那刀疤脸的手中。死瘸子，多管闲事儿，找死！原本手中就握着几粒石头，便对着那暴冲过来的刀疤男射了过去。呼的一声，石头自眉心射入，穿透之后打在墙上。老三冲着青雨就冲了上来，青雨一个转身，反手抓住了那个人，咔嚓一声，手腕断了。你们是什么人？抓那位姑娘做什么？杀我三弟，死瘸子，该死！手中一用力，咔嚓一声，脖颈断裂，命丧黄泉。既不说，那就不用说了。青雨转动轮椅走向聘儿，下一秒，一把白色的粉末却突然自上空扑面而来。也不知过了多久，青雨终于醒过来了，睁开眼才发现自己被关押在一个屋子里面，而他浑身双手反绑，浑身无力，显然是被人下了软骨散。透过外面的光亮，青雨转头便瞧见聘儿趴在了一旁。聘儿，聘儿，双腿无力，没有手臂的支撑，他想爬到聘儿的身旁都是徒劳的。聘儿，你醒醒！他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的双手都被反绑了。聘儿，透过昏暗的光线，看到了同样被捆绑住的青雨。小叔，你怎么在这里？我们是被坏人给抓了，是不是啊？聘儿，你知道是什么人抓你吗？此时聘儿已经努力地挪到了青雨的眼前，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呢。小叔，都是聘儿连累你了，害得你也被人给抓起来了。说什么傻话！你是九九的朋友，我岂能见死不救？原来小叔是因为自己是九九的朋友，所以才救他的。聘儿，你别害怕，我会带你出去的。聘儿，怕不怕？聘儿本来想说有小叔陪着就不怕，可是想到青雨不喜欢他，那到了嘴边的话终究是没敢说出口。聘儿，你怎么了？我没事儿。屋子外面似乎刮着呼呼的风，聘儿本来就身子弱，此时不停地颤抖，呼呼地喝着气。聘儿，你靠过来点儿，会暖和一些。
努力挪动了几下身体，靠在了青羽的身上。暖和一些了吗？聘儿点了点头，眼眶有些湿润。小叔真的是很好的男子。小叔，你是不是很喜欢林梦姐姐啊？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那现在还喜欢吗？青羽顿了一下，低头看向眼前这个枕在自己手臂上的小丫头。现在喜欢一个像鹿一样的女孩。那个女孩一定很漂亮吧？聘儿酸酸地说道，胸口酸涩难受的厉害。很漂亮。那个姑娘是谁啊？一阵脚步声自远而近。小叔，有人来了。不怕。一个瘦小的男子出现在两个人的眼前，他的身后还跟着3、4个男子。醒了？你是什么人？我是谁？你还不配知道你杀了我的人？是又如何？很好，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了。这个女人就赏给兄弟们玩了。他身后的手下当即一脸奸笑地走上前来。若是你们敢动这个丫头一根汗毛，我定然让你们生不如死。哎呦，真是好大的口气！小叔，救命！找死！竟是用尽了全力，对着那个男子就撞了上去。那个男子不察，竟是一下子被撞翻在地。妈的，坏我好事儿！你想死吗？老六，你行不行了？竟然被一个瘸子给撞飞了。他从身上掏出一把匕首，在空中挽了个花儿，恶狠狠地走向青羽。死瘸子，你敢撞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老子废了你！只见青羽的手臂费力一抬，自头顶而过，直接撞向了那个男子手中的匕首，却同时捆绑住双手的绳子瞬间就给削断了，直接扣住了那个男子的脖子。都别动！你想干什么？再多说一个字儿，我杀了你！老大，救我！你中了软骨散，又能坚持多久？落在我的手里，你还想逃出去吗？于是咔嚓一声，脖子直接被拧断，青羽将人给甩在了一边。他的手下个个目瞪口呆，竟是吓得连连后退。别怕，有我在，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你竟然又杀了我的几个人，你们几个给我上，往死里打！小心！青羽一把搂过聘儿，直接就将他给护在了怀里。砰的一声，紧接着第2棒、第3棒。小叔，把那个女的给我抓出来，送去给客人。可青羽却紧紧地抱着聘儿，不让人碰他一点。你想死，老子就成全你！抡起手中的棍子就对着青羽的脑袋挥了上去，只听轰的一声，棍子断成了2截。小叔，你不要吓聘儿！小叔，你有没有事？别怕，你们该死！我哥哥是当今守望凤玺，我姐姐是亲家舅舅，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一定不会饶过你们！你们害我小叔，你们害我小叔！立刻去看看京都现在的情形。是。你们快去请大夫啊！我小叔他受了好重的伤，你们快去啊！青羽费力地睁开眼，他勉强抬起一只手握住聘儿。别怕，聘儿，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了，小叔，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了。青羽用力地握着聘儿的手，实际上只是软绵绵的力道。聘儿，你说你喜欢小叔，对不对？聘儿，要是我们都侥幸活着，你若不嫌弃小叔，就嫁给我好吗？若是在平日里听到这话，他简直会高兴地跳起来。可是现在，他好怕，总有一种小叔像是要离开了他一样。聘儿不愿意吗？青羽的头越来越晕。小叔，你不要死！小叔，你不要扔下聘儿！不好了，出大事了！全城戒严，无数士兵全城搜索，都是在找这2个人。咱们的主子联系上了吗？没有，还是没有消息。你们都出去，千万不可走漏消息，否则我们一个人也活不了。是，倒是没想到这2位的来头这般大。你快放了我吧，我会让凤喜哥哥饶你一命。一脚踢向青羽，
直接将他给踢到了墙边。你干什么？哼，干什么？你以为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你们若是活了，我岂不是死路一条了？他伸出手摸向聘儿的脸，只可惜了小美人的花容月貌，死之前就让大爷好好享受享受。你不要过来！死之前与本大爷风流一下，也不枉来这人间走一回。滚开！不要碰我！青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飞身而起，一口咬住了那个男子的耳朵。呀！松开嘴，松开嘴，放开！小叔，小叔！那个小个子男人从鞋子里掏出一把匕首，对着青羽的胸口就捅了上去，下了狠力，一刀又一刀。你这个死瘸子，你喜欢这个丫头是吧？老子非当你的面办了她不可！小个子男子冲着聘儿就冲了上去，一把将他按在了身下。小叔，你怎么样？聘儿，对不起。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突然从身体里面爆出来，涌向四肢百骸。砰的一声，趴在聘儿身上的男子一下子被震飞，摔倒在地上。暗房外，长街内所有的人都瞧见一道黑色的光芒直逼天际。聘儿睁开眼，曾经小鹿一样水灵灵的目光，此刻已经被黑暗取代。你不要过来！他抬起脚，一脚踢在了那个娇小男子的身上，当场就踢得他没气儿了。两个人刚准备走进去，便看到聘儿抱着青羽走了出来。舅舅，小叔死了。恢复，立刻恢复！聘儿，小叔应该会醒过来的，你去睡一会儿吧。舅舅，我想陪着小叔，哪里也不去。好，我让人下去熬药，等药端上来了，你喂小叔吃。九九踏出房门，凤喜等在门口。凤喜，查出来是谁干的吗？太子的人。楚叶。万花楼幕后的大老板就是楚叶，这帮打手一直就是他花银子供养的，都是些赌徒。前些日子，楚叶受伤暂避太子府，这些人联系不上，银子断了，便到街上去抓落单少女，回去卖大价钱接客。好，真好！砰的一脚，东院主卧室的大门被九九一脚踢开，只瞧见楚叶抱着一个酒坛子，醉眼朦胧，胡子拉碴。滚出去！本太子不是吩咐了，不准人进来打扰吗？楚叶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一个女子站在逆光处，眉眼冷冽，清霜满目。楚叶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眨了眨眼，真的是青九九。再仔细看，还是青九九。你看够了！你终于来了，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楚叶呼喊着，九九脸色一沉，凌空一脚，直接就将楚叶给踢飞了。九九，秦九九，我真的好想你。这些日子，我睁开眼闭上眼，都是你的样子。噌的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又一次朝着九九冲了过去。楚叶，你想死吗？凤喜，你砍了我的胳膊，我杀了你，我杀了你！说着就朝着凤喜冲了过去，可是还没靠近凤喜呢，就被其一脚踢飞，砸在地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九九，走吧。秦九九，我愿意娶你，我们成亲吧。我去找父皇，让他降旨，让我们成亲。凤喜眼中淬了毒，转身一掌挥了过去，楚叶顿时被掀飞了出去，噗的一声吐出一口血，爬都爬不起来了。凤喜拥着九九出了太子府的大门，脸色沉得跟黑夜一样。九九，以后离楚叶远点。爷，不好了，府中出大事了。什么事？雪贵妃跟聘儿姑娘。九九跟凤喜对视了一眼，脚下生风，飞身而起，直奔十王府。为什么？我只是想守着小叔，怎么一点愿望都不让我实现吗？来人，将此妖女给本宫抓起来！蓝聘儿究竟是造了什么孽？为何母亲不爱，
点点不疼，就连我最爱的小叔也因我重伤，生死未卜。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娉儿一头长发乱舞，整个人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是的，你本来就该死，你根本就不应该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九九跟凤喜赶到，就看到娉儿双眼含泪，一头长发胡乱的舞动，她的周身无数黑色的力量在来回的旋转。娉儿，九九，你说我是不是根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如果我死了，小叔是不是就好了？你熬的药，小叔一口也没有喝下，不管我怎么努力，小叔就是不喝。九九，小叔是不是要死了？娉儿，说什么傻话呢？你忘记了，我医术特别厉害的，我一定会救回小叔的。如果小叔醒了看不到你，肯定会难过的，你不要做傻事。九九安抚他，向前一步，娉儿就退后一步。九九，你不要骗我了，小叔都是为了救我才被害成这个样子的，我真的不该活在这个世上。你怎么了？你不要小叔了吗？你不要九九了吗？你不是说过这个世上有一种友谊叫做娉儿和九九吗？你谁都不要了吗？此时雪贵妃一把抽过旁边侍卫的长剑，朝着娉儿就冲了过去。雪姨，你干什么？一把抓住了雪贵妃的手腕。九九，你不要拦着雪姨，让开。雪姨，为什么要这么对娉儿？不管怎么样，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九九，你看不出来吗？她体内的魔之血脉已经觉醒了，你看没看到？黑色的魔力直冲天际，不管是在哪个大陆的人都会看到的，很快就会有人来杀她了。她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灾难的。我是魔鬼吗？那又如何？神也好，魔也罢，都是我亲九九的朋友，我不会因为他的身份而嫌弃他，疏远他。九九，你怎么还不明白？人魔殊途，他会害了所有人的。九九却不管不顾，径直走向娉儿。娉儿，却刚刚靠近，就被娉儿失控的魔力给震飞了出去。九九，你别过来！我是魔，我原来是魔。难怪我的母亲不爱我，小叔又因我而死。九九，我蓝娉儿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交了你这个朋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爱上了小叔。九九，可是我好累，我好累啊！九九清楚地看到，在黑色魔力的包围之下，娉儿的两张面孔的交替，一张是绝望的、痛苦的、无助的娉儿，另一张则是充满了恨意、怨怼和不甘心的娉儿。娉儿，她怎么了？魔力反噬，她在极度痛苦之下，觉醒了体内的魔王血脉，又在极其绝望之下，使体内的魔力不受控制。若是再控制不住自己，怕是会被反噬。幸运的话，可以保住一命；严重的话，爆体而亡。他当即就冲了上去，砰的一声，再一次被撞飞了。九九，阿喜，你别过来，看着雪姨。阿喜，你去杀了他，你去杀了他！入魔之后，他无情无爱，心狠手辣，你们杀了他！凤喜皱眉拦住他。此时，九九再一次爬了起来，体内所有的灵力都调动起来。九九拼尽全力，直接冲破了那一层黑色的魔力，一把抱住了娉儿。娉儿，你醒过来，你不要小叔了吗？你不要九九了吗？你也不要你的骄阳姐姐了吗？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眼中的黑气越来越深。九九爱你，你的骄阳姐姐爱你，还有你的凤喜哥哥也爱你。最重要的是小叔，他是最爱你的，否则他不会为了你这般不顾一切。娉儿，你醒过来！那双一片死寂的眸子终于转动了一下。如果小叔醒过来，看到你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他该多难受啊！小叔，他死了，他死了！此时，娉儿的眼睛全黑了，伸出手直接扣住了九九的脖子。九九，再也忍不住了，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他黑袍翻飞，墨发狂舞，直接上前揽住九九，一掌劈向了娉儿。娉儿一愣，眼中的黑雾似是消散了一些，眼睛一闭，
竟是直接昏迷了过去。凤喜，你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伤了你。雪贵妃提着剑走了上来，脸上一片冷肃。九九，他是魔，不能留。九九抱着姘儿，他与雪贵妃对视。雪姨，你够了！九九，你非要忤逆雪姨的意思吗？九九将姘儿放在了一张床榻上，细细的为她把脉，脉象汹涌，完全不正常，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平缓的脉搏。雪姨，虎毒尚且不食子，姘儿这么好的丫头，你为何非要杀了她？为什么？她是魔，魔族之人心狠手辣，六亲不认，我必须要在她害了我们所有人之前杀了她。雪姨，你究竟是因为姘儿她拥有魔族血脉，还是因为她是那个人的孩子，所以你才想杀了她？阿喜，你先出去。九九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雪姨，有些事情你该告诉凤喜了，她有权利知道。雪贵妃看着两个人交握的手，你们在一起了？是，雪姨，我决定跟凤喜在一起了。所以，雪姨，你是想我亲口告诉凤喜，还是由你自己来说？九九，雪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雪姨，那天晚上我都听到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你的秘密却让别人来买单。姘儿，她是你的女儿，被你生下来就当做活药人，延续了凤喜这么多年的生命。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身为亲生母亲，你又要杀她，我就想替她问一句，为什么？凭什么？她不是我的女儿，我只有凤喜一个儿子。雪姨，难道姘儿不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吗？她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可她的出生就是用来赎罪的。她被制成活药人，帮了喜儿这么多年，所以我便让她活着。如今她魔族血脉觉醒，她必须死。姘儿，她何罪之有？她的存在就是一种罪。所有人中最无辜的就是姘儿，她是那么美好的姑娘，被你们一点一点摧毁了。你们所有人都欠了她。无辜？谁不无辜？我宁愿被挖，成为废人。我的喜儿自小受尽磨难，身中剧毒，药石无解，都是拜那人所赐。所以我能折磨的只有他的女儿。他害我的儿子，我就害他的女儿，一命抵一命，难道这不是公平吗？你们究竟在说什么？那个人是谁？九九，你说。是一个很强大的男子，姘儿的亲生父亲。姘儿的亲生父亲？母妃，你都告诉我吧，你们究竟在说什么？那个人是谁？九九，你说。是一个很强大的男子，姘儿的亲生父亲。姘儿的亲生父亲？母妃，你都告诉我吧。你们知道了又怎么样？这个人强大狠厉，你们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他会杀了你们的。他是谁？对你做过什么？雪贵妃闭眼，愣是半个字也不肯说。他到底是谁？我身上所中的剧毒是他下的吗？喜儿，是娘亲对不起你。这个人现在在哪儿？你不说，那我便亲自问他。凤喜睁开眼，眸中冷厉嗜血，她全身的细胞都在叫嚣，她真的很想杀人。喜儿，你打不过他，你打不过他的，你不要去招惹他。他到底是谁？一道黑色的身影自房顶飞身而下。是我。凤之雪，你骗了我。魔燕，你来的可真快。你告诉我，我的小公主已经死了，其实她活着，而且受尽了苦难，是吗？你想杀死我的小公主？凤喜揽住九九，又向前迈了一步，挡在了雪贵妃的眼前。你是什么人？我是谁？你不配知道。男子冷冷一喝，话音落下，反手就是一掌，对着凤喜就打了上去。凤喜和九九急速后退。魔燕，你住手！魔燕双眼是血，硬生生的于半空之中收回了手。凤之雪，我真想杀了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你明知道我不会对你动手，是不是？可是你儿子呢？我捏死他，不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吗？你敢！你答应过我不杀我喜儿的，你不能反悔！是，我是答应你不杀他，可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小公主的？你骗我说她死了，
若不是我的小公主血脉觉醒，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你竟然害我的小公主到如此地步！是，我就是想杀了她。魔燕，我恨你，我怎么可能留下你的女儿？凤之雪，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他走向床榻边上，看向昏迷不醒的聘儿，颤抖着手抚上聘儿的脸。我的小公主，本尊的小公主，我的小公主为什么还不醒？她怎么了？魔燕整个人都暴怒起来，一身黑色的能量涌动，朝着凤喜就冲了过去。魔燕，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两个人顿时缠斗在了一起。雪贵妃追出来，院子里面已经一片狼藉，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魔燕，你答应过我不伤我的孩子，你出尔反尔。我是答应过，可是你害我的小公主，凤之雪，你害我的小公主。倒是可惜了你这个天才孩子，年纪轻轻竟然一身异能，可惜了。他抬起手凝聚起一个巨大的黑球，在他的手掌之上涌动，看得人心惊又后怕。希儿，快跑！你快跑！轰隆一声，雷声阵阵。小子，你可知道我早就想让你死了，有本事就来！该死！整个人瞬间飞身而起，紫萱鞭当即出现在了手上，体内灵元滚动，对着魔燕的后脑勺就挥了上去。魔燕反手，凌空一转，九九整个人都被甩了起来，直接给甩了出去。小丫头，你敢伤他？五雷轰顶！紧接着，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起来，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四周一片尘土飞扬，寂静的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九九甩甩头，心瞬间沉到了谷底。父喜，你在哪儿？还活着吗？此时整个王府后院真的是一片狼藉，烟尘飞舞，甚至还伴随着肉被烤焦的味道。此时烟尘消散了不少，魔燕身躯笔挺地站在原地，衣衫有些破碎，一脸的暴虐。可凤喜呢？只见凤喜原先站着的地方惊现一个巨大的坑，还在往外冒着黑烟。九九爬起来就跑了过去，雪贵妃也奔了过去，坑内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焦土。魔燕，你杀了我的喜儿！你杀了我的喜儿！整个人朝着魔燕就冲了上去，拳打脚踢，哭得撕心裂肺。九九噌的一下跳进那个巨大的坑里，用双手费力地刨着地面上的土。父喜，你给我出来！你这个大骗子，你在哪儿？父喜，父喜！突然手下触碰到一块硬物，九九颤抖着拿起来，一块碧绿色的玉佩，要吃。九九隐忍了多时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九九，我一生坎坷，却感激上苍让我遇见你，你是我最想要拥有的温暖。九九，这一生我只娶你一个女人，绝不负你。父喜，你这个大骗子，大骗子！你给我滚出来！我答应嫁给你，你出来！九九。然后他转头，只见巨坑之上，凤喜站在那儿，右脸颊上的一道血痕尤为明显。尽管如此，仍是掩饰不住的俊朗无比。尤其是此时他的眸子，震惊之后是难以掩藏的感动和惊喜。看了看手中的玉佩，又抬头看了看坑顶上的人。凤喜，你还活着？九九，我没事，你上来。凤喜弯腰，将手伸向九九，眼中耀耀生辉，是无悔的深情。所以凤喜没死，自己刚才哭嚎的模样都被他瞧见了吗？九九努力地回想了一下自己在悲痛之下说的那些话，直接脸蛋耳朵都火辣辣的热。他是真的慌乱了，震惊了，所以才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自己还活着，凤喜怎么可能死啊？九九，你上来。九九慢腾腾地伸出手，凤喜一把握住，用力一拽，就将九九从坑里面给拽了出来，一把抱在了怀里。九九，你说的那些话我很感动。那不是我说的。凤之雪，这就是你儿子喜欢的女人，蠢得像猪一样，这眼光是随了你吗？九九唰的一下转头，恶狠狠地看着他。此时他冷着一张脸，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怀里还抱着挣扎的雪贵妃。魔夜，你闭嘴，放开我，我要跟你决斗。你，本尊一个手指挑飞你，欺人太甚！凤喜重新站到了九九的边上，无声的支持。你们想死，本尊就送你们一程。够了，魔夜，你到底想怎么样？非要逼死我吗？我逼死你，凤止雪，是你逼死我的小公主。身后的卧室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姘儿推开门走了出来。小公主激动地朝着姘儿走过去。九九！她尖叫了一声，就朝着九九扑了过去，然后用力地抱住九九。九九，我怕啊！不怕，不怕，姘儿，九九在呢。魔夜那个郁闷呢，黑沉的脸充满杀气地盯着九九。他的小公主怎么不抱他呢？我的小公主！九九，我怕。九九，你让他走好不好？我不喜欢他，他好凶啊！魔夜捏了捏自己的脸，努力地露出一个和善无比的表情。姘儿，我是你父亲，我叫魔焰。姘儿突然用力地捂住了自己的脑袋。我不是魔，我不是魔！姘儿不怕，九九在呢，不怕啊！我的小公主为什么会这样？被你吓的。本尊很可怕吗？长得太丑，怪得了谁？魔夜摸了摸自己的脸，开什么玩笑呢？在魔族，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爬上他的床，他的俊美简直都是公认的。现在竟然被一个丑丫头说丑。姘儿，好了，没事了啊。九九，你不是说今天带我去看小说的吗？九九和凤喜都愣住了。姘儿的脑神经错乱了吗？什么啊？九九，你莫要说话不作数。姘儿，小说出了点事儿，暂时不能见人。那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过几日吧。这样啊。丑丫头，你给本尊闪开！九九，这个大叔好凶啊！他是谁啊？大叔？是说的他吗？他是……魔焰绷着一张脸瞪着九九，只要九九敢说一个不好的字，他就准备上前直接捏断九九的脖子。他是你爹。姘儿受了太多的苦，虽然魔焰看起来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似乎是真的很疼惜姘儿的，一口一个小公主。爹，我的乖女儿。爹啊，那是什么？不要爹，只要九九。魔焰那个心啊，顿时被伤得体无完肤。姘儿这话简直刺激得他想杀人，而他也真这么做了，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九九眼疾手快，迅速出手格挡，一个后空翻就躲开了魔焰。你为什么要打九九？你不要打九九，你坏！小公主，我才是你的亲爹呀，那个丑丫头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什么亲爹？我不要你，我只要九九。魔焰一身的火气没有地方发，转过头来看雪贵妃。你看看，你把我的小公主折磨成什么样子了，连亲爹都不认识了。凤止雪，我真想。真想什么？魔焰的牙齿磨得咯吱响，他这一生都栽在这个叫凤止雪的女人手里，爱而不得，无可奈何。不许你凶漂亮姐姐，你个大坏蛋！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他的小公主怎么喊自己的娘亲是漂亮姐姐？可令他郁闷的是，凤止雪是漂亮姐姐，他竟然是大叔，这不是差了辈分了吗？他有那么老吗？雪贵妃目光复杂地看着姘儿，小姑娘眼睛水灵灵的，纤尘不染，毫无杂质，干净的像是琥珀中心最清澈的水眼，眼泪一下子冲上了眼眶。雪贵妃将头转向一边，抿紧艳红的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后悔了？觉得愧对我的小公主了？你闭嘴！你是我的女人，你让我闭嘴我就闭嘴。但是凤止雪，我有一些事要告诉你。凤止雪，我准备留下来了，不回去了。什么？你要留下来？魔焰，你疯了吗？你留下来做什么？你是想把魔族大军都引到这儿来吗？对，我就是要留下来。我的女人和小公主都在这里，我还回去干什么？你疯了吧？你快滚！我滚去哪里？凤止雪，你是怕我留在这里了，没人给你传递那人的消息了？
是不是？你闭嘴！我闭嘴？我闭嘴了？你从哪里听他的消息？对了，凤之雪，我还忘了告诉你了，这个月底他要立后了。什么？他要立后了，那个女人可比你年轻多了，而且还怀孕了。雪贵妃蹭蹭地后退了2步，脸上面无血色，眼泪唰的一下落了下来。那个姑娘是什么人？鬼族公主。九九感觉得到，雪贵妃整个人都伤心悲痛到了极致，她身上火焰一般的光芒在这一瞬间都暗淡了下来。你不用这么难过，我都说了，以后会留下来陪你和我的小公主。魔族我不会再回去了。谁要你陪？你赶紧走！你冲我发火也没用，要娶鬼族公主的又不是我。那个鬼族公主很漂亮吗？漂亮的很，而且人家比你年轻。那鬼族公主这么漂亮，你怎么不娶？我喜欢的是你。我要去参加她的立后大典。开什么玩笑？你去干什么？自取其辱吗？魔燕，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恨过一个人，你是第一个。我的荣幸。你想去魔族，那是妄想。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留在你和小公主的身边。魔族我也不会回去了。哼，你留下来？你留下来当我的情夫吗？本宫乃是东城皇帝第一宠妃雪贵妃。魔燕，你名不正言不顺。凤之雪，你是不是傻？东城皇帝的位置，只要我想要，就是我的。东城第一宠妃，就那个草包皇帝，这么多年，他可碰过你一个手指头？没有吧？知道为什么吗？这魔燕凑到雪贵妃的眼前，笑得妄为，简直像个恶魔。你初来东城，他就被我的人下了药，终身不举。所以他这么多年才能活着，否则若是就凭他，敢让你当他的贵妃，这一点本尊就能将他大卸8块。雪贵妃一脸震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本尊自然知道那个草包对你的那点心思，可本尊就是要留他一条狗命，天天看着你，却又得不到你，爱而不得的可不只是本尊一个人。变态，神经病，自己爱而不得，又让别人跟他一样痛苦。魔燕，你真是够了。所以凤之雪，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辈子你就只能是我魔岩的女人。你滚！那我父亲是谁？那我父亲又是谁？此时楚一之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睁着一双大眼睛，很是无辜地问道：你爹是谁？本尊怎么知道？这也要问你娘。楚一之说不出话了，他娘都死了，怎么问呢？而且是你自己亲口说的，把当今圣上给毒残废了，所以他怎么能知道他爹是谁啊？可是看着魔燕恶狠狠的眼神，楚一之吞了吞口水，默默地后退了1步。这人太他妈可怕了。至于你爹呀，魔燕，你呀是个没爹要的孩子。我爹是谁？魔燕，你给我闭嘴！雪贵妃怒吼，抬起手就去打魔燕，却被他一把握住了手腕。想让我闭嘴，你可以吻我呀。母妃，我想知道，你亲生的爹是我大哥，你要喊我一声叔叔。只可惜你爹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没人期待你的到来。我爹是魔族的人。你爹不仅是魔族的人，而且还是整个魔族最厉害的人，他是魔族魔君魔渊。原来如此。你亲爹再厉害，跟你也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就算是知道了，也不会认你，你就是个没爹的小可怜。九九默默地握住了凤喜的手，给她无声的安慰。喜儿，是娘亲欠了你。没事，如今我的心结也算是解开了。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不够努力，我的父皇才会如此厌恶我，才会屡次派人暗杀我，却原来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孩子。别生气，我跟你一起去找他算账，他也欠我们家的。好。喜儿，母妃不必自责，
如今我有九九有你，已经足矣。但还是有一件事想跟母妃表达一下立场。喜儿，你说。母妃，这个人实在让人讨厌，你绝对不可接受的。臭小子，你找死！挥掌就朝着凤喜打了过去。臭小子，你找死！挥掌就朝着凤喜打了过去。不准打我的凤喜哥哥！黑色的魔力瞬间凝于他的掌心，对着魔焰就打了过去。哎呦，从地上爬起来，魔焰一张脸黑成墨了。九九努力的憋笑，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你坏人，不准欺负九九，我的凤喜哥哥，还有我的美人姐姐。我没有欺负他们。哼！哼了一声，嫪儿又躲在了九九的身后，一双眼睛落在魔焰的身上，上下打量。魔焰，你走吧。你女儿也不喜欢你，我儿子也不喜欢你，我就更不用说了。这里没人欢迎你。凤止雪，若是本尊一定要留下来呢？不行。不行？那你和小公主跟我走。你做梦！凤止雪，你管得了我吗？九九，这个大叔真的好讨厌啊，他把漂亮姐姐都气哭了。我是你爹，不是大叔，她是你娘，不是漂亮姐姐。我喜欢你。其实，魔焰大人，我有办法让嫪儿喜欢你，你信不信？你有什么办法？不用办法啊，嫪儿她听我的话。我听九九的话，九九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魔焰的眉毛跳了几跳，这才忍住没有一脚将九九踢飞了。嫪儿，眼前的这个人你叫大叔不合适，你该换个称呼。这样啊，九九，那我该称呼他什么呀？魔焰眼中满怀激动，叫爹啊，我是你爹啊，我的小公主。嫪儿，你看他一脸的凶相，像是要杀人似的，咱们就叫他霸王龙吧。好，就叫霸王龙。霸王龙大叔。臭丫头，你耍我？怎么，你又想杀人了吗？魔焰大人，我若是你，绝对不会这般处理事情。你什么意思？你迫切的想得到你家小公主的认可，想得到雪贵妃的宠幸，目前只有一个方法。什么办法？讨好我啊！臭丫头，你在白日做大梦吗？我没有啊，我说的话对你来说可是明智之举。对于雪姨来说，我既是她的半个女儿，又是她的儿媳妇儿；对于嫪儿来说，我是她最信任的朋友。你讨好了我，我在他们面前替你美言两句，他们都会对你的印象好很多。那你让我的小公主喊我一声爹听听。可以，但是我有问题要问你。你问。我家凤喜被你下了繁花落尽千年这种剧毒，解药呢？什么花？繁花落尽千年，俗称情花毒。什么情花毒？没听过。他身上的毒也不是我下的。魔焰，你说什么？魔焰，你给我说清楚，这么多年你一直用喜儿的毒来要挟我，你现在又否认是什么意思？我捏死你儿子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用得着给他下毒吗？费劲不费劲儿？你当初逼问我是不是给你儿子下了毒，把我问烦了，索性就承认了。魔焰，你这个贱人！雪贵妃捂住胸口，一张俏脸涨得通红，一口气儿没顺上来，竟是直接气晕了过去。母妃，雪姨！魔焰一把抱起雪贵妃，随意的摆了摆手。没事，阿雪被我气得昏过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凤喜眉眼一立，就想冲上去将雪贵妃给抢回来。不要冲动，她可不想再被甩飞一次。可是这一会儿的时间，雪姨在情绪激动之下，竟是晕眩了2次，有些过于频繁了。九九皱眉，上前2步，走到了魔焰的眼前。我帮雪姨把把脉。你个丑丫头懂什么？本尊回去亲她几下，保准醒。What？ 这个魔焰能不能不要当着这么多晚辈的面如此不要脸啊？九九没有搭理魔焰，直接将手搭在了雪贵妃的手腕上。雪姨，她身体郁结过度，积火于心，身体外强内虚，若是长此以往，怕是要出大问题。丑丫头，你在吓唬我？吓唬你做什么？这是我雪姨，我会随意拿我雪姨的身体开玩笑吗？这个丫头医术很厉害。九九是最棒的了，医术最厉害。我原本快死了，是九九救了我。你原本快死了？
哪个活得不耐烦的杀你了？霸王龙大叔，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家99医术是最厉害的，他说的话你必须要听。臭丫头，那你说该怎么办？不可惹他生气，要细心安抚，好生调理。雪姨的身体亏虚的厉害，若是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的。什么大问题？99面色严肃，看起来心情很沉重，弄得其他人的心情也跟着紧张。臭丫头，你倒是说呀！长此以往，雪姨再想要孩子就困难了。那可不行，她还要给本尊生一个儿子呢。这个男子还是有些老古董啊，竟然想着生个儿子继承家业。臭丫头，本尊想要个儿子，是为了保护我的小公主。你那是什么眼神？哦，那你日后可千万不能惹雪姨生气了，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本尊会注意。臭丫头，你莫不是诓我吧？没有。你既然医术那么厉害，为什么你不把他的毒解了？解毒药材难寻，不好找。什么药材这么难找？火焰冰莲。火焰冰莲，水云之间，冰火两重，100年开花，可遇而不可求。这小子需要火焰冰莲入药啊！那他岂不是死定了？哼，你的小公主不认你，雪姨不喜欢你，你岂不是孤家寡人？哼！臭丫头，我知道有个人有火焰冰莲。真的还是假的？尔等蝼蚁，值得本尊说谎？在哪儿？魔焰指了指聘儿，那意思不言而喻。99，咱们不相信他。花本子上说霸王龙最是暴躁和狡诈，而且就算他知道又怎么样，又不是他有。小公主，我是真的知道谁有火焰冰莲。那你说？鬼族公主的嫁妆中就有一朵火焰冰莲。魔焰话音落下，就等着他的小公主夸他呢。结果聘儿转头看向99，一副立了功的样子。99，霸王龙大叔说鬼族公主的嫁妆里面有。小丫头真可爱，她脑子里还记着画本子呢。随即99又陷入了沉思，鬼族公主的嫁妆似乎遥不可及，但这个东西却又合理该是阿喜的。臭丫头合计什么呢？还想着从鬼族公主手里抢东西啊！真是阎王嘴上拔胡子，自己找死。凤止雪，你手不疼啊？你放我下来！魔焰乖乖地将她放在了地上。臭丫头说了，你不能再发火，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雪贵妃双眼含泪，走到凤喜的眼前。喜儿，是魔妃对不起你，你放心，魔妃一定想办法帮你拿到这朵火焰冰莲。我再说一遍，我要去魔族，你带我去一趟魔族。再说吧，这不离我大哥立后还有20几天吗？不着急。你就是不带我去，我也有办法自己去。没有我保护，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保护？要不是你挖我陵园，我至于这么柔弱吗？凤止雪，你说话莫要没了良心。当初你被人暗害，灵气倒窜，我若不是废了你的陵园，你怕是要爆体而亡。我宁愿你自此没了修为，也不想你丢了性命。你听着，你想做的事，我魔岩都会帮你去做，但害你这一点绝不存在。之前是我误会你了，以为你要杀了我的小公主，但好在一切还有挽救的余地，我的小公主还活着。以后我会保护你们娘俩，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我最大的委屈都是来自你。那就没什么办法了。王爷，卿将军到了，在门口。糟了，我爷爷一定是得到小叔重伤的消息了。别慌，过去看看。好，99和凤喜一起走到门口，就瞧见雷大扶着青金山站在那儿。青金山听到脚步声，抬起头。九丫头啊，你小叔他怎么样了？此时雷大突然跪倒在地。大小姐，对不起，你杀了我吧。雷大，你起来吧，小叔他还活着。你小叔在哪儿？他将雷大从地上拉起来。后院。爷爷去看看他。一瞬间，青金山的身子佝偻了很多。爷爷，我会救小叔的，我一定会救他，你不要太担心。爷爷相信九丫头。青金山被99扶着，推开房间的门，房间内草药的味道扑鼻。
青羽安静地躺在床上，还活着就好。青爷爷，那个青山实在是太坏了，竟然利用毒蛊虫将小叔害成这个样子，小叔一定很痛。整个房间的人都被他弄得有些发懵，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感情这个小丫头还真是彻底将自己之前经历的那一幕，魔灵脉觉醒的那一刻彻底忘记了。啊，是呢，青城太坏了，小叔该怎么办呢？求求你可一定要救小叔啊！这个只被一口气吊着的男人是谁？你家小公主喜欢的不得了的男人。什么叫喜欢的不得了的男人？漂亮姐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小叔的？这件事情我不是只告诉九九了吗？小公主，你喜欢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关你什么事？这话句的更是让魔焰扎心不已。只见他突然伸出手，强悍的吸力瞬间将躺在床榻上的青羽给吸了起来。他左手捏住青羽的脖子，眼中杀意沸腾。小叔，敢问阁下是何人？为何如此对待我儿？你这个老头有什么资格跟本尊说话？你放开我小叔！抽出身上的匕首，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直逼向魔焰的脖颈大动脉。臭丫头，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手快？魔焰掐着青羽的脖子，又用了一些力气。一声尖叫，一把夺过九九手上的匕首，冲向魔焰，对着他的胸口就刺了上去。魔焰微微一侧，锋利的匕首划过魔焰的肩膀，鲜血顿时飞溅。他诧异地看着自己的伤口，他被自己的小公主给伤了。小叔，你放开我小叔！你是个大坏蛋！你放开我小叔！谁也不能伤害我小叔！他不停地捶打魔焰，简直撕心裂肺。魔焰盯着聘儿，不自觉地松开了手上的青羽。凤喜一个箭步上前，接住了青羽，赶紧将他平放在床榻上，平躺着。九九快速上前，为小叔止血上药。而此时，聘儿就在床边握着青羽的手，整个人都陷入了沉默。聘儿，没事了，小叔没事，不会死的。可是聘儿却好像在一瞬间就沉入了自己的世界中去了。他不说话，不回应，握着小叔的手。小公主，怎么了？聘儿，我们先出去吧，小叔要休息了。可聘儿更加用力地握紧小叔的手。九丫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几个人小心翼翼地退出房间，将聘儿留在了里面。臭丫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聘儿被贼人掳走，我小叔为了救他，身受重伤。是什么人掳走我的小公主的？已经都死了。你不是医术挺厉害的，你连你的小叔都救不了。谁都不要拦我，我要跟这个姓魔的拼了！你又打不过我，别自取其辱了。现在赶紧想想办法，我家小公主怎么回事？聘儿还不是给你刺激的吗？小叔不行，我怕聘儿走不出来。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以死谢罪吧。你臭丫头，信不信本尊捏死你？你试试。凤喜冷眸以对，感动他的丫头拼死不放过。便是吧，你等着，你说的话做的事，本姑娘一一都记着呢。咱们来日方长，看看最后是谁认栽。魔焰脸色难看，他站在这儿，好像每一个人都不喜欢他。不过没关系，他不需要别人的喜欢。爷爷，小叔脑袋受了伤，什么时候醒来，完全靠意志力。过几日我要收拾一下出趟远门，去寻一种可以速骨的药材。我要先把小叔的腿治好，让他一醒来就能站起来。九丫头，你真的能治好你小叔的腿吗？可以，只是速骨之药最为难寻，可能需要费些时日。什么？你小叔他还是个瘸子？这位大人究竟是何人？爷爷，他是……本尊乃魔界第一尊主，聘儿是我的小公主，你儿子想要娶到我的小公主，没那么容易，本尊第一个不答应。既如此，我儿便不高攀了。你这个老头不识好歹。青青山压抑着悲痛，抿着唇，看着沉沉天色。他的阿宇10几年没有踏出府邸，却为了一个丫头出了府，又遭此劫难，这一切都是天意。我爷爷不识好歹，我看最拎不清的人是你吧。小叔跟聘儿两情相悦，更是为了聘儿连命都不要了。如今你竟然当着聘儿的面
想要掐死我小叔，我猜佩儿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魔燕去看雪贵妃，雪贵妃一声冷哼，倒是一脸的快意。这个魔燕也终于有怕的人了。这个本尊知道，自古龙骨素骨为最佳，本尊回魔族一趟，给你弄条龙过来救你小叔。龙？我大魔族有的是魔兽，我给你去替几块龙骨过来，帮你小叔治腿。几天时间，我去就回。我家小公主，你帮忙多照看一下。还有那个，帮我多美言几句。可以，只要魔燕大人你能将龙骨带回来，我一定在佩儿面前替你说好话。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需要魔燕大人帮忙。蟒龙胆，我还需要一个蟒龙胆。这也是需要入药的一部分。九九抿了抿唇，这当然是入药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解他家阿喜的毒所需要的药材。龙骨和蟒龙胆。好，那本尊这就走，差不多5日就回。这个魔燕真是厉害，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还需要弄到龙骨和蟒龙胆，前后却只需要5天。九九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弱小，这真是要跟异世大陆的人对上了，怕是自己会被虐成渣渣。摸了摸脸，脸上的圣女印何时能解呀？再看了一眼凤喜，唉，遥遥无期啊。只见魔燕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石头，握在手中，瞬间光芒大盛，嗖的一下，光芒直冲天际，魔燕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雪爷，这怎么回事啊？传送石直接就将他传送到了魔族了。我去，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呀，真心值得我好好探索啊！我也好想要那个传送石啊！若是能得到一块传送石，不知道他喊一声，能不能将他给送回到21世纪啊？若是可以，他就可以带着爷爷、小叔、凤喜、聘儿还有莫邪去他的老家逛逛了。魔叶那块传送石是魔族至宝。阿喜，关于你父亲，无非回去休息吧，你也很累了。雪贵妃闭上了眼，看着暮色沉沉的天空，她的眼角流下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我20几年的执念和爱慕，瞬间成了一场笑话。母妃有些累了，就先回去休息了。这几日，你跟九九多来宫里坐坐。九九，雪姨能看到你跟阿喜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以后，阿喜就拜托你照顾了，你们2个要互相扶持，共同成长。雪姨放心。等在外面已久的绿芜上前来扶住雪贵妃，九九看着雪贵妃挺直的背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阿喜，雪姨她对你父亲执念很深，因为执念，所以可能会想不开。九九想说什么？我怕雪姨想不开，刚才那番话说的真像是在交代后事。不会，只要去不了魔族，执念就会永在，不会想不开。啊，爷爷，我跟凤喜在一起了。爷爷看出来了。兽王殿下，请莫要忘记跟老臣说过的话。自是不会忘，一生谨记，请老将军放心。你对爷爷说过什么话？改天告诉你。九丫头，陪爷爷去一趟清凉寺吧，爷爷想给你书求个签儿，祈个福。好，我陪爷爷去。我也去。什么时候走？我派人吩咐下去。兽王殿下就不用相陪了，老臣跟九丫头一起去就好了。是啊，阿喜，你别去了，我跟爷爷去给小叔祈福，2个人会自在一点。你府中也是乱七八糟的，还需要你坐镇指挥呢。带几个奴仆吧。不用，雷大跟着就行了，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我跟着三嫂去，我保护三嫂，三哥放心，我一定会伺候好青老将军和三嫂的。不用，九九一看他那张青紫的还没有消肿的脸，就没心情，太丑了。三嫂，我是一定要去的，我要去找一空大师给我算一卦，问问他我爹是谁。
我现在是个父不详的孤儿呢。九九说不出话了。这楚逸之父不详，怎么看不出一点悲伤的模样，反而一脸的欢快。再说了，一空大师怎么可能知道你爹是谁啊？随你。谢谢三嫂。楚逸之，你别喊我三嫂了，你喊我九九就行了。好的，九九三嫂。吱呀一声，门被打开，聘儿从屋子里走出来，红着眼睛不说话，只是看着九九。聘儿，你也要去吗？聘儿的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他点了点头。九九，庆爷爷，你们这是说的要去哪里啊？庆爷爷，九九，我刚才就听到你们说要去什么寺，这是要出远门吗？钟离梦笑着出声。九九此时看到钟离梦笑得娇柔做作的脸，顿时就有一种仿若吞了苍蝇一般的恶心感。钟家丫头啊，我和九九打算去一趟清凉寺。清凉寺啊，远近盛名，我也听说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庆爷爷，我想与你们一起同行，可以吗？当然可以。爷爷，你让雷大陪你先回去吧，回去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这次去起码要3天，咱们明天一早启程。我还有些话要跟阿喜说，晚上我回家用饭。不用，你留下来陪你小叔吧。没关系，我陪爷爷。小叔在阿喜这儿，我很放心的。青金山点了点头，随雷大一起出了寿王府。阿喜，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事。阿喜，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九九，那我明天就不陪你过去了，你一路小心。我没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能耐，能欺负得了我的人，除了你还没有呢。凤喜揉了揉九九的头，这个丫头又开始翻旧账了。秦九九，这次清凉寺之行，一定就是你的死期。我小叔就拜托你了。阿喜，明天你不去清凉寺吗？我不去，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有事情。九九，明日清凉寺之行我也不去了，你到时候跟庆爷爷说一声。你随意。阿喜，你过来，我有事跟你说。九九拉着凤喜走到了一旁。九九，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跟钟离梦说清楚，让他回药王谷。他会愿意吗？我会表明态度。好，自己解决吧。聘儿，这院子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聘儿不说话，抿着下巴，看着他的目光冷冷的，充满了敌意。聘儿，你明天也要去清凉寺吗？此时九九跟凤喜已经走了过来。聘儿去不去关你什么事儿啊？反正你不去。清九九，你就继续嚣张吧，且看看明日会是谁的死期。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带你去外面吃。聘儿看了一眼青羽所在的屋子，有些不放心。没事儿，小叔的屋子不会让任何人进去的，你放心。聘儿最相信九九的话了，这才点了点头。去吧，这里有我照看着，你带着这个丫头出去走走。九九便放心地牵着聘儿的手往府外走去。我也去。充当护花使者，跟在九九和聘儿的身后一起出了府。黎梦，我有话对你说。阿喜，你要说什么？黎梦，你回药王谷去吧。是清九九让你赶我走的吗？不是，是我想让你走的。你胡说！一定是清九九让你赶我走的，一定是他！我说了，跟九九无关。这几日你就收拾收拾东西，我会派人送你回去的。阿喜，你当真如此决绝吗？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知道我为了你付出了多少，现在为了一个清九九，竟然赶我走吗？钟离梦红着眼，步步后退。黎梦，我记得，我明确的拒绝过你。是，你是拒绝过我，可我也说过了，我不接受。这几年我为了你，我吃遍了毒药，好不容易才练就了百毒不侵之体，只为了与你组成一个家庭。阿喜，你就要抛弃我吗？黎梦，我记得当我知道我的妹妹被你们制成活药人来取血，抑制我的病情之后，
我就宣布不用你们药王谷治病了。之后的2年，我在京都都收过你们的2封信。第一封信是你说你要练百毒不侵之体，我回信拒绝了。第2封信是你说毒体已经练成，你会来京都找我，我还是拒绝了。是，你是拒绝过我，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可是我来到京都之后，你并没有赶我走，也允许我待在你的身边。东城国都，人人都知道寿王殿下不近女色的，是你给了我希望的。那是因为我当时并未发现自己的心意。所以，你现在是发现了自己的心意了，就要赶我走了？我的丫头不喜欢别的女人离我太近，况且我给不了你想要的。钟离梦痛苦地捂住胸口，凤喜的话说得太直白了，而且毫不留情。不，我不走。阿喜，我真的很爱你，你不爱我没有关系，我爱你就够了，我愿意无条件的为你付出。你喜欢清酒酒，可以，我愿意做小。你体内的毒霸道剧烈，除了我，你根本不能跟别的女子同房的。你难道不想有个孩子吗？我凤喜，此生只会有清九九一个女人，上至碧落，下至黄泉。至于孩子，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好一个上碧落，下黄泉，那我算什么？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等待，我算什么？阿喜，你的心太狠了。你会遇到合适你的人，明天就回药王谷吧。明日，刚才还是几日，现在就变成了明日。阿喜，你会后悔的。钟离梦留下这句话，转身就往府邸外面走。冷风吹不干他脸上的泪痕，眼中一片阴云密布。他停在暗角处，拿出师傅给他的小瓷瓶，媚骨虫。阿喜，是你逼我的。当你尝到了男女之欢，你就会知道我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九九三嫂，咱们去吃什么呀？我跟聘儿想吃彭德居的桂花糕，你去帮我们买吧。彭德居那在北面，有点远啊。不想去就算了。去，马上去。三嫂和聘儿想吃，上天入地我都给你们弄来。楚一只一溜烟的跑了。九九跟聘儿坐在一个小吃摊上，九九要了2碗馄饨。聘儿，你吃点吧，肚子里不能没有食物。聘儿点了点头，拿起勺子慢慢的往嘴里送。儿，你一直不开口说话，是因为自责还是心疼小叔啊？聘儿顿了一下，眼眶有些微红，他摇了摇头，不肯说。聘儿，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我倾诉一下，我不是九九啊，是你最信任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在那个暗房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话落下，聘儿的眼泪唰的一下落下来了。他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头。聘儿，别想了，我不问了。在九九的怀抱里面，聘儿还在不停地颤抖，好一会儿才平息了下来。聘儿，人生在世，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去克服，这样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的。而所谓的强大，不是指身体上，而是指内心。此时聘儿抬起头看向九九，九九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内心的强大是指遭遇过人生不幸，但仍然期待幸福，受到过别人的背叛，但仍然勇敢去爱，看见过世间的丑恶，却仍付出善意。聘儿，在那间小屋子里，我知道你一定经历了特别可怕的事情，但是作为你的朋友，我希望你可以走出来，内心可以强大起来。我真的很想念那个像小鹿一样的姑娘。没有人注意到，在离他们3米远的桌子上，有一个青衣男子背对着他们，却耳朵微动。他喃喃自语，内心的强大。这一刻，陷入瓶颈期多年的他顿时茅塞顿开，起身结账，离开之时看了九九一眼。小姑娘年纪不大，却有如此觉悟，难得。只是不知日后是否有缘能再见这个丫头。
九九，我被侵犯了。什么？九九的眼都红了，他站起身，呼啦一声将整个桌子掀翻在地，一心的怒火没有地方发泄。他还是打得楚叶那个王八蛋太轻了，这个罪魁祸首。九九，我没事。臭婊子，有毛病吗？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唰的一下子，九九转过头看去，厉眸一扫，猩红的杀气吓得络腮大汉一顿，但是随即就恼羞成怒。瞪什么瞪，臭婊子！鞭子出现在九九的手中，一鞭又是一鞭，毫不留情地甩在了大汉的身上。你娘没教给你怎么说话吗？我让你在骂人！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九九，别打了！对不起，平儿，对不起。九九，又不是你的错，没关系的，我没关系的。络腮大汉被九九抽去了半条命，爬都爬不起来，仗着自己有点拳脚功夫，欺善怕恶。九九扭头就瞧见了两名女子，一高一矮，都是一身白色的纱衣，戴着白色面纱遮住鼻子和嘴巴。说话的女子略矮，一双眸子冷若冰霜地盯着九九。平儿，我们走。站住！本小姐跟你说话，你没有听到吗？滚！秋叶，走了，主子还在等我们呢。哼，你有本事再说一遍。滚！哼，来这里这么多天，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这么嚣张的人，本姑娘可算是开眼了。所以呢，你也是来找抽的吗？哼，好大的口气啊！本小姐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条白纱自她的袖口之中飞出来，灵纱如剑，有浅黄色的灵力涌动。这个女子身负灵力，难怪会如此嚣张，不是东陈国的人了。九九眉眼杀气尽显，体内的灵力顿时涌向手中的紫旋鞭，呼啸着冲向那名叫秋燕的女子。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她手中的灵纱在碰到飞舞的紫旋鞭，顿时碎成破布。她顿时被吓得蹲坐在地上。姑娘，请手下留情，尚未顽皮，得罪姑娘之处，还请海涵。九九手中的紫旋鞭在距离那秋燕半米的距离挽了一个鞭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手上。姑娘，抱歉。那个高瘦的女子急忙上前，将吓得蹲坐在地上的秋燕也拉了起来。九九冷眸扫过二人，紫旋鞭在一瞬间收了起来。平儿，我们走。这转身扔给小铺老板一个银锭子，拉着聘儿便离开了。秋瓷，你看到没有？那个丑女人手里拿的鞭子，你看到了没有？你想说什么？你没发现吗？刚才那丑姑娘手中的鞭子，她出那个壮汉的时候是毫无特色的，就是普通的鞭子。可就是刚才那个鞭子似乎是活了，而且力量很强悍。够了，不行，我一定要把鞭子弄到手，我很喜欢。别再惹事了，主子该等齐了，天黑之前我们要赶回去。秋瓷皱眉说道，他没有打击秋燕，10个他也不是刚才那个少女的对手。他转头已经看不到九九跟聘儿的身影了。九九此时再无心思逛街欣赏美食美景。九九，别这样。九九，你是嫌弃我了吗？聘儿，你胡说什么呢？聘儿，你永远是我最亲最爱的朋友，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以后都不说了。只是，九九，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小叔了。傻姑娘，这个世上最痛苦的事情是生离死别，你和小叔的感情是用命赌下来的。聘儿，我想小叔若是醒来，最在乎的不会是这件事情，而是想要与你一生相守。真的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聘儿点了点头，九九从来都不骗他的。聘儿，你与小叔之间，未来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你只要记着，若非死别，莫要生离。生离那是比死别还要让人绝望的。九九三嫂，聘儿，桂花糕我买回来了，还是热乎的。我找你们好久，你们都没有站在原地等我吗？
楚一之手中拿着2包糕点冲了上来。辛苦了。九九接过来，隐约还能闻见桂花糕的香味。嘿嘿，能为三嫂服务是我的荣幸。九九眉毛一挑，楚一之，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马屁精啊？片儿，你吃。我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说。这个二货该不是又惹什么乱子了吧？你说。楚一之磨磨蹭蹭的从身后扯出一个小丫头。这个丫头是个小乞儿，无父无母，刚才瞧见她在跟一只野狗抢肉包子吃，真是可怜。我就主动把她收留了，给她一口饭吃。这天愈加的冷了，也让她有个安身之所。三嫂女说呢？九九的眼神落在小姑娘的身上，穿着一身脏灰的棉衣，头发也打了结，看起来脏脏的。她躲在楚一之的身后，有些局促，不敢抬头。你抬起头来。九九开口。那个小丫头怯怯地抬起头，一双眼睛微微闪躲，似是不敢直视九九的眼睛。你叫什么名字啊？乐安安，今年多大了？13岁。你做小乞儿几年了？6年，不是5年了。你的父母呢？都去世了，真可怜。听到聘儿这话，小丫头的眼泪啪嗒啪嗒的就落了下来，还真是将可怜给发挥到了极致。三嫂，你审犯人呢，不过就是个小丫头，带回去在府里当个丫鬟算了。不行，你有自己的府邸吗？楚一之摇了摇头。那你想把她带回谁的府里啊？三哥的呀。所以我说不行。只是一个小丫头，顺王府还是养得起的。不行。辛九九，我知道你是三哥选定的女子，我也知道以前误会了你，所以我拼命的想要弥补过错。我都知道错了，你为什么还要处处跟我作对？我只是想要收个小丫鬟，你都不允许。你是这么想我的？自己跟他处处作对？难道不是？不是啊，我这个人一般不记仇，有仇我基本当场就报了。那居然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收这个小丫头？九九，她是挺可怜的。哼，真的才怪！我不把这对奸夫淫妇剁了喂狗，简直白来这世上走一趟。好吧，这样的九九我也很喜欢。聘儿，你对你那个爹，九九，你说的是霸王龙大叔吧？你都记得？记得。他很疼你，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疼聘儿的人了。我有九九就够了。还有小叔，聘儿娇羞，两个人闹成了一团。九九，你说小叔会醒吗？会的，一定会的。上天不会待小叔那么苛责的，我也会倾尽全力救小叔的。另一边，钟离梦哭着从寿王府跑了出去，站在人来人往的京都街头，他没有目的的走在大街上。天地之大，却好像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处。钟离梦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游荡，因为怕人看出来，所以他戴着纱帽，所以就算哭红了眼，也没有人能够看到。视线落在一个小店中两个人影身上，是清九九和蓝聘儿。他们两个正在开心的吃着灌汤包，不知道说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两个人趴在桌子上哈哈大笑。笑吧，尽情的笑吧，很快我们就都笑不出来了。你们一个个的，我都不会放过。还有阿喜，她是我的，是我的。钟姑娘。于是他快步的走了上来，已经好几天没有瞧见钟姑娘了，这猛然见到，竟然有一种相思入骨的感觉。听到喊声，钟离梦转过头来，一双哭得红肿的眼，满脸的泪痕，顿时就撞进了柳峰的视线里。钟姑娘，谁欺负你了？柳公子，你怎么在这儿？我刚好经过，看到你在这里，就过来了。钟姑娘，到底是谁欺负你了？没有人欺负我。钟姑娘，你别怕，你告诉我，我会帮你。真的没有人，我先走了。却是左脚绊住右脚，啊的一声就要摔倒在地上。小心！一把拉住了钟离梦，钟离梦顺势就倒在了柳峰的怀里。
什么连老天都欺负我？软玉在怀，心仪的姑娘又嘤嘤哭泣，一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钟姑娘，别哭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倾诉一下。六公子，你说秦九九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这个秦九九是他们家的克星吗？羞辱他妹妹，打断他弟弟的腿，现在又欺负他中意的姑娘。他怎么了？他让阿喜赶我回药王谷。六公子，你说秦九九他怎么这么过分呢？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回去，我为了阿喜而来，甚至背叛了师门，我无处可去了。他真的很想抱住怀中的女子，可是却怕亵渎了她。钟姑娘，你若是不嫌弃，先跟我回府吧。不了，你家里人口众多，我不想别人看到我这般狼狈的样子。怀中女子离开，刘峰顿时觉得空落落的。我还有一座私府在东郊，你若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我可以送你过去。这不打扰吗？怎么会，咱们这就过去。片儿，我今天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让你散心，走出心里的那个死结。很高兴那个像小鹿一样干净澄澈的姑娘又回来啦。谢谢你，九九，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已经说过一遍了，哼，以后姐姐带你吃香的喝辣的。片儿这个时候推开九九的怀抱，抿着粉色的唇瓣，眉眼含笑，似乎欲言又止。怎么啦？九九，我若是嫁给小叔了，你就不能自称姐姐了，你要称呼我为小沈。九九呆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你这丫头占我便宜啊，找打！片儿转身就跑，九九撞死追打他，转过身就瞧见王府门口，凤喜一身玄色窄袖蟒袍，含笑望着这边。进了屋子，看了看青羽，生命体征平稳。出了青羽的屋子，凤喜开口：要不要喝酒？我的酒窖里面藏了很多好酒。他想到了那日九九酒醉，那一晚美妙的欲仙欲死的感觉，只是想想都忍不住的悸动。不喝，明日要早起去清瑶寺祈福。凤喜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此时天色渐渐有些黑了，空中开始出现星辰。凤喜揽住九九的腰，飞身而起，坐在房屋顶上遥望星辰。陪我坐一会儿，再送你回去。好，有时候身处繁华乱世，能这样安静地坐着看看星空，感受一下这份宁静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这样爱一个人。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凤喜沉默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忆。良久，你给我桂花糕的时候。所以说你是我用几块桂花糕就收买了的男人？只是在那一刻确定了心意而已。你不问问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寒潭第一眼。谁寒潭第一眼就爱上你啊？第一眼只是想睡你好吗？他转身将九九压在了身下。本王也想，所以先收点利息。吻住九九的唇，然后移到脖子处，慢慢的往下。凤喜，你流氓！这里太小，需要揉。凤喜的声音淹没在了九九的手掌之中，他被捂住了嘴。而同一时间，在京都东郊的一处宅院内，柳峰正陪着钟离梦喝酒。刘公子，你说我哪里不好？阿喜他怎么就喜欢上了清九九？我又该怎么办呢？酒水倒入了月光杯之中，钟离梦一口饮尽。钟姑娘，别喝了，贪杯不好，进去睡觉吧。刘公子，你说我美吗？柳峰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脸当即就红了，心脏也是砰砰砰的跳个不停。那凤喜为什么不爱我？钟离梦凑到了柳峰的面前，借酒装醉，呼出的气息打在了柳峰的脸上。柳峰的身体微微往后退了一下，眼神微闪，他的心里也是激动，却极力克制。钟离梦心里嗤笑，他早就看出来柳峰喜欢他了，
现在又装作一副不敢靠近他的模样做什么？虚伪做作。钟姑娘，你喝醉了。我没醉，我很清醒的。钟离梦咯咯地笑道，伸出手搭在他的胸前。柳风却只当他醉了，起身去扶钟离梦。钟姑娘，天寒路重，莫要再喝了，伤了身体。钟姑娘，天寒路重，莫要再喝了，伤了身体。没关系，反正也没有人会关心我。钟离梦仰头，将杯中的酒往嘴里倒，却手腕不稳，全都倒在了前襟之上。柳风急忙垂下眼，君子非礼勿视。装什么装呢？明明就是很喜欢我。阿喜，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有的是男人喜欢我。柳公子，你说，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辛苦？我会帮你。不要，柳公子，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别去伤害他。原来只有你对我是好的。别哭。下一秒，钟离梦却突然起身走向了他。柳风还未反应过来，钟离梦却是直接抱住了他。柳风的身体有瞬间的僵硬。柳公子，他不喜欢我，你喜欢我好不好？钟姑娘，你喝醉了。我没有醉，你叫我梦儿。他吞了一口口水，却仍是极力控制。他不能亵渎心中的女神啊！钟姑娘，你真的喝醉了。我都说了，我没醉。柳公子，原你也不喜欢我吗？我很喜欢钟姑娘。那就跟我在一起。钟姑娘，我确实心悦你，但是你喝醉了，我柳风却不能趁人之危。柳风话还没有说完，嘴巴就被钟离梦给吻住了，顿时整个人僵硬的犹如一座雕像。钟姑娘，叫我梦儿。钟离梦的手顺着柳风的衣襟碰到他结实的胸膛，两个人都是一震。钟离梦闭上眼，果然还是年轻男子的身体好。他的师傅那身松软的皮肉实在是让他太恶心了。现在他真的迫切的需要一场酣快淋漓的爱，来忘记白日里发生的屈辱。钟姑娘，梦儿。钟离梦的手指在柳风胸口上作乱，坚持了半天的柳风终于一口气没绷住，呼地吐出一口浊气。他抱起钟离梦，大步地往房间走去。已近子夜，久久才被凤喜给送回到亲家。他脸颊微红，娇艳如3月春花。回去吧，明日还要早起。下次别再撩我，只能看不能吃的家伙。凤喜点头微笑，不管九九说什么，他都答应。但是撩不撩，那是下一次的事情。我回去了，明日一早我就不过去了，我跟爷爷从亲家直接出发。哦，对了，楚一之那个家伙回来了吗？没见到，出了什么事？没事儿。九九摆了摆手，跟凤喜道了别，这才进入了府中。小九九，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很久。莫邪站在暗影里，整个人显得有些疲惫。莫邪，你还没睡啊？你没回来睡不着，小叔的事情我听说了，别太难过。是我太累了，还是你今晚有些不正常？我怎么总感觉你有些不一样了？九九，什么事啊？你说，今晚到底怎么了？怎么吞吞吐吐的呢？你跟凤喜和好了？和好了。莫邪，我发现无论我再怎么讨厌凤喜，可她也依然是我爱得深沉的耀耀美人，我舍不得放弃。莫邪顿时觉得呼吸都不顺畅了。可是小九九，你明知道她有情花毒，你非要爱她吗？我控制不住。如果爱一个人能够收放自如，说爱就爱，说放弃就放弃，那就不叫爱情了。控制不住，小九九，
爱他你会死啊！他欺骗你，你也不在乎吗？我在乎啊，所以我惩罚他了。可是最终受到煎熬的却是2个人。莫邪，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随心所欲的，既然觉得煎熬，那索性就原谅。九九又拍了拍莫邪的肩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放心，我有数的。九九，他对你好吗？挺好的。那就好。不用担心我，如果凤熙敢欺负我，咔嚓。那我就放心了。你放心好了，他要是欺负我，我就告诉你，你帮我收拾他。下一秒，就见莫邪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眼中似有水光盈盈。莫邪他是哭了吗？九九嘴角边的笑顿时僵硬住。阿邪，他该不会是喜欢我吧？小九九，我要离开了。离开？去哪儿啊？是不在亲家住了吗？没关系，你搬去哪里住，你都是我的亲人，你随时可以回来的。你说的对。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要去哪儿呢。傻丫头。哦。九九捂着小嘴打了一个哈欠。回去睡吧。好，你也早点休息啊，莫邪。莫邪看着九九的背影，小丫头近些日子似乎长高了不少，身影窈窕，只是不知道她下一次回来，小丫头会长多高。九九啊，我可以抱抱你吗？神经，抱我干嘛呀？困了，晚安。话落，抬脚就走。莫邪垂下眼睛，失落一下子就笼罩了他，好遗憾呢。可是下一秒，他却一下子被人抱住了。只是一个拥抱而已，再累我也会给你的。阿邪，晚安。被九九抱住的莫邪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哦，对了，明天我要去清凉寺，大概3天左右会回来，到时候帮你祈福，带个保平安、保健康的符给你。说完这句话，才转身离开。保平安、保健康的符吗？真的很期待。小主人，我们真的该离开了。老妖王伤重，药石无医，只想见您最后一面，也需要您赶紧回去主持大局，接受妖王之位，否则妖族将会大乱。再等3天，等到我拿到九九送给我那个平安健康符，我们立刻就走。不行啊，小主人，老妖王真的伤得很重，若再等3天，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啊。小主人，您是老妖王唯一的血脉，黑猫求您了。那就等明天早上。莫邪仰头，眼中一片湿润。他终究是要离开这个丫头了，纵然满心不舍，但是仍有责任需要他去担负。小九九，这一次离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不过你放心，只要我处理好妖族的事情，我一定会来找你，一定会。九九，我其实是骗了你的，我体内有妖的血脉，我的娘亲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女，她是妖族的公主，却与人类相爱。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我妖的身份，还会带我如初吗？京都东郊别院，一场欢快淋漓的情事于半夜时分结束。钟离梦无声无息地给柳风下了昏睡散，使他陷入昏迷。他自己起身，披着纱裙，居高临下地看着床榻上的男子，然后从自己的衣袖口袋中拿出一个小瓶子。他摇晃了几下之后打开，接着用匕首在柳风的胳膊上划开一个小口子，用瓷瓶对准。此时瓷瓶中的一只黑色肉虫子像是闻到了血的腥味儿，嗖的一下从瓶子里窜了出来，趴在柳风胳膊上的口子开始大口大口的吸血。吃吧吃吧，我的乖宝宝，吃饱了就去干活吧。那大蛊虫像是孩子一样在钟离梦的手下缩成一团。钟离梦摸着蛊虫开始施咒一般的呢喃，杀了清九九，找人将他先奸后杀，之后将他扔在大街上，让千夫所指，万人践踏。话落，那个蛊虫在钟离梦的抚摸下慢慢变小，然后顺着柳风手臂上的伤口嗖的一下子便钻了进去。夜越来越深了，钟离梦披了一件外衣，看着黑幕一片的夜色，嘴里哼着一首不知名的曲调。阿喜，你是我的，谁也夺不走。若有人与我争你，那么我会让他生不如死。东郊
日上三竿之时，柳风终于悠悠转醒，阳光刺目，让他不适应的眯起眼，紧接着从床榻上蹦了起来。昨晚上发生的一切迅速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中。柳风的脸瞬间发热，低头看到自己未穿衣服的身体，有女孩子留下的抓痕，这一切都不是梦。而此时钟离梦已经不在床榻上，柳风的心里顿时空落落的。钟姑娘就这么走了吗？她一定恨死自己了。床单上的一抹红当即映入了柳风的眼中，他怔怔地看着这一抹红色，原来这是钟姑娘的第一次，心中激荡又羞愧，是他欠了钟姑娘，所以他要弥补。柳风眼中一片阴戾，都是这个青九九害的钟姑娘。脑海中陡然冒出一个声音，杀了青九九，找人将他先奸后杀，扔在大街上，千夫所指，万人践踏。金老将军，您这边请。寿王殿下已经派人来打过招呼了，住持大人正在等您。九九眨了一下眼，放血速度真快，连寺庙里都有关系呢。莫不是这个男人在没有爱上他之前是有出家的打算？于是九九跟青青山还有雷大跟着大和尚往寺庙走。此时正是用斋时间，两位施主可在收拾妥当之后去斋房用饭。九丫头，收拾好了就过来，别耽搁太久。哦，九九点了点头，跟在一个小和尚身后往西院子走。小和尚年纪很小，也就7、8岁的模样，头上光秃秃的，五官秀秀气气，很是白净，像个发面馒头似的。小和尚，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僧名叫净空。你叫净空啊？你怎么不叫色空呢？色即是空啊。名字是师傅起的，不可随意更改。啊，那你都是只吃素不吃肉的啊？肉是什么？好吃吗？可好吃了，烤鸡、烤肉、烤猪，简直香得不得了。你这个小和尚没口福啊！师傅说了，不可逞口腹之欲。将九九送到他所在的院子里，小和尚就要退出去。九九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块牛轧糖，那这个给你吃。这个可以吃吗？可以啊，小孩子都吃这个，可甜了。你长得好看我才给你的，你拿去尝尝。小和尚脸一红，小施主不可调戏小僧。九九无语了，这个小和尚从哪里看出来自己调戏他了？既如此，小僧就不辜负施主的一片好意了。上前将牛轧糖接过，这才退了出去。这个小和尚明明想吃，却装出一副不辜负他好意的模样。一阵风吹来，将他的发丝吹得凌乱，裙纱也是随风飘扬。清凉寺内有和尚诵经的声音，不由得让人心思宁静，胸怀舒畅。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来寺庙祈愿，这里真是一处寄托心愿的好地方。就在此时，一道悠悠扬扬的箫声传入耳中，箫声铮铮灵灵，短音迭起，穿透人心。只要驻足停留，便是一阵心驰神醉。是谁的箫声如此好听？是寺庙中留宿的客人吗？好像是被蛊惑一般，在箫声的指引下，九九的脚步不受控制地顺着那个方向走去。九九诧异，在这清凉寺最偏僻之处，竟然蕴藏着这样一片美丽的天地，莫名地生出好感。海棠花香，想必是哪位姑娘家住在这儿吧？箫声轻扬，徐徐缓缓，让人心情舒畅。九九停下脚步，闭眼倾听。此时，不知为何，九九的脑海中闪过曾经在青青山书房看过的那幅画，他的父亲与母亲漫天桃花瓣之下深情对望。会不会那个梨花吹箫之人其实是娘亲？难道这么多年娘亲一直藏身在这里吗？越想越有可能，九九有些激动。此时他无比的想要看到那海棠花下林中吹箫之人，哪知前脚刚刚迈入林中，箫声竟是瞬间停止，
冒昧打扰，还请见谅，只是被箫声吸引，所以误入此地。却只听一声清脆的声响，似是茶杯被打翻的声音。明明有人，却没有出声，这是表示不欢迎的意思吗？正琢磨借口，如何才能进去见一见林中之人，也好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却在此时，见那海棠花枝头舞动，竟是走出一名少女，一脸的冷若冰霜。这位姑娘，我家公子喜静，不喜外人打扰，您请回吧。原来这海棠花林的主人是一名男子。啊，打扰了，抱歉。九九转身离开，那名女子也像是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引入海棠花林中。此时九九还未走远，却忽地听到那林中传来说话声。什么人？回主子，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哼，又不知道是哪个不要脸的厚脸皮的女人，知道主子在这里，所以故意凑上来的吧。砰，灵力调动，对着海棠花林中声音的来源地就打了上去。同样一道强劲的灵气自林子的另一边对上九九的攻击。海棠花树剧烈的摇动之后恢复平静。属下无礼，多有得罪，还望姑娘见谅。九九没有说话，就见梨花林中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枝头晃动，只见一个男子踏着一地梨花缓缓走出来。他也不似凤喜的冷艳高贵，也不似墨邪的邪魅勾魂，而是干净的不染尘世。姑娘，为何来到此地？好美的男子啊！初听箫声，惊为天人，擅自闯入，还望海涵。那么姑娘是听懂了那箫声所传递的意思吗？九九眨了眨眼，一脸的无辜。他不懂箫啊，听不懂那箫声想表达的意思啊，只是真心觉得好听啊。那是当然，我就是顺着那箫声，情不自禁地走到这儿的。是吗？嗯。那姑娘可是听出那箫声所表达的意思？这个嘛，起初箫声悠扬，后来略显落寞。原来我吹出的箫音，表达的竟然是这个意境。多谢告知。九九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男子，这个男人说话可真奇怪，自己吹的那曲调子竟是不知吗？而且他当真是有着一双极其好看的眼睛，清秀无垠，脸净风华。可是海棠花下，公子如玉，白衣胜雪，当真是人无完人吗？你发现了对吗？你是第一个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现我眼睛看不见的。你……这世上太多的事情都不完美，想得太多，看得太透，反而不快乐。这个时候，一阵风吹来，海棠花瓣簌簌而落，却见他抬起手，那梨花瓣便飘落在他的掌心，然后被握住。你是豁达之人啊，抱歉，今日打扰了。属下无礼，也请姑娘多多包涵。告辞。厨子，那女的走了吗？您干嘛跟她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呀？你还不让我们出来？住口！日后你再口无遮拦，就不要再跟在我的身边。奴婢知错。九九已经退出竹林，却隐约还能听到那个男子和其婢女说话的声音。九九失笑，如此出众的男子，怎么会有那般不懂礼数的婢女？小施主，小僧可找到你了。怎么了？施主，住持请您前去膳房用饭。啊，好。净空呢？我找他半天没有找到，才自己去溜达的。回施主，净空他掉了2颗牙齿，所以不便见人。不就是掉了2颗牙齿吗？还至于到不见人的地步吗？那小和尚不会是吃了他送给他的牛轧糖，所以把牙齿给粘掉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可真是太对不起小和尚了。大和尚将九九带到膳堂，一进去就瞧见主持大师穿着袈裟，脖子上戴着佛珠，面前已经摆好了素食。青青山坐在对面，见到他进来，2个人都看了过来。九丫头，这是清凉寺的副主持依云大师。依云大师好。九九双手合十，态度虔诚。施主好。九九过去坐在青青山的旁边。一空师兄正闭关修炼，大概明日后日才会出关，怠慢2位施主了。不碍事，
是我们来的时机不对。没事，我们可以等大师出关。吃了斋饭，青金山要留在屋子里和依云大师讨论一下佛经。九九坐不住，便一个人走出来了。九九寻了一块高地坐上去，抬头看着星辰漫天的云空，脑海中闪过凤喜的脸，她的耀耀美人呐，就是在那一次浩瀚的星空下彻底俘获了他的心。正当九九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忽然瞧见了两个身影自远而近的走来。小丫头，男女不能同住，女眷都是住在这西院的，你的屋子我让小和尚给你安排在最后面了，你放心住就行了。小哥哥，我想跟在你的身边。不行啊，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要住在西院。没事的，明日天一亮我就过来找你。不行啊，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要住在西院。没事的，明日天一亮我就过来找你。垂直！九九从高地上跳下来。哎呀娘，吓了我一跳！三嫂，你怎么躲在这里啊？你来干什么呀？我保护你啊，顺便让空一大师帮我算一卦，我爹还活着没？那你带他来干什么？你不让我带他回府，我只能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去哪里啊。明日把他送走，或者你跟他一起走，不准去寿王府，我会让凤喜看着你。秦九九，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小丫头？她身份卑微，做小乞丐是她愿意的吗？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对，我就是容不下。秦九九，算我看错你了，你给我的药我用不起，你身份尊贵，我们也高攀不起，行了吧？你容不下她，那我就带她走。楚一之从怀里掏出2个瓷瓶，往地上一扔，拉着小喜儿的手就走。站住！干什么？这是你第2次将我给你的药扔在地上，捡起来。此时，乐安安弯下身子，将地上的2个瓷瓶捡了起来，递到了九九的面前。秦姐姐，你不要生一只哥哥的气，都是我不好。不用跟他道歉，你没有错。楚一之抓过安乐乐的手，准备拉着他离开。站住！他向前走了2步，从安乐乐的手中将那2瓶药接了过来。安乐乐，我知道，如果你的性子真的这么软萌，你不会在乞丐堆里活这么久。乞讨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我比谁都知道。所以就是你的楚楚可怜让我看了碍眼。如果你表现的有一点野心，我或许就不会这么排斥。也只有这样的蠢猪才会被你的表象所蒙蔽。秦九九，你以为你是县令，是捕头吗？还学会判案了，连乞讨这个行业你都懂，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你看什么？我在看冲哪里下手比较好。什么？楚一之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九九一拳头抡在了鼻子上，一个倒飞就摔在了地上，2行鼻血流出来。楚一之，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挺好的，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冲我吼，挺能耐的是吧？本姑娘分分钟灭了你，信不信？安安，咱们走。楚一之起身，抓着乐安安的手准备走。小哥哥，去哪儿啊？去小哥哥屋里，小哥哥睡外面。小哥哥，这样可以吗？让他留下吧。秦九九，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鬼主意？你该不会是想半夜杀了安安吧？九九气得差点没喘上这口气儿。九九摩拳擦掌。你干什么？我在想，你似乎爹不详，那么你跟阿喜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就不是你三哥了，所以我在这里弄死你算了，免得你打着阿喜的名号到处去给他丢人。你敢？哼，你试试我敢不敢？他真的怀疑楚一之这个二货的智商，他突然同意让这个乐安安留下，还不是为了看好他吗？这个楚一之长了一副冤大头的模样，还把自己当英雄，真是蠢的屁股和脑袋换了家。小哥哥，秦姐姐不是那样的人，你不要担心，我就留在这里吧。我看秦姐姐这一次来也没有带丫鬟端茶倒水，我在这边还可以伺候秦姐姐，去你那边确实不太方便。我不放心，他后面的话在九九的眼神下不敢说了。那你就在这边休息，明日我就来找你。小哥哥，你快回去吧。3催5撵，楚一之才走了，一步3回头，那是一个不放心啊，直到看不到他的身影了。秦姐姐，谢谢你肯收留我。九九似笑非笑，在我面前你不用装得这么乖，如果你只是想投靠楚一之得到荣华富贵，或者想爬上他的床成为他的女人，这些我都不会管，但是你若是带着其他目的来的，千万别让我发现。你睡东边屋第2间。秦姐姐，我不是。是不是那是你的事？九九推门进屋，
看着清九九推门进了屋子，乐安安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变了。这个清九九这么精明啊，早知道不扮演小乞丐的角色了。到底用什么办法把清九九带到师傅的面前呢？迷药、下毒、抓走他爷爷做人质。乐安安边想边进了屋子，大概是没有想到九九竟然会睁开眼睛，他只愣了1秒钟，手中的剑顿时就劈向九九。什么人？整个人在床榻上一滚，反手就朝着那个男子踢去。那个鬼面男子也不出声，手中的剑直接逼向九九，两个人顿时缠斗在了一起。那个鬼面男子也不出声，手中的剑直接逼向九九，两个人顿时缠斗在了一起。鞭子缠住鬼面男子的长剑，一个用力，咔嚓一声，那剑顿时就断成了2半，反身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哼，想跑？随即追了出去。耳畔风声呼呼，那鬼面男子却跑得奇快无比。九九催动灵力，一是脚下生风地追了出去。站住！这竹林之后便是海棠花林，是那白衣男子的居所。可是那鬼面男怎么可能会停下呢？嗖嗖的就往竹林里窜。九九抽出靴子中的匕首，灵力涌动，对着那个男人便狠狠地射了过去。匕首直接穿透了他的肩膀，可是鬼面男连停顿都没有，嗖的一下就窜入了竹林里面。该死！九九脚步不停，也紧追了进去。可是脚步刚一踏入竹林，九九就发现不对了，立刻就要退出去。可是身后哪里还有路？宵小之辈，竟敢擅闯此地，该死！我是追刺客才追来这里。那个女子冷酷的声音落下，无数的利剑朝着他飞舞而来。九九在黑暗之中挥鞭而起，与冲天而来的剑雨搏斗。白日，我与你家主子有过一面之缘，还请姑娘前去禀告一声。哼，谁给你的胆子胡说八道？见过我家主子，你也配吗？下一秒，九九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头嗡嗡的疼，耳边似有厉鬼在咆哮，桀桀桀的怪笑声在不停的回荡，此起彼伏。九九的头剧烈的疼痛起来，手中的紫旋鞭都掉落在地上，他痛苦的捂住头，利剑自身后穿透而来，直接便穿透了他的身体。而后九九突然感觉到了体内不受控制开始四散的灵气，他的灵元被刺破了。哼，宵小之辈，既然想死，本姑娘就送你一程。嗖的一声，体内刺破他灵元的利剑被毫不留情地拔出来，一声闷痛，九九摔倒在地。九九仰躺在地上，双眼气红，他真的是不甘心啊！自己不过是追杀了一个刺客，不小心踏入了竹林，被阵法所困，为何这个女子竟会狠辣到直接刺破了他的灵元？哼，真是冤家路窄呀！那秋燕冷冷地勾起嘴角，抬起脚猛地踩在九九的胸口上，看着九九因为疼痛而变形的脸，眼中一片快意。丑八怪，真是连老天都在帮我，竟然将你直接送到了我的面前。你说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他的脚下不停地用力碾压九九。你那日不是挺嚣张的吗？你再给本小姐嚣张一个看看呀！来呀，来呀！对了，鞭子呢？然而下一秒，双手握住秋燕的脚踝，狠狠的一掰之后，紧接着五爪成钩，刺入秋燕的小腿中，鲜血淋漓。惨叫声顿时划破了寂静的长空。秋燕因为剧痛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九九朝上躺着，脸色苍白，目光却冷厉的像是来自九幽地狱的厉鬼。如此欺他辱他的，这秋燕还真是第一人。如此欺他辱他的，这秋燕还真是第一人。我的脚，我的脚！该死的贱人，我杀了你！他忍着剧痛，单腿从地上爬起来，拿着手中的剑挪到了九九的眼前。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来啊，来打我！敢烧我，你这个丑八怪！以为自己有点灵脉了不起了是吧？得了个宝贝鞭子就天下无敌了是不是？现在本小姐宣布，你的死期到了，你的鞭子归我了。手中的剑再一次对着九九的腹部就刺了上去。此时一道灵气冲击而来，直接打掉了秋燕手中的剑。一个女子匆匆赶了上来。秋燕，你干什么？她赶紧蹲下，查看了一下九九的伤口，随即倒抽一口凉气。她转头看向站在一边愤愤不平的秋燕。秋燕，你怎么可以如此狠毒？你明知道这姑娘身负灵脉，你竟然伤了这姑娘的灵元。对，一个穷不拉几的鸟地方出来这么一个有灵脉的丑八怪，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呢。本小姐就是要挫挫她的锐气，
他不是很嚣张很厉害吗？本小姐就要废了他的陵园。够了，我带他去找主子。不行，主子已经休息了，他擅闯竹林，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不能去打扰主子。我建议就地杀了。让开，秋燕，主子已经醒了，就是他让我来看看竹林这边发生了何事的。主子醒了，那更不能让他去打扰主子了，他可是刺客。让开，秋燕，别逼我动手，有什么话你去跟主子说吧。秋瓷，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要跟我动手吗？你看看我的脚踝被他深深的给掰断了，现在还不敢落地，你说我甘心吗？秋瓷的目光落在秋燕此刻肿胀不堪的脚踝上，皱了一下眉，伤得似乎是不轻，但是比起这位姑娘，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脚踝肿了可以养好，可是秋燕她竟然坏人家陵园。唉，秋燕，人家伤的是你的脚，你要的却是人家的命。在我们那儿，陵园就是命，陵园若是废了，那么这个人差不多也就废了。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刺伤别人的陵园？就算他擅自闯入竹林有错，你只要警告他退出去即可，怎可这般害人？秋瓷，你在这装什么大好人呢？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跟你有半点关系吗？你不可理喻！此时他不去看秋燕了，弯下身子将九九抱了起来。姑娘不用担心，我家主子一定会救你的。谢谢。他向来善恶分明，欠了他的也想善了，帮了他的也会记在心中。秋瓷，你给我把人放下！秋瓷已经抱着九九转了身，你有什么话去跟主子说吧。秋瓷，你吃里扒外！海棠花香扑面而来，九九有些昏昏欲睡。他看着头顶的星空，眼前不知怎么就幻化出凤喜的脸。说是凤喜知道他在清凉寺被人伤了，他似乎看到了狂怒冷酷的凤喜，搅动了整个清凉寺都不得安宁。主子，您睡了吗？秋瓷站在最大的一间屋子外，恭敬地出声询问。秋瓷，有什么事吗？看到秋瓷抱着九九，眉目一动，略显诧异。依晨公子，主子睡了吗？这个姑娘不小心误入竹林，被秋燕伤了陵园，所以……秋瓷，你越来越没规矩了。既然误入竹林，死伤都是咎由自取。你三更半夜带她来找主子做什么？让主子救她吗？秋瓷，是你疯了，还是我听错了？秋瓷姑娘，麻烦你送我去西院，我的人在那边。还有，谢谢。秋瓷看着九九苍白的脸，咬着下唇，眉眼一片奇色。姑娘，你别怕，我家主子本事奇大，他一定会修复好你的陵园。秋瓷。下一秒，扑通一声，秋瓷跪在了地上，将九九轻轻地放在了一边，而后重重地叩头。主子，求您救救这位姑娘，秋瓷坏了规矩，甘愿受罚，但只求主子救救她。秋瓷的头重重地扣在了地上，这一切都被九九看在了眼中。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九九遭遇到了最大的屈辱，却也在这一晚收获了另一个姑娘带给他的最真的感动，发自内心的。主子，求您了，秋瓷愿意接受任何处罚。连续叩首。够了。秋瓷，退下。随着吱呀一声响，门再一次被打开，月色朗朗，红烛跳跃，白衣男子推门而出，如夜色下的一抹白月光。秋瓷，是何人值得你半夜冒死进见？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你们之前认识？有过一面之缘。原来如此，我可以救她，但你坏了规矩，也太过感情用事。这之后你便回去吧，莫要留在这里了。秋瓷的身体明显的一抖，然后瘫坐在了地上。是，秋瓷知道了。将人带进来吧。不必，麻烦将我送回西院，我不需要你帮我。那白衣男子原来要进屋的脚步一顿。是你？对，是我。秋瓷，将人抱起来。是。秋瓷带着一脸疑惑，急忙起身，将九九给抱了起来。发生了何事？今晚有刺客闯入寺中，我跟随刺客一路追至竹林，却不小心陷入阵法，被你的婢女所伤。依晨，立刻去查，将那个刺客给找出来。是。秋瓷，将人带起来。是。九九躺在竹木床上，屋子装饰简单干净，透着淡然。秋瓷，报告伤情。进入腹部，是正中央丹田的位置，流了很多血。是秋燕下的手。我的属下又无礼了。不是无礼，是罔顾人命。你可以选择不救我，
或者将我送回西院，但不管你救我与否，你的那个奴婢，我都不会放过。男子只点了点头，没有作答。主子，有事禀告，清凉寺灯火大亮，全部派人在找人，依云大师在外面求见。好，知道了。是找你的吗？应该是。你灵元受伤，我需要时间帮你修复。若是伤得不轻，3天的时间可以让你的灵元恢复如初；若是伤得重，需要7天的时间。外面的人，你想办法打发一下，我洗净。外面的都是我的至亲，不见到我不会罢休。哪怕我将身份玉佩给他们，他们也会怀疑我是否是被人挟持。秋瓷，你让依晨去外面请一人进来。是。秋瓷，将这位姑娘的衣服掀起来。是。新衣服？这要是被凤喜知道，那还了得！姑娘，你伤在腹部，又出血甚多，不掀衣服没有办法清理伤口啊。啊！九九点了点头。他刚才矫情个什么劲儿呢？不就掀个衣服吗？他在前世夏天的时候，那是天天穿着比基尼啊。怎么了？伤得很重。不是，是这位姑娘的伤口看不见了。是好了吗？九九眨了眨眼，难怪他这会儿都没有感觉到剧痛了，还以为是看美男看的，却原来他的伤口又自动愈合了。而后下一秒，九九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睛也猛地睁大。白衣美男的手竟然放在了他的腹部。那个，我有未婚夫了。好吧，虽然他也很想撩美男，可是想到凤喜拿着刀残暴地砍掉美男手的一幕，打了个哆嗦，还是算了。人家白衣美男却是根本没有搭他的枪，而是闭上了眼睛。顿时，一股温暖的感觉充满了他整个的腹部。九九睁眼，就看到白衣男子整个人都好似沐浴在圣光之中，尤其是他放在自己腹部的手，散发出白色的圣洁的光芒，一股一股的暖流涌到自己的丹田之中。丹田偏右，躲过了被利剑直接穿透的一击，但是却也受了伤，不重。3天的时间